凌晨，你给本宫当了3年炉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念在你今日将是最后一次采补，可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只要不过分，本宫都可应允。魔教合欢宗的密室内，氤氲雾气缭绕，少年赤裸的上身浸泡在药香四溢的浴桶中，各色珍稀药材在琥珀色的药液里沉浮。对面，一位身着红衣的绝色女子正凝视着他，此人正是合欢宗掌门柳芙鸾。她肌肤如雪，身姿曼妙，朱唇轻启间，眼波流转，似含万种风情。弟子自幼师护，蒙师父收留已是天大的福分。只是少年的声音微微发颤，苍白的脸上浮现一抹红晕。身在合欢宗多年，却未尝云雨之欢，至今仍是童子之身。噗嗤！柳芙鸾闻言失笑，眼中尽是戏谑。你都已沦为炉渣了，竟还惦记这等事？人活一世，我也不想留下遗憾不是？林晨苦笑着自嘲。哼，男人！柳芙鸾轻甩广袖，红纱拂过少年面庞。不过本宫答应你，若这次采补后你还能活着，本宫便亲自为你破身。话音未落，他那纤纤素手猛然拍在凌晨的天灵盖上。刹那间，磅礴的纯阳元气如决堤的洪水般从少年体内疯狂涌出，化作一道螺旋状的漩涡，瞬间被柳芙鸾无情的吞噬。啊！凄厉的惨叫声响彻夜空。凌晨的面容因痛苦而扭曲，仿佛遭受千刀万剐。他那本就枯瘦的身躯青筋暴起，七窍之中鲜血汩汩流淌，整个人如坠炼狱。然而，柳芙鸾非但没有停手，反倒加速采补，直至少年彻底不动弹后，他这才意犹未尽的收手，红唇微扬，讥讽道：“哼，区区炉鼎，竟妄想本宫为你破身，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可惜了这具上好的纯阳之体。”采补结束后，柳芙鸾径直走向床榻修炼阴阳双修大法。霎时间，阴阳二气缭绕周身，将他那曼妙娇躯笼罩其中。反观少年，早已是油尽灯枯，此刻如死狗般趴在木桶边沿，彻底断绝了生机。命作炉心，血肉为鼎，这便是他一个炉鼎最终的宿命。少年名为凌晨，曾是青云宗的内门弟子。3年前，他随师门讨伐魔教时，不幸被合欢宗生擒。因被发现身负千年难遇的纯阳之体，大魔头柳芙鸾不仅没杀他，反而破例收其为亲传弟子，这也是合欢宗100年来唯一的男弟子。然而，拜师是假，要把他当作炉鼎采补才是真。讽刺的是，柳芙鸾明明修炼阴阳双修大法，却又当又立。3年来，他只将凌晨当作人形药鼎，夜夜抽取其纯阳元气，始终不肯真正双修。更诛心的是宗门的态度，青云宗非但不施救，反而令他长期潜伏魔门。那些道貌岸然的长老们甚至暗中传讯，能成为合欢宗掌门的入幕之宾，是你小子的造化。我去你们的造化！就这样，他成为正派的卧底，却也沦为反派的玩物。这屈辱的日子一过就是3年。他不是没尝试逃跑，但每次都被抓回，继而遭到变本加厉的采补。饶是他年轻力壮，一拳能轰死壮牛，却也经不住柳芙鸾3年如一日的压榨，最终落得个元阳枯竭的下场。但就在这时，本该魂飞魄散的凌晨突然睁开双眼，只见他如溺水般剧烈喘息着，冷汗浸透全身，仿佛刚从一场无尽噩梦中挣脱。突然，丹田深处那尊记忆中与生俱来的小鼎猛然震颤，他疯狂旋转，鼎身迸发出刺眼的混沌光芒，无数尘封的记忆如潮水般疯狂涌入他的识海。起初一片混沌，但转瞬间一切豁然开朗。凌晨这才意识到，他一直在修炼一门凌驾八荒陆河的无上神功九阴九阳。此功法蕴含3000大道法则，需要历经9世轮回方可大成。功成之日，可颠倒阴阳，逆转时空，得证长生大道。而这一世正是最后一世轮回。更令他震撼的是，丹田深处的混沌鼎竟是混沌初开时的至宝。它不仅是9世轮回的载体，更可吞噬天地万物，炼化诸天法则。此刻，凌晨心念一动，混沌鼎骤然轰鸣，木桶中那些用来激发纯阳元气的药材被瞬间炼化，药液化作万千缕金色灵雾，如百川归海般疯狂涌入他的经脉，最终汇聚于丹田之中。轰！这一刻，凌晨那早已干涸枯竭的身体宛若久旱逢甘霖，枯槁的皮肤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泛起血色。但这远远不够。18岁的少年本该筋骨如龙，顶峰耀3丈，可这些年在柳芙鸾的疯狂采补之下，如今这尊残破的躯体早已衰败得如风烛残年的老人。所幸他暗中积攒了大量灵石与珍稀药材，本为东山再起之辈，没想到今天还真派上用场了。不远处，正修炼阴阳双修大法的柳芙鸾全神贯注炼化纯阳元气，全然不知那具被他视作炉渣的凌晨
此刻正经历着脱胎换骨的重生。此界武道分9大境界：炼体、退凡、筑基、结丹、元婴、化神、炼虚、大成及渡劫。每一个大境界又细分为9重天，等级森严。身为青云宗曾经的天之骄子，他原是炼体5重天的修为，乃年轻一辈的翘楚。可自从堕入合欢宗沦为炉鼎后，他的修为不进反退，如今垂垂欲死，境界已经跌落至炼体3重天。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如今觉醒9世轮回记忆，只要不死，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时间如斯，转眼间3炷香过去了。混沌鼎的炼化速度堪称恐怖，他手中那点自以为充足的资源，几乎顷刻间便被吞噬殆尽。棘手的是，他的身体仍处于极度亏空的状态，必须得从根源上大补才行。而最有效的解决办法，莫过于真正双修。若能阴阳相济，他不仅能枯木逢春，甚至就连修为也有望恢复到巅峰期。念及此，他不由自主地看向柳芙鸾，自己这具纯阳之体是上等炉鼎，而他那一身纯阴之体又何尝不是绝佳炉鼎？倘若双修一下，念头如野草般在心底疯长，一发不可收拾。可一想到柳芙鸾那结丹大圆满境的可怕实力时，凌晨顿时如泄了气的皮球彻底蔫了。在合欢宗3年，他太清楚柳芙鸾的手段了。别看那他风姿绰约，倾国倾城，而且还长得一张人畜无害的绝美脸蛋，可一旦狠辣起来，他怕是要断子绝孙。怕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哪怕凌晨有9世轮回的经验，甚至从内到外已脱胎换骨，可他仍不敢轻易触其锋芒。两拳相害取其轻，苟着才是王道。突然一声细微的呢喃传来，这勾魂的声音让凌晨虎躯一震，他下意识地看了过去。柳芙鸾狠毒是狠毒，可漂亮是真漂亮啊。只见此刻的她周身气息紊乱，原本白皙的肌肤泛起不正常的潮红，贝齿紧咬着嘴唇，似在极力压制什么。纤细的指尖无意识地绞紧了衣角，红纱下曼妙的身躯微微站立，呼吸愈发急促。他竟在偷偷凌晨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以往每次采补之后，他都会立即将自己赶出密室。堂堂合欢宗掌门，竟宁可独自承受功法反噬之苦，也不愿场面愈发激烈，一度不受控制。拿这个考验修士，哪个修士经得起这样的考验？但很快，凌晨终于是察觉到一丝不对劲，柳芙鸾体内的纯阴之气正在疯狂暴走。他因为长期采补纯阳之气，却始终拒绝双修调和，使得如今体内阴阳彻底失衡，反噬己身。这娘们竟是走火入魔了。嘿嘿，这机会不就来了吗？如此天赐良机，师傅，你该兑现诺言，亲自为弟子破身。此刻，柳芙鸾正遭受阴阳双修大法的剧烈反噬，冰火2重天，阴气如极寒玄冰，寸寸冻结经脉；阳气似焚天烈焰，灼烧5脏6腑。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在体内疯狂对冲，经脉逆乱，气血翻涌。凌晨刚觉醒9世轮回记忆，只一眼便洞悉其中凶险。以柳芙鸾结丹境的修为，根本就压制不住这般狂暴的反噬。阴阳2气已在丹田形成毁灭漩涡，若不及时疏导，轻则修为尽毁，沦为废人；重则经脉寸断，爆体而亡。唯一的生机便是进行真正的双修。正好凌晨的纯阳之体可化解他体内淤积的阴寒之气，而混沌鼎更能炼化暴走的能量，避免他形神俱灭。然而，柳芙鸾向来不近男色，自有他的骄傲与坚持。可若继续强撑，不仅性命难保，多年采补的元气也将彻底溃散。而双修虽能活命，却有可能被凌晨反向吞噬修为，甚至沦为他的炉鼎。不得不说，世事无常，造化弄人。一向洁身自好的合欢宗掌门柳芙鸾竟落魄至此，甚至接下来不得不放下那所谓的高傲，求着凌晨灵性才能活命。嘿嘿，从此以后攻守一行了。当然，他并不知道凌晨还活着，否则绝对不会旁若无人的放纵自己。凌晨也不急，就这么目不转睛的欣赏着。如此旖旎的画面，可遇不可求。而且这可都是日后拿捏他的绝佳把柄。床榻上，柳芙鸾紧咬着朱唇，娇躯微微站立，他无比懊悔的那难道玩火自焚啊？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本宫从一开始就不该修炼这门功法，他真的后悔了。眼下阴阳2气疯狂肆虐，使得他的身子宛若遭到雷击般痉挛，一波接着一波，噗！蓦地，一口鲜血喷涌而出，反噬如洪水猛兽般袭来，远比想象中更加凶猛。柳芙鸾开始意识到局面已经彻底失去控制，死亡似乎成了唯一的结局。本宫这是要命丧于此了吗？若那小子尚在，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可惜了。他下意识地朝凌晨的方向瞥去，这一看不要紧，转头的瞬间正好与凌晨四目相对。柳芙鸾先是一惊，继而慌忙扯下裙摆遮掩，恼羞成怒地厉声喝道：狗东西，
你居然没死！你偷看多久了？嘿嘿，我不仅没死，还发现了个天大的秘密。凌晨玩味地勾起嘴角，师傅，双修本该是2个人的事，你一个人是怎么修炼的？你被揭短的柳芙鸾恼羞成怒，当即就要痛下杀手，本宫今日定要取你性命。可他刚欲起身，又是一口鲜血不受控制地喷涌而出。噗！师傅，别急啊！凌晨戏谑地站起身，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你刚才可是亲口承诺，若我能活下来，你便亲自为我破身。现在该是你兑现诺言的时候了。痴心妄想，本宫岂会容你玷污？柳芙鸾怒不可遏地呵斥道。是吗？凌晨不紧不慢地踱步上前。可你现在阴气暴走，性命危在旦夕，唯有真正双修才能活命，你确定不把握机会？而且他意味深长地顿了顿，留给你的时间可不多了。哼，士可杀不可辱，本宫就算是死，也绝不可能向你低头。柳芙鸾将贞洁视若性命，宁折不弯。呵，真有骨气。凌晨戏谑一笑，转身就走。他丝毫不慌，3年的朝夕相处让他早已摸透柳芙鸾的性子。他虽重名节，可对一个追求长生大道的魔教巨擘来说，孰重孰轻他还是能分得清的。更重要的是，他吃惊地发现，才短短3炷香不到，本该沦为儒渣的凌晨竟脱胎换骨，一身元阳如火山喷发，正可解他的燃眉之急。果不其然，就在凌晨即将跨出门槛的刹那，身后传来一声急促的呼唤。你等等！柳芙鸾强忍着屈辱，紧咬着银牙道：本宫向来言出必践，既然承诺过，若你不死便亲自为你破身，今日便兑现诺言。怎么，话都让你说尽了，倒还委屈起来了？呵，女人，这要是放在以前，凌晨早就冲了。但如今被压榨了整整3年的他，又岂会轻易便宜了这个女魔头？至少得让她也尝尝求而不得的滋味。想到这，凌晨故作洒脱地说：师傅，你冰清玉洁，金枝玉叶，宁愿自己修炼，也不肯与我双修，我哪敢亵渎？要不还是别勉强了，我自己也能解决。说着，他一只脚踏出门外，摆明了是要让柳芙鸾下不来台。凌晨，柳芙鸾急的声音都变了调：你给我死回来！他强撑着体内翻涌的气血，咬牙切齿道：你明知本宫走火入魔，急需双修，现在却在这装模作样，是存心要让本宫难堪吗？弟子不过区区一炉鼎。凌晨自嘲地扯了扯嘴角，这3年来被师傅裁捕的形同朽木，哪还敢有非分之想？他故作无奈地叹了口气：不是弟子不愿帮你，实在是弟子也有心无力啊。本宫可以帮你。柳芙鸾脱口而出，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素来高高在上的和欢宗掌门，何时这般低声下气过？对面凌晨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无数旖旎画面，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师傅不妨细说，这帮子具体要怎么个帮法？住口！柳芙鸾意识到被戏耍，顿时恼羞成怒：你竟敢蹬鼻子上脸，莫不是活腻了？信不信即便本宫现在走火入魔，也照样能一掌毙了你？弟子当然信。凌晨洒脱一笑，随即眼神陡然转冷：可师傅别忘了，这3年来弟子日夜被你裁捕，这副身子早已枯竭，本就是该死之人，如今还活着反倒是个意外。可你觉得弟子真会怕死吗？柳芙鸾微微一怔，第一次认真打量这个向来逆来顺受的少年。他是去唇边血迹，忽然低笑出声：有趣。3年的裁捕非但没能磨平你的棱角，反倒养出了几分傲骨。可话没说完，阴阳2气经脉逆行，使得红纱下的玉指不自觉地收紧。他急促喘息道：休要废话，究竟要怎样才肯与本宫双修？也不难。凌晨目光灼灼地盯着他，一字一顿道：弟子只为争一口气。你得求我？什么？你竟敢让本宫求你？凌晨，你这道反天罡的孽障，简直放肆至极！本宫才你3年阳气如取草木，倒养出你这般狼子野心。你可知有多少化神期老祖跪求与本宫双修？而你区区炉渣，竟敢要挟于我！待本宫度过此劫，定将你这逆徒抽魂炼魄！柳芙鸾胸口剧烈起伏，素来清冷的嗓音此刻颤得不成样子。他实在无法接受，自己堂堂合欢宗掌门，守身如玉100年，要身段有身段，要姿色有姿色，哪个男人看了不迷糊，只要勾勾手指，哪个男人不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可偏偏是眼前这个被他裁捕3年，早已形同枯槁的炉渣，竟敢趁他之威而做得起价，提出如此荒唐的要求，简直不可理喻。这是妥妥的报复，奈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一阵剧烈的内息翻涌再度袭来，阴阳2气如脱缰野马，在他经脉中横冲直撞，5脏6腑仿佛被撕裂般剧痛，
就连苦修多年的结丹境修为也隐隐出现崩解之兆。柳芙鸾终于慌了，他强压下滔天的愤怒与屈辱，紧咬着嘴唇，终究还是抬起泛红的眼睛看向凌晨，哀求道：“本宫，求你帮帮我。”这声音如果闭着眼睛听，简直就是享受。毕竟能让一向清冷孤傲、高不可攀的合欢宗掌门柳芙鸾主动，简直是天下男子想都不敢想的奢望，而今却被凌晨做到了。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凌晨见好就收。此刻的柳芙鸾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屈辱境地，若再得寸进尺，真将他逼至玉石俱焚的地步，那可就得不偿失了。念及此，他蛇身快步回到房间，径直踏上床榻。你想做什么？柳芙鸾惊恐得无以复加，对此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师父，你果然一语成谶。凌晨嘴角扬起一抹得意的笑，大手径直揽上他那纤细如水蛇的腰肢，说这话时，你大概没想到真的会替我破身吧？拿开你的脏手！柳芙鸾泪光盈盈，满脸尽是屈辱。凌晨不怒反笑，眼中掠过一丝冷冽。我们名义上是师徒，可你却垂涎我的纯阳之体，整整裁捕了我3年，将我折磨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如今也是时候该给我一点补偿了。你身为炉鼎，便该有炉鼎的觉悟，这是你的宿命。柳芙鸾的话断断续续，阴气反噬的痛苦几乎让他神魂欲裂。是吗？凌晨冷笑一声，径直绕到他身后。从现在起，你不再是我师父。他俯身压低嗓音，灼热的气息拂过他的耳际。今晚我只要你做我的女人。察觉到他真正意图的柳芙鸾浑身一僵，下意识的想要挣扎。可就在这一刹那，一股如电击般的战力自腰际窜起，瞬间席卷全身，并击溃他所有的抵抗。他不由自主地绷紧身躯，止不住地颤抖起来。你这冲师逆徒，本宫绝不会放过你。柳芙鸾紧咬着嘴唇，声音中夹杂着难以掩饰的颤抖。凌晨却皱起眉头，对他的表现很不满意。不对，就这反应，他可不是18岁的愣头青，历经9世轮回而来，什么风月场面他没见过，什么女子他没经历过，他的经验可谓老道至极。尽管柳芙鸾极力维持着最后的尊严，想要掩饰自己的失态，可他哪里知道，身体的本能反应岂是意志能够控制的？果然，仅仅片刻的僵持之后，柳芙鸾的防线彻底土崩瓦解。可也正是在同一时刻，他惊诧地察觉到，随着纯阳之气的注入，原本在他体内疯狂冲撞的阴寒之气，竟如春风化雨般被安抚。更令他难以置信的是，那道困住他10数年之久的修为瓶颈，此刻竟隐隐有了松动的迹象。难道这才是修炼阴阳双修大法的正确方式？柳芙鸾面若桃花，一双美眸中竟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从未有过的渴望。什么冰清玉洁，什么守身如玉，此刻的他只想抛却一切束缚，做回最真实的自己。凌晨可没沉溺其中，虽然征服柳芙鸾这个不可一世的魔教掌门值得称道，但他此刻却无暇享受这份成就感。催动混沌鼎疯狂吞噬炼化，不断强化己身。短短3炷香不到，他那被裁捕3年早已干瘪枯竭的躯体，在纯阴之气的滋养下，竟如枯木逢春般迅速恢复生机。更令人惊喜的是，他的修为也接连突破，顺利回归到曾经的巅峰炼体5重天之境。但这远远不够，他太了解柳芙鸾的性格了。别看他此刻媚态横生，一旦阴阳平衡稳定，助他冲破修为瓶颈后，这女人必定翻脸无情，届时肯定会让他付出惨痛代价。对凌晨而言，从身心内外彻底征服他只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是拥有在关键时刻必须能克敌制胜，瞬间完成反杀的底牌。毕竟手中无剑和有剑不用是2回事。一念至此，九阴锁魂印5个大字如惊雷般在脑海中炸响。此禁制乃凌晨9世轮回所创，以混沌鼎为媒介，将自身纯阳之气与柳芙鸾的纯阴之气强行交融，在他体内埋下一道隐性的阴阳共生禁制。平日里蛰伏无声，可一旦触发，便能瞬间逆转阴阳，反客为主，杀人于无形。当然，凌晨并非没想过趁此良机直接干掉柳芙鸾，但最终未动手，倒不是他心慈手软意或是贪恋他的美色，而是结丹大圆满境的柳芙鸾，即便走火入魔，也依旧如庞然大物般不可撼动。试问区区炼体境的蝼蚁，如何威胁一头垂死挣扎的巨象？瘦死的骆驼终究比马大。且说柳芙鸾适应良久后，非但不再抗拒，反倒愈发主动，就连修为也竟不可思议地攀升至半步元阴境，距离真正突破仅剩1线之隔。这便是双修的魅力。此刻他眼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渴望，声音带着几分急促与期待。好徒儿，就差一点了，快助为师，冲破这最后的瓶颈。呵呵，你让我加速可以，但我他妈被你榨干了整整3年的纯阳元气，如今竟还妄想让我助你突破，真以为老实人好欺负？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
走狗烹！凌晨太清楚这蛇蝎女人的手段了，若真助她突破元阴境，她必定会以保守秘密为由卸磨杀驴想活命，就必须得阻止她真正突破，同时还得让她觉得自己仍有可利用的价值，唯有如此才能避免被杀人灭口。除此之外，更要借双修之机让她食髓知味，最好是让她沉溺其中无法自拔。正所谓小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说白了就是要让她满脑子都是那档子事，离不开男人，只有这样方可化险为夷。想到这，凌晨立刻使出浑身解数，把9世轮回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独门绝技全都用上，只为让柳芙鸾欲罢不能。哥哥有钱未必舍得花，但弟弟有劲可全都使上了。这般情形下，柳芙鸾就宛如刚出新手村的菜鸟，猝不及防之下跟身经百战的满级魅魔凌晨撞了个满怀，直接从一开始就深深陷入被动之中。此刻青丝被从后面扯住的他，哪里还有半点魔教掌门的威严，分明就是砧板上那个任人宰割的美人鱼。这一夜烛影摇红，撼透娇宵；这一夜月亏花烧，露湿鸳鸯，喘息如兰，弱肉强食，强者为尊。历经9世轮回的凌晨此刻无比清醒，男人可以装弱，但不能真的弱，唯有强大的实力才是立身之本。因此他在卖力耕耘的同时，更多的是将柳芙鸾视为千载难逢的顶级炉鼎，并暗中催动混沌鼎疯狂吞噬其纯阴元气，精准把控，使其修为始终维持在半步元阴境。这是一场肉搏战，更是一场耐力与智慧的较量。尽管柳芙鸾渴望借凌晨之力一举突破结丹境的桎梏，但当那股令人战栗的电流席卷全身时，他终究在撕心裂肺的痛呼中瘫软如泥，连最后突破的执念也被冲刷殆尽。元阴境似乎也没有那么重要，它不过是一朵娇艳欲滴的鲜花，哪经得起这般狂风骤雨的摧残。此刻浑身气力尽失，只想闭上眼好好睡上一觉。可初尝甜头的凌晨岂肯轻易放过他，执意再战300回合。柳芙鸾慌了，连声讨饶。然而被压榨了3年的凌晨哪会怜香惜玉，是要他连本带利偿还此处，省略10万字。5更时分，天色熹微，被折腾了整整一夜的柳芙鸾精疲力竭，此刻正沉沉酣睡，而凌晨却在纯阴元气的滋养下神采奕奕，与先前奄奄一息的模样判若两人，已然脱胎换骨。更令人惊喜的是，他借助柳芙鸾这具纯阴炉鼎的助力，不仅恢复至3年前的巅峰修为，更是一夜连破2境，直接跃升至炼体7重天。呼！他侧目望向身旁衣衫凌乱、酣睡正香的家人，昔日那个不可一世、杀人如麻的魔道巨擘，此刻却成了个可甜可咸、独属于自己的小女人。这一切恍若梦境，凌晨忍不住手贱地捏了一把。皮肤细腻光滑，触感真实，的确不是幻觉，但他心明似镜，眼下这温顺可人的柳芙鸾不过是假象，一旦醒来，这头母老虎定会暴起伤人，稍有不慎便会万劫不复念及此。凌晨当即盘坐床榻，运转功法，此番死而复生，全赖混沌鼎护体，加之9阴9阳这门逆天神功。细细感悟之下，他发现此功法的9重境界竟对应9大至尊法则：力量、时间、空间、生死、灵魂、毁灭、命运、造化以及混沌。前8世轮回，每世仅能参悟1重境界，对应1种法则，而今最后一世，若能彻底参透9阴9阳，不仅能逆天改命，更能证得长生大道，万劫不灭。好厉害的样子，但当务之急还是得先保住小命要紧。于是趁着柳芙鸾尚未苏醒，凌晨立刻全神贯注地参悟9阴9阳，力求尽快掌握这逆天法则。时光流转，转眼间已是日上3竿。柳芙鸾终于从酣梦中悠悠转醒，慵懒地伸了个懒腰，红唇轻启。这一觉睡得真舒服。话音未落，他猛然想起什么，慌忙回头，正对上凌晨灼灼的目光。发现自己衣衫不整的模样全被看光，他顿时羞恼交加，一把扯过红纱裹紧身子，同时狠狠一脚将凌晨踹下床榻。你这逆徒，谁准你留在本宫床上的？柳芙鸾杀气腾腾，哪还有半分昨夜求饶时的柔弱，再看就把你眼珠子挖出来。师傅，您这翻脸不认人的本事可真是一绝。凌晨揉着被踹疼的腰，苦笑道：昨晚要不是我出手相救，您怕是……住口！柳芙鸾厉声喝止，可话到嘴边却又突然语塞。昨夜缠绵悱恻的画面在脑海中不断闪回，让他那张倾国倾城的容颜顿时飞上2朵红云，连晶莹的耳垂都染上霞色。他羞恼交加，秋水般的眸子闪烁不定，竟不敢与凌晨四目相对。但转念一想，若这小子将昨夜的荒唐事传扬出去，本宫颜面何存？不行，亵渎本宫已是死罪，更何况他被齿轻咬，他昨晚竟敢让本宫跪着，此子断不可留。
柳福鸾杀心骤起，豁然起身，岂料刚一动身，一阵撕裂般的痛楚瞬间袭遍全身，逼得他不得不扶住雕花床栏，连步轻移间竟一瘸一拐，以至于根本就不敢迈开脚，这分明是爱过的铁证。思绪至此，他不由自主地抬眸望去，倒也不算太差。这个念头突然闯入脑海，他的纯阳之体确实与我的阴阳双修大法相得益彰，昨夜阴阳交融后，修为竟有如此精进，距离元阴境仅半步之遥。虽然功败垂成，但如果能再来一次，肯定能突破，实在不行的话，那就2次、3次。总之，元阴境触手可及。这小子还是有点用处的。柳福鸾的唇角不自觉扬起一抹弧度，随即惊觉，等等，本宫怎么还期待上了？对面，凌晨看着脸色阴晴不定的柳福鸾，后背已然沁出冷汗。他浑然不知，自己在柳福鸾心中已经在鬼门关前走了数个来回。此刻，柳福鸾抬起精致的下巴，以不容置疑的女王姿态命令道：“你过来，给本宫躺好。”还来？这女人该不会是尝到甜头后修炼上瘾了吧？这念头可万万要不得。主要是凌晨这副身子骨实在是吃不消。嗨嗨，师傅，您发发慈悲，饶了弟子吧。凌晨挤出一丝苦笑，您也知道，弟子这副残躯本就油尽灯枯，纵然没死也是朽木死灰，更何况昨夜又倾尽全力，如今都快散架了，哪还经得起折腾？弟子明白您突破心切，可您也不能把我往死里用啊，好歹让弟子喘口气。意识到被误解的柳福鸾气急反笑，胡思乱想些什么？本宫只是好奇，你昨晚明明已是将死之人，为何突然？那句如此厉害，终究没好意思说出口。弟子没死，那是命不该绝。凌晨自嘲笑道，随即话锋一转，至于为什么还活着，全赖师傅的纯阴之体大补，让弟子枯木逢春，向死而生。老实交代，在这之前，你是不是经常背着本宫偷偷跟别人一起修炼？柳福鸾发出灵魂拷问。冤枉啊，师傅，弟子才18岁，还是个孩子。凌晨满脸无辜的辩解。怎么，欺负本宫不精通通此道？没吃过猪肉，还能没见过猪跑？你那驾轻就熟、得心应手的手段，真当本宫看不出来？柳福鸾俏脸绯红，羞恼交加的嗔道。弟子主要是想的比较多。凌晨尴尬的挠头。滚过来，本宫倒要看看你这副皮囊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柳福鸾寒声厉喝，杀气凛然。深知他脾性的凌晨不再推脱，从容上前。反正有9阴锁魂印这张底牌在，这魔头若真敢下杀手，大不了就跟他来个玉石俱焚，一起死。然而9世轮回苦修的9阴9阳岂能功亏一篑？故而在走过去的同时，他已暗中催动混沌鼎，强行将自身修为压制在炼体3重天，尽可能的不露出破绽。四目相对的刹那，柳福鸾却有一闪而过的杀意，但这个念头转瞬即逝，既已失身，杀他亦于事无补。更重要的是，凌晨昨夜的表现相当给力，让他的修为疯狂精进，接下来还需靠他的助力冲击元阴境，岂能轻易死去？于是一番探查后，柳福鸾难掩惊艳地说：“真没想到，才短1晚而已，你的身体竟已恢复至此，这一身元阳之气，当真令人垂涎。师傅，请自重。”凌晨迅速后撤数步，满脸警惕：“怕什么？为师还能吃了你不成？”柳福鸾眼唇轻笑，眉梢眼角尽是得意之色：“你不杀我了？”凌晨故作怯懦地试探道：“本宫昨夜才悟透，阴阳双修大法本就该阴阳相济，若再像从前那般舍本逐末，非但无意突破，反倒会重蹈走火入魔的覆辙。”柳福鸾傲然扬起下巴：“难得你这纯阳之体与本宫功法相得益彰，自然要留着你这条小命好生效力。那师傅这些年守身如玉，暗中偷偷又算什么？”凌晨嘴角带着玩味的笑意：“放肆！”柳福鸾眸中寒光乍现：“这些秘密你最好烂在肚子里，敢泄露半句，即便你是千年难遇的纯阳之体，本宫也定叫你魂飞魄散。弟子谨记。”凌晨见好就收，能在夹缝中求生存，本就已经很艰难，只是看到柳福鸾那副意犹未尽的模样时，身为男人的自尊令他暗自发狠。哼，待老子这副残躯恢复如初，定要让你跪着求饶。念及此，他当即转身就欲逃离这魔窟。站住！柳福鸾清冷的喝声骤然响起。糟了！凌晨心头猛地一沉，这女人翻脸比翻书还快，该不会是要反悔吧？他战战兢兢地转过身，故作惶恐道：“师傅，您还有什么吩咐？本宫如今已是半步元婴，最近打算趁热打铁，冲击瓶颈。”柳福鸾随手抛来几枚泛着玉色丹晕的灵丹，这是回元丹，你且服下好生调养，可别在关键时刻给本宫掉链子。人心不足蛇吞象。
这女魔头刚尝到甜头，就一发不可收拾了。饶是心中腹诽，凌晨仍恭敬地接过丹药，信誓旦旦道：“师父放心，弟子定当竭尽全力，绝不让您失望。”言罢，他逃也似的离开。昨晚，凌晨以柳芙鸾的纯阴之体为炉鼎，不仅让修为重回3年前的巅峰，更是一举连破2境，直达炼体7重天。可这还远远不够，跟半步元阴境的柳芙鸾相比，他仍如雏鸟般弱小，前路漫漫。但好在觉醒9世轮回记忆后，凌晨手握可炼化诸天的至宝混沌鼎，修炼9阴9阳，这等凌驾众生的无上功法，逆天改命只是时间问题。假以时日，必成大器。于是逃离魔窟回到房间后，他第一时间吞下回元丹，弥补双修消耗的元阳之气，随后这才全神贯注地投入到9阴9阳的修炼中。此功法的前3式：力量法则、时间法则、空间法则。若能修炼至大成，便可一力破万法，操纵时间流速，甚至穿梭不同位面。以他前8世的轮回记忆来看，哪怕只是入门，也足以让他来去自如，再无人能限制他的自由。至于柳芙鸾，吊打他不过是迟早的事，干就完了。至少在历经此番涅槃重生之后，绝对不能再沦为任何人采捕的炉鼎。前8世轮回，他早已将9阴9阳练得炉火纯青，眼下再次修炼，无非是把以前做过无数次的事情再做一遍。接下来的大半天里，凌晨如饮甘饴，全身心沉浸在修炼之中，忘乎所以。时间流转，不知不觉已是3更时分，窗外夜色如墨。经过大半天的苦修，凌晨已将9阴9阳第1式力量法则和第2式时间法则成功入门。如今的他随手一握便有千钧之力，仿佛连空气都能捏爆，移动速度更是暴涨3倍有余，10步之内快如瞬移，与从前那副孱弱模样相比，简直判若两人。但他倒也没有太过激动，毕竟与前8世的辉煌相比，这不过是鸡操物6罢了。可惜手中的灵石太少了，否则修为也能突破至炼体8重天。凌晨缓缓睁眼，眸中闪过一丝遗憾。可就在这时，一道黑色身影如鬼魅般破门而入。不及反应，锋锐剑芒已直逼眉心。若换作从前，凌晨必死无疑，但历经昨夜的蜕变后，如今的他早已脱胎换骨。电光火石间，他迅速运转9阴9阳第2式时间法则，使得自身的移动速度疯狂暴增，几乎贴着那森冷剑锋惊险避过。师姐，稳住身形后，凌晨一眼认出来人正是柳芙鸾的7弟子叶灵儿。平日里他与这位师姐并无多少交集，只知她性情清冷孤傲，且有个特殊的癖好，厌恶男人。可这也不是他提剑杀人的理由啊！狗男人，你昨晚对师父做了什么？叶灵儿手中的剑争鸣作响，眸中杀意凛然。他在寝宫痛苦地喊了一整夜，师姐何必明知故问？凌晨意味深长地勾起嘴角，以往师父只是单方面裁捕你，难道？叶灵儿咬紧嘴唇，声音微颤，你们一起修炼了？我是被迫的。凌晨立刻撇清关系，师父冰清玉洁，守身如玉100年，你竟敢亵渎他？心中的猜测得到印证，叶灵儿瞬间杀意暴涨，给我去死！等等，见他不是闹着玩，凌晨顿时慌了，他一脸匪夷所思的表情。我身为炉鼎，助师父修炼天经地义，倒是你……话音一顿，他眼中闪过一抹玩味，莫非你喜欢师父？你胡说八道！血口喷人，我怎么可能？叶灵儿欲自证清白，可凌晨根本就不给他解释的机会。既如此，那你凭什么要杀我？就算我跟师父一起修炼，你吃什么醋？叶灵儿一时语塞，羞愤交加之下，手中的长剑骤然翻转。臭男人，我不允许你玷污师父，去死吧！话音未落，凌厉剑光已裹挟着森然杀意席卷而来，宛如秋风扫落叶般势不可当。羞羞，这娘们竟然来真的！果然魔教中人行事乖张，不仅玩得花，连杀人都不需理由。生死一线间，凌晨目光如电。就在叶灵儿再度以风卷残云之势袭来时，只见他脚踏天罡，身若游龙，不仅轻巧避开那致命一击，更反手一掌直击叶灵儿背心。砰！这一掌是大力沉，尤其是有力量法则加持，重若千钧，竟打得叶灵儿当场口吐鲜血，踉跄后退数步。噗噗，这怎么可能？叶灵儿瞠目结舌，满脸骇然，心中掀起惊涛骇浪。这还是曾经那个任他欺凌羞辱的小师弟吗？他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强大了？难道他一直在扮猪吃老虎？叶灵儿是炼体8重天的修为，在人才辈出的合欢宗算不上很惊艳，但对付凌晨本该绰绰有余。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凌晨跟师父柳芙鸾一起修炼后，仅是短短1晚上便彻底脱胎换骨，跟之前相比简直判若两人，甚至就连修为也突飞猛进，
隐隐让他感到一丝恐惧。你现在是什么修为？叶灵儿迅速擦去嘴角的血迹，声音微颤。凌晨却勾起一抹冷笑，答非所问道：师姐，这3年来你可没少针对我，是不是我横刀夺爱让你很不爽？放肆！无耻之徒也敢猖狂！叶灵儿眼中杀意暴涨，长剑再度出鞘，寒光乍现。高手对决，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尽管凌晨已突破至炼体7重天，与叶灵儿的炼体8重天仅有1线之隔，可实战中的差距却如云泥之别。尤其是他大病初愈，身体尚未恢复至巅峰状态，因而在交锋中处处受制，几乎被单方面碾压，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更令人窒息的是，叶灵儿招招致命，剑锋所指，尽是杀机。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凌晨咬牙苦苦支撑，步步为营。他目光一凛，暗中催动混沌鼎，这是他唯一的翻盘机会。狗男人，没想到你藏得还挺深，但是胆敢和师父一起修炼，你就只能去死。叶灵儿久攻不下，攻势愈发凌厉。反观凌晨，他循循善诱，佯装不敌，故意露出破绽，引他入局。叶灵儿并没多想，很快就上钩了。见凌晨攻防之间破绽百出时，他眼中闪过狂喜，当即反手一剑直刺心脏，欲赶尽杀绝。就是现在，凌晨等的就是这一刻。千钧一发之际，他在时间法则的加持下，身形如鬼魅般瞬移闪避，同时欺身而上，狠狠一掌拍向叶灵儿的丹田。轰！混沌鼎骤然爆发，一股恐怖的吞噬之力如黑洞般席卷而出，疯狂掠夺他的修为。啊！叶灵儿惨叫连连，发出一声痛呼。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本该万劫不复的凌晨竟能爆发出如此惊人的战力。更令他惊骇的是，此刻丹田内的灵力竟如决堤之水般疯狂外泄，根本就无法阻止凌晨。你竟敢暗算我！叶灵儿面色惨白，声音中透着前所未有的恐惧。他拼命挣扎，可混沌鼎的压制之力宛如天堑，别说反抗，甚至连动一动手指都成了奢望。师姐，你太轻敌了！凌晨戏谑地笑了起来，眼中寒光闪烁。狗东西，你还知道我是你师姐？叶灵儿轻咬着嘴唇，恼羞成怒地厉声喝道：你在干什么？还不快停下来！我若告诉师父，他绝对不会饶过你。死人是不会说话的。凌晨神色漠然道：你……叶灵儿脸色一正，一双杏眸中尽是骇然之色。区区炉鼎也敢杀我，有何不敢？凌晨剑眉微挑，语气森然如冰。从你对我痛下杀手那一刻起，就该知道会是这等下场。优势在我，翻手可杀。可真到了关键时刻，凌晨却突然改变了主意。杀人多没意思，若能……叶灵儿国色天香，风华绝代，恰似一株妖冶却常弯的玫瑰。要是能将其掰直了，岂不更有成就感？念及此，他邪魅一笑，指尖已游走而上。你想干什么？叶灵儿吓得花容失色。他想过凌晨不会放过自己，也想过会死得很惨，却万万没想到这登徒子竟会对他起了心思，甚至我这是在拯救你。凌晨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凌晨，你若敢碰我，我绝对会将你千刀万剐，碎尸万段。叶灵儿彻底乱了方寸，连呼吸都变得紊乱不堪。你在合欢宗修行多年，为何师姐师妹都已成功筑基，唯独你还困在炼体期，毫无寸进？根源就在于你厌恶男人。凌晨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一派胡言！叶灵儿浑身战栗，快住手！男女相吸，阴阳相济，方为大道。可你身为合欢宗的弟子，却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今日我非要矫治扶正，让你明白其中的真谛不可。凌晨步步紧逼，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在他看来，叶灵儿之所以厌恶男人，是因为从未尝过其中滋味。这点与柳芙鸾如出一辙。一旦他领略其中妙处，便会知道讨厌男人是多么荒唐的一件事。接下来，凌晨以叶灵儿为炉鼎，全力催动混沌鼎吞噬其修为，反哺自身。而叶灵儿虽泪眼朦胧，满腹委屈，但随着凌晨的亲近，他突然意外地发现，眼前这个男人似乎也没那么讨厌，以至于他心生情愫，内心蠢蠢欲动，反倒有所期待。叶灵儿心绪纷乱，我这是怎么了？不是该拒绝他吗？怎么反倒在鼓励他？我一定是疯了。可是这种感觉，女人就是这样，别看她怎么说，要看她怎么做。就在一场恶战即将爆发之际，房外突然响起师父柳芙鸾的声音：小陈，你的身体还没恢复好吗？今晚为何不到本宫的寝宫来？箭在弦上，必须得收起来。在这之前，叶灵儿一直坚信师父是遭人胁迫的，所以此刻在意识到柳芙鸾竟主动找上门来时，她震惊地瞪大双眼，满脸难以置信。
你究竟给师傅灌什么迷魂汤了？这深更半夜的，他怎会主动来找你？叶灵儿被齿紧咬朱唇，声音都在发颤。你还没看明白吗？不是我强迫师傅，而是他根本就离不开我。凌晨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不可能，师傅向来洁身自好，而且据我所知，他多年来一直都守身如玉，怎么可能便宜了你这个即将沦为废物的炉鼎？叶灵儿秀眉紧蹙，仍不愿相信眼前的事实。不信？凌晨剑眉一挑，那等他进来了，你大可当面问个清楚。不行，现在太晚了，绝不能让师傅知道我在这里。叶灵儿急得直跺脚，这才发现自己还被凌晨一只大手紧紧握着，顿时羞愧难当道：臭男人，你还不快松手！啧啧，这手感当真妙极。凌晨邪魅一笑，随即胸有成竹地说：你去床底躲着，待会就让你见识见识，平日里一向矜持高冷的师傅，在我面前能有多主动。房间不大，一览无余。叶灵儿别无选择，只能听从凌晨的建议，赶在柳芙鸾推门前钻进了床底。片刻后，柳芙鸾推门而入，见凌晨盘坐在床榻上修炼，他一改往日的冷若冰霜，眼波流转间尽是柔情，轻声细语地说：小陈，身子可好些了？是不是给你的丹药不够用？呵，这称呼变得可真快。昔日那个张口闭口狗东西的魔教掌门，如今竟亲昵地唤作小陈，再进一步怕不是要叫小乖乖、心肝宝贝、亲亲老公了。凌晨悠悠地睁开双眼，神色自若道：多谢师傅关心，只是这身子亏空太久，须得慢慢调养。他顿了顿，话锋一转问道：师傅，这三更半夜的，你该不会是又想裁补弟子吧？不裁补了。柳芙鸾双颊飞霞，难得露出几分女儿家的羞态，本宫突破在即，只是想跟你一起双修，让你助本宫一臂之力。这凌晨面露难色，知道你身子虚。柳芙鸾连忙补充，语气中竟带着几分讨好：你躺着就行，这次保证不会累着你。床底下，叶灵儿的天塌了，他死死捂住嘴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个在外人面前杀伐果断、冷若冰霜、矜持高傲的师傅，此刻竟像是个情窦初开的少女般温柔似水，连说话的语调都软了3分，甚至还主动要求一起修炼。这还是他认识的那个师傅吗？难道双修不仅可以提升修为，还能让人性情大变？就在叶灵儿惊愕万分之际，柳芙鸾竟已迫不及待地爬上床榻，纤纤玉手主动环住凌晨的脖颈，那副小鸟依人的模样，哪还有半点魔教巨擘的威严？师傅，弟子今晚有些不在状态。凌晨佯装为难地推辞道。噗嗤，柳芙鸾一个没忍住笑了出来，满脸娇媚地说：都说你们男人最会找借口，什么天太黑了没关灯，状态不好压力大，有点激动吃太饱，大脑缺氧虚热身，今日可算让本宫见识到了，你果然也一样。好家伙，贴脸开大，这他们能忍？这简直就是赤果果的挑衅。凌晨突然有些懊恼，就不该让他第一次吃得太好。就在他犹豫要不要当着叶灵儿的面来场教学赛时，柳芙鸾突然松开手臂，警觉地环顾四周。不对，你这房间里有女人的脂粉香，你竟敢背着本宫偷吃，师傅定是闻错了。凌晨正要辩解，不料叶灵儿竟战战兢兢地从床底下爬了出来，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听候发落。我彻草会母，竟敢背刺我，这女人简直不知好歹。一时间，凌晨只觉得万千草泥马自心头奔腾而过。师傅，我……叶灵儿诚惶诚恐地想要辩解，啪！一记清脆的耳光骤然炸响，柳芙鸾玉手翻飞，狠狠甩在叶灵儿脸上，顿时留下5道血色手指印。哼，我说为什么小陈的经验如此老道？原来是你这个狐狸精在背后作祟。柳芙鸾凤目含煞，声音冰冷刺骨：他乃本宫独享的炉鼎，天地万物本宫赐给你才是你的，本宫不给，你不能抢。叶灵儿惊恐万状，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他深知柳芙鸾的手段，稍有不慎便会死无葬身之地，这也是他不敢继续躲在床底下的原因。冤枉啊，师傅，我和小师弟之间是清白的。叶灵儿泪如雨下，声音哽咽。都这个时候了，竟还敢狡辩！柳芙鸾气不打一处来，三更半夜孤男寡女闲着没事去跑土，竟还有脸说自己是清白的？怎么，你也惦记上了他的纯阳之体？叶灵儿低下头，任由泪水流淌，似乎已不愿再多解释。凌晨看热闹不嫌事大，戏谑地说：师姐，你再不解释，我可要替你说了。不要！叶灵儿惊慌地抬头说。柳芙鸾厉声喝道：本宫倒要听听，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师父，求您赐弟子一死，我没什么可委屈的，但无颜苟活，只求速死。叶灵儿羞愤欲绝，心如死灰，仿佛内心坚守多年的秘密即将被揭穿。呵，你倒是成功勾起本宫的好奇心了。柳芙鸾凤目微眯，意味深长地审视着他，
本宫今日倒要看看，究竟是什么事让你连死都不怕。这场面，凌晨喜闻乐见，喜大普奔。但他更期待的是，当柳芙鸾得知真相后，那张绝美的容颜会露出怎样的表情，又会作何感想？气氛一时凝滞。眼见叶灵儿紧咬着朱唇，宁死也不肯吐露半个字时，柳芙鸾转而将凌厉的目光投向凌晨，示意他如实道来。凌晨正欲开口，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房间外突然火光冲天，喊杀声震耳欲聋。大事不好！青云宗联合太乙门、火焰谷杀上山门了，大家快出门迎敌！异变骤起，众人均是大惊。单是一个青云宗就已经令人头痛，如今太乙门与火焰谷竟也联袂而至，三派合围之下，合欢宗顿时陷入生死存亡之境。哼，好大的胆子！本宫尚未寻他们晦气，倒先送上门来。柳芙鸾眸中寒芒乍现，拂袖而起，灵儿随为师出门迎敌。弟子领命。叶灵儿暗自长舒一口气，对他来说，青云宗的出现犹如救命的稻草，将他那险些曝光的隐秘心事再度掩埋。凌晨正欲起身同往，却见柳芙鸾回眸望来，眼波流转间竟带着罕见的温柔。刀剑无眼，你这身子骨。他顿了顿，红唇轻抿，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你好生歇着，我们能自己解决。哼，师傅人还怪好的不对，这魔头肯定是垂涎我的身子。凌晨目送那抹红影翩然而去，嘴角泛起一丝冷笑。这场突如其来的围攻，实则尽在他掌控之中，因为是他一手策划。3年前，一颗天外陨石裹挟着耀目的紫芒，轰然坠入莽荒森林。彼时天现异象，紫气东来3万里。青云宗仗着地利之便，率先找到这枚陨石。可掌门张道玄一番细查之后，竟发现这并非普通的陨石，而是传说中极其罕见、能逆天改命的星河。更令人惊异的是，那不足10滚大小的星河之中，竟蕴藏着浩瀚磅礴的星辰之力，可直接被身体吸收炼化，令人在短时间内脱胎换骨，修炼速度更是1日千里。然而，不等青云宗据为己有，太乙门和火焰谷便相继赶来。他们目睹星河之神异，竟不惜撕破往日情谊，抛却门派尊严，拔剑相向，顷刻间死伤无数，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正当3宗混战之际，合欢宗也已悄无声息潜入莽荒森林，掌门柳芙鸾更是趁乱暗中出手，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星河夺走。竹篮打水一场空。盛怒之下，3大宗门接连数次围剿合欢宗，却不仅未能夺回星河，甚至连其护山大阵都未能撼动。也正是在这般情形下，身负纯阳之体的凌晨被迫成为青云宗派出的卧底，其使命就是寻回星河。而3日前，自知命数将尽的凌晨宗室寻得星河下落，于是暗中将消息传回宗门，并一手策划了这场围剿行动。可他万万没想到，太乙门和火焰谷竟会横插一脚。更出乎意料的是，自己非但未死，反而觉醒了前8世轮回的记忆，更获得了混沌鼎这等至宝，掌握了逆天改命的无上手段。以前沦为棋子是身不由己，但现在身负无上神功9阴9阳的他，是要将命运牢牢攥在掌心。星河落入魔教合欢宗之手本就是个错误，可若被青云宗、太乙门亦或火焰谷夺去，难道就对了？既然都不配，凭什么要便宜了他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不如由我亲自取之思及此。趁外面激战正酣，一片混乱，凌晨不声不响地走出了房间。在合欢宗蛰伏3年，除了师傅上没摸透外，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了然于胸。更何况柳芙鸾昨晚已被他成功征服。阴阳洞，这里是合欢宗的绝地禁地，那令众人垂涎的星河便在此处。当年柳芙鸾出获星河时，其修为不过筑基大圆满，而今不过短短3年，在星河助力下，他竟连破9境，修为1跃达到结丹大圆满，距元婴期仅1线之差。不仅是他，合欢宗众师姐师妹在星河滋养下也都伐毛洗髓，实力暴涨。正因为如此，哪怕此刻面临3大宗派围攻，柳芙鸾也全然不放在眼里，而这皆源于对实力的绝对自信。身为合欢宗唯一的男弟子，师父柳芙鸾和众师姐师妹都对他心存戒备，处处提防。因而3年来，他始终未能踏足阴阳洞半步。直到3天前，他意外听说星河就藏在那洞中。阴阳洞由阳洞与阴洞2处洞窟贯通而成，阳洞炽热如火，至阳之气如洪流奔涌，赤金岩壁间嵌满烈阳石等至阳灵矿，灼热气息蒸腾不息。阴洞幽寒刺骨，玄阴之气凝若冰霜，千年寒玉铺地，阴煞冰冷倒悬穹顶，森冷寒意刺入骨髓。2洞交汇之处，形成一座太极漩涡般的中央大厅，阴阳2气在此对冲融合，孕育出堪比上古龙脉的先天灵气。而那令无数修士垂涎的星河正悬于此的核心。禁地的封印对历经9世轮回的凌晨而言形同虚设，
而刚才柳芙鸾的一声令下，让闭关在此的一众师姐师妹尽数出关迎敌，使得偌大的阴阳洞中瞬间空无一人。很快，凌晨便抵达洞窟中央，并顺利找到了那枚正绽放璀璨紫芒的星河。不得不说，此地的灵气浓郁的令人窒息，阴阳二气已近乎液化，如雾如露，再夹杂着精纯至极的星辰之力，仅是呼吸之间便觉通体舒泰，修为的瓶颈竟隐隐有所松动。只是一眼，凌晨便看出这枚星河的不凡，此物与混沌鼎堪称天作之合，一个能源源不断供给浩瀚的星辰之力，一个则如无底深渊般疯狂吞噬炼化。倘若要是能得到星河相助，凌晨确信自己必能在短期内脱胎换骨，甚至连九阴九阳的修炼都能在短时间内真至大成，干就完了。该说不说，哪怕星河近在咫尺，但一般人还真带不走它。究其原因，是因为星河中蕴含的星辰之力太过磅礴，稍一触碰便会将那物界的空间结构彻底崩碎。这也是当年青云宗率先发现星河，却没能将其带走的缘由。然而凌晨却没有这种忧虑，混沌鼎不仅能吞噬炼化万物，其内部更藏有一方玄奥空间，足以收纳星河。时间紧迫，他迅速将星河收入混沌鼎中。然而刚走出阴阳洞，夜色中一道黑色身影飘然而至，竟是青云宗的大师凶叶无尘，他也是极少数知晓凌晨卧底身份的人之一。林师弟，可算是找到你了。四目相对时，叶无尘满脸喜色地迎了上前来。叶师兄，长话短说，你们要找的星河就在这合欢宗禁地阴阳洞内。凌晨开门见山道。辛苦了，你这次可是立下大功了。叶无尘重重拍着他的肩膀，眼中金光闪烁。话音未落，他已闪身至阴阳洞前。然而刚迈出2步，一道无形结界如铜墙铁壁般将他阻隔在外。这时叶无尘猛然回头，柳芙鸾那魔头在这里布下禁制，你们来之前，我已尝试诸多方法，皆无法破解，恐怕唯有掌门青灵方能破除。凌晨面露愧色，叶无尘不甘心的挥剑猛劈，可惜这凌厉的一剑落在结界上，却如泥牛入海，没能泛起任何涟漪。罢了，只能等他们出手了。叶无尘长叹一声，说话间，他意味深长地瞥了凌晨一眼，略带戏谑地问道：听说柳芙鸾那妖女所求无度，日夜折腾，师弟的身子可还吃得消？不劳师兄挂心，暂时还死不了。凌晨冷冷回应。对了，有件事得告诉你。叶无尘负手而立，语气平淡。苏月瑶将与大长老之子萧龙结为道侣，仪式定在1月后。凌晨如遭雷击，整个人僵在原地，满脸难以置信。当年在青云宗，他与苏月瑶本是人人称羡的神仙眷侣，两情相悦。怎么，他为宗门甘当卧底，心上人却被抢了？这他们也太欺负人了。林师弟，你还好吧？叶无尘见他气得浑身颤抖不止，不禁关切地出声询问。凌晨双目赤红，声音里压抑着滔天的怒火。叶师兄，莫非宗门觉得此番找到了星河，我这个卧底便再无可利用价值，所以打算卸磨杀驴，过河拆桥，要行那兔死狗烹之事？这是哪里的话？叶无尘神色一凛，随即意味深长地压低声音，他们二人是日久生情。凌晨真的气得快要吐血，纵使他历经9世轮回锤炼道心，此刻也难挡这穿心之痛。我他妈在外面拼死拼活，后方却被偷家了，是可忍孰不可忍。3年前，凌晨之所以忍辱负重潜入合欢宗为卧底，是因为彼时的苏月瑶前往莽荒森林历练，惨遭邪祟所伤，命悬一线。宗门老祖本可施救，却因不愿损耗3年修为而袖手旁观。为救心上人，凌晨在老祖寝宫前跪求3天3夜，最终顺利求得他出手，而代价便是必须前往合欢宗寻回星河。这3年来，他虽沦为炉鼎，却无怨无悔，只因他坚信这一切都值得，更憧憬着有朝一日能重返青云宗，与苏月瑶双宿双飞。可他还没回去，噩耗就传来。此刻凌晨面容扭曲，心有不甘的颤声追问：叶师兄，月瑶可是遭到萧龙胁迫，否则他怎会？叶无尘正欲回答，忽见一道流光破空而至，赫然是青云宗大长老萧雄驾临。他目光如电，冷冷扫过二人，毫不废话的沉声问道：星河在哪？萧长老，星河就在这合欢宗的禁地阴阳洞内。叶无尘快步上前，眼中闪烁着兴奋之色。萧雄闻言，立刻目光如炬地看了过去。叶无尘见状，连忙补充说：阴阳洞外设有禁制，方才我尝试进入，却被阻拦在外。说来惭愧，以我的修为，尚不足以强行破开。哼，区区禁制也敢阻我？萧雄的衣袍无风自动，猎猎作响，周身灵力如怒涛翻涌。他根本就没耐心听叶无尘把话说完。电光火石间，
只见他的右拳骤然凝聚起刺目的灵力，随之一个磨盘大小的拳印裹挟着崩山裂地之势，悍然砸向阴阳洞口的禁制。轰！拳风所至，山岩崩裂。可那看似单薄的禁制却纹丝不动，稳如磐石。枭雄的面子有些挂不住，他阴沉着脸，接着又连轰数拳，每一拳都足以开天裂地，却依旧未能撼动封印分毫。凌晨，枭雄恼羞成怒，这阴阳洞的禁制到底是怎么回事？嗨嗨，不过是个小小的禁制而已，本以为凭借大长老的通天修为弹指可破，凌晨语带讥讽，眼中的快意一闪而逝。你！枭雄握紧拳头，眼中杀机暴涨。恰在此时，又有天际两道红光破空而至，正是太一门掌门李天罡与火焰谷谷主庞于净联袂而来。什么情况？李天罡负手而立，目光如电，是不是找到星河了？萧长老可别吃独食。庞于净周身烈焰翻腾，语带深意。枭雄冷哼一声，星河就在前方的阴阳洞中，但这禁制有些古怪，本座一人难以破开。既然二位来了，不如合力一试。那还等什么？动手便是。庞于净狂笑间，焚天烈焰已席卷而出。丑话说在前头。枭雄突然厉声道：此番攻破合欢宗，我青云宗居功至伟，星河归属必须由我说了算。李天罡嗤笑一声，聒噪。话音未落，他袖袍翻卷，一道刺目剑光已撕裂长空，直劈禁制而去。枭雄眼中寒光一闪，当即不再迟疑，拳风凝聚磅礴灵力，再度狠狠砸向那道顽固的封印。三大当今高手联手出击，纵然那禁制铜墙铁壁牢不可破，但在三人倾尽全力的合击之下，也难堪重负，最终轰然破碎，化作青烟消散无踪。破了！庞于竟难掩喜色，哈哈，不过如此而已。李天罡傲然冷笑，星河就在里面。枭雄狂喜难抑，当即身形如电般冲了进去。咻咻！几乎同一时间，数十道身影疾驰而来。危急关头，合欢宗掌门柳福鸾亲率宗门一众精锐及时赶到。眼见三大宗门的强者已闯入阴阳洞，他面色骤变，杀意滔天，今日定要斩尽杀绝，一个不留。此刻他锋芒毕露，尽显魔教巨擘的雷霆手段。且说叶无尘看到封印被破开时，正欲冲入洞中分一杯羹，可关键时刻柳福鸾等人的出现让他心生惧意，最终在凌晨的掩护下得以顺利脱身。叶师兄，你快走吧，再不走可就真走不了。凌晨一路护送叶无尘至护山大阵外，声音低沉而急促。但萧长老他们，叶无尘眉头紧锁，面露忧色。冥冥中自有注定，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的命运。凌晨神色淡然，语气平静如水。合欢宗的实力今非昔比，你为何不早做提醒？叶无尘语带质问。提醒？凌晨冷笑一声，眼中闪过一丝讥诮。我传讯请老祖亲临时，可有人当真？老祖闭关也罢，但连掌门都没现身，就凭他枭雄也妄想夺取星河，简直是痴人说梦。提起掌门，叶无尘脸上的神色瞬间暗淡了不少。沉默片刻后，他长叹一声，脸色复杂地说：这半年来宗内变故频生，老祖闭关走火入魔，掌门突生重病卧床不起，如今执掌大权的是萧长老。枭雄！凌晨神色一凛，随即恍然大悟，难怪萧龙那个废物胆敢强取月瑶。此事说来话长，叶无尘正准备细说，突然有合欢宗弟子杀来。两人对视一眼，叶无尘当即化作一道流光，转瞬便消失在沉沉的夜色之中。由于青云宗老祖和掌门没有亲临，加之火焰谷和太一门因事发仓促而准备不足，结果可想而知。面对强大的合欢宗，纵使他们拼尽全力攻破护山大阵，甚至闯入禁地阴阳洞，却终究还是晚了一步。星河早已被凌晨收入囊中。更讽刺的是，三大宗门兴师动众而来，却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死伤无数。其中青云宗大长老枭雄更是被柳福鸾一掌重创，连吐3口鲜血，最终落荒而逃。可令柳福鸾崩溃的是，星河竟凭空消失了。以他的眼力，枭雄、李天罡、庞于净等人绝无可能在他眼皮底下带走星河。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之际，以大师姐周小小为首的一众合欢宗核心高手纷纷将矛头指向凌晨，并将他围困在中央。狗东西，还不从实招来！没有你里应外合，他们怎能轻易破阵？又怎会直捣阴阳洞？如今星河丢失，你罪该万死，还跟他废话什么？先砍了他那条多余的腿！合欢宗这群同门师姐师妹行事乖张，心狠手辣，个个都是离经叛道的狠角色。他们的手段诡谲难测，专横跋扈至极，惯用诡异伎俩，行事如魑魅魍魉般阴险毒辣，蛇蝎心肠令人胆寒。平日里杀人如麻，嗜血成性，
完全是一群索命罗刹。此刻面对他们的咄咄逼人，凌晨有些荒淫味。这些疯女人行事毫无章法，说动手就动手，若是来个先斩后奏断肢，可是无法重生的。对面叶灵儿虽然没有煽风点火，却暗自幸灾乐祸，甚至在心里默默祈祷能借机除掉凌晨，这样他那不可告人的秘密便能永远埋葬。然而9世轮回的凌晨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在他眼中这群雏鸟不过是虚张声势的疯狗而已，根本就不足为惧。很快他便将目光锁定在叶灵儿身上。叶师姐可以为我作证。凌晨声如洪钟，震慑全场。3大派入侵时，我和他在一起。此话一出，众人齐刷刷看向叶灵儿。被骤然推至风口浪尖的他娇躯微颤，神色慌乱。他正欲开口，却对上凌晨意味深长的目光，那玩味的眼神仿佛在说，师姐你也不想秘密被人知道吧？灵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师姐周小小直截了当的质问。不等他回答，二师姐秦红玉便语带戏谑的调侃起来。深更半夜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灵儿师妹，我记得你不是最厌恶男人吗？怎么还背着我们偷吃了？他可是师傅的炉鼎，你也敢碰？三师姐顾小婉似笑非笑的拷问。上一秒还是吃瓜群众，下一秒却沦为众矢之的。此刻面对一众师姐的逼问，叶灵儿急忙辩解：你们别误会，事发时我的确在林师弟的房间中，但当时师傅也在场。此话一出，满座哗然，众人想入非非。啧，你们玩得够花啊！四师姐钟凝雪眼纯轻笑，语出惊人：师傅不是一向冰清玉洁吗？怎么如今也尝到甜头了？顾小婉眼纯轻笑，眼中闪烁着炙热的光芒。灵儿师妹，你快给我们详细说说，师姐最爱听这些了。秦红玉眼波流转，媚态横生，其余几人也都竖起耳朵，满脸期待。放肆！大师姐周小小凤目圆睁，厉声呵斥：你们好大的胆子，师傅的瓜也敢乱吃，我看你们是都不想活了，这有什么不敢说的？顾小婉不以为然的撇撇嘴，昨晚师傅在寝宫惨叫了一整夜，你们难道都没听见？我记得可是有人偷偷趴在墙角偷听呢。哦，那你倒是说说，都有谁这么大胆子？一道冰冷刺骨的声音骤然响起，刹那间周小小、叶灵儿等人娇躯剧颤，齐刷刷跪伏在地，连大气都不敢出。关键时刻，柳芙鸾飘然而至。刚才都有谁在嚼舌根子了？掌嘴！柳芙鸾凤目含煞，凌厉的目光如刀锋般扫过众人。于是下一刻，掌嘴声此起彼伏。身为合欢宗弟子，他们再清楚不过柳芙鸾的手段，一旦追究下来，轻则修为尽废，仙骨尽除，重则当场毙命，神魂俱灭。够了，此事今后谁也不准再私下议论。柳芙鸾冷冽的目光扫过众人，随即话锋一转：事发时小臣一直与本宫在一起，本宫可以为他作证，他是清白的。小臣，这突如其来的亲昵称呼，只让周小小、秦红玉等一众师姐心头一震。他们敏锐地意识到，昔日那个任人欺凌的狗东西，如今已成为他们高不可攀的存在。他得宠了，看来日后不能再像从前那般对他非打即骂，毕竟枕边刮微风，吹散亲骨肉，更何况他们这些随时都有可能被取代的师姐。你们可有星河的下落？柳芙鸾面沉如水，声音中透着刺骨的寒意。会不会是被枭雄、李天罡他们窃走了？周小小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绝无可能。柳芙鸾斩钉截铁地否定：星河中蕴含的星辰之力何等磅礴，你们都是亲眼所见的。据本宫所知，当时还没有任何空间法宝能容纳他，除非……他突然若有所思地停顿下来。除非什么？钟凝雪迫不及待地追问。除非有仙气相助。柳芙鸾沉吟道：但3大宗门中，唯有青云老祖手中才有一件仙气，而这次他并未现身，他会不会已经暗中来过，只是我们没看到而已？不然星河被窃一事又该怎么解释？顾小婉固执己见：不可能，那老东西半年前闭关修炼时走火入魔，元气大伤，没个3-5年根本就恢复不了，哪还有余力觊觎星河？柳芙鸾嗤之以鼻的嘲讽：师父，那现在该怎么办？周小小神色凝重地问。只要星河未被仙气带走，就必定还在附近。柳芙鸾斩钉截铁地说道，随即下令：接下来你们以阴阳洞为中心，在方圆10里内仔细搜寻，哪怕掘地3尺，也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弟子这就去办。周小小立刻领命而去。见状，凌晨也准备一同搜寻。小陈，你身子尚虚，不必跟着他们奔波。柳芙鸾眼波流转，含情脉脉地望向他：随本宫去密室修炼吧。弟子可以。这是命令。柳芙鸾打断了他，语气中带着不容抗拒的威严。片刻后，两人来到密室。幽暗的烛光下，孤男寡女独处一室，
空气中弥漫着暧昧的气息。小陈，你似乎不愿与本宫独处，莫非是嫌本宫年老色衰？柳芙鸾欺身上前，吐气如兰，直截了当地问道。师傅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虬蛴，齿如护膝，禽首峨眉，这般姿容，便是18岁的少女也望尘莫及。凌晨搜肠刮肚，将毕生所学尽数奉上。那你是不是嫌本宫不够漂亮？柳芙鸾粉面含春，眼波流转间尽是风情。古人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来形容绝色，我原以为不过是夸张之词，直到遇见师傅，方知古人诚不欺我。师傅的风华绝代，倾国倾城，让周遭万物都黯然失色。凌晨神色真挚，语气诚恳，你可喜欢本宫？柳芙鸾被这番溢美之词哄得心花怒放。谁能想到，这个杀人如麻的魔教巨擘，此刻竟如情窦初开的少女般娇羞可人。只能说，爱没有技巧，真诚才是必杀技。弟子觉得还是用行动证明自己更有说服力。凌晨开始放肆起来，有种我接下来弄死你的感觉。本宫突破在即，今晚柳芙鸾藕臂轻舒环住他的脖颈，媚眼如丝的低语道：你可愿助本宫冲击元婴之境？这一夜雨打芭蕉，沙漫翻浪，这一夜云雨翻腾，涌泉相报。凌晨以混沌鼎为熔炉，将9世轮回的诸般手段尽数施展，引得柳芙鸾这株千年冰莲彻底绽放，从矜持抗拒到欲拒还迎，从浅尝辄止到10岁之位窗外雷声阵阵，恰似他破碎的骄傲。突破绝无可能。尽管凌晨格外卖力，却始终凭借混沌鼎暗中压制，使得柳芙鸾的修为虽在半步元婴境更进一步，但一直无法捅破那层薄如蝉翼的壁障。反观自身，他以柳芙鸾的纯阴之体为炉，以汹涌的元婴为心，疯狂反哺己身。当晨曦微露时，修为再度突破，炼体8重天，短短2日连破5境，这般修炼速度堪称旷古绝今，换作常人早已飘飘然。但凌晨却仍觉不足，在柳芙鸾的夹缝中苟延残喘已属不易，而今他更欲重返被枭雄、骁龙父子掌控的青云宗，救出心中挚爱苏月瑶，谈何容易？实力，唯有强大的实力，方能扭转乾坤，逆天改命。所幸他先人一步夺得阴阳洞中的星河，接下来再辅以混沌鼎这等至宝，凭借8世轮回的积累，突破退凡境乃至筑基境指日可待，甚至有望将9阴9阳前3世修至小成。思及此处，他偷偷瞥了一眼柳芙鸾，只见他慵懒依偎，朱唇微扬，吐息如兰，脸上挂着满足的笑意。虽然修为卡在半步元婴境的他一心想要冲击瓶颈，但成功与否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他只在乎这个过程。说到底，他终究是个女人，而后才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魔道巨擘。确认柳芙鸾沉沉睡去后，凌晨悄无声息地回到自己的房间。此刻他手握星河这等逆天的能量体，心中早已按捺不住想要突破的渴望。当他尝试着催动混沌鼎的刹那，星河中浩瀚的星辰之力如决堤洪流，汹涌澎湃地涌入5脏6腑和奇经8脉，最终汇聚于丹田。炼体9重天，凌晨简直不敢相信，距离刚突破才短短3炷香不到，他的修为境再度暴涨，一举踏入炼体大圆满之境，距离退凡期仅1步之遥。更令他振奋的是，9阴9阳第一式力量法则在星辰之力的淬炼下，竟也突破至骨，顺利臻至小成境。此刻他五指收拢，肌肉求结，拳风所至，仿佛连空气都要被生生撕裂。不愧是9阴9阳，仅是力量法则小成，这一拳便有万钧之力。凌晨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心潮激荡。他不敢想象，若将第一式修至大成乃至圆满境，该是何等恐怖，就更别说将9阴9阳全都悟透了。也难怪这功法需要历经9世轮回苦修方能大成，甚至能证得长生大道，果然玄妙无穷。凌晨深吸一口气，准备继续修炼。星河给他带来的惊喜远超预期，若能持续炼化，说不定能一举冲破炼体境，直入退凡期。但就在这时，房间外突然嘈杂四起，怒喝声、争执声此起彼伏，打破了清晨的宁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凌晨本欲作壁上观，继续潜心修炼，然而当他隐约听到竟是叶灵儿被抓时，脸上浮现出难以置信的神色，立刻意识到事态非比寻常。片刻后，他来到合欢宗大殿，只见浑身浴血的叶灵儿瘫软在大殿中央，牙关紧咬，眼中燃烧着不屈的火焰。柳芙鸾则高坐在大殿之上，凤目含煞，周身散发着令人胆寒的杀意。师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凌晨沉声询问身旁的钟凝雪。还能是怎么回事？这丫头，我们平日里待她不薄吧？可你敢相信，她蛰伏在宗内3、4年了，竟然是太乙门安插的卧底。钟凝雪愤恨难平，亏我们待她如亲姐妹，
竟有这事？凌晨大吃一惊，我们也不敢相信，但铁证如山，我们安插在太医门的眼线已确认了他的身份，这就是事实。大师姐周小小怒不可遏地补充道：哼，合欢宗的护山大阵固若金汤，难怪会被轻易攻破，原来是出了内鬼。柳芙鸾双眼中杀气迸射，气不打一处来。愿赌服输，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我没什么可说的。叶灵儿倔强地昂起头，宁死不屈。师傅，你若念及旧情不愿动手，我来。二师姐秦红玉杀意沸腾，眼中杀机毕露，胆敢背叛宗门，她只能去死。杀了他！顾小婉、钟凝雪等人齐声附和。柳芙鸾沉吟不语，倒不是心慈手软，而是在权衡。剥皮抽筋，九幽锁魂，万毒噬心，噬魂夺魄，五马分尸，炼尸傀儡，究竟哪种酷刑最能震慑全宗？而这也正是叶灵儿此刻浑身战栗不止的原因，她都不敢去想自己的下场会有多么凄惨，接下来等待自己的是何等的绝望。然而就在柳芙鸾正要下定决心时，突然凌晨上前一步，语出惊人：师父，弟子斗胆请求，可否将这叛徒交由弟子处置？要是在从前，柳芙鸾根本不会将这个炉鼎的话放在心上，可如今他却眼波温柔地望了过来，轻声细语地问道：怎么，你有更好的主意？众所周知，叶灵儿这叛徒最厌恶男人，而我身为合欢宗唯一的男弟子，还有什么比让我亲手羞辱他致死更令人绝望的呢？凌晨抱拳行礼，嘴角勾起一抹邪笑着。柳芙鸾一时犹豫不决，说到底他心里多少有些吃醋，毕竟叶灵儿貌若天仙，艳绝天下，更重要的是比他年轻太多。就在这时，一众师姐见凌晨如今得宠，于是百般讨好，纷纷上前帮腔。师父，这主意妙啊，就该用他最抗拒最崩溃的方式处决他。没错，杀人诛心才最解恨。柳芙鸾拉不下脸来拒绝，最主要的是难得凌晨主动请缨，他也不愿当众服了他的面子，可心里那道坎终究过不去，于是他眸光深邃地看向凌晨，说说看，你打算怎么个羞辱法？那我的手段可就多了，保管让他生不如死。凌晨瞥了眼叶灵儿，又意味深长地对柳芙鸾笑道：师父若是不放心，大可亲自旁观，绝对让你获益匪浅。旁观？那岂不是成了三人玩游戏？周小小、秦红玉等人本就对他们三人间的暧昧关系有所猜疑，真要是去围观了，自己跳进黄河都洗不清。这点分寸柳芙鸾还是懂的，所以面对凌晨别有用心的盛情邀请，他想都没想就果断拒绝。旁观就不用了，本宫只有一个要求，定要他永世不得超生。我要让所有人知道，胆敢在我合欢宗做卧底，没有好下场。弟子谨遵师命。凌晨毕恭毕敬道：我不要。叶灵儿瞬间慌了，他宁愿赴死也不愿受辱，有种你们现在就杀了我。嘿嘿，背叛宗门是你的选择，但如何处死你？凌晨邪魅一笑，我说了算。说罢，他单手拎起叶灵儿，如临小鸡一般将她堂而皇之地带了出去。林师弟越来越有男人味了。目送着凌晨远走的身影，秦红玉眼波流转，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说的没错，看来宗门还是得有一个男人。周小小舌尖轻舔朱唇，想入非非，脑海中已然勾勒出旖旎画面。临死前还让林师弟伺候一番，哼，倒是便宜他了。顾小婉撇了撇嘴，语气酸溜溜的，眼底闪过一丝不甘。大殿上方，柳芙鸾一改面对凌晨时的温柔，周身杀意如云海翻涌，与刚才相比简直判若两人。叶灵儿绝非第一个内鬼，她骤然起身，双眼中寒光迸射，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接下来本宫定要将潜伏在合欢宗的叛徒一个个揪出来。闻言，周小小等人噤若寒蝉，大气都不敢出。且说凌晨将叶灵儿带回房中，迅速紧闭房门，又在门口布下重重禁制，确保万无一失。你这无耻之徒，究竟想要怎么样？叶灵儿如惊弓之鸟般蜷缩在角落，声音中透着难以掩饰的慌乱。还能怎样？凌晨步步紧逼，你不都已经猜到了吗？你要是敢碰我，我就死给你看。叶灵儿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一把锋利的匕首，直接死死抵在颈脖上。你本就是将死之人，却又拿死来威胁我，可不可笑？凌晨嗤笑一声，继而露出玩味的笑容。再说了，死了又如何？你该不会天真的以为死了我就会放过你吧？哈哈，你无耻！叶灵儿彻底崩溃了。他不怕死，可如何死，以及死后会被怎么对待，这对他很重要。他可不愿死后连自己尸体的清白都守不住。可眼前这男人的邪恶程度已经远远颠覆认知，以至于他束手无策，根本就招架不住。我身为合欢宗的弟子，无耻不是理所当然吗？凌晨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随之话锋一转说：倒是你，
假借厌恶男人之名，实则是不愿与合欢宗同流合污。我说的可对？说话间，他随手打出一道禁制，彻底禁锢了叶灵儿的行动能力，使得他即便想自杀也无法做到。意识到自己已无力反抗，叶灵儿泪如雨下，绝望的哀求：“我求求你了，给我一个痛快，杀了我吧！那你得先让我痛快痛快才行。”凌晨轻佻地抬起他的下巴，毫不掩饰自己的意图：“凌晨，你今日若敢辱我，我诅咒你阳元溃散，美境女色便经脉寸断，修为永世困于炼体境。还有，天下间所有女人都对你唾弃如敝履。”叶灵儿咬牙切齿地发出最恶毒的诅咒，果然最毒妇人心。凌晨冷笑：“快杀了我！”叶灵儿一心赴死，想死还不容易。凌晨不再多言，抬手在他肩头轻轻一拍，刹那间，两人凭空消失在原地。待再出现时，他们已经来到一处鸟语花香的秘境之中。叶灵儿万念俱灰，于他而言，若凌晨此刻痛下杀手，反倒算得上仁慈，毕竟真要是落入柳芙鸾之手，必将生不如死。岂料造化弄人，他非但没死，反而误入这方完全陌生的天地之中。莫非这是阴曹地府？叶灵儿娇躯一颤，双眸中流露出无尽的恐惧。但很快，当他注意到凌晨也在旁边时，这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等等，叶灵儿刚才那不经意的一瞥，竟意外看到那本该悬在阴阳洞中的星河。天哪！那枚令四大宗门争得头破血流的星河，此刻竟在凌晨跟前流转着妖异紫芒。凌晨，叶灵儿声音发颤，双眸中满是难以置信。原来星河竟是被你盗走的，你难道不该先问问这是哪里吗？凌晨正在仔细研究星河，嘴角噙着玩味的笑意。这是什么地方？叶灵儿环顾四周，眼中尽是茫然。这是我的世界。凌晨语气淡然，仿佛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什么意思？叶灵儿皱起眉头，愈发困惑地说：“寻常储物法宝绝无此等洞天，更不可能容纳星河，除非你这是仙气。这些都不重要。”凌晨摆了摆手，不愿解释太多。你到底是什么人？叶灵儿贝齿轻咬朱唇，不肯罢休地追问。跟你一样，我本是青云宗安插在此的卧底。凌晨洒脱一笑，但现在我就是我。你好大的胆子！叶灵儿心头巨震，声音都在止不住地发抖。如今各方势力都在寻找星河，你竟敢藏私，就不怕？你觉得他们能找到这里来吗？凌晨满不在乎地笑了起来。叶灵儿沉默良久，眼中思绪万千。他忽而抬头，目光复杂地望向凌晨。既然你我同是卧底，你打算如何处置我？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死了？你想活着吗？凌晨挑眉反问。叶灵儿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唇角勾起一抹绝望的自嘲。你既然敢毫无保留地把这些秘密全盘托出，无非两种可能，要么杀我灭口，要么……他环顾四周，声音渐冷，将我永远囚禁于此，让我一辈子都出不去。我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凌晨抚掌而笑，尤其是你这种不仅聪明而且还漂亮的美女。哼，你可别忘了，我好歹也是太一门圣女。叶灵儿眼神陡然锐利，囚禁我的代价，你可想清楚了？凌晨忽然欺身上前，手掌轻轻抚摸他那雪腻的脸庞。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之所以冒险救你，只为让自己图个痛快。他俯身在叶灵儿耳畔继续低语，语气暧昧。是谁给你的胆子，敢让我顾及你的感受？凌晨，我承认在这里不是你的对手，但你也不能强迫我。叶灵儿眼中含泪，倔强地扬起头。就算你得到我的身体，也永远得不到我的心。我要你的心做什么？凌晨嗤笑一声，目光灼灼地盯着他。有身体就够了。你卑鄙！叶灵儿气得浑身发抖。等等，凌晨突然眯起眼睛，意味深长地问：你该不会针对柳芙鸾？闭嘴！叶灵儿厉声打断，眼中闪过一丝慌乱。知道他最近为什么突然性情大变吗？凌晨得意地勾起嘴角。你和他一样，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却很诚实。很快你就会像他一样离不开我。你不要脸！凌晨，我恨你！叶灵儿咬牙切齿，眼中怒火中烧。凌晨心猿意马，当即就要扑过去。可就在肌肤相触的刹那，凌晨猛地瞪大双眼，脸上浮现出前所未有的震撼。这怎么可能？你竟是大周天星辰体！能让历经9世轮回的凌晨都如此失态，足以见得大周天星辰体的恐怖之处。那可是与先天道体、玄黄不灭体、鸿蒙至尊体并称的诸天10大至尊体质。只要循序渐进的修炼，必将登临无上巅峰。然而此刻的叶灵儿泪落如珠，心如死灰。他整个人深陷在即将失真的极致恐惧中，根本就不明白凌晨在说些什么。回答我！凌晨目光如炬，每逢星夜，
你是不是能感知到星辰之力，甚至肉眼还能看见淡紫色光点或银色丝线萦绕周身？你怎么会知晓此事？叶灵儿娇躯微颤，一脸的不可思议。这个深埋于心底的秘密，她从未向任何人吐露半分。我不仅知道这些，还知道你体内灵力运转晦涩，修炼的速度不足常人的1/10，这也是你的修为停留在炼体期而无法突破的根本原因。凌晨一针见血道：你要羞辱我，直接来便是，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叶灵儿银牙紧咬，倔强的别过脸去。我再告诉你一个事实。凌晨突然扣住他的手腕，声如雷霆：你是万古难遇的大周天星辰体，此体质可直接吞噬周天星辰之力为己所用，而且你修炼速度将暴涨100倍，破镜如饮水。只不过你的体质暂时还没有觉醒，那如何才能觉醒？叶灵儿眼中闪过一丝动摇。星辰为骨，阴阳为引。凌晨目光灼灼，唯有男女双修，方能点燃你体内这尊星辰熔炉。哼！叶灵儿突然凄然一笑，扬起雪白的脖颈，想要我的身子直说，何必编这么拙劣的借口？反正我现在又无力反抗。我说的可全都是真的。凌晨倍感无力道：来吧。叶灵儿一脸怨恨地说：你最多只能占有我的身体，但我的灵魂永远都会憎恶你。就是完全不相信是吧？凌晨气得快要说不出话来。像你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男人，我见过太多。叶灵儿满脸鄙夷，何必在这里惺惺作态？不觉得可笑吗？你不过是想让我配合你演这出戏，来满足你那可悲的征服欲罢了。凌晨几乎按捺不住想要当场撕碎他衣襟的冲动。配合演戏，也真敢说，这他们可是在我的地盘。但最终他还是强压下满腔怒火，在解开了叶灵儿禁制的同时，又一把将他拽到星河面前。你想干什么？叶灵儿满脸惊疑。既然你始终不信，凌晨字字铿锵，掷地有声，那我就以自身为炉鼎，帮助你短时间内觉醒大周天星辰体，让你亲眼见证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天赋异禀。叶灵儿话音未落，一股精纯的至阳之力已涌入体内，那奇妙的感受犹如一条黑龙在经脉间奔腾肆虐，瞬间贯通他的奇经八脉，让他顿觉通体舒畅，飘飘欲仙。而这仅仅是开始，下一刻他的身体竟如无底黑洞般疯狂吞噬星河中的星辰之力，那匪夷所思的吞噬速度恰似江河奔涌入海，转瞬间他那停滞在炼体8重天的修为便突破桎梏，直入9重天境。可一切还没有完，不过几个呼吸而已，他的修为竟如破竹之势，一举跨越炼体境瓶颈，直达不可思议的退凡境。这怎么可能？我的修为！叶灵儿欣喜若狂，声音因震惊而微微发颤。他原以为凌晨不过是想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好让他配合满足那卑劣的征服欲，可万万没想到，短短数息之间，他竟连破2境，从困锁5年的炼体8重天，一跃跨入传说中的退凡期。就在修为即将再度突破之际，凌晨却突然收手，一切戛然而止。5年，整整5年。叶灵儿的娇躯微微颤抖，她难以置信地看着双手，如今竟在弹指间突破桎梏，直入退凡。难道我真是？她蓦然抬头，眼中闪烁着惊疑不定的光芒。那所谓的大周天星辰体，现在你还觉得我是贪图你的身子？凌晨冷哼一声，眉宇间尽是不忿。可你为何能一眼看穿？叶灵儿朱唇轻咬，眼底满是不可思议。在我的领域内，凌晨目光如炬，你身上萦绕的星辰之力虽微不可察，可在我眼中却是纤毫毕现。那双修之说，他声音渐低，玉指不自觉地绞紧衣角，可是在骗我。孤阴不生，孤阳不长，阴阳和万事生，这才是天道。凌晨古井无波，但接着又话锋一转，不过你大可放心，现在就算你心甘情愿，我也不会再碰你。你当真有这么好心？是不是另有所图？叶灵儿眼中戒备之色未减，心中疑虑重重。呵，女人，先前叫你跟我双修，你不肯，如今真决定不跟双修了，你却又不乐意了。于我而言，你这大周天星辰体就是一个无底深渊。我的确有能力帮你觉醒，可代价是我丹田中的灵气，甚至我的修为都有可能被你吞噬殆尽。凌晨一针见血地说。那刚才叶灵儿朱唇轻启，还是一脸警惕。阳气入体终非长久之计，唯有阴阳交融，方可彻底破解桎梏。凌晨直截了当道。既如此，可否放我离去？叶灵儿声音微颤，带着几分试探。想什么了你？你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东西，我没杀你，你就偷着乐吧。凌晨冷笑一声，根本就不为所动。言罢，他不再迟疑，转而将所有的精力全都放在星河上。纯阳之体虽然无法跟大周天星辰体相提并论，但在混沌鼎的加持下，星河中浩瀚的星辰之力如百川归海，源源不断淬炼着他的肉身。
反观叶灵儿，整个人仍沉浸在大周天星辰体所带来的巨大震撼中，无法自拔。刚才那瞬息突破的畅快，令他心驰神往，久久无法释怀。原来修炼竟可以变得如此简单。此刻，他尝试自行吸纳星辰之力，却发现炼化之缓慢，灵力运转之滞涩，与先前判若云泥。这般落差令他机遇发狂，目光不自觉地再度投向凌晨。人都是这样，见识过好的，便再难将就拥有过繁星闪烁的夜空，再难满足于萤火虫的微光。对此刻的叶灵而言，真要是能觉醒大周天星辰体，那双修似乎也不是不可以接受。但命运偏偏这般弄人，此刻即便他愿意委身双修，凌晨也不见得会同意。所以3炷香后，当凌晨结束修炼，缓缓睁眼时，只见叶灵儿踌躇上前，纤纤玉指不安地摆弄着衣角，朱唇几度轻启又合，欲语还休。有事？凌晨抬头望去，你当真能助我觉醒大周天星辰体？叶灵儿终于鼓起勇气，声音细若蚊啊。你之前不是不信吗？凌晨讥讽地说。可你已经用事实证明了。他轻咬樱唇，血腮泛起羞红。我的修为确实在瞬息间连破2境。想得到没？凌晨玩味地眯起眼睛。我凭什么要冒着牺牲自己的风险来成全你？你怎么能这样？叶灵儿一脸屈辱与不甘。堂堂太一门圣女主动放下身段求着双修，可凌晨却不要。哼，这就委屈上了。凌晨突然揽住他不堪一握的纤腰，感受着怀中人儿骤然紊乱的呼吸。我还以为你是多么冰清玉洁呢。一向不近男色的叶灵儿被凌晨说得满脸羞愤，却只能咬唇隐忍。毕竟现在是他有求于人，凌晨真要是撂挑子不干了，他只会陷入更狼狈的境地。凤栖梧桐引天火，龙潜深渊搅玄冰。尽管叶灵儿是抱着觉醒大周天星辰体的初衷来双修的，可当凌晨指尖触及肌肤的刹那，他浑身气力如潮水般退去，竟软绵绵的瘫软下来。在凌晨这个情场老手面前，他生涩的像个新兵蛋子，纵使满心屈辱，却只能任其摆布。然而就在一切水到渠成时，凌晨却骤然抽身而起。见他要走，叶灵儿慌乱拽住他的衣角。你怎么？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太矜持不够主动，没意思，自己好好反思一下吧。凌晨俯视看着他，直接凭空消失不见。叶灵儿则衣衫凌乱地跪坐原地，一脸的不知所措。这可是我的初次，可恶！且说凌晨刚从混沌鼎中走出来后，便径直朝门口走去，并第一时间撤下布设的禁制。他之所以放弃到嘴的猎物，只因察觉到有人来了。门开处，周小小与顾小婉正倚门立，眼中闪着暧昧的光。两位师姐，找我有事。凌晨恭敬作揖，语气谦逊。师弟昨夜休息的可好？顾小婉忽而轻身，目光越过凌晨肩头，向屋内探寻。还不错。凌晨慵懒地舒展筋骨，神态自若。叛徒了。周小小单刀直入，眸中寒光乍现。说来有趣。凌晨眉飞色舞，绘声绘色道，他确实对男子厌恶至极。昨夜我略施手段，便让他道心崩碎，最后一把火焚了个干净。身子软吗？顾小婉眼唇轻笑，眼波中媚意流转。凌晨神色一凛，显然没料到顾小婉会这么问，但他很快恢复从容，嘴角挂着一抹玩味的笑意。跟师姐相比，还是差太多。讨厌！顾小婉娇嗔地跺了跺脚。都别闹了！周小小厉声喝止，转而关切地望向凌晨。师弟，你的身体恢复得如何？已无大碍。凌晨微微颔首。是这样的，自从昨日揪出叶灵儿这个叛徒后，宗门内潜伏的奸细纷纷闻风而逃，师尊有令，务必要将他们赶尽杀绝。只是周小小欲言又止，眼下值得托付的人手实在有限。凌晨心领神会，当即双手抱拳道：师姐但说无妨，我愿效犬马之劳。现已查明，青云宗有一卧底叫田梦琪，于半炷香前潜逃出山，此事就交由你与小婉负责追剿。周小小直截了当地下达指令。我这就动身。凌晨转身就要离去。你若身体不舒服，周小小还想说些什么，但凌晨却不给他说下去的机会，不容置疑地打断道：师姐你放心，我保证不辱使命。历经9世轮回的他心如明镜，这哪里是什么寻常任务，分明是柳芙鸾设下的考验。田梦琪是青云宗安插的卧底，真要是将他杀了，必将背负残害同门的骂名，日后就别想再回归青云宗了。可一旦私下放了他，顾小婉必会拔剑相向。然而凌晨没有选择，甚至不能犹豫，他只能先答应下来，再从长计议。两人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即展开追击。师姐，我有个不情之请，请你一定要答应我。行进中，凌晨放低姿态道：只要不是让我给你生个孩子，都好商量。顾小婉眨了眨眼，笑意盈盈地说：待会若真能追上田梦琪，
请让我要亲自手刃了他。凌晨眼中闪过一丝冷意。怎么，你跟他有仇？顾小婉面露诧异。那倒谈不上，我跟他都不认识。凌晨微微摇头。那你为什么要亲自杀了他？顾小婉不解地追问。师姐难道看不出来，这是师父在试探我？凌晨叹了口气，语气沉重，说到底，他仍不信任我这个曾经的青云门徒。或许只有亲手除掉青云宗的卧底，才能证明我的忠心。不至于吧？顾小婉咯咯笑了起来。师父不是把他自己都交给你了吗？这话可不敢乱说。凌晨连忙摆手。反正这里也没有别人，你就偷偷告诉我，师父是不是尝到甜头了？顾小婉不依不饶地追问。你就不怕我在他面前煽风点火，告你一状？凌晨似笑非笑地反问。你才不是那种人呢。顾小婉吐了吐舌头，很识趣的没再追问。两人一路疾驰，转眼已追出百里之遥。追杀到一处山巅附近时，正前方一道红色身影出现在视线中，是田梦琪。顾小婉眼尖，立即出声示警。话音未落，他已如离弦之箭，不由分说地杀了上去。羞羞！原来在他们赶到前，田梦琪已遭合欢宗数人围攻，却仍凭实力杀出重围。可还未等他喘口气，顾小婉与凌晨又已追至眼前。小贱蹄子，平日里看你挺老实，没想到你竟然是个卧底。顾小婉凌空一剑刺去，直取要害。田梦琪横剑格挡，却被震得倒飞数丈，鲜血狂喷。几乎同一时间，顾小婉屈指一弹，一道粉色流光如毒蛇般钻入田梦琪眉心，药效发作之快，令人啧舌。只见田梦琪呼吸骤然紊乱，面色潮红，一副情难自禁的模样。师姐，这是？凌晨迅速上前，眉头紧锁。那是阴阳合欢散。三炷香内不解，闭经脉爆裂而亡。顾小婉邪魅地笑了起来。林师弟，机会给你了，可要把握住哟。谢师姐成全。凌晨拔出长剑，步步紧逼。前方3丈外便是云雾缭绕的万丈深渊。田梦琪踉跄退至崖边，忽地凄然一笑。我虽今日赴死，但合欢宗终将血债血偿。话音未落，他竟决然向后仰倒。休想！你只能死在我手中。生死一线间，九阴九阳第二式时间法则瞬间发动，企图抓住田梦琪，但遗憾的是，却只抓住他衣服的一角。可惜了。凌晨松开手中残破的衣角，任其随风飘扬，终究还是没能亲手了结他的性命。他本就是强弩之末，再从这般悬崖坠落，断无生还可能。顾小婉上前俯视深渊，接着又补充道：更何况他还中了我的阴阳合欢散，即便侥幸不死，也难逃爆体而亡的下场。如此说来，我们这任务算是完成了。凌晨故作轻松的侧手询问：恭喜师弟通过考验。顾小婉嫣然一笑。然而他有所不知的是，凌晨不仅暗中抓住了坠崖的田梦琪，更在顾小婉的视线盲区之处，悄然将其收入混沌鼎的神秘空间中。此刻混沌鼎中，叶灵儿望着浑身血迹斑斑、面色潮红的田梦琪，一时正在原地手足无措。他虽身处混沌鼎内，但外界发生的一切他都看得分明，自然清楚田梦琪的身份与此刻的处境。凌晨，你疯了吗？叶灵儿大为震惊地说，竟敢在顾小婉的眼皮底下救下青云宗的卧底，你就不怕他察觉到后揭穿你？哼，那也要他能看到才行。凌晨不屑地撇了撇嘴，神色间满是笃定。话音未落，田梦琪体内的阴阳合欢散骤然爆发，只见他浑身滚烫如火，纤腰扭动间，衣衫已被撕扯得凌乱不堪，雪白的肌肤若隐若现，场面愈发不堪。叶灵儿见状，眉头紧锁，心急如焚地催促道：阴阳合欢散的毒性你比谁都清楚，三炷香内若不解毒，他必会经脉寸断，爆体而亡。顾小婉现在寸步不离地盯着我暂时哪能回来？凌晨无奈回应。那怎么办？你不能只管救不管活吧？叶灵儿忍不住吐槽。你不是还在吗？你帮他。凌晨不假思索道。我怎么帮？叶灵儿又羞又恼。只有你们男人身体中的元阳之气，才能压制那股邪异的阴火，这不有手就行。凌晨笑得意味深长。凌晨，你混蛋！叶灵儿气得直跺脚，可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死吧极乐峰和欢宗大殿。凌晨与顾小婉刚一回来，便立即前来复命。师父，田梦琪那叛徒已被林师弟一剑穿心，弟子又打入一道阴阳合欢散于其体内，随后将他打入万丈深渊，他必死无疑。顾小婉绘声绘色地描述着，还无中生有，着重强调了凌晨那致命一剑。小陈，你亲手杀了青云宗的卧底，可就再也回不去了。柳福鸾似笑非笑地望来，眼中闪烁着玩味的光芒。我和青云宗早已势不两立。凌晨咬牙切齿，眼中恨意翻涌。哦，怎么还恨上了？周小小饶有兴致地凑近，林师弟，你展开细说。
没什么可说的。凌晨冷冷回应，神色阴沉。本宫也想知道。柳芙鸾发话了，语气不容置疑。凌晨欲擒故纵，等的正是此刻。他需要借机道出恩怨，为接下来顺利逃离合欢宗，重返青云宗埋下伏笔。毕竟此刻星河已经得手，他没有必要再留在这魔窟之中，更不愿继续沦为玩物。于是当柳芙鸾饶有兴致地望来时，他这才愤然开口：师父，不瞒您说，弟子曾在青云宗有一位青梅竹马的未婚妻，可如今她竟被大长老萧雄胁迫，要嫁给他那废物儿子萧龙。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柳芙鸾眉头微挑，语气中带着几分玩味。就在三大宗门入侵的那晚，我与青云宗弟子交手时，他们亲口嘲讽于我，而且凌晨握紧拳头，满腔义愤道：1个月后他们就要正式举行结为道侣的仪式。你来合欢宗也有3年了吧？良禽择木而栖，你不在了，他移情别恋不是很正常吗？秦红玉眼唇轻笑，语带戏谑：不可能，我和他之间生死契阔，此生不渝。凌晨斩钉截铁道，接着又补充说：况且据我打探到的消息来看，他分明是遭人胁迫。那你有什么打算？柳芙鸾唇角微扬，笑意盈盈地问道：弟子修为低下，人微言轻，还能怎么办？凌晨自嘲地摇了摇头，眼中闪过一丝不甘，纵有滔天恨意，也不过是无能狂怒罢了。既入我门下，便无需妄自菲薄。柳芙鸾眸光微冷，语气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强势：这公道为师替你讨。多谢师父。凌晨双手抱拳，感激涕零。师父，星河还没有线索吗？一旁顾小婉轻声细语地问道，眼中带着几分忧虑。三大宗门那边毫无动静，他们显然也没得手。柳芙鸾阴沉着脸，极为肯定地说：星河必定还在极乐峰内，但是能找的地方我们全都找了，根本就没有线索。周小小眉头紧锁，声音里透着焦躁：哼，藏得再深也总有现形之日。柳芙鸾冷哼一声。大殿之上，凌晨始终谨小慎微，如履薄冰，生怕一个不慎露出马脚。待回到房后，他立刻闪身进入混沌鼎内。可3炷香的时间早已过去。万幸，田梦琪一息尚存，但不远处的地面上，一滩水自无声蔓延，而此刻叶灵儿正带着他盘坐于星河前，强行以星辰之力压制体内肆虐的阴火。你总算是回来了。看到凌晨时，叶灵儿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的稻草，紧绷的神经终于松懈下来，长舒一口气。看来你对女人颇有心得。凌晨挑眉轻笑，语带调侃：我可是救了你们青云宗的人。叶灵儿双颊绯红，声音却越来越低：你若再敢取笑我……他羞得连目光都不敢与凌晨相接。见好就收，凌晨不再逗弄他，转而正色问道：他现在情况如何？我发现除了元阳之气外，这星河中的星辰之力似乎也能暂时压制他体内的阴火。你要不要试试？叶灵儿抬眸望来，一脸认真地说。凌晨不再多言，一手按在星河上，另一只手则轻轻附在田梦琪的头顶。随着混沌鼎开始运转，浩瀚的星辰之力如滔滔江水，顺着凌晨的经脉奔涌而出，源源不断地注入田梦琪的丹田之中。果然，在星辰之力的压制下，田梦琪脸上的潮红渐渐褪去，急促的呼吸也逐渐平稳下来。半炷香后，他终于恢复清醒。在凌晨回来之前，叶灵儿已将眼下的处境和来龙去脉大致说明，因此田梦琪心中已有几分了然。此刻他抬眸望向凌晨，眼中满是感激：多谢师兄救命之恩，身体可还有不适？凌晨微微颔首，语气平静：虽已无大碍，但体内那股阴邪之气仍在躁动，似乎随时可能反噬。田梦琪轻咬朱唇，声音渐低：星辰之力只能暂时压制，无法彻底根除。凌晨直截了当地道：那师兄可否帮我？田梦琪低下头，玉指无意识地搅着衣角，声音细若蚊啊。你知道这话意味着什么吗？凌晨神色一肃，目光如炬地看向他。我明白。田梦琪双颊绯红，却鼓起勇气抬头，眼中水光潋滟。唯有合体，凭借师兄身体中的元阳之气，方能化解此毒。救命之恩无以为报，若师兄不弃，愿以身相许。慢着，你连他的品性如何都不清楚，就敢轻言以身相许？叶灵儿有些绷不住，一脸不可思议的质问：救命之恩大于天？田梦琪的眼神坚毅如铁：若非林师兄出手相救，我早就死了。你们青云宗的姑娘都这么放得开的吗？叶灵儿撇了撇嘴，还是无法接受。叶师姐明鉴。田梦琪双颊绯红，声音渐低：我喜欢男人。你……叶灵儿仿佛吃了哑巴亏，玉指紧捏着衣角，一脸委屈地说：早知如此，刚才就不该救你。嗨嗨，以身相许这事暂且不提。凌晨淡然摆手：有星河在，我保你没事。师兄可是……
嫌弃我不够漂亮。田梦琪渲然欲泣，一副委屈巴巴的模样。我这是对你负责任。凌晨有些无奈，反正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你不能离开这，我们有足够多相处的时间。那师兄是想日久生情？田梦琪眼波流转，娇滴滴地问道。无所谓了。凌晨一脸无奈。哼，假仁假义的伪君子。叶灵儿快要看不下去了，小声嘀咕道，那你之前怎么不说对我负责任？说清楚，我可没碰你。凌晨戏谑地看着他，而且接下来我也不打算对你有想法。凌晨，你简直……叶灵儿满脸羞愤。尝到了甜头的他一刻都不想等了，迫不及待地想要觉醒大周天星辰体。可关键时刻，凌晨却不干了，简直令人崩溃。好啦，我要开始修炼了。凌晨笑盈盈地瞥了叶灵儿一眼，你一边自己玩去吧。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人一旦见识过美好的东西，内心对低劣之物的接纳值便会无限拔高。柳芙鸾如是，叶灵儿亦如是。经过这几天的调养，在星辰之力的滋养下，凌晨的身体早已恢复到巅峰状态。按理说，这般血气方刚的年纪，又有家人相伴，妩媚妖娆，甚至还主动投怀送抱，哪个男子能抵挡得住这般诱惑？然而，苏月瑶的存在始终是凌晨心头的一根刺。虽说不必为他守身如玉，沦为柳芙鸾的炉鼎亦是身不由己，但至少他不能主动去拈花惹草。憋着，至少在见到苏月瑶之前，凌晨心中已暗下决心，纵使与青云宗彻底决裂，也定要将苏月瑶夺回。可他比谁都清楚，枭雄父子犹如一座不可逾越的巍峨高山，横亘在前。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里，若没有足以扭转乾坤的绝对实力，贸然回去也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实力，唯有实力才是王道。眼下仅剩不到1个月的时间，他必须竭尽所能地提升自己。凌晨当下是炼体9重天的修为，可即便他再怎么天赋异禀，哪怕有前8世的轮回记忆加持，但想在短短1月内冲破退凡境，仍是难如登天。而枭雄，那可是筑基境大圆满的强者，现实残酷的令人绝望。换作常人，或许只能认命，但历经8世轮回而来的凌晨可不是一般人，他还有最后的依仗，9阴9阳。只要能在剩余的时间里将前3世修至小成境，便能拥有万钧之力，肉身钢筋铁骨，一拳崩山裂地。时间加速，使自身速度提升10倍，瞬息间先发制人，瞬移100丈范围内来，去如鬼魅无踪。届时，即便面对筑基大圆满的枭雄，他也有一战之力。想到这里，凌晨在冲击退凡境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倾注于9阴9阳的修炼上，力求在最短时间内脱胎换骨。另一边，柳芙鸾同样没有懈怠。身为半步元阴境的强者，他只差一个契机便能突破，因此这段时间他清心寡欲，甚至暂时放下了对凌晨纯阳之体的觊觎，全身心闭关冲击元阴之境。光阴似箭，转眼已是半个月之后。令凌晨倍感焦灼的是，他的修为始终停滞在炼体9重天的瓶颈处，迟迟未能突破至骨。好在9阴9阳的修炼颇有进展，除却早已小成的力量法则外，他对时间法则的领悟亦有所精进，如今已能将自身速度提升至5倍有余。然而这一夜，血煞宗与万鬼宗这2大魔门竟联手突袭极乐峰，其目的不言而喻，正是为那枚令4大宗门争得头破血流的星河而来。他们依旧认为星河在柳芙鸾手中。事发突然，合欢宗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护山大阵转瞬即破。所幸这3年来，合欢宗弟子在星河的滋养下修为突飞猛进，竟硬生生扛住了2大魔宗的联手围攻。可敌人有备而来，当万鬼宗祭出数千具尸魁时，战局急转直下。不过数息之间，合欢宗节节败退，千年基业眼看就要毁于一旦。关键时刻，掌门柳芙鸾破关而出，他凭借半步元阴境的修为，挽狂澜于既斗，扶大煞之将倾，甚至不惜祭出镇宗至宝7情6欲中独占血煞、万鬼2大掌门，终为宗门博得一线生机。但此战过后，他经脉俱损，元气大伤，仅余一口气吊着。他强撑着交代周小小几句后，便踉跄着闭关疗伤去了。这一战，凌晨全力出击，大杀四方，斩杀魔宗余孽，他毫无心理负担。更重要的是，他想借这一战冲击退凡境。但遗憾的是，纵使他浴血奋战，斩杀了不少尸魁，修为却依旧卡在瓶颈处，无法突破。就在他一脸失落的返回房间时，大师姐周小小突然神出鬼没地找了过来。林师弟。周小小破门而入。大师姐。凌晨脸色微变，一股强烈的不安瞬间笼罩在心头上。你找我有事？在合欢宗众多师姐中，最令凌晨感到忌惮的当属周小小。她同样修炼阴阳双修大法，却从不压抑内心的欲望，
而且将双修之道贯彻到极致。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他虽以男子为炉鼎，却心狠手辣，用完即杀，从不用第二次，导致死在他手中的男修早已不计其数。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修为进步神速，早已是筑基大圆满的修为。方才那一战，师弟拳锋凌厉，连斩数具尸魁的身手，当真令人惊艳。周小小眼波流转，红唇微勾，这些年师弟藏的可真够深的。师姐说笑了，我那不过是上不了台面的雕虫小技罢了。凌晨自嘲地说，眼底闪过一丝警惕。听说师傅能在短短数日内突破半步元婴，周小小莲步轻移，步步紧逼，全赖师弟这纯阳之体滋养。他忽而欺身上前，吐气如兰。如今师傅重伤闭关，暂时也用不上你，所以师姐来看看你能否助我修炼，让师姐也感受感受这纯阳之体的魅力。我去，这小贱人居然缠我的身子！这一瞬，凌晨心中仿佛有千万只草泥马狂奔而过。师姐，这不太好吧？被逼到墙角的凌晨如同待宰的羔羊，面对步步紧逼的周小小，他一脸的无所适从。有什么不好的？周小小撇了撇嘴，一脸的不以为然。我来你这没有任何人知道，只要你不说我不说，师傅他怎么会知道？可是谁不知道师姐你向来是用完就杀，要是我帮你突破了，你转头就把我灭口。凌晨悻悻地说，那不会，你可是师傅的炉鼎，我哪敢随便动你。周小小妩媚一笑，话锋突然一转，不过林师弟，星河失踪的事跟你脱不了干系吧？师姐，这话可不能乱说。凌晨脸色骤变，隐隐感到不安。三大宗门入侵的那晚，有人曾看见你偷偷进入阴阳洞，之后星河就不见了。周小小意味深长地说道，这分明是血口喷人。凌晨如遭雷击，急忙辩解道，星河没有仙气，根本就带不走，我一介蝼蚁又怎么可能动得了星河了？我又没说一定是你干的，这么紧张干什么？周小小娇笑着，纤纤玉指在凌晨胸前画着圈，只要你今晚好好伺候师姐，一切都好说。这还不简单？凌晨突然反客为主，一把将周小小按在墙上，来了个壁咚。可别让我失望哦。周小小风情万种地笑了起来，满脸期待。师姐，你闭上眼睛，不要反抗。凌晨凑到他耳边轻声细语道，接下来好好享受就是了。他先抓住两个带头闹事的，就在周小小意乱情迷之际，凌晨瞅准时机，刹那间混沌鼎的吞噬之力瞬间笼罩了他全身。周小小素来心高气傲，仗着筑基大圆满的修为，压根就不认为凌晨敢偷袭自己，所以当那股诡异的吞噬力袭来时，他非但没有反抗，反而误以为是凌晨在玩什么新花样，嘴角甚至还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但很快，当他察觉到这股力量有些不对劲，想要睁眼挣脱时，一切却已经来不及了。只是一瞬，他整个人已被混沌鼎彻底吞噬着。这是啊！一阵头晕目眩后，周小小浑身紧绷，如临大敌般环视四周，眼中满是戒备与惊疑。然而，当本该命丧黄泉的叶灵儿和田梦琪活生生出现在眼前，再看到不远处那枚正绽放璀璨紫芒的星河时，他心头巨震，骇然地倒吸一口凉气。危险！极度的恐惧如潮水般汹涌而来。周小小这个名字起的倒是挺谦虚。凌晨神出鬼没的出现，目光戏谑的在他身上游走，但你的可一点都不小。他们俩竟都没死，星河果然落入你手，欺师灭祖，背叛宗门。周小小无视他言语间的挑弄，眼中杀意沸腾。凌晨，你好大的胆子！我本无意杀你，要怪就怪你不该惦记我的纯阳之体，更不该看到不该看到的。凌晨气定神闲，那冰冷的眼神犹如看着一具没有任何温度的尸体。哼，好大的口气！周小小杀伐果断，一柄3尺清风骤然出现在手中，就凭你也妄想杀我，受死吧！千钧一发之际，叶灵儿与田梦琪双双挺身而出，他们俩心知肚明，周小小凶残暴戾，心如蛇蝎，睚眦必报，一旦让他逃出升天，等待他们的将是灭顶之灾。可令人意外的是，面对生死威胁的凌晨竟从容不迫，只是轻斥一声跪下。话音未落，杀气腾腾的周小小竟如遭山岳压顶，双膝重重砸在地上，身体中的骨骼被压得噼啪炸响。此刻的他别说继续进攻，就连抬起手指都成了奢望。他可是筑基大圆满的强者啊！叶灵儿一脸的匪夷所思，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可怕了？在外面我或许奈何不了他，但在这里我便是执掌生死的主宰，杀他也不过一念之间。凌晨负手而立，轻描淡写地说，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言出法随？田梦琪一脸崇拜地询问。凌晨没有回答，而是径直走了上去。这是什么地方？你想把我怎么样？周小小艰难地喘息着，似乎连说话都变得异常困难。师姐，
可还需要师弟我助你修炼吗？凌晨俯身蹲下，一脸戏谑地看向他。呵，没想到我玩了一辈子的阴，最后却被阴灼瞎了眼睛。周小小自嘲地摇头，继而威胁道：你若现在放了我，我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否则怎么样？凌晨嗤笑一声，右手轻轻挑起他的下巴，一脸讥讽道：都这般境地了，师姐还看不清形势吗？我乃合欢宗大师姐，你若敢动我分毫，师父定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周小小咬牙切齿，立刻搬出柳芙鸾这个靠山，希望他有所忌惮。差点忘记告诉你，我是青云宗安插在合欢宗的卧底。凌晨玩味地笑了起来。什么？你狗东西！我早该看出你狼子野性。周小小脸色狰狞扭曲，顿时万念俱灰。凌晨也不再废话，右手按在他心口的同时，果断催动混沌鼎。刹那间，他苦修100余年的修为立刻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完全不受控制的被吞噬，整个人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苍老。大师姐如何？筑基大圆满境又怎么样？在我的混沌鼎之下，天地万物皆可炼化。且说叶灵儿和田梦琪两女哪里见过这等场面，一时竟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不敢相信，刚才还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周小小，转瞬间便化作一具枯骨，形神俱灭。这般手段简直颠覆他们的认知。周小小就这么死了？叶灵儿的声音微微颤抖，眼中满是难以形容的恐惧。他这一身修为竟在瞬息间被凌晨吞噬殆尽。田梦琪瞪大双眼，一脸的难以置信，这也太可怕了。而反观凌晨，他在冰不血刃炼化了周小小后，那停滞已久的炼体9重天瓶颈终于有所松动。或许退凡境就在今日。在这之前，叶灵儿每分每秒都盘算着如何逃离此地，甚至暗中策划过刺杀行动。然而此刻在目睹周小小的惨状后，他对凌晨的实力有了全新的认识，内心涌起一阵后怕，再也不敢存有异心。必须得尽快觉醒大周天星辰体，提升修为，再谋出路。叶灵儿暗暗下定决心。可令他无比苦恼的是，凌晨仿佛一夜之间变得清心寡欲，好像对那事完全提不起兴趣。如今又多了个田梦琪，让他就更难下手了。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拒绝他。叶灵儿懊悔不已。可这种事要我一个女孩子主动开口，实在是难以启齿。但转念一想，面子算什么？那大周天星辰体可是能让他脱胎换骨、逆天改命的存在，更何况星河近在眼前。想到这里，他立刻笑盈盈地看向田梦琪说：田师妹，有件事我想和你深入聊聊。打住！田梦琪打断他，下意识地后退2步，有话直说，千万别深入，我有心理阴影。这地方挺大的，别被困在方寸之间。要不你先去别处转转。叶灵儿欲言又止，满脸羞涩地说：都是成年人，只是一个眼神，田梦琪便大概明白了他的意思。怎么，你想和林师兄独处，嫌我碍事？田梦琪笑盈盈地问道。叶灵儿犹豫再三，终于下定决心。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大周天星辰体。他彻底豁出去了，将自己的情况一五一十道来，说到最后满脸通红，不敢与田梦琪对视。等等，你不是厌恶男人吗？田梦琪挑眉，意味深长地问道。我乃太一门圣女，厌恶男人不过是潜伏合欢宗的权宜之计罢了。叶灵儿义正辞严地表明态度。所以你男女通吃？田梦琪满级理解，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再说一次，我不喜欢女人。一再被误会的叶灵儿愤怒地大声吼道。那你为何？我那天是为了救你。叶灵儿气得脸颊通红，阴阳合欢散的毒性有多可怕，你应该清楚。若我不及时出手，你早就经脉爆裂而亡了。见田梦琪仍将信将疑，他悔不当初地说：哼，早知如此，当初就该让你自生自灭。我舍身相救，反倒落得一身不是，真是自作自受。嗨嗨，师姐息怒。田梦琪见状连忙放软语气，却又忍不住小声嘀咕：可人家的身子就这么……少废话！叶灵儿直接打断：这个忙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3天时间够不够？田梦琪妩媚一笑问道。哪用得了这么久？叶灵儿的脸蛋瞬间红到耳根了。若是一次无法觉醒那什么大周天星辰体，你就来2次、3次、4次，总之3天的时间应该够了吧？田梦琪言辞玩味，那调侃的笑意几乎快要溢出来。你这是要我的命？叶灵儿羞得几乎将脸埋进衣服里。且说在周小小筑基大圆满境的纯净灵气助力下，凌晨仅用不到半日便冲破桎梏，修为顺利突破至退凡境。可他并未急于出关，混沌鼎不仅能炼化肉身修为，更能提取记忆。此刻凌晨正通过周小小的记忆，知道了诸多不为人知的隐秘。其一，关于星河失踪一事，
柳芙鸾早已暗中怀疑到他头上，甚至派人监视窥测。若非血煞宗与万鬼宗突袭，令其元气大伤，恐怕早已出手其二。血煞宗至宝血煞剑与万鬼宗至宝万鬼幡，多年前皆被柳芙鸾窃取，被秘密封印于阴阳洞中。此番两大魔宗联手攻山，除争夺星河外，更重要的便是夺回各自镇宗之宝，只是遗憾仍没能得手。还有周小小修炼阴阳合欢散时，向来以难修为炉鼎，且用完即杀，从不用第二次。他曾立下万人斩的宏愿，可惜在被凌晨炼化时，这个数字永远定格在了187人。得知周小小为一己之私竟残害了100多条人命后，凌晨怒不可遏地痛斥道：“这魔头死有余辜，一点都不冤。”然而更令他震惊的是，萧雄、萧荣这对父子竟是柳芙鸾安插在青云宗的卧底，而周小小作为合欢宗仅有的2名知情者之一，掌握着这个惊天秘密。当年青云宗掌门张道玄发现星河的非凡之处后，正是萧雄父子暗中通风报信，里应外合，才让柳芙鸾在3大宗门的虎视眈眈之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夺走了星河。青云宗大长老竟是卧底。凌晨突然想起一句戏言：再不收我都要当上老大了。若非炼化周小小得知这惊天秘密，他简直不敢想象萧雄父子竟真有可能成为青云宗的掌门。哼，敢动我的女人，待我重返青云宗之日，定要你们父子俩身败名裂，永世不得翻身。手握把柄的凌晨怒发冲冠，字字铿锵如铁。然而眼下最紧要的还是尽快提升实力。一念及此，他脑海中骤然浮现出血煞剑与万鬼幡这2件至宝。若能将其据为己有，虽说是魔宗之物，但其威力确实骇人听闻。尤其是万鬼宗的至宝万鬼幡，甚至能号令万千尸魁。正当凌晨心潮起伏，盘算着该如何潜入阴阳洞中夺取万鬼幡与血煞剑时，一双雪藕般的玉臂忽地缠上脖颈，灼热的吐息随之贴近凌晨，惊得虎躯一颤，连忙睁开双眼。只见叶灵儿双颊绯红，媚眼如丝，雪白的肌肤泛着诱人的红晕，正俯身朝他吻来。这他妈谁顶得住？先是柳芙鸾，再是田梦琪、周小小，如今就连厌恶男人的叶灵儿也主动投怀送抱。可历经9世轮回的他，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叶灵儿之所以这般主动，并非是因为爱，不过是为了觉醒大周天星辰体罢了。想到这，凌晨眉头微皱，毫不留情地将他推开。你这是做什么？叶灵儿双颊绯红，吞吞吐吐地说，想请你帮我觉醒。都说了对你没兴趣。凌晨豁然起身，义正言辞，休要坏我道心。叶灵儿似乎早就料到此番结果，但这次他不留退路，当即从容起身，衣衫却如流水般悄然滑落。凌晨历经8世轮回而来，什么样的天姿国色他没见过，但此刻当那具完美无瑕的娇躯映入眼帘时，他仍不禁心神荡漾，身体更是诚实地做出了反应，还是不愿意吗？叶灵儿轻咬着嘴唇，有些屈辱。你又何必如此作践自己？凌晨就这么看着，目光肆无忌惮地上下游走。既然被你囚禁于此，又见识过大周天星辰体的玄妙，你总要负起责任，只要能觉醒，让我做什么都行。叶灵儿语气决然地说，我可从未答应要帮你。凌晨倨傲道，我是太乙门的圣女，即便前夫在合欢宗当卧底，但这些年来也一直洁身自好，守身如玉，从未让任何男人碰过我，如今都这般模样了，你就真的这么看不上我吗？叶灵儿泪眼汪汪，一副我见犹怜的模样。你很好，只是我在青云宗已有婚约，岂能负他？凌晨态度坚决。那你跟柳芙鸾一起颠龙倒凤，又作何解释？叶灵儿心有不甘地追问。身为卧底，自有不得已的苦衷。凌晨淡然道，更何况他是半步元阴境的修为，用强我能怎么办？你这是在暗示我吗？叶灵儿娇躯一颤，突然欺身上前。你要做什么？凌晨呼吸一紧，感觉被死死捏住。不是要我效仿柳芙鸾吗？接下来你只管闭眼便是。叶灵儿声音发颤，带着几分娇羞，几分决绝。我彻草会母，圣女一旦认真起来，简直要人命。哪怕凌晨是这方天地的主宰，一念之间杀人于无形，可在叶灵儿面前，他却发现自己竟成了个废物，不仅无力反抗，反倒正所谓28家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渔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叫君骨髓枯。田梦琪，快给我死过来！凌晨如溺水之人抓住救命稻草，大声嘶吼道，别喊了，他早被我支走了，至少3天不会回来。叶灵儿得意洋洋，眼看就要得手，可那雪腻的脸蛋却愈发红润。但就在这时，空间突然一阵悸动，呀！随着一声娇呼响起，本该避嫌的田梦琪竟匪夷所思地出现在他们2人跟前，恰好撞见叶灵儿主动现身的场景。田梦琪，叶灵儿吓得浑身一颤，慌忙松开凌晨，手忙脚乱地裹上衣衫。你干什么？
存心坏我好事是不是？冤枉啊！我刚才明明在10里之外，怎么突然就……真不是故意的。田梦琪一脸茫然，既尴尬又困惑，脸颊更是红得滴血。而凌晨则如蒙大赦，一个闪身便逃出了混沌鼎。来到房间后的他大口喘息，身体却不受控制的起了反应，久久无法平静。好一个宗门圣女，连我9世轮回铸就的道心都险些失手。凌晨心有余悸，暗自庆幸守住了底线。可转念想到即将与萧龙结为道侣的苏月瑶，这一切真的值得吗？混沌鼎内，叶灵儿懊恼不已，就差那么一点。田梦琪则局促不安地站在旁边，一个劲地给他道歉说对不起。好在叶灵儿深知凌晨在此地通天彻地的手段，并未过多计较，但苏月瑶这个名字却如鲠在喉。以他倾国倾城之姿，又这般主动投怀送抱的前提下，竟输给一个素未谋面的白月光，着实让人恼火。念及此，他目光灼灼地看向田梦琪问道：你既然青云宗的卧底，想必应该知道苏月瑶吧？知道呀，你问她干什么？田梦琪不假思索地问道。她很漂亮吗？叶灵儿小心翼翼地询问。她可是我们青云宗的圣女。田梦琪骄傲地扬起下巴，这还用说？那跟我比起来如何？叶灵儿声音微颤。你们俩？田梦琪瞥过，脸仔细打量起来，风格不同。她如烈焰般妖娆，你似寒梅般清冷，各有千秋，却无法比较。呵，原来是个狐狸精。叶灵儿冷笑，难怪能把凌晨迷得神魂颠倒。等等，这跟林师兄有什么关系？田梦琪一脸困惑地问。苏月瑶不是与凌晨有婚约在身吗？叶灵儿不由得皱起眉头，刚才他亲口说的。这不可能！田梦琪失声惊呼，苏师姐分明与大长老之子萧龙两情相悦，即将结为道侣，此事青云宗人尽皆知，怎会？叶灵儿挑起眉头，莫非是凌晨在此潜伏太久，被那苏月瑶戴了绿帽子？啊，不会这么惨吧？田梦琪面露同情，林师兄该不会还被蒙在鼓里吧？他多少知道一些，不过嘛。叶灵儿唇角微扬，露出一抹玩味的笑意。他以为苏月瑶之所以委身于萧龙，是因为受到大长老萧雄的胁迫。在他看来，如果这事是真的，那么凌晨终究还是他的。且说凌晨在房中静坐许久，这才平静下来。原本他计划在合欢宗长期潜伏，可自从得到星河，又听说苏月瑶即将与萧龙结为道侣后，便萌生了归意。如今夺舍了大师姐周小小的记忆，得知柳芙鸾早已对自己起疑，更让他下定决心尽快离开。不过在此之前，那2件至宝万鬼幡与血煞剑，他必须得一并带走。想到这里，凌晨像是下定某种决心，当即起身朝禁地阴阳洞疾步而去。偌大的合欢宗内，知晓他卧底身份的唯有掌门柳芙鸾与大师姐周小小。可如今一个重伤闭关，一个命丧黄泉，眼下正是潜入阴阳洞的千载良机。很快凌晨来便到阴阳洞入口处，这方禁地3年来始终将他拒之门外，此刻他却如闲庭信步，随手一挥便破了洞口禁制，从容进入其中。洞内镇守者正是二师姐秦红玉。当凌晨信步而入时，四目相对的瞬间，秦红玉先是一怔，随即豁然起身。林师弟，你怎么会来这？秦红玉直截了当问道。师父他没跟你说吗？凌晨神色一凛，故作诧异地说，他上次曾亲口许诺，说我也能进入洞中修炼，要不……没事。秦红玉洒脱一笑，师父正在闭关疗伤，既然连入洞之法都传授于你，自然不必再请示了，你进去即可。多谢师姐。陈拱手作揖，转身欲走时，忽又回头问道：这洞内各处，我是不是都可以去？你乃纯阳之体，去阴洞更为合适。秦红玉不假思索地答道：多谢师姐指点。凌晨微微颔首，随即快步离去。之所以有这么一问，是因为合欢宗多为女修，平日皆居于阳洞修炼，而他要盗取的血煞剑与万鬼幡恰恰被封印在阴洞之中，如此一来，他便可堂而皇之地前往阴洞，再无人起疑。周小小是合欢宗中唯二知道魔宗至宝镇压在哪的人。此刻在他记忆的指引下，凌晨进入阴洞中后，一路长驱直入，很快便来到那传说中的封印之地。令人意外的是，血煞剑与万鬼幡竟被封印在一块万年玄冰魄之中。就在他企图破开那冰魄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突然逼近。有人来了。凌晨神色一凛，警觉地屏住呼吸。片刻后，一抹红影翩然而至，正是三师姐顾小婉。可算是找到你了。顾小婉笑靥如花，莲步轻移。哟，顾师姐，什么风把你吹到这来了？凌晨迅速起身，一脸热情地问：你找我有事？想你了不成吗？顾小婉一脸妩媚地笑了起来。师姐说笑了。凌晨面露窘色。你可有见过周师姐？顾小婉话锋一转问道。我这段时间一直在修炼，未曾踏出房门。她不在极乐峰。
凌晨微微摇头，这都已经快3天没看到他的人影，极乐峰能找的地方我几乎全都找遍了。顾小婉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会不会是下山了？凌晨试探道。顾小婉不可置否，继而目光如炬地看了过来。3天前有弟子见他往你的住处去了，他没找过我。凌晨一口咬定，我也就是问问。顾小婉淡然一笑，对了师姐，上次田梦琪之事，多亏你在师尊面前美言。凌晨双手作揖，感激涕零。那师弟准备如何谢我？顾小婉媚眼如丝，突然伸出仙指在凌晨胸口上画圈圈。师姐，不如就现在。顾小婉玉臂环紧，吐气如兰。这可使不得。凌晨慌忙推拒。嘻嘻，看你那没出息的样。顾小婉轻戳他额头，接着又风情万种地说，若师弟不嫌弃，等你结束修炼了，师姐在房间里等你。话音未落，他已如一道流光般翩然远去，徒留凌晨正立原地。呼呼，这和欢宗当真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凌晨冷汗涔涔，心有余悸地说。经此一闹，他隐约察觉到顾小婉似乎也对自己起了疑心，必须尽快逃离合欢宗思绪至此。凌晨的目光再度落在万鬼幡和血煞剑上。在这之前，他本想破开万年玄冰魄，取出这2件法宝，可几番尝试后，他震惊地发现，若无异火相助，根本无法撼动冰魄分毫。无奈之下，他索性祭出混沌鼎，直接将万年玄冰魄连同法宝一并收入其中，待日后寻得异火取之。一切进展顺利。按理说，凌晨此行任务完成，大可功成身退。然而当他真正感受到阴洞中那浓郁到近乎液化的阴气时，突然灵光一闪，若是将阴阳洞中的阴阳二气全都吞噬殆尽，岂非釜底抽薪，能彻底动摇和欢宗根基。阴阳洞乃一方龙脉汇聚之地，堪称洞天福地，其中阴阳二气生生不息，浩瀚如海。寻常修士纵使耗尽毕生修为，也难撼其分毫。但凌晨有混沌鼎在手，此鼎可吞天噬地，那八荒陆河的寰宇之气，区区阴阳洞自是不在话下。于是下一刻，只见他盘膝而坐，毫不犹豫地催动混沌鼎。只是一瞬，混沌鼎如饕餮临世，疯狂吞噬着洞中的阴阳二气，其势如鲸吞四海，霸道绝伦。天哪，你这是在干什么？混沌鼎内，叶灵儿感知到外界异变，惊得花容失色。合欢宗作恶多端，罄竹难书，而这阴阳洞正是其根基所在。今日我必毁之。凌晨掷地有声道：你是想吞进整个阴阳洞内的灵气？这怎么可能？田梦琪一脸不可思议，难以置信。成与不成，总要试过才知。既然让我遇上了，就必须得竭力为之。凌晨铿锵有力道。等等！叶灵儿突然察觉异样，环顾四周惊呼：你是将阴阳二气全都引入这里了？我能感觉到此处的灵气正在暴涨，所以跟着我自然不会亏待你们。凌晨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可这里是合欢宗禁地啊，若被他们发现，田梦琪忧心忡忡，声音都止不住地发颤，那就要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凌晨傲睨一笑，根本就不放在眼里。吞噬，疯狂地吞噬。短短3日不到，阴洞中的玄阴之气几乎被吞噬一空，但一切并没停止。阴阳二洞本就相通，当阴洞中的玄阴之气被抽空时，瞬间形成虹吸之势，使得阳洞中的至阳之气如洪流般汹涌而来。不能再继续了。阴阳洞内遍布合欢宗弟子，这么明显的异动，他们很快就会察觉。叶灵儿紧咬着嘴唇，焦急万分地说道：柳芙鸾似乎也在此闭关修炼，他可是半步元阴境的强者，你真不怕他杀过来？田梦琪直指要害。秦红玉、顾小婉、钟凝雪等人，凌晨可以不放在眼里，但提及柳芙鸾，他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那可是才捕他3年之久的大魔头，即便觉醒9世轮回记忆后早已今非昔比，可灵魂深处仍烙印着对他的敬畏与忌惮念及此。他神念一动，果断撤回到混沌鼎中。然而吞噬并没停下来，纵使凌晨回来了，混沌鼎却依旧在他的操控下疯狂吞噬着汹涌而至的至阳之气。这也行？叶灵儿瞠目结舌，满脸震撼道：莫非这就是传说中仙气的威力吗？林师兄，若是柳芙鸾他们找到这里，能杀进来吗？田梦琪秀眉紧蹙，忧心忡忡地问道。没有我的允许，任谁都别想踏足此地。凌晨底气十足地说。那他们能察觉到这件宝贝的存在吗？田梦琪仍不放心，继续追问。混沌鼎在我的丹田深处，而我此刻在混沌鼎里面，此等玄妙是他们无法理解的悖论。凌晨从容不迫地解释道，他们不仅看不见摸不着，而且还阻止不了。与此同时，外界重伤未愈的柳芙鸾携秦红玉、顾小婉等人一路追踪至此。当他们亲眼目睹洞中的景象时，无不骇然失色。
原本充盈的玄阴之气早已荡然无存，就连至阳之气也在飞速流失。更令他们毛骨悚然的是，当他们找到吞噬之力的源头时，非但无法阻止，反倒险些被那股诡异力量反噬，以至于他们不得不远离。师父，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竟能将阴阳二气吞噬殆尽？秦红玉满脸忌惮，双眸中流露出无尽的惧色。本宫纵横修真界这么多年，也从未见过如此诡异之事。柳芙鸾脸色略显苍白，心在滴血。等等，秦红玉突然想起了什么，不禁失声惊呼：林师弟呢？他不是在阴洞修炼吗？怎会人不见了？前几天我还专程来这找过他，该不会是出去了吧？顾小婉不假思索地脱口道：不可能，自他进来的那一刻起，我便寸步不离地守在出口处，他肯定还在洞中。秦红玉斩钉截铁地断言。那他人呢？钟宁学撇着嘴角质疑。秦红玉一时语塞，但就在这时，柳芙鸾突然想起了什么，当即身形一闪，径直来到封印血煞剑与万鬼幡的万年玄冰魄处。可眼前的景象令他崩溃，不仅两件魔宗至宝不翼而飞，甚至就连那万年玄冰魄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怎么会这样？柳芙鸾心头巨震，脸色瞬间阴沉下来。小小在哪？自从两大魔宗联手入侵的那晚后，周师姐便突然失踪不见。我们把宗内能找的地方全都找了，始终都没有线索。顾小婉忧心忡忡地回答。你们说周师姐她该不会是投敌了吧？钟宁血怯生生地揣测。小小不是那样的人。柳芙鸾断然喝止，随即话锋一转，等等，是谁准许凌晨来此的？他说是奉您之命，还轻易破解了入口禁制。秦红玉神色惶惑地解释。本宫何曾应允过此事？柳芙鸾目光如电地逼视。该死！秦红玉怒不可遏，那厮竟敢骗我，能轻易破开我阴阳洞的禁制，倒是小觑他了。柳芙鸾眸中寒芒乍现，周身杀意如潮水般汹涌。师父，那现在该怎么办？顾小婉压低声音请示。他肯定还在这附近，说不定星河也在他手中。柳芙鸾目光如炬，厉声喝道：即刻封锁极乐峰，就算掘地3尺，也要将他揪出来。遵命。众弟子领命，当即四散行动。柳芙鸾并未急于离开，只见他目光如炬般死死盯着阴阳二气消散之处，眼神凌厉如刀，仿佛穿透虚空，与混沌鼎内的凌晨隔空对视。他好像在看你。叶灵儿揶揄道：哼，这魔头采捕了我足足3年，我这不过是向他讨了些补偿罢了。凌晨傲然冷笑，眉宇间尽是睥睨之色。我们该不会被困死在这里吧？田梦琪惴惴不安地问。你怕吗？凌晨挑眉反问。我有什么可怕的？田梦琪傲娇的双手叉腰，一身洒脱道：这里有星河，有阴阳二气，就算闭关100年又何妨？我倒是要看看谁能熬过谁。且说柳芙鸾接连施展封印之术，企图阻止至阳之气流失，奈何混沌鼎的吞噬之力霸道绝伦，几番尝试皆徒劳无功后，他最终也只得作罢。饶是如此，心有不甘的他在附近布下天罗地网，只要凌晨胆敢现身，会瞬间死无葬身之地。这期间凌晨可没闲着，他接着又用了3天时间，将洞中残余的玄阴之气尽数吞噬，随后又在混沌鼎内开辟一方独立空间，将星河与阴阳二气凝炼其中。如此一来，这方小天地的灵气氤氲如雾，浓郁程度堪比龙脉，修炼起来更是事半功倍。反正暂时也无法离开，加之刚突破退凡境，根基未稳，凌晨索性闭关潜修。这次他多留了个心眼，特意让田梦琪寸步不离地守在身边，绝不给叶灵儿半点可乘之机。时光飞逝，一晃10多天过去了。这一日，正在闭关中的凌晨突然睁开双眼。苏月瑶和萧龙正是结为道侣在即，他必须赶在仪式前返回青云宗。你要出去？见凌晨起身欲行，叶灵儿忍不住出声询问。我在合欢宗潜伏3年之久，如今星河到手，身份也暴露了，是时候该离开了。凌晨长叹一口气，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以柳芙鸾的手段，他肯定在外面布下重重禁制，你一旦现身，势必会万劫不复，你可要想清楚了。叶灵儿忧心忡忡地提醒。怎么，怕我死了没人替你破身？凌晨挑眉戏谑道。你无耻！叶灵儿羞愤交加。看你表现，说不定我哪天心情不错，就帮你一把。凌晨玩味一笑。你……叶灵儿还想说些什么，他却已身形一闪，消失得无影无踪。凌晨仗着有前8世轮回的经验，根本就没将柳芙鸾那点3脚猫的手段放在眼里。可当他轻易地走出阴阳洞，甚至一路畅通无阻地离开极乐峰时，心中反倒升起一丝警觉，总觉得有些不对劲。你这出来的也太顺利了吧？没有设伏也就算了，怎么连护山大阵4周的禁制也都撤去了？全程目睹的叶灵儿满腹狐疑，柳芙鸾该不会是在故意放你走吧？
一日夫妻百日恩，他心里终究还是有我的。凌晨得意地勾起嘴角，哼，别得意得太早，我可不信他就这样轻易放过你，还是先活着回到青云宗再说吧。叶莲撇了撇嘴，仍是放心不下。3年的卧底生涯彻底结束，回去的路上风都是甜的。然而夜色笼罩的极乐峰峭壁之上，2道身影并肩而立。师父，他背叛了你，你真打算就这样放过他？看着凌晨渐行渐远的身影，秦红玉愤愤不平地说，能在众目睽睽之下盗走星河，又能在本宫眼皮底下藏匿数日，过去3年更是深藏不露。柳芙鸾目光幽深，你真以为他那么简单？难道他一直都在扮猪吃老虎？秦红玉脸色骤变，不然你以为小小去哪了？柳芙鸾痛心疾首的叹息，恐怕已经遭他毒手了。既如此，那您就更不应该放任他离开啊！秦红玉表示无法理解，杀了他只会打草惊蛇。柳芙鸾老成持重地说，随即眼中闪过一抹厉色，布局这么多年，这一次我要让整个青云宗灰飞烟灭。可弟子总觉得师父对他还存有念想。秦红玉小声嘀咕，不过是个炉鼎罢了。柳芙鸾不屑地摇头，却又话锋一转，不过他最后一次的表现确实令人难忘。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凌晨归心似箭，在时间法则与空间法则的双重加持下，连夜赶回青云宗。青云宗七脉如北斗列阵，环握龙山脉而聚，七风分别以天枢、天玄、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命名，暗合星象。是夜刚毅归来的凌晨直奔天玄峰，欲寻苏月瑶与他一场迟来的惊喜。过去3年来，他无时无刻不盼望着这一天能早日到来，可真要相见时，他却有些近乡情怯，心头竟涌起一丝惶然。月明垂夜路，云逐渡西风，好美的月色。那魂牵梦萦的嗓音自小院飘来，如珠落玉盘般清脆悦耳。是苏月瑶。凌晨心头剧颤，迫不及待地想要推门而入，脑海中竟是苏月瑶梨花带雨扑入怀中的旖旎画面。可就在这时，又一个男人轻佻的声音突然响起，月瑶，明日节气大典后，你便是我的道侣了，不如今夜就先让夫君。萧龙，我操你祖宗！凌晨双目赤红，怒火直冲天灵盖。3年前为救苏月瑶，他忍辱负重潜入魔窟，在合欢宗刀尖舔血，多少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甚至险些被柳芙鸾那妖女吸干精血而亡。可如今历尽千劫归来，朝思暮想的道侣竟要投入他人怀抱，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就在凌晨青筋暴起，即将破门而入的刹那，一只大手重重按在他肩上。别出声！关键时刻，大师兄叶无尘及时现身。此处不宜久留，随我来。叶无尘压低声音，却字字千钧。可他们凌晨死死盯着那扇门，担心萧龙捷足先登。你离开宗门太久，很多事都不知情。叶无尘沉声道，一切我自会给你个交代。言罢，他不由分说拽着凌晨御剑离去。夜色中，2道剑光划破长空，直抵天枢峰。林师弟，3更半夜突然回宗，你可知风险？若身份暴露，叶无尘紧皱着眉头，声音压得极低。已经暴露了。凌晨冷声打断。什么？叶无尘神色一凛，连忙上下打量他。那魔头没把你怎么样吧？你希望他把我怎么样？凌晨不忿地瞪了他一眼。我要是真有事，你现在还能看到我吗？没事就好。叶无尘长舒一口气。不过你卧底的身份只有我、掌门和老祖知道，现在就这么贸然现身，就不怕被人祭见？少废话，我这就去宰了萧龙。凌晨满腔怒怨，杀意沸腾。师弟，你刚才都已经看到了，还不明白吗？叶无尘满脸同情地看向他。苏月瑶早已不是3年前那个他了。当年他在得知你背叛青云宗后不久，就跟萧龙在一起了。可我是为救他才去的。凌晨声音微微发颤，痛心疾首道，老祖之所以愿意出手，全因我跪求3日，这些我都告诉过他。叶无尘面露不忍，所以他单纯就是移情别恋了。凌晨只觉心脏被无形之手攥紧，说不出的难受。有关你是卧底的身份，我曾隐晦的说过，想让他等你，但他却说比起你，萧龙大长老之子的身份更能给他安全感。你不值得。叶无尘一字一顿道，这句话像柄利剑，狠狠刺入凌晨心口。可叶无尘深知可长痛不如短痛，继续耗下去只会令他更狼狈。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什么胁迫，是他心甘情愿。凌晨的身子微微颤抖，感觉自己这3年全都错付了。说来你可能不信，是他主动追求的萧龙。叶无尘别过脸去，哈哈！凌晨怒极反笑，笑声中满是苍凉。3年卧底，九死一生，换来的就是他转身投入他人怀抱，真是天大的笑话。
现在回头想想，自己拒绝叶灵儿时坚守的所谓底线，简直愚蠢至极。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煞笔。时间识人，落难之心，不经一事，不懂一人。所幸用3年的时间看清一个人，总比蹉跎一生要强。想到这，凌晨也释然许多。但枭雄父子必须得付出代价，卧底的代价。一念及此，凌晨豁然起身，当即就要离开。师弟！叶无尘一把拽住他的衣袖，冲冠一怒，为红颜虽潇洒，但为一个薄情女子不值得。他苦口婆心，生怕凌晨行差踏错。想什么了你？凌晨淡然一笑，带我去见老祖。呼，我还以为你要去找萧龙拼命。叶无尘长舒一口气，转而语气稍缓。不过老祖这段时间一直在闭关清修，而且这么晚了，要不等到明天，一刻也等不了。我要说的是，关乎青云宗存亡，是宗门绝密。凌晨语气斩钉截铁，真有这么严重？见他不像是在开玩笑，叶无尘压低声音，那你随我来。跟柳芙鸾一样，宗门老祖赵无极也是半步元阴境强者，但有所不同的是，这位老祖困于结丹大圆满之境已18年之久，始终难破桎梏。3年前星河现世，曾让他看到一线曙光，却又随柳芙鸾的窃取而彻底幻灭。眼见寿元将近，万般无奈之下，也只能让凌晨前往合欢宗当卧底，只盼有朝一日能夺回星河，冲击元婴之境。天书峰、混元洞，2道身影如疾风般掠至。老祖正在洞中清修，你自己进去吧。叶无尘压低声音提醒道，此事关乎宗门存亡，师兄也请一同面见老祖。凌晨神色凝重的邀请，你别吓我，当真如此严重？叶无尘悻悻地看了他一眼，连忙追了上去。混元洞乃青云宗龙脉所在，刚一踏入，浓郁灵气便如潮水般涌来。蜿蜒曲折的洞道幽深莫测，两人急行片刻，终至一处开阔洞厅。洞厅中央天然形成的八卦阵图熠熠生辉，青云老祖赵无极端坐阵眼，周身灵力流转，如星河环绕。二人不敢造次，在数丈外恭敬止步。凌晨深吸一口气，上前一步，抱拳躬身：“弟子凌晨拜见老祖。”“是你？”赵无极猛地睁开双眼，星河可曾得手？禀老祖，柳芙鸾手中那枚星河半个月前突然失踪不见，至今下落不明。凌晨如实回答道。那你回来干什么？赵无极一脸的失望，接着说，可别忘了当初答应过我的事，不夺回星河，是不回归。眼下局势有变，弟子不仅身份暴露，更探得合欢宗一个惊天秘闻。凌晨沉声禀报。哦。赵无极眼中金光一闪，你最好别让我失望。大长老萧雄与其子萧龙实为柳芙鸾安插在青云宗的卧底。凌晨一字一顿如惊雷炸响，饶是二人早有准备，此刻仍被这消息震得神色巨变。师弟慎言。叶无尘声音发颤，萧长老他怎会是？证据何在？赵无极目光如电，直刺人心。若无实诚把握，弟子岂敢妄言。凌晨从怀中取出一枚泛着幽光的玉简，此物记载着他们与合欢宗密谋的铁证。此物从何而来？赵无极接过玉简，脸色阴沉如铁。此事在合欢宗内，唯有柳芙鸾与周小小知晓。凌晨目光灼灼，周小小已命丧我手，这玉简正是从他身上所得。赵无极再不言语，磅礴神识瞬间没入玉简。片刻后，这位半步元婴的强者须发皆张，怒发冲冠。好个枭雄，当年星河之秘竟是二等泄露，该死！不止星河一事，还有掌门突发恶疾，也是枭雄父子暗中作祟。凌晨沉声补充道。什么？叶无尘闻言怒发冲冠，难怪师父突然病倒，原来念及此，他愤然转身抱拳请命。老祖，如今证据确凿，还等什么？必须得严惩这对叛徒，胆敢潜伏我青云宗，定要让他们血债血偿。他们的阴谋远不止于此。赵无极的目光骤然变得阴沉起来。按照枭雄向柳芙鸾透露的计划，他们明天就要里应外合，血洗我青云宗，这岂有此理？叶无尘心头巨震，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赵无极临危不乱，他目光如炬地看向凌晨，直指人心。据我所知，周小小可是柳芙鸾最得意的弟子，一身修为已真至筑基大圆满境，就算他再怎么马失前蹄，我也不认为你有实力杀死他。老祖明鉴。凌晨从容应答。半月前万鬼血煞二宗趁柳芙鸾重伤闭关之际偷袭极乐峰，那一战周小小虽奋力抵抗，却元气大伤，弟子这才寻得机会，却也因此暴露身份。他们明天要血洗青云宗，这事你怎么看？赵无极接着又问。按照枭雄谋划，老祖闭关未出，掌门重病缠身，青云宗无异于砧板鱼肉，毫无还手之力。
即便老祖最终察觉端倪，只怕也为时已晚。凌晨神色淡然，语气却字字千钧。幸亏你提前洞悉了他们的计划，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叶无尘脊背发凉，冷汗涔涔而下。虽然他们的计划败露了，但我反倒以为这是虚的，严阵以待，最好请太医门和火焰谷前来驰援。凌晨铿锵有力地说。此话怎讲？赵无极挑起眉头。以柳扶鸾之谋算，血煞宗与万鬼宗十有八九也会趁火打劫。凌晨脱口出道，他们之间不是有恩怨吗？怎么可能联手？叶无尘满脸狐疑地问。恩怨是内部的，但敌人却是一致的。凌晨一针见血道。不错，看来这3年的卧底生涯倒是让你脱胎换骨了。赵无极微微颔首，随之又话锋一转问道，说说那柳扶鸾如今修为几何？半步元阴境。凌晨脱口而出，不愧是魔道100年难遇的奇才，以他的天赋，假以时日，老夫必为其所压。赵无极长叹一声，颓然摇头，老祖，你何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凌晨一眼便看出了他的窘态。老夫岂愿认输？奈何苦修18载寸步难进，如今大限将至，只怕……赵无极满脸凄凉，喟然长叹。或许弟子可助老祖一臂之力。凌晨大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语出惊人。你……赵无极抬眸看了他一眼，自嘲一笑，你的纯阳之体的确罕见，可惜老夫不修此道。若是玄阴之气呢？凌晨嘴角微扬，傲然一笑，你一介男儿身，何来玄阴之气？莫要戏弄老夫。赵无极拂袖扬怒。凌晨不再多言，当即并指如剑，凌空一点，刹那间一道凝练如实质的玄阴之气破空而出，如灵蛇般直贯赵无极眉心。轰！赵无极浑身巨震，周身灵力如火山喷发般轰然炸开，狂暴的气浪席卷整个洞府。与此同时，他丹田内沉寂多年的灵力漩涡疯狂旋转，竟在玄阴之气的刺激下迸发出璀璨灵光，那停滞已久的修为桎梏此刻竟隐隐松动。咦，这怎么可能？赵无极再也无法淡定了，双眸中金光四射，脸色动容道，你体内怎会蕴藏如此精纯的玄阴之气？弟子在合欢宗禁地阴阳洞中潜伏多时，机缘巧合下收集了些许玄阴之气。凌晨嘴角微扬，云淡风轻道，没想到今日竟能助老祖一臂之力。你当真愿意助老夫突破？赵无极浑浊的眼中闪过一丝复杂。3年前那个跪地哀求的少年身影浮现眼前，那时他冷眼旁观，甚至将人推入魔窟，老祖乃青云宗擎天玉柱。如今大敌当前，唯有老祖正道元婴，方能护我宗门周全。凌晨抱拳肃立，字字铿锵。老夫惭愧啊！赵无极满脸羞愧的摇头。弟子愿为老祖护法。叶无尘急忙上前，护法就不必了。不过赵无极声如洪钟，眼中寒芒乍现，你得连夜去一趟太乙门和火焰谷，务必请他们明日助我青云宗共度此劫。弟子这就动身。叶无尘双手抱拳，神色肃穆，持我青云令前往。赵无极袖袍一挥，一块清玄色令牌破空而出，见此令如见本座。眼见叶无尘接过令牌正欲离去，赵无极又沉声叮嘱，若他们心存疑虑，不妨告知本座已正道元婴。弟子遵命。叶无尘郑重收下令牌，转身化作一道剑光疾驰而去。你之所以主动透露自己突破元婴境，是担心太乙门和火焰谷落井下石。目送着叶无尘离开后，凌晨笑着问，哼，这些所谓的名门正派，表面道貌岸然，实则竟是些见风使舵的墙头草。赵无极冷哼一声，沧桑的面容上浮现出几分讥诮，与其赌他们的人品，不如先给他们一个不敢轻举妄动的震慑。老祖深谋远虑。凌晨微微颔首，接着又直言道，时不我待，我们这就开始吧。话音未落，只见一缕精纯至极的玄阴之气如灵蛇般蜿蜒游动，源源不断地注入赵无极体内。那玄阴之气与赵无极体内灵力相融，顿时激起阵阵灵力涟漪，在洞府中荡漾开来。次日清晨，旭日东升，霞光万丈，整个青云宗张灯结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练武场上红毯铺地，彩旗招展，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辰时3刻，身着大红喜袍的苏月瑶与萧龙在众弟子的簇拥下缓步而来。苏月瑶凤冠霞帔，明艳不可方物；萧龙锦衣玉带，意气风发。大长老萧雄端坐高台，面带威严，眼中却暗藏得意。随着二长老江洪浩登上高台，全场顿时鸦雀无声。只见他抬手虚按，声若洪钟。今日青云宗圣女苏月瑶与天泉峰少主萧龙将在诸位同门的见证下，于青云练武场缔结道侣之契。二人3载相知，情投意合，更得大长老萧雄亲许良缘。值此良辰吉日，愿二位新人阴阳相济如日月同辉，
道心香映似山海永固，请诸位同门共同见证。话音未落，全场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月瑶，从今往后，你可就是我萧龙明媒正娶的道侣了。萧龙志得意满地说。夫君，苏月瑶双颊绯红，眼波流转间尽是柔情蜜意，日后可要好生待我。就在这万众瞩目之际，一道青色剑光破空而至，稳稳落在练武场中央。待光华散去，赫然是3年未见的凌晨。他目光如电，冷冷扫过萧龙，最终定格在苏月瑶那张精致的脸庞上，一字一顿道：这门亲事我不同意。凌晨，四目相对的瞬间，苏月瑶脸色大变，声音里透着难以置信的惊颤，但她精致的面容上丝毫不见久别重逢的欣喜，反倒浮现出被冒犯般的羞愤神情。更令她忧心如焚的是，若此刻被萧龙父子瞧见这一幕，必会怀疑他与这叛徒余情未了。想到此处，他当即厉声呵斥：你这宗门叛徒，竟敢踏足青云宗！莫非你以为我苏月瑶仍对你念念不忘？3年前你救我性命，这份恩情我自当铭记，但恩情与情爱岂可混为一谈？今日是我与萧师兄结为道侣的大喜之日，趁早收起你那可笑痴念，滚出去！一时间满场哗然。大长老萧雄脸色铁青，数十名执法弟子长剑出鞘半寸，伺机待发。萧龙却是一副胜券在握的姿态，手臂紧揽苏月瑶纤细的腰肢，目光轻蔑地逆向凌晨，如同在看一条丧家之犬。听见月瑶师妹的话了，你为何欢宗卖命3年，还有脸站在这里？青云宗尺与你为伍。凌晨的心在滴血。苏月瑶冷漠的眼神，萧龙轻蔑的嘴脸，还有满场看戏般的讥笑，犹如无数把尖刀狠狠刺入他的心脏。但这一次他是有备而来。3年前我一时冲动，不慎救下一条忘恩负义的野狗，怪我眼下。面对一脸嫌弃的苏月瑶，凌晨贴脸开大，毫不留情地当面讥讽：可你凭什么认定我是为你而来？苏月瑶，你未免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你难道不是来抢亲的？苏月瑶固执己见，斩钉截铁地宣称：你这个青云宗的叛徒，我绝不会跟你走。这就是自己曾经死心塌地爱过的女人。凌晨这才发现，没有偏爱做滤镜，她也不过是个寻常女子，甚至有些可笑。面对苏月瑶的自作多情，凌晨已懒得辩解，不值得。蓦然间，他的声音如雷霆炸响，震慑全场。我凌晨今日归来，是为……话音未落，九阴九阳骤然运转，霎时间，在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的双重加持下，凌晨的身影如鬼魅般闪现，长剑寒光一闪，速度快到无法用目光捕捉。杀他！萧龙脸上讥讽的笑容甚至还未完全凝固，但随着凌晨的暴喝升起，他的头颅已高高飞起，滚落在10丈外的枭雄脚下，无头尸身则重重砸落在铺满花瓣的礼台之上。死寂，令人窒息的死寂，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苏月瑶最先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看着萧龙那还在抽搐的身子，他踉跄后退，跌坐在地，一脸的恐惧。龙儿！短暂的死寂后，是枭雄撕心裂肺、蕴含无尽悲怒的咆哮：凌晨，你这个叛徒竟敢杀我！老夫要将你抽魂炼魄，挫骨扬灰！枭雄双目赤红如血，额前的青筋暴起如囚笼，他那筑基大圆满的可怖气息再无丝毫掩盖，排山倒海般朝凌晨碾压而来。远远的还没靠近，他又一掌推出，扮作巍峨血煞山岳的虚影骤然显现，赫然是以本命精血凝聚的血魔阵月印，杀气漫天。大长老，不可！几位长老惊呼出声，试图阻拦这毁灭性的一击。苏月瑶则惊恐地瞪大了双眼，本能地想要呼喊，却被那毁天灭地的威压震慑，最终未能出声。面对这筑基境之下近乎无解的一击，凌晨不退反进。混沌鼎内看到这一幕的田梦琪急得直跺脚：师兄，不要啊！叶灵儿则紧咬着嘴唇，一脸放心不下地说：你疯了，他可是筑基大圆满境的强者，高手对决，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凌晨又何尝不知与枭雄的实力差距，但历经8世轮回的他坚信，一力破万法，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任凭你的修为再高，都是虚妄。于是他怒吼一声，立刻将九阴九阳第一式力量法则催动到极致。没有花哨的剑招，仅仅是一记直拳，却蕴含着崩山裂地的恐怖力量，悍然迎向那魔气滔天的巨山印轰隆。这一击如火山撞地球，惊天的炸响中，节气高台轰然崩塌。枭雄引以为傲的血魔阵月印，更是被这纯粹到极致的力量硬生生轰碎。怎么可能？噗！枭雄猝不及防，反噬之力如重锤轰胸，他闷哼着到飞数10丈，重重砸在墙上，才堪堪止住身形，一口鲜血随之喷出，眼中全是难以置信的骇然。一个刚入退凡境的小辈，
竟以肉身硬汉住击大圆满的杀招，还将他击飞震伤。若非亲眼所见，便是说破天也无人相信。这一刻，围观在侧的所有长老、弟子等人全都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这昔日青云宗的叛徒去了合欢宗不过短短3年，如今竟变得这么可怕。不愧是邪修，凌晨，你竟敢用邪门歪道暗算大长老，好大的胆子！二长老江洪浩怒发冲冠，挺身而出，一副要主持公道的架势。江长老明鉴，弟子此番归来，绝非为儿女私情。凌晨不卑不亢，语出惊人。枭雄父子实乃合欢宗安插在我青云宗的奸细，意图里应外合，血洗宗门。今日若不除，我青云宗必将大祸临头。话音未落，枭雄以目眦尽裂，强压伤势，厉声嘶吼：混账！诸位休听他妖言惑众，此子狼子野心，勾结外贼叛乱。诸位速随我将其诛杀。此刻的青云宗几乎尽在枭雄掌控之中。如今随着他一声令下，众弟子群情激愤，蠢蠢欲动，随时准备一拥而上。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冰冷的声音骤然响起：老匹夫，这场戏演得可还尽兴？是叶无尘。只见他御剑而来，稳稳落在凌晨身侧，风尘仆仆却气势如虹，手中高举一块清玄玉光流转的令牌，赫然是青云老祖赵无极的青云令。这是老祖令牌。几位长老神色骤变，不约而同地向叶无尘靠拢。叶无尘凌厉的目光扫过全场呆滞的众人，最终死死锁定枭雄那张狰狞的面孔，字字如雷炸响。珠峰长老、执事、青云弟子听令，老祖亲政。大长老枭雄及其子枭龙，实为魔道合欢宗安插在我青云宗内的卧底。3年前星河被夺，半年前掌门突遭暗算，乃至今日勾结外魔欲颠覆我宗之举，皆系此父子2人背叛宗门，引狼入室之滔天罪孽。轰！这番指控犹如惊雷炸响，将惊天阴谋彻底揭露。枭雄面如死灰，仿佛被剥去所有伪装，周身再也掩饰不住合欢宗特有的阴煞之气。而苏月瑶全身力气像是被瞬间抽空，失魂落魄地跌坐在萧龙师身旁，呆滞地望着凌晨持剑而立的背影。那张昔日熟悉的侧脸如此陌生，又如此着眼刺心。他说他此行只为了杀萧龙，不是为了他。嘶！无数道愤怒的目光如利剑般射向枭雄，仿佛在审视一头现形的深渊恶魔。青云七峰间，暗流已然化作毁天灭地的怒涛，山雨欲来风满楼。然而就在此刻，3道流光破空而至，正是以合欢宗、血煞宗以及万鬼宗掌门为首的3大魔头。身后黑压压的魔宗弟子如潮水般涌来，丧子之痛与身份败露让枭雄陷入癫狂。但见柳芙鸾等人降临，他顿时如得主之犬般狂吠起来。凌晨，青云宗，今天我定要让你们血债血偿。形势急转直下，天地为之变色。转眼间，青云宗便陷入天罗地网般的重重包围之中，如困兽之斗，四面楚歌。黑云压城，魔气汹涌，3大魔宗的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犹如死神的狞笑，令人毛骨悚然。只见血煞宗弟子周身血气翻涌，杀意沸腾；万鬼宗长老摇动小幡，阴风阵阵，鬼哭狼嚎。而合欢宗一众女修妹眼如丝，笑声如银铃，却让整个青云宗都笼罩在一片诡异的氛围中。青云宗内警钟长鸣，一声急过一声，弟子们惊慌失措，纷纷祭出法宝结阵自保。长老们面色铁青，迅速组织防御，但敌众我寡，魔宗显然有备而来，攻势如潮水般汹涌不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眼看着防御剑阵摇摇欲坠，即将崩溃，关键时刻，双目赤红的叶无尘挺身而出，他双手持剑劈出一道开天剑光，暂时逼退几个血煞门徒，随即声如洪钟，震耳欲聋的大吼道：顶住！援兵马上就到！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苏月瑶面如死灰，瘫坐在骁龙血淋淋的尸身旁，那身华贵的喜袍早已浸透猩红，与满地血浆混在一起。他曾以为攀附上大长老这棵参天大树，从此便能青云直上，风光无限。可谁能想到，他千挑万选的如意郎君竟是合欢宗安插的奸细，而那个被他弃如敝履的少年，如今却成了力挽狂澜的宗门英雄。呵，世事如棋，造化弄人，莫过于此。这就是命。对面，枭雄仍沉浸在丧子之痛的滔天怒火中，只见他状若疯魔，双目泣血。凌晨，你这畜生，杀子之仇不共戴天，我要你死！话音未落，他已是踏步向前，手中长刀发出凄厉嗡鸣，一道血色刀芒撕裂长空，直取凌晨要害。这一刀含怒而发，蕴藏着筑基后期修士的全部修为。刀势未至，那刺骨杀意已让方圆10丈内的弟子如坠冰窟，不寒而栗。放肆！本宫让你出手了吗？
一声冰冷的呵斥如同9天寒泉，瞬间浇灭了半边天空的血光。柳芙鸾飘然上前，衣袖轻拂间，一道粉色光华流转，竟将那必杀一刀轻描淡写的化解于无形，仿佛只是拂去一片落叶般从容。震惊！这份举重若轻的可怕实力，瞬间让枭雄清醒了不少。但他还是一脸的不甘，脸色因狰狞而扭曲到公主，这孽障杀了我儿，我要将他碎尸万段。他浑身颤抖，丧子之痛让他几乎失去理智。要杀他，那也轮不到你。柳芙鸾傲睨众生，声音虽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他不仅杀了小小，还欺骗本宫多年，我要亲自手刃他。他红袖轻拂，步步生莲，绯色裙裾在风中翻飞，所过之处，魔宗弟子无不躬身退让，宛若女帝凌晨。他看似闲庭信步，实则周身气机已锁定凌晨，半步元婴的威压如无形山岳，缓缓压下。四目相对的刹那，他唇角微扬：“小臣，好久不见。”柳芙鸾嗓音温软似3月春风，哪还有半分魔宗之主的凌厉？那含情脉脉的模样，到似身归妇人重逢久别的夫君，秋水般的眸子里藏着说不尽的缱绻。凌晨从容不迫，负手而立，他体内纯阳真气流转，在滔天魔威中撑开一方天地，声音清朗：“公主，别来无恙。”面对这曾裁捕他3年，掌控他生死，也与他有过最亲密纠缠的魔道巨擘，此刻他眼中既无惧色，也无敬畏，唯余一道跨越千山万水的疏离。你为何要背叛本宫？柳芙鸾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幽怨，是本宫对你不够好吗？何谈背叛？弟子本就是青云宗安插在合欢宗的卧底，各为其主罢了。凌晨傲然道，声音铿锵如铁，响彻四方。此言一出，不仅魔宗众人哗然，就连青云宗这边也响起一片惊呼。谁曾想，这个3年前投靠合欢宗的弟子，竟真是本宗卧底。凌晨顿了顿，又一针见血地说：“至于对我好，我一身纯阳之气被你视为炉鼎，3年来日夜采补，将我一身纯阳本源炸得所剩无几。若非我命大，恐怕早已形神俱灭了。你该不会以为把第一次给了我，就是所谓的对我好吧？可别忘了，那时你走火入魔，反倒是我救了你。而且，你一直想通过采阴补阳的手段来冲击元阴境，所以这一切都是你干的。”柳芙鸾的眼中闪过一抹凌厉的杀气，周围的温度骤然下降。周小小觊觎我的纯阳之体，妄想采捕我，他死有余辜。凌晨冷冷地说，毫不退缩。那星河呢？柳芙鸾的眼神陡然变得凌厉起来，这个问题让全场瞬间鸦雀无声。星河乃是天地至宝，关系到元阴境的突破，甚至一个宗门的兴衰，也是3大魔宗此次联手的重要目标之一。凌晨心头一紧，他深知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道理，一旦让人知道星河在自己手中，即便回归青云宗也难逃一死。所以面对柳芙鸾的质问，凌晨神色不改，斩钉截铁道：“休要血口喷人！我在合欢宗3年，可从始至终都没见过什么星河，是真没见过，还是不敢认？”柳芙鸾冷笑连连，步步紧逼。他每前进一步，威压便重1分。凌晨脚下的青石地面寸寸皲裂，那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凌晨撇了撇嘴，看似漫不经心，但握剑的手又紧了几分。面对半步元阴境强者的恐怖威压，饶是修炼9阴9阳的他也不禁心生惧意，暗自盘算着，若真到绝境，便催动9阴锁魂印，跟他来个玉石俱焚。别以为本宫不舍得杀你。柳芙鸾周身杀气暴涨，飞衣无风自动，长发飞扬。我死无所谓，你只需要记住，我凌晨是你第一个男人就行。凌晨当众大笑起来，声音中带着几分豁出去的狂放。柳芙鸾素来世贞洁如性命，此刻被凌晨当众揭破隐秘，让他杀意瞬间沸腾。霎时间，那张绝美的脸庞因愤怒而扭曲，眼中最后一丝温情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滔天杀意。找死！他玉指轻点，一道毁灭流光撕裂虚空，直取凌晨心脉。这一击裹挟着半步元阴的滔天威势，所过之处空间震颤，青石地面被余波撕开丈许沟壑。目睹此景的青云宗长老们惊呼出声，却来不及救援。双方距离太近，凌晨根本就无法躲避，只能全力催动混沌顶护体，同时横剑于胸，准备应接这必杀一击。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异变突生，只见一道金色光幕突然出现在凌晨面前，挡住了那致命一击。与此同时，天边传来一声长啸：“魔道妖人，安敢猖狂！”只见东方天际，无数道剑光破空而来，剑气纵横。为首一人白衣飘飘，仙风道骨，正是太一门门主李天罡。几乎在同一时间，西方天空赤红一片，如同晚霞烧空，一群身着赤袍的修士驾驭火焰而来，所过之处魔气退避。领头的老者红发红须，周身环绕熊熊烈火，
正是火焰谷谷主庞于镜。三大魔宗与正道三派隔空对峙，气氛剑拔弩张，一场更大规模的冲突一触即发。两大掌门一前一后形成夹击之势，将柳芙鸾困在中间。四目相对时，庞于镜眼中闪过一丝戏谑，放声大笑道：“这么热闹的场面，怎么能少了我火焰谷？”李天罡则抚须长笑，声若洪钟：“柳公主，你这火爆性子倒是一点未改。”柳芙鸾眼神游离，满脸惊愕。他为了这一天策划多年，眼看着青云宗将要万劫不复，却万万没料到太乙门和火焰谷竟会联袂而至。你们为什么会来这里？柳芙鸾厉声质问，随即又惊疑不定地说：“血洗青云宗乃是绝密，就连万鬼、血煞两宗也是昨日才得到通知，你们从何得知？”柳公主，你还没明白吗？枭雄可不仅仅是你们和欢宗的卧底。哈哈，庞于镜仰天大笑，笑声中满是得意。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柳公主，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李天罡洋洋得意地说：“这是污蔑。”枭雄闻言勃然变色，急声辩解：“公主明鉴，我对合欢宗忠心耿耿。”闭嘴！柳芙鸾狠狠瞪了他一眼，愤目寒煞道：“大敌当前，你若想自证清白，就去将他们尽数斩杀。”你们接连遭受打击的枭雄怒火中烧，此刻面对这般诬陷和诋毁，他手中的刀争鸣作响，周身的杀气如实质般凝聚，统统都给我去死！话音未落，暴怒之下的他已挥刀直取庞于镜。柳芙鸾也不废话，愤目寒煞，当即身形暴起，不由分说地杀向李天罡。凌晨刚松一口气，还未及喘息，秦红玉已化作一道血色流光破空而至，那双妖异的眸子死死锁定他，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笑意。林师弟，别紧张嘛。见凌晨长剑出鞘，秦红玉娇笑着摆手，人家可是专程来道谢的。哼，周小小一死，你便成了合欢宗大师姐，确实该谢我。凌晨冷笑回应，双眼中杀意滔天。快告诉师姐！秦红玉突然凑近，眼中闪烁着八卦的光芒。师父守身如玉这么多年，那么多话神老祖都未能得手，他真把第一次给了你。刚才他眼中的不舍，莫非师姐没瞧见？凌晨玩味地笑了起来。啧啧，秦红玉舔了舔红唇，目光灼热地打量着他。师父平日都是自给自足，偏偏为你破了戒，师弟好手段。只可惜你这具纯阳之体，师姐还没来得及品尝呢。上一秒两人还犹如莫逆之交，无话不谈，但下一刻秦红玉却突然翻脸，手中的银白色长剑如毒蛇吐信，直取凌晨咽喉。对此凌晨早有准备，面对突然发难的秦红玉，他脚踏天罡，不行八卦，在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的双重加持下，身形瞬间变得鬼魅起来，以至于秦红玉根本就无法近身。咦，好快的速度！秦红玉连出数剑皆落空，终于收敛了那玩世不恭的神情，脸色也瞬间阴沉下来。难怪小小师姐会栽在你手里，没想到你竟藏得这么深。接下来就轮到你了。凌晨霸气凛然，字字如刀。话音未落，他果断施展青云宗绝学风雷诀，霎时间风云变色，一道臂膀粗细的雷霆如怒龙般自九天劈落，直取秦红玉天灵盖。轰隆隆，噼里啪啦，震耳欲聋的炸响中，电光如银蛇乱舞。秦红玉仓促应对，心中骇然。他万万没想到，昔日这谁都可以踹上一脚的炉鼎，如今竟脱胎换骨，不仅人格魅力飙升，令人为之着迷，甚至就连实力也突飞猛进，强得可怕。生死关头，他不遗余力地将筑基境修为催至极致，身形顿时如鬼魅般飘忽不定，却最终还是没能躲过风雷诀第三式。啊！随着一道凄厉的惨叫声响起，被劈中的秦红玉如断线风筝般重重砸落。趁人病，要人命。3年的卧底生涯让凌晨深谙魔教手段，他可不认为秦红玉会这么轻易死去，顿时长剑翻转，数道凌厉剑气破空而出，是要将这妖女挫骨扬灰。该死！死亡再度临身，秦红玉再也装不下去了。他双掌猛击地面，赶在第4道雷霆劈落前，险之又险地避过这致命一击。几乎同一时间，他瞅准机会，袖袍翻飞，顿时一团粉色毒雾瞬间弥漫开来，封锁退路。紧接着寒芒乍现，狠辣一剑直取凌晨要害。这招阴毒狠辣，对付寻常修士可谓屡试不爽，从未失手。但凌晨早就洞悉他的攻击套路，压根就不上当。可谁曾想，一旁失魂落魄的苏月瑶似乎看到了赎罪的机会，竟自作聪明地扑上前来，妄图以身为盾，替他挡下这致命一剑。我撤！这他妈的是什么狗血剧情？这一刻，凌晨心中仿佛有千万只草泥马狂奔而过。你若不来送死，我轻松就能避开这一剑，偏偏你这一扑，反倒让老子避无可避。他没有感激，只觉得令人作呕。是，
电光火石间，锋利的剑芒便洞穿苏月瑶的胸膛。苏月瑶口吐鲜血，惨白的脸上挤出一丝凄然的歉意。3年前你救我一命，如今我还给你。话音未落，他轰然坠地。凌晨的眉头皱成一团，望着他那副凄惨模样，脑海中只回荡着3个大字：大煞别。呵，刚才你对我爱答不理，如今我让你高攀不起。凌晨早就释然了，得不到的爱人终归是风，强留千次也终究会走。别以为演这出苦情戏我就会心软，我用3年换来的大彻大悟，但凡回头多看一眼，都是我该死。这就是你在青云宗心心念念的白月光。啧啧，确实有几分姿色，不过秦红玉一剑得手后，红唇轻启，眼中满是嘲讽。若我所料不差，他这身子怕是早就被人尝过鲜了吧？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早就不喜欢他了。凌晨撇了撇嘴，都不带低头看一眼的。啧啧，有意思。你如今行事作风，倒是颇有几分我合欢宗的狠辣劲儿。秦红玉玩味地说，随即脸色一沉，压低声音质问道：说真的，你现在到底是什么境界？不高，但杀你。凌晨眼中杀意暴涨，一字一顿道：绰有余。他虽对苏月瑶的死活早已无动于衷，但那终究是他曾经捧在心尖上的人。他可以不屑一顾，可以弃如敝履，可你秦红玉算什么东西，也配对他痛下杀手？这一刻，凌晨对秦红玉的杀意却如燎原之火，是要将这个魔女斩于剑下。与此同时，战场另一端形势急转直下，在柳芙鸾的率领下，3大魔宗气势如虹，杀得青云宗、太一门和火焰谷联军节节败退，尸横遍野。更令人窒息的是，李天罡在柳芙鸾半步元阴境的恐怖威压下，接连中了3掌，此刻已是强弩之末，命悬一线。柳芙鸾抓住战机，玉手凝聚滔天魔气，眼看就要给李天罡致命一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轰！青云宗深处突然爆发出万丈金光，整座天书峰剧烈震颤，一道贯穿天地的灵气光柱直冲九霄，将漫天云层撕得粉碎，露出璀璨星河。元婴劫雷！柳芙鸾猛地抬头，脸色大变，只见9道紫金雷霆交织成网，却在劈落瞬间被一只虚幻巨手生生捏碎。漫天雷光中，赵无极踏空而来，白发转黑，皱纹尽退，每一步都引得山河共鸣。叶无尘激动的声音嘶哑，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狂喜。老祖，突破了！不，这不可能！柳芙鸾失声尖叫，声音中透露着前所未有的慌乱。身为半步元婴强者，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元婴与半步之间看似只差1线，实则云泥之别。可是赵无极的修为停滞在半步元婴境已整整18载，如今寿元将尽，气血衰败，本该是油尽灯枯之躯，根本就不可能突破，怎会在生死关头逆天改命？柳芙鸾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明明就快死了。有公主，别来无恙啊！赵无极的声音不大，却如黄钟大吕般响彻云霄。他负手立于虚空，目光所及之处，魔宗弟子无不肝胆俱裂，修为弱者更是直接跪伏在地，瑟瑟发抖。老匹夫，你休要得意！柳芙鸾厉声呵斥，却难掩声音中的颤抖。他猛地转头看向凌晨，似乎更加确定星河就在他手中，顿时眼中杀意沸腾。狗东西，是你助他突破的，对不对？凌晨嘴角微扬，笑而不语。好，很好。10余年的谋划毁于一旦。柳芙鸾怒极反笑，周身魔气如火山喷发。你竟敢坏本宫好事，今日定要你魂飞魄散！话音未落，他已化作一道血色流光，直扑凌晨而去。放肆！赵无极冷哼一声，右手轻抬，屈指一弹。嗡！只见一道金色指芒破空而出，看似轻描淡写，却蕴含着毁天灭地的恐怖威能。指芒所过之处，连空间都泛起涟漪，仿佛承受不住这股力量。噗！柳芙鸾根本来不及反应，护体魔罡便如纸糊般破碎。金色指芒贯胸而过，顿时整个人如断线风筝般倒飞而出，重重砸在100丈外的山壁上。公主！合欢宗众弟子惊呼出声，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他们向来视若神明，且战无不胜的公主，竟连赵无极随手一指都接不住。嗨！柳芙鸾强撑起身，嘴角溢出一丝鲜血，眼中满是惊恐。这看似轻描淡写的一指，不仅重创他的肉身，更将他的道心打得支离破碎。对面，赵无极踏空而立，衣袍无风自动，他目光如电扫视全场，声音如9天雷霆。魔道余孽，一个不留！随着他一声令下，青云宗弟子顿时士气如虹，喊杀声震天动地。而3大魔宗弟子见柳芙鸾惨遭重创，顿时军心涣散，纷纷四散逃命。哼，想走？赵无极冷笑一声，双手结印，顿时天地变色，封天锁地大阵，
起！轰！一道璀璨金光从天而降，将整个青云宗方圆百里尽数笼罩，使得那些正欲逃窜的魔宗弟子接连撞在光幕上，顿时如遭雷击，惨叫着跌落在地。老祖神威！叶无尘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即率领众弟子展开围剿。且说柳芙鸾被赵无极一指重创，身形踉跄间，血煞宗掌门邢无极和万鬼宗掌门殷九幽便闪身而至。邢无极一把扶住他摇摇欲坠的身子，掌心血煞之气翻涌，试图替他稳住伤势。殷九幽则祭出一杆幡旗，森森鬼气瞬间凝结成一道幽暗屏障，勉强挡下追击而来的凌厉剑气。公主伤势如何？殷九幽眉头紧锁，声音中透着焦灼。凌晨那厮仅杀了小小，更窃取我宗机密，致使计划全盘泄露。柳芙鸾唇边血迹未干，强撑着解释道：“我们反落入他们的算计中。”邢无极深吸一口气，脸色阴沉如铁。当下所有的出路全都被封死。他抬头看向四周固若金汤的封天锁地大阵，双眸中流露出深深的惧意。再这样下去，我们三宗数千年的基业怕是要毁于一旦。不行，必须得破阵。殷九幽突然厉笑，话音未落，他突然操纵数具尸魁冲向封印，可才一个照面，那几个修为堪比筑基境强者的尸魁竟轰然自爆，灰飞烟灭。目睹此景的柳芙鸾、孟冉成推开搀扶的二人，周身灵力如火山喷发般疯狂激荡。大敌当前，恩怨暂且搁下。你们，他突然翻掌祭出一尊漆黑如墨的古老铜钟，助本宫一臂之力。钟声未响，方圆百丈已陷入诡异扭曲。这是七情六欲钟。邢无极倒吸一口凉气。柳芙鸾没有回答，而是一口精血喷在钟身之上，随即双手托举着渐渐泛起妖异血光的古钟，厉声喝道：“以我精血为引，万魂为祭开。”殷九幽与邢无极对视一眼，毅然割裂手腕，两道蕴含结丹修为的精血化作血色蛟龙，缠绕盘旋于钟身之上。刹那间，七情六欲中血光大盛，妖艳红光直冲云霄。紧接着，在柳芙鸾的催动下，古钟化作一道血色流光，裹挟着毁天灭地之势，轰然撞向封天锁地大阵。轰！刹那间，山河倾倒，地动山摇。随着轰的一声炸响，那牢不可破的封天锁地大阵竟被硬生生撞开一个巨大的裂口走。在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柳芙鸾、殷九幽、邢无极化作三道残影从裂缝处激射而出，各自朝着不同方向仓皇遁逃。与此同时，一个怨毒至极的声音在漫天血雾中久久回荡：“凌晨，本宫是要让你万劫不复，兵败如山倒。”随着三大魔宗巨擘的败逃，残存的魔宗弟子顿时如丧家之犬般四散溃逃，但更多的人根本就来不及逃走，惨死当场。半炷香后，一切尘埃落定，空气中翻涌着刺鼻的血腥味，满地横陈的尸体仿佛在无声诉说着这场血战的惨烈。可惜还是让枭雄那叛徒给跑了。二长老江洪浩手持染血的长剑，满脸不甘的长叹一声。谁能想到堂堂大长老竟是魔宗安插的奸细。三长老王仲楼仍心有余悸，好在此战肃清内患，总算为宗门铲除了这颗毒瘤，当真是后生可畏啊。四长老田归龙目光炯炯地望向凌晨，毫不吝啬溢美之词，此番宗门能化险为夷，小臣居功至伟。面对一众长老的吹捧，凌晨傲然一笑，根本就不买账，直接贴脸开打：“你们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都怪我等有眼无珠，不知道你的身份。况且你这卧底演的实在天衣无缝，整整3年竟无半点破绽。”四长老田归龙自嘲地摇头苦笑：“听说刚才那封天锁地大阵也是你联手老祖布设的？”二长老难掩震惊，目光灼灼地望来。长老说笑了，弟子哪有这等本事，全是老祖神通。凌晨搪塞道。正说话时，面色惨白的苏月瑶踉跄着走近。秦红玉那一剑虽穿胸而过，却并没伤及要害，仅是一些皮肉伤而已。今日本该是他风光大婚的日子，谁曾想未婚夫竟是魔宗卧底，更在凌晨剑下身首异处。而那个他曾看不起的少年，如今不仅力挽狂澜拯救宗门，更成为万众瞩目的英雄，甚至让他都有些自惭形秽。饶是如此，苏月瑶仍是鼓足勇气上前，想跟他再续前缘。凌晨，我想和你谈谈。苏月瑶紧咬嘴唇，眸中泛起盈盈水光。他们俩的那点破事，众人皆知。见状，众长老和叶无尘等人全都识趣的离开，让他们俩有独处的空间。我正想找你说声抱歉，但你的道侣骁龙。凌晨嘴角流露出讥巧，像是看着一个笑话。他今天必须得死，这都是误会，我对他从未动过真心。苏月瑶泪光连连，试图以精湛演技让凌晨回心转意。你该明白，我心里始终只有你。我撤。这话怎么听起来那么恶心？凌晨冷笑连连。接下来，你是不是要说自己是被迫的？
心中却在暗骂：这种矫揉造作的白莲花，我他妈以前怎么就没发现？还爱得死去活来，真是瞎了眼。你怎么会知道这些？苏月瑶委屈巴巴地说，声音带着几分颤抖。萧龙他确实威胁过我，说如果我不答应做他的道侣，他就会让萧雄把我逐出青云宗，还说要置你于死地。他说着说着，眼眶就红了，声音也哽咽起来。身为青云宗圣女，苏月瑶虽称不上倾国倾城，却也是明艳动人的美女。此刻哭得梨花带雨，一副我见犹怜的模样，哪个男人看了不心生怜惜？若是3年前的凌晨，恐怕早就心软原谅他了。但现在他只觉得眼前这个女人虚伪做作，趋炎附势，表面装的柔弱无助，实则心机深沉，活脱脱就是个绿茶，根本不值得他多看一眼。尽管如此，凌晨并未拆穿他的把戏，反而顺着他的话说道：这3年可真是难为你了。他倒要看看这个女人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苏月瑶偷偷抬眼观察凌晨的表情，见他似乎信了自己的话，立刻泪如雨下。我当初不知道你是为了救我才去和欢宗当卧底的，这3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再想你，甚至想过要去和欢宗找你，只是没有那个勇气。凌晨微微颔首，还好我现在回来了。苏月瑶上前一步，企图握住他的手，想进一步拉近两人的距离，但凌晨却本能的后退一步，丝毫不给他接近的机会。苏月瑶并不气馁，她悄悄环顾四周，随即眼眶泛红的说道：你能平安回来就好，这次为宗门立下大功，我真心为你高兴。既然这样，我们能不能像从前那样在一起？你放心，我的身子是干净的，萧龙他从来没有碰过我。可是我在和欢宗3年，不仅成了柳芙鸾的采捕炉鼎，连第一次都被他夺走了。凌晨冷冷打断他的话，眼中满是厌恶。这女人满口谎言，信手拈来。昨晚他和萧龙在小院卿卿我我，难道没越雷池？谁信？被戴绿帽也就罢了，现在居然还想让他当接盘侠，真当自己是镶金的不成？老实人就活该被欺负。然而苏月瑶似乎完全没察觉到凌晨的厌恶，立刻表态道：我不嫌弃你，不管你跟多少女人双修过，只要你心里有我就行。说着，他眼含期待地望着凌晨，似乎在等待一个肯定的答复，或是一个拥抱。但这一次凌晨却没惯着他，他冷冷地注视着苏月瑶，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感。可我嫌弃你。苏月瑶娇躯一颤，如遭五雷轰顶，他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惊惶。原以为拿捏凌晨这样的男人易如反掌，可没想到3年不见的凌晨竟不吃这一套，曾几何时这个男人将他视若珍宝，捧在掌心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那时的他可以肆意撒娇，可以无理取闹，甚至可以为所欲为，可如今在凌晨眼中，自己竟已沦落到连多看一眼都嫌恶心的地步。凌晨，在你心里我就这么不堪吗？苏月瑶声音发颤，眼中满是不甘。3年前你为救我连命都可以不要，恩情与情爱岂可混为一谈？这话可是你亲口说的。凌晨冷笑连连，字字诛心。你一去3年杳无音信，我苦苦等了你3年啊，只是最近才被萧龙胁迫。可你知道的，我心里始终只有你。苏月瑶渲然欲泣，声音哽咽，就不能原谅我这一次吗？惜我者我惜之，负我者我弃之，一次不忠，终身不用。凌晨目光如冰，转身便走。你好自为之吧，方才我可是替你挡了一剑。苏月瑶歇斯底里的嘶喊：3年前我救你一命，今日你挡我一剑。凌晨脚步微顿，头也不回的冷声道：我们正好两不相欠，再无瓜葛。混沌鼎内，田梦琪和叶灵儿将凌晨与苏月瑶的对话尽收眼底。此刻见凌晨洒脱离开后，田梦琪眼中闪过一丝狡黠，随之玩味的看向叶灵儿说：叶师姐，你的机会来了哟。什么机会？叶灵儿挑起眉头。先前师兄之所以不愿意帮你觉醒大周天星辰体，是因为心中有人，如今那人已成过往，你若再开口相求，说不定他就答应你了。田梦琪咯咯笑了起来，我好歹也是太医门的圣女，如今却要低声下气求一个男人替我破身，怎么觉得那么羞耻了？叶灵儿粉面含春，羞涩地低下头去。林师兄当年可是为了救苏月瑶才冒险潜入合欢宗当卧底的，这3年来他始终洁身自好，就连你那样投怀送抱他都无动于衷，这世上能有几个男人经得住这般诱惑？田梦琪一本正经地说，眼中满是钦佩。被你这么一说，叶灵儿若有所思的点点头，他确实挺难得的，坐怀不乱方显男儿本色。你要是再不下手，可就别怪我摘桃了哟。田梦琪眼波流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那要不你待会避避。叶灵儿轻咬朱唇，拉着田梦琪的手撒娇道，怎么承认喜欢上他了？田梦琪俏皮地眨眨眼，才没有。叶灵儿慌忙松开他的手，转身背对着他，生怕被看穿心事。
且说青云宗在太乙门和火焰谷的助力下，成功击退了魔道三宗的围攻。老祖赵无极更是突破桎梏，一举正道元阴境，令青云宗声威大振，一时无两。而凌晨作为此战的关键人物，不仅重创魔宗，更暗中助老祖突破瓶颈，自然成为众人交口称赞的英雄。当然，这期间少不了追问星河的下落。为此，在庆功宴上，凌晨被有意或是无意的灌了不少酒，但他自始至终都一口咬定没见过星河。众人虽不信，但在赵无极的威压下，也不敢过分追问。3更时分，凌晨借口醉酒逃离了庆功宴。回到房间后，他首先在四周布下禁制，这才如释重负地回到混沌鼎中。叶灵儿第一时间迎了上来，两人刚见面，叶灵儿便轻声嗔怪道：“你傻不傻？他们刚才故意灌你酒，就是想把你灌醉，让你酒后吐真言，进而说出星河的下落。呵，就他们那点心思。”凌晨打了个酒嗝，目光灼灼地盯着叶灵儿：“你今天最好别招惹我，否则怎样？”叶灵儿眼波流转，玉臂已环上他的脖颈：“你要是不来真的，我可要看不起你了。你敢挑衅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凌晨翻身将叶灵儿压在身上，一身蛮力总算是有用武之地。以前因为苏月瑶，他不近女色，但今天他要让叶灵儿知道花儿为什么会那样红。正当情浓之际，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骤然响起，惊得凌晨身形一顿，脸色瞬间阴沉。这么晚了，会是谁？到嘴边的肥肉岂能飞走叶灵儿，生怕重蹈覆辙，一双凝脂般的玉臂如春藤绕树般缠上凌晨的脖颈，吐气如兰道：“都这么晚了，肯定来者不善，一定是觊觎你手中的星河，我不许你出去。”这么迫不及待。凌晨剑眉微挑，修长的手指轻勾起他精致的下巴，眼中带着几分戏谑：“堂堂太乙门冰清玉洁的圣女，怎地这般？什么圣女？如今不过是你笼中的金丝雀罢了。”叶灵儿脸蛋绯红，却倔强地迎上他的目光：“反正你答应过要帮我觉醒大周天星辰体的。”凌晨低笑一声，在酒精的助力下，他在难自持地俯身封住那嫣红的朱唇。咚咚咚，敲门声愈发急促，伴随着一道熟悉的声音：“凌晨，是我，苏月瑶。”叶灵儿娇躯骤然紧绷，双臂搂得更紧了。身为女人，她太明白，永远不要小看白月光的杀伤力。她站在那里什么都不干，谁也比不了。而苏月瑶恰是凌晨心尖上那抹白月光，哪怕他曾有过背叛，因为爱一个人能忽视他身上所有的缺点，也因为情人眼里出西施。他身上有不足吗？有，如星河杀术，不计其数。那他可有过人之处？也有，却少若晨露朝霞，转瞬即逝。既如此，那你为什么还这般念念不忘？因为当旭日东升时，所有星辰都黯然失色。年少时惊鸿一瞥的惊艳，自此别后，遇见3分相似之人，便足以乱我心神。果然，当苏月瑶3个字传入耳中，原本热情如火，正与叶灵儿缠绵的凌晨突然停了下来，并缓缓松开了环抱他的双臂。“你要出去见他吗？”叶灵儿眼中闪过一丝黯然，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酸涩。凌晨沉默不语，目光无比深邃。也对，毕竟是曾经深爱过的人，更何况这夜深人静十分主动投怀送抱，白月光的魅力，哪个男人能抵挡？叶灵儿自嘲地笑了笑：“你说他这么晚过来，能有什么事？”凌晨一脸笑意地看着他。对女人来说，身体永远是最致命的武器，没有什么矛盾是一次缠绵化解不了的。若真有，那就2次。叶灵儿不假思索道：“所以你也想以同样的方式来拴住我的心？”凌晨玩味地笑了起来：“我和他怎么能相提并论了？我被你困在这里，你本来就可以为所欲为。更重要的，我也没必要以这种方式来讨好你。”叶灵儿急声辩解道：“难不成你是真的爱上我了？”凌晨眼中戏谑更甚。我……叶灵儿还想说些什么，但凌晨却摇身一晃，径直来到房间中。门外，苏月瑶的声音如泣如诉：“凌晨，我知道你在，有些话必须当面说清。好歹这么多年的感情，我不希望毁于无端的猜忌之中。我知你心中有我，而我心里始终只有你。当年你为了救我去了合欢宗当卧底，如今好不容易回来，有什么是不能坐下来好好聊一下的？你先让我进去好不好？我们彻夜长谈，深入交流。”苏月瑶苦苦哀求，泪眼婆娑，说什么也不愿就此离去。深入的，果然，女人最懂女人，还真被叶灵儿一语道破。此刻，凌晨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这个曾经让他爱得死去活来的所谓女神，不仅见异思迁，水性杨花，反复无常，甚至恬不知耻。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聒噪。深更半夜，一个女人在外面哭哭啼啼，纠缠不休，确实有碍观瞻。
眼看着苏月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凌晨无奈至极，只得硬着头皮打开房门。你有完没完？是我说的不够清楚吗？我们俩之间的恩怨早就一笔勾销了，从此井水不犯河水，你还死打乱缠，有意思吗？四目相对的瞬间，凌晨毫不留情的冷声呵斥。出轨只有0次和无数次，对于一个红杏出墙的女人，哪怕她曾是白月光，凌晨也恪守底线，是不原谅。你在和欢宗卧底3年，是不是已经有喜欢的女人了？苏月瑶双眼中噙满了泪水，一副幽怨寒嗔的表情问道：跟你有什么关系？凌晨一脸轻蔑，随之话锋一转道：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合欢宗的掌门柳芙鸾，他修炼邪术，阴阳双修大法，这种功法唯有双修才能一日千里。但这些年来，他宁愿自己动手，也要洁身自好，是贞洁为性命，不遗余力且不计代价的守身如玉。哪怕是我为炉鼎，也只是单纯的采补，从未因为空虚而动过妄念。可有些人，短短3年就耐不住寂寞，而选择移情别恋，朝秦暮楚。够了！苏月瑶再也听不下去，顿时泪如泉涌道：真没想到，我在你心里竟然已经这么不堪了。你若真心认定萧龙，我倒无话可说。可从他身份败露那一刻起，你便弃如敝履，唯恐避之不及。凌晨冷笑一声，眼中满是讥诮：你那不是爱，不过是贪慕他的身份地位罢了。可我对你是真的。苏月瑶神情崩溃，声音颤抖着喊道：哼，你可真健忘，昨天是谁让我收起痴心妄想的？你的话到底哪一句才是真的？陈面若冰霜，丝毫不为所动。背叛不可怕，但人尽可夫，实在令人作呕。凌晨，你……苏月瑶气得浑身发抖，突然袖袍翻飞，我恨死你了！一团粉色毒雾如毒蛇吐信般骤然袭来，显然他是有备而来。凌晨则是猝不及防，他怎么也没料到昔日温婉可人的白月光竟会暗藏杀机。此刻他只觉眼前天旋地转，踉跄后退数步后，终于支撑不住轰然倒地，彻底失去了意识。混沌鼎内看到这一幕的田梦琪和叶灵儿两女直接傻眼了，得不到就要毁掉。苏月瑶的手段彻底颠覆了他们的认知，这就是你们青云宗所谓的圣女，也太一般了吧。叶灵儿嗤之以鼻，眼中满是鄙夷。平日里装的冰清玉洁，没想到竟是这般下作。田梦琪瞠目结舌，随即忧心忡忡道：他究竟想要干什么？该不会对师兄不利吧？反正凌晨昏迷不醒，他做什么不行？叶灵儿不屑地撇了撇嘴角。话音未落，苏月瑶已然行动起来。只见他一步钻进房间里，反手将房门紧闭。紧接着在叶灵儿和田梦琪的注视下，他竟肆无忌惮地开始搜检凌晨全身，仿佛是在寻找什么。等等，他这是在干什么？田梦琪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我就知道他的目的不单纯。难道？叶灵儿紧皱着眉头，声音陡然一沉，他也在打星河的主意。师姐，你快想想办法呀，绝不能让他得逞。田梦琪急得直跺脚，我跟你一样都被困死在这里无法出去，能有什么办法？叶灵儿轻叹了一口气，爱莫能助。但很快他就发现凌晨有些不对劲，呼吸愈发急促，面颊泛起不正常的潮红，整个人如同被烈焰炙烤。不对，这根本不是毒药，而是阴阳合欢散。叶灵儿失声惊呼：啊，这女人想要干什么？田梦琪一脸不淡定地说：还能干什么？这不明摆着吗？叶灵儿嗤之以鼻地冷哼道：她该不会是想讹诈师兄吧？先来个生米煮成熟饭，最好能怀上孩子，这样就能让林师兄一辈子都摆脱不了她的纠缠。田梦琪天马行空地猜测着。恐怕事情没这么简单。叶灵儿紧皱着眉头，若有所思地分析道：刚才你也看到了，他分明是在寻找什么东西。难道说……田梦琪心里咯噔了一下，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该不会也是魔宗安插的卧底吧？叶灵儿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真要是这样的话，他极有可能杀人灭口。所幸的是，苏月瑶在搜寻无果后，转而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凌晨身上，甚至试图脱他的衣服。尤其是看到他愈发急促的呼吸，指尖触及那滚烫如火的肌肤时，苏月瑶心跳加速，双颊绯红，情不自禁地俯下身去，眼看就要得逞。但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声呼喊，瞬间打破了满是旖旎。林师弟，还没休息吧？老祖命我请你过去一趟，说是有要事相商。是叶无尘。正骑在凌晨身上的苏月瑶顿时花容失色，手足无措。刚才进来得急，他只是随手将门虚掩，既未设下禁制，更忘了反锁房门。叶无尘只需轻轻一推便能进入，绝不能让叶师兄发现我在这里。苏月瑶惊慌失措地环顾四周，急寻藏身之处。情急之下，赶在叶无尘即将推门而入的刹那，他慌忙俯身钻入床底，死死捂住嘴巴，连呼吸都屏住了。随着吱呀一声轻响，
叶无尘小心翼翼地推开房门，见凌晨躺在地上不省人事，他迅速上前将其搀扶起来，神色焦急地询问道：“林师弟，你该不会真喝醉了吧？”凌晨悠悠睁开眼睛，渐渐恢复清醒。“叶师兄，你怎么在这？”凌晨一脸茫然地问。“老祖请你过去一趟，说有要事相商，只是你这情况还能去吗？”叶无尘一脸的放心不下。“我没事，走吧。”凌晨长舒一口气，神情轻松地说道。“那随我来。”叶无尘微微颔首，当即径直走在前面。凌晨迈步跟上，待两人脚步声渐远，躲在床底的苏月瑶这才战战兢兢地爬了出来。“怎么会这样？他明明中了我的阴阳合欢散，怎会跟没事一样？难道他自始至终都是清醒的？若真如此，这是细思极恐。”苏月瑶惊慌失措，额头上都渗出冷汗。其想到方才自己还搜过凌晨的身，他更是心神不宁，仿佛生怕自己的秘密被揭穿。同样震惊的还有叶灵儿和田梦琪两女，他们俩见凌晨完全跟没事一样时，顿时炸开了锅。这怎么可能？他明明中了阴阳合欢散，竟然没事。叶灵儿觉得有些可笑，甚至有种被戏耍的恼怒。莫非阴阳合欢散对他不起作用？田梦琪满脸困惑，百思不得其解。有没有用我不知道，但他现在确实不受影响，说不定他一直都是清醒的。叶灵儿若有所思地推测道。那他刚才为什么要装作昏迷不醒的样子？田梦琪歪着脑袋，一脸狐疑地看向叶灵儿。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男人，面对曾经深爱的白月光投怀送抱，你会拒绝吗？叶灵儿目光灼灼，发出灵魂拷问。可我是女人啊！田梦琪傲娇地扬起下巴。我说的是假如。叶灵儿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这个嘛，也许，大概，可能不会拒绝吧。田梦琪支支吾吾，略显心虚地承认道。这就对了。凌晨分明是故意装晕，好让白月光主动现身。他既不用担责，又能坐享其成，简直得偿所愿。叶灵儿咬牙切齿，愤愤不平地下了结论。3个女人一台戏，2个女人能演80集连续剧。凌晨在外面听得额头青筋直跳，感觉自己再不出声就要被活活冤死，当即忍无可忍地打断道：“你们别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刚才是真的中毒了。”中毒？叶灵儿双手叉腰，柳眉倒竖，那怎么转眼就活蹦乱跳了？就是田梦琪撅着小嘴，委屈巴巴的插话：“我体内的余毒到现在都没排干净呢，你拿什么跟我比？我有混沌顶护体，百毒不侵。”凌晨眉梢轻挑，嘴角扬起一抹傲然的笑意。刚才我暗中催动混沌顶炼化了阴阳合欢散，如今药力已尽数化解，自然安然无恙。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叶灵儿酸溜溜的冷哼道：“你明明就是对他余情未了，否则身体怎么会那么诚实？”“哦，你这是在吃醋？”凌晨似笑非笑的反问。“少自作多情了，登徒浪子，下流！”计划再度泡汤的叶灵儿气鼓鼓的别过脸去，眼中满是幽怨。且说两人一路来到禁地混元洞，叶无尘停下前进的脚步，目光深邃地看向凌晨说：“师弟，老祖在里面等你，我就不进去了，你多多保重。”只是一眼，凌晨便看出了他有无法言明的心事。不出意外的话，赵无极深夜叫自己来此，多半跟星河有关，甚至恐有杀身之祸。就在凌晨转身进入混元洞中的刹那，叶灵儿的声音突然在脑海中响了起来：“你小心点，赵无极这么晚让你来这里，我总感觉这事有些蹊跷，说说你的看法。”凌晨不动声色地回应。以前他是行将朽木，垂垂欲死，但现在他是元阴境的超级高手，野心自然水涨船高。而你，极可能是他眼中持有星河的最后线索，我担心他会强取豪夺。叶灵儿一针见血：“师兄，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可要小心啊！”田梦琪轻咬着嘴唇，声音里透着掩不住的焦灼。凌晨前进的脚步并没停下来，该来的迟早会来，我倒是要看看他有没有这个胆量过河拆桥。若真翻脸，你有把握全身而退吗？叶灵儿怯生生地问，双眸中闪烁着复杂的情绪。你想我全身而退吗？凌晨不答反问。什么叫我想？难道我说了就能成真？叶灵儿撇了撇嘴，有些不以为然。人这一生总要有个念想，若无人牵挂，生死不过寻常事。但若你不愿我死，我便是拼上性命也要活着回来。凌晨字字铿锵，掷地有声。我的话真有这么管用？叶灵儿心头一热，有些受宠若惊。你可以试试看吗？反正于你而言又没有什么损失。凌晨嘴角微扬，带着几分调侃。那你一定要活着回来，我不希望你有事。叶灵儿双颊绯红，声音轻若蚊呐，却字字真心。哈哈，有你这句话，纵使赵无极起了杀心，
我也定能逢凶化吉。凌晨朗声笑道。咦，气氛怎么突然变得暧昧？你们俩该不会……田梦琪抿嘴笑了起来。闭嘴！叶灵儿羞恼地瞪了他一眼。混元洞大厅内，凌晨终于见到了盘坐于太极八卦图中央的赵无极，与昨日垂垂老矣的模样判若两人。此刻的他神采奕奕，气度非凡，仿佛一夜之间年轻了几百岁。弟子凌晨拜见老祖。凌晨抱拳行礼，不卑不亢。你来了。赵无极悠悠地睁开双眼，两道锐利目光如利剑出鞘，直刺人心。星河可是在你手中？赵无极的目光如渊似海，元阴境的威压4万军山岳轰然压下，使得整个混元洞内的空气仿佛瞬间被冻结。混沌鼎内看到这一幕的叶灵儿和田梦琪身临其境，心也跟着提到了嗓子眼，紧张地关注着外界的一举一动。反观凌晨，他神色平静，不避不闪地迎上赵无极的目光，声音清晰而沉稳。老祖明鉴，弟子潜入合欢宗3年，历经九死一生，几度命悬一线，只为完成宗门交付的重任。奈何星河突然离奇失踪，连柳芙鸾都在全力追查。弟子若有半句虚言，天诛地灭。他这番话说得斩钉截铁，字字铿锵，不容置疑。赵无极沉默片刻，洞府内的威压非但没消散，反而更添了几分凌厉，令人窒息。并非本座不信你，只是这星河关乎宗门千年气运，姿势体大，容不得半点闪失。赵无极的声音低沉而缓慢，带着几分试探的意味。况且你在合欢宗卧底3年，本座想要看看如今的你究竟蜕变成何等模样。话音未落，他右手骤然探出，五指如钩，带着凌厉的破空之声，直取凌晨天灵盖而去。刹那间，一道幽蓝色的神识之力如同剧毒之蛇，迅疾无比地钻入凌晨识海，并粗暴地翻检着他的每一段记忆。老祖！凌晨惊怒交加，身体本能地后退。休得反抗！赵无极声若雷霆，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本座只需一探，自当还你清白。啊！痛！一股难以言喻的撕裂之痛瞬间席卷全身。凌晨面色霎时惨白如纸，身躯剧烈震颤，冷汗如雨滚落，仿佛有万千钢针在脑中反复穿刺，搅动老祖要动手。混沌鼎内，田梦琪失声惊呼：这可不是杀人的手段，而是搜魂术。叶灵儿的声音微微颤抖，双眸中流露出不安的神色。天哪，那师兄的所有秘密，包括星河，岂不都要暴露？田梦琪急得直跺脚，简直不敢想象凌晨接下来的处境。然而历经9世轮回的凌晨岂是等闲之辈？从叶无尘说出老祖要见他的那一刻起，他就料到会是这等下场。于是他借助混沌鼎的力量，悄然抹去记忆中所有关于星河的痕迹。此刻赵无极利用搜魂术所看到的，不过是个忠心耿耿却能力有限、时运不济，始终未能触及星河核心，甚至因星河失踪而身陷险境的卧底弟子罢了。几息之后，搜魂之力如潮水般退去。赵无极眉头紧锁，附在凌晨天灵盖上的手缓缓收回，那张布满沟壑的老脸上写满困惑与不甘，眼中闪过一丝未能得偿所愿的烦躁。反观凌晨，此刻的他如同刚从水中打捞上来一般，浑身被冷汗浸透，面色惨白如纸，踉跄着连退数步才勉强稳住身形，不得不以手中长剑主的支撑。他大口喘着粗气，眼中充满了被侮辱的愤怒。老祖，您竟如此不信任弟子，竟不惜动用搜魂之术。弟子若真得了星河，何不早早献上，又何必回来受此等屈辱？这番恼怒的姿态配合混沌鼎精心呈现的记忆画面，将嫌疑撇得干干净净。你也别怪本座对你施展搜魂术，毕竟连大长老枭雄都能是蛰伏多年的卧底，本座不得不谨慎行事。赵无极神色漠然道，接着又话锋一转，安抚道：不过事实证明，即便未能寻回星河，你仍是值得信赖的弟子。凌晨故作生气，沉默以对，但身在混沌鼎内的叶灵儿和田梦琪两女却炸开了锅。怎么回事？老祖不是对他施展了搜魂术吗？难道一无所获？原本还放心不下的田梦琪瞪圆杏眼，满脸难以置信。若真发现星河，岂会轻易放过他？叶灵儿的嘴角微微上扬，一脸欣慰地说：看来凌晨有瞒天过海的手段，他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胜一筹。呼须惊一场，没事就好，吓死我了。田梦琪抚着剧烈起伏的胸口，长舒一口气。同在合欢宗3年，我竟完全没察觉到他身上竟有这么多的秘密，他隐藏的也太好了。与他相比，我倒像个初出茅庐的雏儿。叶灵儿摇头苦笑。外面，赵无极似乎并不甘心就此作罢，只见他的目光陡然锐利，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试探。你的神魂深处，那个叫颜落妹的名字从何而来？凌晨神色一凛，沉默片刻后朗声说：前段时间他曾夜袭极乐峰，还出手打伤了周小小。其实我一直在怀疑，
星河是不是被他窃走了？莫非真的是他？赵无极眼中金光爆射，老祖识得此人？凌晨下意识地追问。赵无极深吸一口气，一脸敬畏地说：小子，你听好了，阎罗妹那可是横行上古，一统魔道，开创魔门万古基业的真正老祖。他的修为早在数百年前便已真智化神境后期，是横压一个时代的存在。凌晨佯装惊讶，天下魔宗之祖，化神后期。赵无极很满意他的反应，接着又一字一顿地说：更要命的是，柳芙鸾、邢无极、殷九幽这3位如今搅动风云的魔道巨擘，在阎罗妹座下，不过是他众多亲传弟子中的3个罢了。凌晨如坠冰窟，整个人僵立原地，久久无法释怀。柳芙鸾、殷九幽以及邢无极这3位叱咤风云的魔道巨擘，竟然都是阎罗妹的弟子。他在和欢宗卧底3年，竟从未听闻这等惊天秘闻。怕了。赵无极戏谑地眯起眼睛，如今所有的线索都指向阎罗妹的老巢幽冥血海，你便责无旁贷了。老祖的意思是，凌晨虎躯一震，你在和欢宗卧底3年，经验丰富，没人比你更适合潜入幽冥血海。赵无极直截了当道：您该不会是要我去阎罗妹身边当卧底吧？凌晨满脸抗拒，说话的声音都在发颤。阎罗妹可是3域6界公认的第一美人，尤其擅长千人千面，总能幻化成你最想要的模样。更难得的是，她身负罕见的不死冥王体，若能与之双修，必能脱胎换骨，甚至逆天改命。赵无极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老祖，弟子才区区退凡境。凌晨满脸苦涩道：当年你不过炼体期，不照样夺了柳芙鸾的一血？还是在他助力下突破退凡期？若能征服阎罗妹，冲击筑基乃至结丹境都不在话下。赵无极极力怂恿道：可幽冥血海是阎罗妹的老巢，那里魔气滔天，凶物遍地，空间紊乱，便是元婴期修士也不敢擅闯，这根本就是送死。凌晨义愤填膺地反驳：本座不是在跟你商量，这是命令。赵无极突然脸色骤变，声音阴冷刺骨：可别忘了，你血脉中还留着本座3年前种下的灭魂符。话音未落，凌晨一声惨叫，整个人轰然瘫倒在地。片刻后，凌晨步履蹒跚地走出混元洞。在赵无极灭魂符的威胁下，他根本就没有选择。叶无尘在洞外焦灼地来回踱步，看到满身伤痕的凌晨终于现身，紧绷的心弦这才稍稍放松，连忙快步上前：你还好吗？只是一眼，叶无尘便大概猜测出发生了什么。叶师兄，差一点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凌晨苦笑着自嘲道：怎么会？你这是真金不怕火炼，熬过这一劫，从今以后人生尽是坦途。叶无尘宽慰道。说话的同时，他已将一股精纯的灵力注入到凌晨身体中，帮助他尽快疗伤。事情没那么简单。凌晨神色黯然，满脸苦涩地说：我马上就又要动身离开了。去哪里？叶无尘脸色骤变。幽冥血海。凌晨脱口而出。什么？那里可是魔教祖庭，凶物横行，空间紊乱，危机四伏。叶无尘说着说着便停了下来，神情凝重地追问：是老祖让你去的？凌晨避而不答，转而问道：能带我去见见掌门吗？当然可以，只是……叶无尘长叹一声，脸色凝重地说：他现在的情况很不乐观。天书峰大殿深处的一间静室中，在叶无尘的引领下，凌晨踏入这方幽暗空间。床榻上，掌门张道玄面色蜡黄，形销骨立，枯槁的面容不见半分血色，连微弱的呼吸都似风中残烛，俨然已是油尽灯枯之态。师傅他自半年前倒下后，状态就一天不如一天。叶无尘声音哽咽，接着双眸中闪过一抹厉色，没想到竟是枭雄这畜生下的毒手，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凌晨沉默不语，只将掌心小心翼翼将手掌放在他的额头上。随着混沌鼎运转，张道玄的记忆便如走马灯般在他识海中流转。片刻后，凌晨缓缓收手，脸色阴沉道：掌门所中乃是枭雄的幽冥蛊毒。你怎么知道？叶无尘满脸惊愕。我偶得一门搜魂秘术，可以查看他的记忆。凌晨搪塞带过，继而沉声道：此蛊虫入体后潜伏于经脉中，如复古之躯般不断吞噬宿主的灵力，中毒者先昏迷不醒，随后肉身逐渐干枯如朽木，直至最后气血枯竭而亡。什么？叶无尘瞬间慌了神，声音都颤抖起来。可有什么办法能解毒？必须以噬毒者的精血为引，才能诱杀蛊虫，这是唯一的解毒之法。凌晨脱口而出。但枭雄那厮早已逃之夭夭，我上哪儿去寻他的精血？叶无尘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整个人都蔫了下来。这事就交给我来办吧，只要他还活着，总有机会取到他的精血。凌晨郑重承诺道。可师父现在的情况也看到了，
我怕他撑不到那个时候。叶无尘忧心忡忡地说，眼中满是焦虑。所以我这里有些回气续命丹，从今日起，你每个半月给掌门服下一粒，可保他性命无虞。我定会在这些丹药用完前赶回来。说着，凌晨取出一个精致的玉瓶递了过去。天哪，回气续命丹可是价值连城的灵丹妙药，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叶无尘双手微颤地接过玉瓶，满脸震惊。在合欢宗时，柳芙鸾每次采补后怕我撑不住，都会给我些丹药续命，这些都是没用完的。凌晨言简意赅道，这么看来他对你倒还算不错嘛。叶无尘半开玩笑地说。凌晨此刻心事重重，根本没心思接话，直接说道，我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叶无尘一脸疑惑。跟着我走就是了。凌晨头也不回地走在前面。天机峰。两人一路疾行，最终抵达这座空寂的山峰。枭雄叛逃后，天机峰早已人去楼空，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叶无尘满腹狐疑，总感觉有哪里不对劲。凌晨沉默不语，脚步却异常坚定。不多时，二人来到后山一处幽深的地坑前，空气中飘荡着若有若无的腐臭气息，令人作呕。师兄，你在青云宗修行多年，天机峰这处天然地坑，你可知道？凌晨沉声问道。这腐尸般的恶臭从何而来？叶无尘紧皱着眉头，你就别卖关子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地坑入口设有禁制，你打开自然就知道了。凌晨直截了当道。叶无尘心头涌起不祥预感，虽已隐约猜到真相，仍强自镇定。他深吸一口气，手掐法诀，灵力涌动间，那道尘封已久的结界应声而破。轰！结界破碎的刹那，一股令人窒息的腐臭气息如洪水般喷涌而出，熏得叶无尘踉跄后退。要知道，这地坑深不见底，可眼下数不清的尸体堆积成山，竟将地坑填满，少说也有数千具尸体。这叶无尘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整个人直接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他万万没想到，在正道魁首青云宗的腹地，竟藏着如此骇人听闻的杀戮场，这般行径与魔教合意，甚至更为残忍，令人作呕的味道几乎将两人吞没。凌晨强忍着恶臭，迅速掐诀结印，一道灵光闪过，地坑入口重新被封印封锁。紧接着，他又一把拽住叶无尘的衣袖，两人踉跄着冲出天机峰，直到天书峰外才敢停下脚步。呼呼，两人弯着腰，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胸膛剧烈起伏。哪来那么多的尸体？难道？叶无尘紧绷着脸，声音都止不住的颤抖，都是枭雄杀死的。谁杀死的我不知道，但枭雄绝对脱不了干系。还有，掌门就是因为发现了这个秘密，才惨遭毒手。凌晨喘息道，这个丧尽天良的畜生，简直是浊发难数，罄竹难书，罪大恶极。不行，我这就去禀告老祖，让他主持公道。叶无尘握紧拳头，义愤填膺地说。凌晨身形一闪，挡在他面前，目光如电。以老祖半步元婴的修为，你觉得青云宗内有什么事能瞒过他的耳目？叶无尘浑身一震，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你的意思是说，虽然目前没有确凿证据，但你不觉得这一切未免太过于蹊跷吗？老祖苦修18年都无法突破元婴境，指不定想走捷径，否则他怎会纵容枭雄如此肆无忌惮？凌晨一针见血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叶无尘顿时六神无主，感觉天都塌了。记住，今日所见所闻，包括我给掌门的回气续命丹，都不可向任何人提起。凌晨紧紧抓住叶无尘的肩膀，声音凝重，否则你和掌门都会有性命之忧。可若真如你所言，整个青云宗岂不是？叶无尘不敢再说下去。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凌晨重重拍了拍他的肩膀，目光坚毅，总要有人守护正义不是？知其白而守其黑，为天下事。你当真要去幽冥血海？叶无尘深吸一口气，眼中满是担忧。你有你的路要走，我也有我的任务要完成。凌晨挺直腰板，豪气干云，叶师兄放心，我定会杀出一条血路来，还青云宗一个朗朗乾坤。那就这么说定了。叶无尘伸出右手，目光灼灼。凌晨毫不犹豫地握住他的手。这一刻，两个年轻人的手掌紧紧相扣，鼓足勇气，誓要救赎青云宗。但决定离开之前，凌晨突然想起一件事。叶师兄，有件事我拜托你暗中帮我调查一下。我怀疑苏月瑶也是潜伏在青云宗的卧底，担心夜长梦多，凌晨连夜离开了青云宗。混沌鼎内，叶灵儿一直都期盼着他处理完这些琐事后，能立即回来与他共赴巫山云雨，好助他觉醒大周天星辰体。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凌晨似乎完全忘记了这桩心事，一路行至卧龙山脉边界，仍没有要回来的意思。
要不要我帮你提醒他一下？田梦琪察觉到他的小情绪，抿嘴笑了起来。不要，这种事情怎么好意思开口吗？叶灵儿羞恼交加，随即又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你说是不是我长得不够美，对他完全没有吸引力？开什么玩笑？你可是堂堂的太医门圣女，即便在合欢宗，你的美貌也是屈指可数的存在。田梦琪一阵彩虹屁，毫不吝啬地夸奖道：那就是凌晨不喜欢女人。叶灵儿脱口出：柳芙鸾不是被他伺候的服服帖帖的吗？田梦琪撇了撇嘴：难道我还比不上柳芙鸾？叶灵儿醋意大发，但想到柳芙鸾的绝世容颜，语气又弱了几分，连忙补充道：至少我比她年轻。师姐，你别想太多，也许她只是单纯觉得没有感情基础，可别忘了我体内的余毒尚未清除，她根本不吃主动投怀送抱这一套。田梦琪委屈巴巴地说：她和柳芙鸾之间难道还能有什么感情基础不成？叶灵儿一脸不屑：这可说不准，他们俩朝夕相处了整整3年呢。田梦琪直截了当地说。且说凌晨离开青云宗地界后，一路向西，直奔幽冥血海而去。一晃3天过去了，眼看着幽冥血海近在咫尺，叶灵儿和田梦琪两女却慌了起来。等等，你不是在开玩笑吧？还真打算去幽冥血海？那里可是魔教祖庭。叶灵儿满脸惊愕，甚至有些手足无措。不然呢？这可是老祖的命令。凌晨脚步不停，丝毫没有迟疑的意思。可那老匹夫阴质狡诈，恶贯满盈，他让你去你就去，这不是助纣为虐吗？叶灵儿忍不住愤愤道：主要是我想见识一下阎罗妹的千人千面。你们说是不是每个人见到她时都能看到自己内心最渴望的模样？凌晨饶有兴致地笑了起来。你在想什么？无耻！叶灵儿满脸鄙夷道。你在说这话的时候，凌晨饶有兴致地笑道。凌晨反打一耙，意味深长地勾起嘴角。说话时他已经来到幽冥血海旁，尽管早有心理准备，可眼前的景象还是令他毛骨悚然。血海无边，暗红色的波涛如血液般翻涌，浓稠的魔气遮蔽天日，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腥臭。你想清楚了，这可是一条不归路。见凌晨准备动身，叶灵儿紧咬着嘴唇，脸色前所未有的凝重不安。师兄，三思啊，这里毕竟是魔教的祖庭，况且你还有算计魔宗的黑历史，万一遭到清算，岂不就成了自投罗网了？田梦琪忧心忡忡，苦口婆心地说：既来之则安之，虽魔教猖獗，邪祟横行，但总该有人站出来不是？凌晨负手而立，目光深邃：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言罢，他不再迟疑。可就在他准备深入幽冥血海时，不远处突然传来激烈的打斗声。凌晨起初并未在意，可当那道红色身影映入眼帘时，他身形猛然一顿，随即不自觉地加快步伐向前走去。那不是柳芙鸾吗？天哪，我没看错吧？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田梦琪语无伦次，震惊地说不出话来。他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你还敢往前凑？不要命了吗？叶灵儿急切地警告道。凌晨没有理会，反倒加快了前进的脚步。很快抵达交战核心的他注意到，此刻惨遭4人围攻的柳芙鸾浑身浴血，身上皮开肉绽，到处一片血肉模糊。相较于柳芙鸾半步元阴境的修为而言，那4人不过是区区退凡境的蝼蚁，根本就不足畏惧。奈何眼下的柳芙鸾伤势过重，早已是强弩之末，以至于哪怕面对这4个宵小之徒的围攻，他竟也招架不住，险象环生，处境岌岌可危。柳公主，听说你守身如玉数百年，难得今天落在我们哥几个手中，我劝你识趣点，你痛快，哥几个也跟着一起痛快痛快，哈哈哈！当先一人言语轻佻，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真是老天开眼啊！没想到我这样的土狗，竟也能尝到柳公主这样的美味，真是让人期待啊！另一人舔着嘴唇，满脸邪恶：你们要是敢动本宫，本宫定要将你们抽筋剥皮，碎尸万段。柳芙鸾拄着长剑勉强站立，眼中满是绝望与不甘。他怎能甘心？青云宗一战被赵无极重创后，好不容易才突破封天锁地大阵，谁料邢无极和殷九幽竟又联手暗算，险些让他命丧黄泉。历经千辛万苦才逃出升天，本想回幽冥血海求师父主持公道，却不想竟落入这几个宵小之徒手中。最令他痛心的是，自己一向视若生命的清白之躯，竟要毁在这几个魔教杂碎手里。柳公主，既然你如此不识抬举，那可就别怪我们兄弟几个心狠手辣了。反正就算先杀了你，也不影响我们。哈哈哈！为首的中年人狞笑着，眼中闪烁着邪恶的光芒。无耻之徒！柳芙鸾近乎崩溃的大声咆哮。向来高高在上的他，从未想过会沦落到这种境地，更不曾料到有朝一日竟会遭受如此奇耻大辱，甚至哪怕是死，也连身子都守不住。然而
他的伤势再太重了，别说反抗，他现在就算想自杀也成了奢望。眼看那几双肮脏的手就要触及他圣洁的身躯，甚至有人已经迫不及待地解开了衣袍，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凌厉无匹的剑气破空而来，如雷霆般划破长空。绝对的锋芒之下，其中一人根本来不及闪避，瞬间被拦腰斩为两段。剑势丝毫未减，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划过另一人的脖颈，霎时一颗血淋淋的头颅滚落在地。你还好吗？凌晨一步近身，右手紧握滴血的长剑，左手则稳稳揽住柳芙兰那纤细的腰肢，嘴角扬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是你。柳芙兰娇躯一颤，原本一脸绝望的她，在看到凌晨的那一刻，她紧绷的心弦终于放松下来。小子，你是什么人？竟敢坏我好事！对面两人顿时如临大敌，一左一右摆出合围之势，随时准备扑上来。哼，我凌晨的女人，你们也敢动？凌晨手中的剑铮鸣作响，浑身杀气沸腾。不过在动手前，他首先小心翼翼地将柳芙兰搀扶到一旁坐下，然后提着剑一步一步朝他们逼近。口气倒是不小，但这里是幽冥血海，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二人交换眼色，同时抱起发难。一人剑走偏锋，暗气如毒蛇吐信；另一人剑气纵横间，毒雾如瘴气弥漫。这些下三滥的手段虽为人所不齿，但用来杀人却是最为致命的。然而凌晨在合欢宗蛰伏3年，这些下三滥的招数他早已司空见惯，根本不屑一顾。只见他暗中运转九阴九阳，时间法则与空间法则同时催动，身形如鬼魅般闪烁。那两人尚未近身，一道寒芒已划破长空，两颗头颅高高飞起，鲜血如泉喷涌，当场毙命。对面柳芙兰本来还担心凌晨不敌，直至看到他兵不血刃就杀了那两人后，柳芙兰那颗一直悬着的心总算是落地了。完成杀戮后，凌晨收剑入鞘，笑意盈盈地看向柳芙兰说：师傅，别来无恙。哼，本宫什么时候成为你的女人了？柳芙兰气若游丝的嗔怪，苍白的脸颊却泛起一抹红晕，话音未落便昏死过去。天理昭昭，报应不爽。想不到他柳芙兰也有今日。凌晨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眼见柳芙兰昏迷不醒，叶灵儿大喜，连忙催促他赶紧动手。有道理。凌晨连连点头。不过在这之前，他首先催动混沌鼎炼化了那4具尸体，吞噬了他们丹田中的灵气，随后这才来到柳芙兰背后。在两女的注视之下，凌晨的双手按在柳芙兰的玉背上，将丹田中那精纯的灵气源源不断注入到她体内。你不是在炼化她？叶灵儿很快便看出了不对劲，一脸不可思议的质问：你竟在为她疗伤？不然了，难道要我趁人之危对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女子下杀手？凌晨一边运功一边反问。可他是合欢宗的宗主，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道巨擘，更将你当作炉鼎采捕3年，险些令你命丧黄泉，此等血海深仇，你竟能放下？叶灵儿循循善诱，一直在极力怂恿他趁机下杀手。他不是已经补偿我了吗？凌晨撇了撇嘴，露出玩味笑意。补偿？什么补偿？我怎么不知道？叶灵儿不解地皱起眉头。他视若性命的贞洁之身，初次可是给了我。凌晨的语气中透着几分得意。就这，堂堂魔道巨擘，竟用这个就将你收买了？叶灵儿恨铁不成钢，机遇抓狂。但在我眼里，她不过是个女人罢了，一个极度缺爱的可怜人。凌晨掷地有声地说，仍坚持本心不为所动。机不可失，你若优柔寡断放过她，日后必然后悔莫及。叶灵儿苦口婆心地劝说，恨不能亲自动手。你再叫我做事？凌晨傲睨道。他早就在柳芙兰身体中布设了9阴锁魂印，只要他愿意，无论何时何地，取他性命不过一念之间。之所以手下留情，是因他始终相信柳芙兰并非泯灭人性之辈，尚存救赎可能。至少在他亲眼所见的3年间，这位合欢宗主从未滥杀无辜。不管别人怎么说，是非曲直，他自有判断。片刻后，凌晨撤回灵力，缓缓收手。在精纯灵力的滋养下，柳芙兰苍白的脸上多了一抹血色，紊乱的气息也趋于平稳。不过他伤势过重，元气大伤，短时间内很难苏醒。见此情形，凌晨索性盘坐调息，一边修炼一边为他护法，确保万无一失。刚才运转混沌鼎一口气炼化了4个退凡境强者，如今在他们数百年修为的加持下，凌晨仅用了短短3炷香不到，便再度突破，一举达到退凡2重天。这便突破了。混沌鼎内看到这一幕的叶灵儿大为震惊。要知道，凌晨前段时间炼化周小小才堪堪踏入退凡境，如今才短短半个月而已，竟再次突破。这让他又情不自禁想到当初自己一口气连破数境时的场景，对大周天星辰体就更期待了。忽早就该突破了。凌晨吐了一口浊气，
神色淡然。你答应过要帮我觉醒大周天星辰体的，却一拖再拖，到底是什么意思？叶灵儿气鼓鼓地问道。这不每次到关键时刻总被人打扰了吗？凌晨笑着搪塞说。你分明就是嫌弃我。叶灵儿低头搅弄衣角，一脸委屈地说。当初宁死不从的是谁？如今反倒急不可耐，怎么这就想通了？凌晨玩味地笑了起来。见识过刹那芳华，又怎甘于平凡？叶灵儿深吸一口气，眼底闪过一抹执拗。等着吧，我当个事来办。凌晨许诺道。正说话时，柳芙鸾悠悠苏醒，见凌晨寸步不离地守在身旁，他先是一愣，随即一双玉手骤然袭来，死死掐着他的颈脖，杀意滔天道：狗东西，竟还敢出现在本宫面前！凌晨处变不惊，甚至连眉头都没皱一下。见状，柳芙鸾手中力道稍松，满腹狐疑地质问道：为何不反抗？当真不怕本宫杀了你吗？你确实有千万个理由杀我。凌晨唇角微扬，但绝不是现在。柳芙鸾终是撤了手，绯色广袖轻拂，自古正邪不两立。你既然是青云宗的弟子，刚才为什么又要救我？我昏迷不醒时，你大可将我一日夫700日恩。在我心里，你从来不是什么魔门宗主，只是我的女人。凌晨目光灼灼地看着他，眼神在这一刻变得无比刚毅。偏不凑巧的是，活了几百岁，自认为不会为情所困的柳芙鸾，却又吃他这一套。你是认真的？柳芙鸾眼神清澈地看了过去，甚至就连说话的语气都温柔了几分。你看我像是在欺骗你吗？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对你一片赤诚。凌晨目光灼灼，发自肺腑地说。可你是青云宗的弟子，而我是合欢宗的掌门，镇魔殊途。柳芙鸾眼神复杂地说。从这一刻起，就已经不是了。凌晨洒脱一笑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柳芙鸾神色一凛，不禁皱起眉头。这次回归青云宗，我才知道，那些所谓的名门正派，其实都是一些打着正义旗号，做着苟且之事的畜生。他们表面道貌岸然，实则比魔道更阴毒百倍。凌晨握紧拳头，义愤填膺地说。哦，这才回青云宗几天，就受了这么大的刺激。柳芙鸾眉梢轻挑，饶有兴趣地追问。本宫倒想听听，那些伪君子究竟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来吧。凌晨上前一步。干什么？柳芙鸾满脸警觉地问。你不是会搜魂术吗？我这3天的经历可以满足你的好奇心。凌晨坦诚道。呵，记忆是可以屏蔽篡改的。你一个青云宗的弟子，潜伏在我合欢宗这么多年，本宫屡次搜查，不照样被你蒙在鼓里？柳芙鸾撇了撇嘴，一脸的不以为然。但是记忆不能无中生有，更不能凭空捏造不属于自己的记忆。凌晨掷地有声道。你当真给我看？柳芙鸾似笑非笑地问。反正也不是第一次，看了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会离开青云宗了。凌晨愤愤不平道。言尽于此，柳芙鸾不再多言，一只玉手轻轻按在他的脑袋上。片刻后，他缓缓收起手，神色凝重地问道：那些堆积如山的尸骨，究竟是枭雄的手笔，还是赵无极所为？枭雄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绝无可能在一个半步元阴境高手眼皮底下为所欲为，而且有证据表明赵无极有很大的可能在邪修。凌晨目光深沉地说。所以你叛出青云宗，是来投奔幽冥血海？柳芙鸾总算捋清了来龙去脉。什么幽冥血海？我是为你而来。凌晨一往情深地说。哼，少在这油嘴滑舌。你此番背叛，让本宫10余年的精心筹划毁于一旦，本宫还没……柳芙鸾还想说些什么，但凌晨突然搂住他那盈盈一握的小蛮腰。刹那间，柳芙鸾的身子如遭电击，顿时凌厉凤目化作春水盈盈，整个人被迷得神魂颠倒，就连眼神也陡然变得温柔起来，甚至都忘记了自己要说什么混沌顶内。看到这一幕的叶灵儿气得直跺脚。哼，真没想到堂堂的魔门巨擘竟是个一碰就软的恋爱脑，我倒觉得他这一面反而有几分可爱呢。田梦琪掩面轻笑。可爱？你可真敢说，怕是忘记了他杀人不眨眼时的狠辣。叶灵儿心有余悸，继而冷哼道：凌晨这是在玩火，早晚要引火烧身。那可不见得。柳芙鸾首先是个女人，而后才是什么掌门。田梦琪固执地摇头，眼波深处泛着洞察世事的睿智。你我同为女子，难道还不明白情爱2字的力量？我就问一句，你真就甘心被关押在这里，当一辈子的笼中金丝雀？叶灵儿目光如炬，直刺人心。师姐难道忘了当日若非师兄冒着被发现的风险出手相救，你我怕是早就死了。田梦琪一针见血地说。叶灵儿紧咬着嘴唇，一时说不出话来。外面，凌晨眼中柔情似水，宠溺地看着柳芙鸾，轻声问道：鸾儿，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你叫我什么？柳芙鸾的娇躯一颤，雪腻的脸蛋瞬间红到耳根了。
素来对男子冷若冰霜的他，突然沦陷到爱情的漩涡中，哪里招架得住凌晨这种攻势？面对他这般柔情蜜意，柳芙鸾只决心如鹿撞，紧张的连手指都在颤抖，甚至都不敢看他的眼睛。你要是不喜欢的话，那我还就叫你师傅便是。凌晨退而求其次。别！柳芙鸾打断了他的话，羞涩的低下头。反正合欢宗已经不在了，你想叫什么都随你。合欢宗怎么了？凌晨神色一凛，下意识地问道。从青云宗败退的当晚，因九幽河行无极，便趁我重伤之际，率领万鬼宗和血煞宗血洗了极乐峰。我虽竭力一战，只可惜伤势过重，无力回天。合欢宗也因此。柳芙鸾长叹一口气，眼中尽是黯然。此事因我而起，抱歉。凌晨满脸愧疚。跟你无关。柳芙鸾洒脱一笑，接着又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跟他们二人积怨已深，此番被他们抓住机会，也是意料中事。先安心养伤，待我助你突破原因，咱们再一起杀回去讨个公道。凌晨扶住他香肩，目光坚定如铁。你当真愿助我修炼？柳芙鸾受宠若惊地望着他。你既是我的女人，我自然倾力相助。凌晨揽住他纤细腰肢，在他耳畔低语，你我双修阴阳双修大法，只要我们同心协力，日复一日，全力冲刺，必能突破桎梏。吃了几百年粗粮的柳芙鸾哪里品尝过这种细糠，顿时被撩得不要不要的。此刻他只觉得过往岁月都虚度了，原来爱情竟如此美好，以至于他恨不得现在就以天为被，以地为床，与凌晨共赴巫山混沌鼎内。见他们俩卿卿我我的模样，甚至连鸾儿都喊出口时，叶灵儿简直忍无可忍。鸾儿，这还是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的魔教宗主吗？我怎么感觉他现在缺个脑子？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零，我这回可算开了眼界。田梦琪咯咯笑了起来。凌晨太欺负人了。叶灵儿轻咬着朱唇，愤愤不平道，他又怎么招惹你了？田梦琪歪着脑袋问道。你瞧他对柳芙鸾那个温柔劲儿，比对我有耐心多了，居然还要帮他突破境界，简直岂有此理。叶灵儿一脸幽怨的控诉。师姐，你这醋劲儿，莫非真对他动心了？田梦琪一脸玩味地问道。胡说什么？他这种朝三暮四、招蜂引蝶、拈花惹草的风流性子，才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叶灵儿急忙撇清。死鸭子嘴硬。田梦琪忍俊不禁地摇头。正当柳芙鸾被凌晨撩拨的情难自禁，两人甚至都迫不及待地想要修炼阴阳双修大法时，一道血色流光破空而至。是枭雄。他追随柳芙鸾而来。只是当他亲眼目睹凌晨与柳芙鸾耳鬓厮磨的亲密模样时，浑身巨震，眼中杀意如火山喷发。凌晨，杀子之仇，不共戴天。确认凌晨身份的那一刻，枭雄面目狰狞，手中长剑爆发出刺目寒光。小畜生，纳命来！住手！都不等凌晨出手还击，柳芙鸾秀眉倒竖，玉手轻挥间，一道浑厚掌力将枭雄震退数丈。掌门，这厮是青云宗的卧底，你怎么能跟他在一起？枭雄双目赤红，脸色因狰狞而扭曲，继而愤怒地咆哮道：你快让开，我要杀了他！放肆！柳芙鸾迅速将凌晨护在身后，又以命令的口吻呵斥道：快收起剑！可他杀了我骁龙。枭雄额头上青筋暴起，手中的剑铮鸣作响。那是因为你儿子横刀夺爱在先，而且还主动挑衅，怪不得他被杀。柳芙鸾嗤之以鼻。我乃合欢宗长老，他算什么东西？枭雄怒极反笑，浑身灵力如沸水翻涌。他无法接受柳芙鸾偏心凌晨这个外人。柳芙鸾还想说些什么，凌晨却上前一步，目光如电。这是我们之间的私人恩怨，就让我们自己来解决吧。论修为，他跟筑基大圆满境的枭雄相比，可谓是云泥之别。但他之所以敢执意站出来单挑，是他赌柳芙鸾不会放任自己被杀，更赌他在自己和枭雄之间肯定会选自己。这就是人性，也是他9世轮回的经验和底气。然而看到这一幕的叶灵儿和田梦琪两人却不淡定了。凌晨是疯了吗？区区退凡2重天，竟敢迎战筑基大圆满的枭雄。叶灵儿忧心如焚，紧皱着眉头道：更别说枭雄此刻满腔复仇怒火，这分明是自寻死路。这就要看柳芙鸾怎么选择了。田梦琪眼中闪烁着洞察的光芒。枭雄不仅是柳芙鸾的心腹爱将，更是潜伏青云宗10余年的暗棋，其地位不言而喻。难不成在他心里，凌晨还能比枭雄更重要？叶灵儿撇了撇嘴，有些不屑：你太小觑情爱2字的分量了，更不懂沉溺爱河的女子能为心上人执拗到何种地步。田梦琪笃定道：他认为柳芙鸾绝对不会眼睁睁看着悲剧上演。幽冥谢海旁。还不等柳芙鸾来得及说些什么，凌晨和枭雄两人便已然短兵相接。双方实力悬殊，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加之枭雄复仇心切，招招夺命，剑锋所指尽是要害，丝毫不留余地。
几个回合下来后，凌晨虽展现出超乎寻常的战力，却仍在绝对的实力压制下节节败退，险象环生。不对，凌晨他好像根本就没尽全力。叶灵儿密切关注外面的一举一动，很快就发现不对劲，当即一脸难以理解的表情说：“真是个疯子，生死关头竟还敢藏拙。”他这是要逼柳芙鸾表态。你没看到那位宗主大人脸色都变了？田梦琪戏谑地笑了起来。确实，好重的杀气。叶灵儿眼眸中闪过一丝惊讶。凌晨故意示弱，攻防之间处处都是破绽，这跟他当日在青云宗一拳暴击枭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以至于此刻连枭雄都有些怀疑莫不是有诈。然而杀子之恨岂能不报？就在枭雄看到一个致命的破绽时，他手中的剑瞬间如同一条致命的毒蛇，直刺凌晨的胸口而去。这一剑若得手，必死无疑。啊！生死一线，叶灵儿和田梦琪紧张的同时捂着嘴巴，连呼吸都凝滞了。凌晨也为自己留好了退路，实在不行的话，就在最后一刻逃回到混沌鼎中。万幸的是，他赌赢了。千钧一发之际，柳芙鸾化作一道血色惊鸿，纤纤玉指轻描淡写的夹住那夺命一剑。鸾儿，你不必出手的。凌晨语带柔情，却字字诛心。你叫他什么？鸾儿。枭雄瞪大双眼，气得浑身战栗不止。一直暗恋柳芙鸾的他，显然没料到凌晨捷足先登，竟跟心上人发展成为道侣的关系。霎时间，他的天塌了。他就是我的鸾儿。有问题吗？凌晨一把搂住柳芙鸾纤细的腰肢，目光如炬地直视枭雄，仿佛是在宣誓，语气中透着不容置疑的强势。不杀你，老夫誓不为人。枭雄目眦欲裂，手中长剑又向前刺出3分。就在剑锋即将触及凌晨之际，柳芙鸾纤纤玉指猛然收紧，咔的一声脆响，那柄寒光凛冽的长剑竟在他指剑断为2截。几乎同一时间，他掌风如电，重重印在枭雄胸膛。枭雄避之不及，准确来说，他压根就没想到柳芙鸾竟会对他下手，顿时整个人如断线风筝般倒飞而出，一口鲜血狂喷而出。他是本宫的人，岂是你说杀就杀的？你若再敢放肆，就别怪本宫不讲情面。柳芙鸾撂下狠话，周身杀气暴涨，令人窒息。可他是青云宗的弟子。枭雄单膝跪地，任由鲜血自嘴角滴落。本宫行事，何须你来知会？柳芙鸾冷冷瞪了他一眼，突然话锋一转，倒是你，天机峰后山地坑中的累累白骨，你作何解释？你为何会知道这些？枭雄脸色骤变，眼中闪过一丝慌乱。本宫如何得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枉死之人究竟因何丧命，目的是什么？柳芙鸾步步紧逼，声音冷若冰霜。你该不会以为我是在写休吧？枭雄惨然一笑，眼底泛起几分凄凉。顿了顿，他又掷地有声道：在青云宗苦心经营，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取代张道玄执掌宗门。这些年我杀人取血，以10000精血供奉赵无极，为的就是助他突破元婴之境。好在皇天不负苦心人，我成功取得赵无极的信任，在青云宗更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可我没想到，竟因你们行事不密，害得我而惨死。说着猛地转向柳芙鸾，公主，我为何欢宗出生入死，赤胆忠心？这些年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你呢，竟被这才捕3年的小辈迷得神魂颠倒。他的声音渐渐低沉，带着说不尽的悲凉。当年我为何愿意前往青云宗当这卧底？公主，你当真不明白我的心意吗？闭嘴！柳芙鸾打断了他的话，眼角余光偷瞥凌晨的反应，生怕凌晨误会，接着又冷若冰霜地呵斥道：再敢胡言，本宫定不轻饶。然而凌晨却一脸不淡定地追问道：你刚才说赵无极在血修，天机峰后山地坑中的那些尸体都是他授意你杀的？没想到吧？你们奉为神明的老祖，背地里却是一个杀人如麻的大魔头。他为了冲击元婴境不择手段，杀人还只是其次，就你视若珍宝的白月光苏月瑶，也早就被他以双修的手段当作顶炉裁捕过。枭雄宁笑着抹去嘴角血迹，与出惊人道：什么？凌晨如遭五雷轰顶，呆立当场。这些年来，我算是彻底看透了，什么青云宗、太乙门、火焰谷，这些所谓的名门正派，不过是一群披着人皮的豺狼，他们的所作所为比我们魔教还要卑鄙千百倍。枭雄手中长剑寒芒吞吐，杀气腾腾。不对，既然你早知苏月瑶被那老匹夫玷污过，那为什么还允许他和萧龙结为道侣？莫非你为了权势，连自己的儿子也坑？凌晨紧皱着眉头，突然厉声质问。哼！枭雄惨然一笑，眼中尽是凄凉。赵无极那老畜生糟蹋苏月瑶的事，在青云宗早已人尽皆知，让我儿娶她，不过是为了给那老东西遮羞罢了。赵无极，
凌晨握紧拳头，浑身杀意沸腾，不将你千刀万剐，我凌晨誓不为人。这就接受不了了。萧雄鹰恻恻地讥讽道：你不也替这魔头卖命多年，真是可笑。哼，给掌门张道玄下蛊，可是你的手笔。凌晨的眼神凌厉如刀，一字一顿地质问：谁让他多管闲事，撞破我的秘密？萧雄不以为意地撇了撇嘴，不过没有赵无极相助，我怎么可能轻易得手？所以萧龙死得不冤，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凌晨怒极反笑，字字诛心。萧雄咬牙切齿，一身杀气。不过他深知，若没有柳芙鸾允许，他根本就动不了凌晨。念及此，萧雄双目赤红地望向柳芙鸾，气血地问：公主，我追随你这么多年，不想让你为难，但现在你必须在我与他之间做个抉择，要么允我取他性命，要么就此恩断义绝。你竟敢威胁本宫！柳芙鸾勃然大怒，然而只是一个眼神，萧雄就知道自己彻底输了。于是他收剑入鞘，自嘲地笑了起来。呵，我知道你的选择了，公主保重。说罢拂袖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去。我是不是让你为难了？看着萧雄离开的背影，凌晨满脸愧疚地问道。人这一生，你要明白，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你一程。柳芙鸾轻轻叹了一口气，虽故作坚强，却有着说不出的失落。我能看出来他很喜欢你。凌晨直言不讳。可我不喜欢他。柳芙鸾脱口而出，似乎生怕他误会。凌晨突然揽住他纤腰，语气霸道：无所谓了，反正你是我的，我不会让任何人染指分毫。别忘了，我可是魔教魁首。柳芙鸾自嘲地笑了起来。赵无极倒是正道的首领，可他的手段也看到了，为了冲击元阴境，无所不用其极，这等行径，恐怕连魔道都要自叹不如。凌晨撇了撇嘴，根本就不以为然。柳芙鸾眼波流转，即便千夫所指，你也不怕？只要能跟你在一起，纵使与天下为敌，那又如何？凌晨一字一顿地说。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怎么这么有魅力？不对，你好像是一夜之间突然变了一个人，我都快招架不住了。柳芙鸾粉面含春，那在看向凌晨的双眸中流转着盈盈水光，以凌晨9世轮回的经验，当然不会那么肤浅，说些情情爱爱，他也想来点高级的。可架不住柳芙鸾就喜欢听那些土味情话，而且还相当受用，每每听了都耳根泛红。没有被爱过的人，只要有人对他稍微好一点，就会以为遇到对的人。可这个世界上不真诚的人太多，每次的真心付出，最后又都只换回一身教训。此刻面对柳芙鸾的质疑，总不能说觉醒了9世轮回的记忆吧。只见凌晨处变不惊，他洒脱地笑了笑，凑在他耳边暧昧地说：你要是早点跟我双修的话，早就知道我的魅力了，保证让你欲罢不能。讨厌！无数旖旎的画面立刻浮现在脑海中。柳芙鸾满脸羞涩道。缓了片刻后，他瞥了一眼幽冥血海的方向，脸色深沉而又凝重地说：你当真要跟我走？可要想清楚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你还在怀疑我的决心吗？凌晨傲睨道。那倒不是，我怕你会后悔。柳芙鸾娇媚地笑了起来。青云宗一战，虽然你被赵无极重创，但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修为也有所精进，对吧？如果我现在助你一臂之力，是不是就有希望冲击元阴境了？凌晨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做点什么。此言一出，气氛突然变得暧昧起来。柳芙鸾更是怦然心动，他羞涩地低下头，怯生生地问道：你该不会是现在就想助我修炼？一个男人如果没点东西，也没点真本事，只会拿所谓的真心说事，不仅苍白无力，还可笑。历经9世轮回的凌晨深谙其理，他之所以答应老祖赵无极前往幽冥血海寻找星河，并非他真的害怕，也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那里有能助他将9阴9阳，第一是力之法则修炼至大成境的太古神像，力之法则小成境，一拳可崩山裂海，无需借助外物辅佐，仅凭自身修为便能突破境界桎梏。但大成境需要寻得太古神像的精血，此等精血蕴含天地间至纯至粹的力量本源，能助肉身突破极限，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力破万法。至于力之法则大圆满境，唯有历经天劫、天罚乃至天谴淬炼，方能使肉身真挚不朽，成就硬汉天道而不灭的至高境界。且说凌晨和柳芙鸾两人进入幽冥血海中后，一路向核心区域进发。这段时日里，柳芙鸾使尽浑身解数，时而舞枪弄棒，时而巧舌如簧，而凌晨则始终秉持坚韧不拔之志，日复一日，两人朝夕相处，感情急速升温。稍显遗憾的是，坠入爱河的柳芙鸾全然无心修炼，转眼半月有余，其修为依旧停留在半步元阴境，毫无寸进。但也不是没有收获。经过这10余日的耳鬓厮磨，他身上那股令人闻风丧胆的魔道煞气已消失殆尽。
此刻依偎在凌晨身边，完全蜕变成一个可甜可咸可温柔的小女人，跟之前相比，简直判若两人。反观凌晨，他则以柳芙鸾的身体为炉鼎，竟不可思议的让修为连破2境，一举达到退凡4重天之境突破，还在继续。但这一日，眼看着即将抵达魔道祖庭冥王岛时，原本风平浪静的海面上突然翻涌，无数尸魁血泪如幽灵般破水而出，他们前赴后继，不仅阻挡了飞行法器的行进方向，甚至还宛如复古之居般爬上了玉龙舟，不顾一切地朝凌晨和柳芙鸾两人袭去。起初两人仗着绝对的实力还能勉强招架得住，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行尸走肉如潮水般汹涌而来，即便强如半步元阴境的柳芙鸾也不禁头皮发麻，心生退意。哪来这么多的尸魁和血泪？还是说幽冥血海一直都是这样？凌晨一边提剑砍杀，一边狐疑地问道。很明显，我们被人针对了。柳芙鸾清醒地说，衣袖挥舞间，道道血光将袭来的尸魁血雷搅碎。他们没有独立意识，但力量强大，战斗力恐怖，而且永不知疲倦，完全没有恐惧，数量还极其庞大，根本就杀不完。凌晨心急如焚地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否则迟早会被他们耗死。随我来。柳芙鸾玉掌猛然拍向玉龙舟，霎时间磅礴灵力激荡而出，将攀附的尸魁血泪尽数震落到幽冥血海中。紧接着在他的驾驭下，飞行法器玉龙舟如离弦之箭般倒飞而出，转眼便将那群行尸走肉甩得无影无踪。这些尸魁血泪明显是万鬼宗和血煞宗的手笔，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应该已经先我一步抵达冥王岛了。柳芙鸾紧皱着眉头，一副不容乐观的表情说，你的意思是？凌晨看出了他的不安，以那两人的秉性，必定先发制人，搬弄是非。眼下我若贸然登岛，只怕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甚至柳芙鸾轻咬着嘴唇，素来凌厉的双眼中罕见地流露出一丝惶然。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离开这，天下这么大，总有我们的容身之地，只要我们俩能在一起，一切都不是问题。凌晨握着他那略显冰凉的小手，轻声安抚道，你真是这样想的？柳芙鸾眼波流转，满是欣慰。不管你信不信，但我对你的心天地可见。凌晨凝视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道，我信你。柳芙鸾嫣然一笑，凌厉的眼神瞬间化作融融春水。我们先去附近的魔星岛，等安顿下来后再做打算。身为魔道巨擘，他阅人无数，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但之所以对凌晨一见倾心，除了人帅技术好外，最重要的一点是足够真诚。正所谓，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在飞行法器的急持下，约莫小半天后，两人便抵达魔星岛。幽冥血海星罗棋布着365座岛屿，其中冥王岛乃魔道圣地，是魔祖阎罗妹的修炼道场，那里戒备森严，除却几位亲传弟子外，寻常修士皆不得擅入。而眼前这座魔星岛，则是整个幽冥血海中最大的岛屿。这里纵横800里，却是生命禁区，因为岛上群山险恶，毒瘴弥漫，凶兽横行，邪祟丛生，若非筑基境以上的修士来此，必死无疑。魔星岛虽然环境恶劣，邪祟横行，但胜在人迹罕至。你只要待在这不到处乱走，以你的修为，应该不会有事。柳芙鸾四下看了一眼后，情真意切地说，怎么，你要走？凌晨挑起眉头问道。不管怎么说，我得去一趟冥王岛，必须得看到师傅才行。柳芙鸾深吸一口气，眼神坚定地说，我听说魔祖阎罗妹千人千面，是3界6域的第一美女，这是真的？凌晨饶有兴致地追问。所谓千人千面，是指众生看到她时皆能目睹心中至美之相，单凭此等神通，她这第一角色的名号便当之无愧。不过柳芙鸾坦言道，时至今日还没有人见过她的真实容貌，连你也没见过。凌晨有些意外，师父曾说过，除非是她的真命天子，否则谁也看不到她真实的模样。可这都1000余年了，她的真命天子始终都没出现。柳芙鸾轻叹一声，忽而眼波流转，怎么，莫非你也想见见我师父？嘿嘿，那是我能想的吗？凌晨自嘲地摸了摸鼻子，你就安心的在这里等着，最好哪里都不要去，我会尽快回来的。柳芙鸾再三叮嘱后转身便走，可刚走几步，他却又突然转身，轻咬着嘴唇，一副小女儿的姿态道，我是说万一3日后我没回来，你便自行离开血海，不必再等我了。怎么，此行还有危险？凌晨脸色微变，不由得皱起眉头，不过是防范于未然罢了。柳芙鸾淡然一笑，当即纵身一跃，直接踏上了飞行法器玉龙舟。再度看向凌晨时，他含情脉脉地说，等我。凌晨驻足在山崖旁，看着渐行渐远的飞行法器，久久无法释怀。你们俩该不会是玩真的吧？叶灵儿见状，半是调侃半是试探，你喜欢他？你们听说过太古神像吗？凌晨答非所问，眼神变得深邃起来。
传说中魔祖阎罗妹的坐骑。田梦琪眸光一亮，如数家珍道：力可擎天，寿于千载，据说是5阶妖兽，堪比元婴境大能。接着他又话锋一转问道：师兄，你问他干什么？他是我此行来幽冥血海的真正目的。林晨语出惊人道：什么？田梦琪满脸惊愕：你要杀他？你也知道他是元婴级别的超级巨擘，是我能是死的吗？林晨一脸无语，接着说：我不过求其一滴精血罢了，你要他的精血干什么？田梦琪追问不休。不等林晨回答，叶灵儿却一脸急不可耐地说：你答应帮人家觉醒星辰体都多久了？可每次总找借口推脱，如今柳芙鸾不在，你总该兑现承诺了吧？说到最后，他双颊飞霞，满脸羞涩的低语：人家还是第一次，你又不吃亏，第一次竟还在。林晨有些动摇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本着助人为乐的想法，他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叶灵儿面前。你真的考虑好了？看着他那副含羞带怯的模样，林晨戏谑地勾起嘴角。我要是成功觉醒了大周天星辰体的话，修炼速度当真能1日千里。叶灵儿面若桃花，羞涩的不敢直视他的眼睛。之前不是已经让你亲身感受过了吗？怎么，你还在怀疑我？林晨轻挑剑眉，语气带着几分戏谑。那你待会可不可以温柔些？我有点怕。叶灵儿低下头，白皙的肌肤泛起淡淡红晕，连指尖都不自觉地绞紧了衣角。这个你尽管放心，以我的技术，我的经验，我的手法，保证让你回味无穷。林晨的目光上下游离，接着又一脸的意道：这一点柳芙鸾应该深有体会，她这段时间的表现不会骗人。不得不说，这丫头身材玲珑有致，肌肤如雪般晶莹剔透，娇嫩的仿佛能掐出水来。虽说柳芙鸾凭借半步元婴境的修为，多年来也一直保养得很不错，但跟正年轻的叶灵儿比起来，终究还是少了几分天然的鲜嫩水灵，自然也就更令人期待。啊，我是不是该回避一下？眼见凌晨的大手顺势环住叶灵儿的纤腰，田梦琪如梦初醒，立刻红着脸结结巴巴地问道：你要是喜欢的话，也可以留下来在这看现场直播。他觉醒大周天星辰体的场面，想必会让你大开眼界，我倒是不介意多一位观众。凌晨唇角微扬，戏谑地笑了起来。我介意。叶灵儿耳尖通红，羞恼地瞪了他一眼。嘿嘿，那个，这种场面确实不适合围观。我先告辞。田梦琪手足无措地低下头，连脖梗都染上了红晕。等等，凌晨忽然叫住他，语气玩味：你体内不是还有阴阳合欢散的余毒没有彻底清除吗？同样需要我助你化解。反正一个是帮，两个也是帮，要不一起？师兄这是怎么了？田梦琪眼唇轻笑，当初为了苏月瑶守身如玉的劲头哪去了？如今倒是彻底不装了。曾经我可以为了一棵树放弃整片森林，可既然那只红杏出了墙，那就他们的爱谁谁。从今以后，我只为自己而活。凌晨自意一笑，眉宇间尽是洒脱。历经9世轮回的他活得通透，让他再不屑于委曲求全，更不会委屈自己。田梦琪生怕被牵连，朝凌晨吐了吐舌头，便一溜烟地跑开了。饶是如此，凌晨还是挥手布下一方独立空间，确保觉醒大周天星辰体时万无一失。这下总该没理由推脱了吧？叶灵儿的声音微微发颤，带着几分难以掩饰的羞涩。准备好了？凌晨沉声问道，深吸一口气，调整状态。叶灵儿紧闭双眼，用力点头，胸口不受控制的剧烈起伏。下一刻，一股温暖却霸道的力量将她拽入炽热的怀抱，衣襟悄然滑落，9阴9阳功法悄然运转。凌晨引导着体内至纯至阳的灵力，温柔而坚定地注入叶灵儿经脉之中。他的动作由缓至急，随着灵力交融，无数璀璨星辉凭空涌现，宛若被唤醒的星辰精灵，渐渐凝聚成绚丽的光带，将二人紧密缠绕。然而，就在大周天星辰体即将完全觉醒之际，叶灵儿的身体竟骤然化作无尽黑洞。刹那间，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吞噬之力轰然爆发，犹如远古凶兽张开血盆大口，疯狂蚕食着凌晨体内千锤百炼的浩瀚灵力，转瞬之间便将他的丹田抽干见底。噗！即便早有防备，凌晨仍抑制不住地喷出一口心头精血，整个身躯如同风中残烛般剧烈震颤，危在旦夕。你别吓我，怎么会这样？叶灵儿见状，吓得花容失色，慌乱中就要挣脱两人之间的灵力连接。别动！凌晨厉声喝止。可是这样下去你会死的。叶灵儿紧咬着嘴唇，环在凌晨颈间的纤纤玉臂不住颤抖。凌晨沉默以对。电光火石间，他猛然抬手，一掌按在星河之上。霎时间，一股浩瀚如海的星辰之力宛如天河决堤，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他几近枯竭的躯体。星河之力浩瀚无边，
这股力量不仅瞬间补全了被吞噬殆尽的灵力，更似9天烈焰将他濒临停滞的9阴9阳功法推至前所未有的巅峰，甚至超越极限。给我定！凌晨双目赤红，低吼如雷。刹那间，无数星光符文在叶灵儿冰肌玉骨上流转闪耀，一股源自太古星辰的浩瀚威压骤然降临，带着冰冷、孤高却又包容万象的意境轰然扩散开来。大周天星辰体于此刻真正觉醒，但一切并没有结束。就在叶灵儿觉醒完成的瞬间，一股蕴含着宇宙星辰本源的至阴精华如潮汐般逆流回涌，尽数注入凌晨体内。吼！蓦地，一声龙影响彻混沌顶，只见无数金色龙形气劲自凌晨周身喷薄而出，顿时一种更为霸道的体魄正在飞速成型。那是以熔炼诸天星辰、统御9天真阳为特征的至刚至阳之体——九阳龙环体。谁曾想，凌晨的纯阳之体在汲取星辰精华后，竟匪夷所思地完成如此惊人的蜕变。片刻后，光华渐敛，顶内恢复平静，只余下2人粗重而满足的喘息声。叶灵儿浑身星辉流淌，虚脱般瘫在凌晨怀中，感受着体内前所未有的磅礴力量，眼中尽是震撼与迷醉。那望向凌晨的目光里，已不仅仅是感激，更交织着难以言说的情愫。凌晨则松开心河，感受着九阳龙环体带来的爆炸性力量，欣慰地勾起嘴角。凌晨则松开按在心河上的手，感受着新生的九阳龙环体那几乎要撑破经脉的爆炸性力量，惊愕之余更多的是欣慰。他轻抚怀中家人泛红的脸颊，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容。我和你的鸾儿究竟谁更好一些？叶灵儿的指尖在他胸口上轻轻游走，带着一丝新城雨露后的娇怯与妩媚。凌晨低头看着他染满红霞的脸庞，唇边扬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哦，现在知道争了，之前是谁宁死不从的？你少打岔。叶灵儿娇嗔地哼了一声，我是说跟他比。柳芙鸾。他鼓起勇气说出那个名字，语气里带着藏不住的醋意和攀比心，声音却不自觉地放轻，仿佛生怕被人听见，尽管这里只有他们2人。你想跟他比什么？凌晨眼中闪过一丝玩味。你们那个的时候，他也这样吗？叶灵儿终究羞于启齿，话语断断续续。他跟你怎么能一样了？凌晨笑着收紧手臂，将他更紧地抱在怀里。哪里不一样？叶灵儿不依不饶地追问。他是历经风霜的牡丹，雍容华贵，而你是尘间出战的芍药，清丽脱俗。你的这份浑然天成的契合，这份青涩与炽热，独一无二。凌晨凑近他的耳边，声音轻柔似水。若非要你在我们之间做个选择呢？叶灵儿追问不休。凌晨低头深深看着他的眼睛，声音低沉而蛊惑。非要我说得更清楚，他是我曾欣赏过的风景，而你是让我重新发现美好的秘境。刚才你的反应，你的力量与我的交融，那星辰共鸣的感觉，你说谁更好？这番近乎直白的回应让叶灵儿面红似火，心里却像被倒进了一罐蜜糖，那股酸涩的醋意顿时消散无踪。哼，算你识相。叶灵儿将滚烫的脸颊重新埋进他颈窝，唇角的笑意怎么也藏不住。不过若能看到你们2人，凌晨眼中闪过期待的光芒，笑得意味深长。混沌顶内星光未散，成功觉醒大周天星辰体的叶灵儿并未急于修炼，反而眼波盈盈，带着几分迷离与探究，再次望向近在咫尺的凌晨。刚才那番灵魂与力量交融的极致体验，如烙印般深深刻入骨髓，令他沉醉其中，难以自拔。很快，那双如藕般的玉臂再度攀上凌晨的颈脖。正潜心参悟九阳龙环体的凌晨身形微震，缓缓睁眼，唇角噙着玩味的笑意。看来我们冰清玉洁的太一门圣女，如今所求已不止于大周天星辰体的觉醒，而是贪恋我的身子。少来！叶灵儿双颊飞霞，羞恼地瞪他一眼，继而轻叹道：如今我才明白，为何柳芙鸾守身如玉数百年，偏偏在你这里栽了跟头。他抬起头，眼中水光潋滟。之前我还自以为是地嘲讽他是恋爱脑，如今自己又何尝不是？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情之一字，最是蚀骨，毫无道理，却又甘之如饴。不修炼了。凌晨修长的手指轻抚过他的青丝，叶灵儿微微扬起白皙的下巴，气息微喘，却无比坚定。我。半天后，叶灵儿沉沉睡去，凌晨则在爱情的滋润下容光焕发。尤其当他以叶灵儿的大周天星辰体为炉鼎，同时吞噬星辰之力修炼时，修为更是突飞猛进。短短半天不到，他的境界竟在做突破，直达退凡5重天。就在他准备进一步修炼时，外界突然传来一阵令人心悸的能量波动，压抑而狂暴，仿佛某种力量即将失控爆发。凌晨心有所感，瞬息来到外面，穿过一片枯死的黑木林，眼前豁然出现一片焦土。
地面皲裂，冒着丝丝缕缕的青烟，核心处则蜷缩着一个剧烈颤抖的身影。那是个女子，或者说勉强能看出是个女子的轮廓。女子一身狼狈，可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她周身竟燃烧着诡异的烈焰，仿佛正在疯狂蚕食她的血肉与神魂。啊！女子痛苦地抽搐着，眼神涣散，充满了绝望与不甘，仿佛正被无形的巨手拖入无间地狱。混沌鼎内，看到这一幕的田梦琪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声音止不住地颤抖道：太可怕了，感觉他的神魂都要被烧穿了。这幽冥血海果然是卧虎藏龙。凌晨眸光深邃，难掩震撼。师兄，你快走，柳芙鸾临别前不是再三叮嘱过吗？这里邪祟横行，妖魔遍布，当下情况不明，你还是别招惹为好。田梦琪焦急万分，声音都变了调。他可不是什么邪祟。凌晨双眸中金光四射，大为惊叹地说：这是焚心业火，他至少是化神大圆满的绝世强者。什么？田梦琪大吃一惊，脸色瞬间变得苍白起来。那他怎会落得如此境地？由化神入炼虚，虚度3元天劫、风劫、火劫、雷劫。凌晨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这火劫专焚七情六欲，修士须直面必生因果，若道心不稳，便会遭业火反噬，形神俱灭。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田梦琪不禁再次对他刮目相看。所以他这是渡劫失败了。业火焚身本是必死之局，但谁叫他运气这么好，碰上我了呢？凌晨唇角微扬，眼中闪过一丝玩味。9世轮回，他早已不是第一次直面业火之劫，深知此刻唯有引火绝方能救人性命。引火之道重在疏导而非硬抗，业火焚心，其根源于心念。凌晨只掐法诀，双手凌空，虚点女子周身挤出业火最盛的窍穴，指尖始终保持着半尺之距。嗤嗤，他口中低吟着古老的控火咒文，只见那肆虐的焚心业火竟如被驯服的猛兽般渐趋温顺。奇迹悄然发生，随着九阳龙环体的本源之力缓缓注入，女子濒死的急促气息逐渐平缓，虽微弱却渐渐稳定。终于，当最后一缕业火被凌晨吸入体内的瞬间，女子如脱水的鱼重归大海，瘫软在地，剧烈喘息着，双眼中交织着劫后余生的茫然与极度的疲惫。凌晨也长舒一口气，后退一步，体内气血微微翻腾。他俯视着地上狼狈不堪的女子，声音淡然：业火焚心，最忌道心动摇。你此刻虽已脱险，但道基受损，还需静养固本。女子嗓音嘶哑，却带着与生俱来的威严，竟能驾驭焚心业火，还通晓3元外劫之秘。你究竟是谁？萍水相逢，略尽绵力而已。凌晨负手而立，神色从容地说：晚辈凌晨不过一介散修，误入此岛。凌晨，女子还想追问，奈何业火反噬让她元气大伤，终是眼前一黑昏厥过去。凌晨见状，连忙上前探查她的伤势，同时将一股精纯的至阳之气注入她体内，助其疗伤。她怎么样了？田梦琪一直密切地关注外面，忧心忡忡地问道。焚心业火的反噬虽让她伤得不轻，但好在不致命，调养些时日便能恢复。凌晨收回手，长舒一口气。魔星岛危机四伏，邪祟横行，若被盯上，田梦琪焦急地催促：你还是快走吧，一旦遭遇不测，可就糟了。我刚才大概看了一下，这附近妖兽环伺，虎视眈眈，他现在昏迷不醒，毫无自保之力，若我弃之不顾，他必然成为猎物，1000余年的修为也将毁于一旦。凌晨深吸一口气，直言不讳道。言尽于此，田梦琪也不好再说些什么。接下来1天1夜的时间里，凌晨一直守护在侧，寸步不离，直到次日破晓时分，女子才缓缓睁开双眸。见凌晨静坐一旁，她语气温和中透着感激：你一直都守在这魔星岛妖兽遍布，伺机而动，我若走了，你可不见得能活到现在。凌晨语带调侃的回应：我叫梅洛燕，这份恩情铭记于心。梅洛燕周身灵力涌动，状态明显好转。幽冥血海乃魔教圣地，你冒险前来所为何事？凌晨略微思索，决定袒露部分目的，或许能得些线索。晚辈为寻太古神像的精血而来。太古神像？梅洛燕眼中金芒乍现，若有所思的点头。那头老象，你要他的精血作何用途？修炼所需。凌晨简短答道。太古神像行踪不定，寻常人根本无从知晓。梅洛燕淡然道来，眼神却格外明亮。不过我知道他的下落。他顿了顿，语气坚定：你救了我一命，我可以带你去找他。说罢，不等凌晨回应，他便强撑着站起身，步履略显蹒跚地走向不远处的水潭，俯身捧起一汪清水洗净脸庞。身后，凌晨心潮起伏，难以平静。他原本对太古神像并未抱太大期望，可谁能想到，仅仅一句无心之言，
竟在这刚救下的女子身上结下如此机缘。刹那间，他浑身血液沸腾，隐隐生出一丝难以抑制的期待。且说梅洛燕举起一捧清冽潭水，洗净面上尘灰与浊痕，缓缓转身，仅此一眼，凌晨的呼吸、心跳，连同9世轮回所累积的所有见识与定力，皆在瞬间凝固。他见过柳芙鸾颠倒众生的妖娆，也曾领略叶灵儿清辉流转的仙姿，更在漫长的轮回中阅尽3000世界的绝色芳华。冰肌玉骨，宛若琉璃仙子，秀美无双，恰似绝代佳人。她的五官浑然天成，宛如造化神迹，每一寸肌肤都流转着月华般的柔光，纯净的不染半点尘埃。凌晨第一次无比清晰地意识到，自己9世积累的所谓阅历，在造物主这等不可思议的杰作面前，竟显得如此苍白而渺小。千秋无绝色，月暮是佳人，倾国倾城貌，今为天下人。不仅是凌晨，就连藏身于混沌鼎中的田梦琪和叶灵儿两女，在看到梅洛燕的第一眼，全都如遭雷击般正立当场，神魂俱震。她那惊世容颜让两女都不禁屏息凝神。叶灵儿素手掩唇，指尖却不自觉地绞紧了衣袖，田梦琪更是杏目圆睁，连呼吸都为之凝滞。这世间怎么会有如此绝色？叶灵儿的声音里透着难以掩饰的震撼，久久无法平复。身为太医门圣女，她向来对自己的容貌颇有自信，可此刻竟生出几分自惭形秽之感。田梦琪痴痴望着那道身影，呢喃道：她的美完全不足以用言语来形容，9天玄女下凡怕也不过如此。她忽然觉得任何形容美色的词藻在此刻都显得苍白无力，那是一种超脱凡俗的直击灵魂的惊艳，让人一见便再难移开视线。颜若媚。凌晨脸色大变，仿佛被闪电击中般，浑身一震，声音中带着难以掩饰的惊诧：你是魔祖颜若媚？哼，休要提那魔头！梅若燕眼中寒芒乍现，朱唇轻启间，杀意凛然。若非他趁我渡火劫时暗中偷袭，我何至于沦落到业火焚身的下场？如此说来，凌晨心神恍惚，声音微微发颤：前辈并非颜若媚，你且睁大眼睛看清楚。梅若燕广袖一拂，周身清气流转，本座这一身纯阳道韵，哪来的半分魔祖气息？我不过是个闲云野鹤的散修罢了。凌晨微微颔首，沉默以对。即便身负9世轮回的记忆，在这等化神器大能面前，他仍能感受到灵魂深处的战栗，那是蝼蚁面对苍龙10本能的敬畏。随我来吧。梅若燕突然转身，裙裾在新风中翻卷，我这就带你去寻那头老象。凌晨几乎没有过多犹豫，连忙快步跟了上去。两人的身影逐渐没入浓雾之中，身后是毒瘴弥漫的魔星岛，前方则是令3界6域闻风丧胆的魔道圣地冥王岛。你不等柳芙鸾了？见凌晨欲走，田梦琪急声问道。他临行前不是说过了吗？若3天没回，我便可自行离去。凌晨大不留心，衣袂在新风中猎猎作响。可那是魔教祖庭冥王岛啊，那些尸魁邪磊的厉害，你又不是没见识过。更何况叶灵儿惴惴不安，放心不下道，这女人来历不明，一身修为更是恐怖至死，你当真就不怕？怎么怕为夫有个闪失，让你年纪轻轻就守寡？凌晨挑起眉头，玩味地调侃道。呸，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嘴滑舌？叶灵儿娇嗔不已，脸上泛起绯红。你们也都知道，颜若媚数百年前就石化神器的修为，以我当今的实力，想取她坐骑的精血，无异于蚍蜉撼树。如今凌晨深吸一口气，转头看向梅洛燕，难得有人愿意助我，天赐良机，岂能错过？可他叶灵儿轻咬着嘴唇，还是放心不下。救命之恩，总不会恩将仇报吧？凌晨洒脱一笑，突然低声耳语：放心，为夫还要回来疼你呢。谁要你疼？叶灵儿跺脚转身，却悄悄红了脸颊。总之你必须毫发无损的回来。说来也奇怪，在梅洛燕的带领下，两人竟一路畅通无阻，如入无人之境般顺利踏入冥王岛，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碍。不是说此地戒备森严，寻常修士根本难以踏足吗？为什么我们连半个人影都没见着？顺利登岛后，凌晨环顾四周，心中疑惑丛生。你觉得本座是寻常修士？梅洛燕眉梢一挑，傲然反问。当然不是。凌晨猛然意识到失言，立刻堆起笑脸奉承道：被乃化神器的大能，放眼天下，何处去不得？区冥王岛，自然拦不住您。本座很老。梅洛燕凤目一瞪，寒意逼人。这哪里的话？凌晨背脊一凉，连忙改口：便是28芳华的少女，也比不得你半分风采。从今往后，换我梅姐，再敢叫一声前辈，他冷冷一哼，未尽之言尽在不言中。是梅姐。凌晨深吸一口气，连忙应声。且说两人在冥王岛上信步而行，丝毫未曾遮掩气息，却诡异的没遇半分阻拦。片刻后，行进中的凌晨脸色大变，
前方云雾翻涌间，赫然显现出一尊巍峨如山的巨兽，青灰色的身躯高达100丈，宛如一座移动的山岳，身上符文流转，玄奥莫测。四足踏地时，金莲自生，暗金色的双瞳内似有星辰幻灭，摄人心魄。脊柱骨刺如锯齿般狰狞，巨尾形似流星锤般沉魂，每一次呼吸都令方圆百里的妖兽瑟瑟发抖，正是传说中的太古神像。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凌晨万万没想到，他心心念念的太古神像竟然就这么水灵灵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魔族阎罗妹的坐骑。凌晨诚惶诚恐地望去，激动得语无伦次。传说中的太古神像，本座不喜欢欠人情，你救我一命，我助你取一滴太古神像的精血，咱们就算是恩怨两清了，谁也不欠谁。梅洛燕广袖轻拂，语气淡漠道。话音未落，只见他纤纤玉指轻点，霎时间，一滴金芒流转的精血竟凭空浮现，内蕴的洪荒之力让周遭空气都为之震颤。这里毕竟是冥王岛，既然得到想要的了，还是尽快离开吧，否则会有杀身之祸。梅洛燕眸中寒光一闪，声音陡然冷厉，似在警告。还没等凌晨回应，他竟连同那太古神像一起凭空消失在原地，仿佛从未存在过。咦，他就这么走了？叶灵儿的声音透着不安。不重要。凌晨微微摇头，目不转睛看着那滴精血，眼中燃起灼热光芒。找到了太古神像的精血，这才是最重要的。说罢，他身形一闪，瞬间没入混沌鼎中。弱肉强食，强者为尊。接下来3天的时间里，凌晨全神贯注地炼化着太古神像的精血，九阴九阳第一式力之法则在他体内疯狂运转，每一次周天循环都让他的骨骼发出雷鸣般的爆响。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这一日，一阵激烈的打斗声骤然穿透他的识海，迫使他从入定中惊醒。就在这冥王岛深处，殷九幽与邢无极二人一左一右形成合围之势，将柳芙鸾逼得节节败退，完全招架不住。更让凌晨怒不可遏的是，那2个魔头出言不逊，竟欲亵渎柳芙鸾堂堂合欢宗掌门，守身如玉100年，却被一个毛头小子给破了身。殷九幽舔着猩红的嘴唇，眼中闪烁着邪恶的光芒。今日既落在本座手里，定要让你尝尝什么才是真正的极乐之道。本尊的血煞吞元功正缺个上好的炉鼎。邢无极宁笑着扯开衣袍，待老夫亲自为你开光，保准让你销魂蚀骨。看到这一幕的凌晨目眦欲裂，浑身杀意瞬间爆发，当即强行冲破闭关禁制，便要破空杀出。这里可是冥王岛，是魔教祖庭，你一个青云宗弟子贸然闯入已是死罪，若再出手搅局，叶灵儿心直口快，声音因惊惧而微微发颤。师兄，三思啊！那2人可都是结丹境修为，此刻现身无异于自投罗网。田梦琪忧心如焚，双手紧紧拽住他的衣袖不放。我凌晨的女人，岂是他们所能羞辱的？凌晨握紧拳头，仿佛要将空气捏碎。纵是踏碎这冥王岛，我也要让他们万劫不复。你会死的！叶灵儿几乎咬破嘴唇，无心所向，虽九死犹未悔。凌晨字字铿锵，忽又轻笑一声：若有一日你们身陷险境，我同样会以命相搏，因为你们都是我的女人。话音未落，他身形一闪，已然出现在冥王岛上。且说柳芙鸾本就元气大损，如今再在2大魔头如狼似虎的攻势下节节败退，身上接连中了数掌，已是伤上加伤，千钧一发之际。眼看着邢无极宁笑着扯开衣袍，柳芙鸾即将遭辱时，一道凌厉剑气破空而至，硬生生震退2大魔道巨擘。殷九幽和邢无极尚未来得及反应，凌晨已借助时间法则与空间法则之力横空出世，宛如一座巍峨山岳般屹立在柳芙鸾身前。小陈，你怎么会在这里？四目相对的瞬间，柳芙鸾又惊又喜，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很快他便意识到这是必死之局，以凌晨当前的实力，不仅无法带领他杀出魔窟，反倒会死无葬身之地。你迟迟没回去，我便只好来找你了。凌晨眉眼温柔，语气宠溺。你傻不傻？这里可是冥王岛。柳芙鸾急得眼眶发红，一旦踏入此地，再想离开，恐怕就成了奢想。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凌晨洒脱一笑，只要能跟你在一起，纵然是死，又有何惧？你当真是这样想的？柳芙鸾感动得一塌糊涂，这一刻仿佛连死亡也没那么可怕了。我都站在这里了，难道还不足以表明心迹？凌晨含笑反问，目光坚定如铁。对面被坏了好事的殷九幽和行无极面色阴鸷，眼中杀意翻涌。他们俩万万没想到，在这魔教圣地冥王岛上竟有人胆敢搅局。更令他们震怒的是，来人竟是那个潜伏合欢宗的青云宗卧底凌晨。殷九幽神色一凛，脸上写满难以置信。区青云宗弟子
也敢擅闯明王岛？啧啧，本以为你们是露水情缘，没想到竟然处出真感情来了。邢无极狞笑着舔了舔嘴唇，既如此，本座便让你亲眼看着我是如何将柳芙鸾炼成炉鼎的，又能如何？哈哈哈！眼见大战一触即发，柳芙鸾稍稍调息后，便从容上前，目光如炬的沉声道：“待会我来拖住他们，你尽快找机会脱身，走得越远越好。你就这么看不上我？”凌晨有些不满：“我要你活着。”柳芙鸾眼中柔情似水：“你若死了，我一个人苟活又有什么意义？”凌晨自嘲一笑，手中长剑铮鸣作响：“小心了！”话音未落，他人剑合一，化作一道惊鸿，凝聚着冲天杀意，直取殷九幽。几乎同一时间，柳芙鸾周身魔气翻涌，也抱着玉石俱焚之志扑向邢无极。以退凡境的修为去挑战结丹境的巅峰实力，无异于以卵击石。叶灵儿面如死灰，忽又眸光微动，但他这份不离不弃的勇气和魄力，确实令人刮目相看，也难怪能让柳芙鸾一见倾心，生死相许。如此说来，师姐倒是捡到宝了。田梦琪抿嘴轻笑，她要活着才行。叶灵儿轻咬朱唇，神色黯然。可如今这般局面，怎么看都是必死之局。那可不见得，师兄吉人自有天相，肯定能逢凶化吉。田梦琪目光灼灼，语气笃定。正说话间，凌晨已经跟殷九幽恶战在一起。道心一线，天渊之别，一个小境界之间的差距尚且判若云泥，更何况退凡境与结丹境之间还横亘着一个筑基大境界，简直是仙凡殊途。正因为如此，从交锋刚一开始，凌晨便险象环生，命悬一线。尽管他有混沌顶护体，可在绝对实力的碾压之下，他如丧家之犬，只能凭借九阴九阳的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腾挪闪避，勉强立于不败之地。殷九幽出手狠辣，招招直取要害。他本以为仗着结丹境的修为对付凌晨，不过举手之劳，弹指可灭。岂料真正交手后，他才意识到，眼前这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子，不仅身法诡异莫测，甚至还能操控时空，总在生死一发间避开致命杀招。难怪能夺走柳公主的一血，却有几分能耐。殷九幽杀机更盛，却忍不住出言赞叹：“老狗，可敢接我一拳？”凌晨瞅准时机挑衅，欲以力之法则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而这也是他唯一能重创殷九幽的杀招。说时迟那时快，凌晨立刻运转九阴九阳第一式力量法则，顿时一个沙包大小的拳头裹挟着毁天灭地的力量，直接以雷霆万钧之势轰然击出。殷九幽非但不惧，反倒主动迎了上来。在他看来，区区退凡境的凌晨竟敢挑衅比拼纯粹力量，简直自寻死路。于是下一刻，没有花哨的动作，没有繁杂的招式，虚空中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宛如火星撞地球一般轰然撞在一起。轰！一声震天巨响中，叶灵儿与田梦琪同时掩面侧手，先指紧扣，不敢直视。啊！凄厉的惨叫声刺破长空。可令人诧异的是，凌晨竟如磐石般巍然不动，毫发未损，反倒是殷九幽那枯瘦的身躯如断线的风筝般倒飞而出，在摧枯拉朽的拳劲下，竟硬生生拦腰撞断一棵5人合抱的参天古树。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他的右臂连同着半边肩膀，竟被凌晨那一拳轰碎成渣。此刻右肩处只剩一团模糊血雾，森森白骨裸露在外，狰狞可怖。此等良机，当赶尽杀绝。然而不远处的柳芙鸾在邢无极的致命攻势下命悬一线，森寒剑锋距离他的心口仅剩半寸不到，生死两难须决断。千钧一发之际，凌晨只能舍弃对殷九幽的追击，转而在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的双重加持下，顿时以近乎瞬移的速度来到邢无极身后，再度握紧拳头暴轰而出。不好！邢无极心中暗呼不妙，尤其是刚才亲眼目睹殷九幽被凌晨轻描淡写的一拳轰碎了半条臂膀时，他哪里还敢应接锋芒，当即收剑急退。这怎么可能？被护在身后的柳芙鸾瞠目结舌，难以置信地颤声问道：“你的速度，还有你的力量，竟然能碾压结丹境的强者？若没点真本事，我又怎能配得上你？”凌晨唇角微扬，继而正色道：“我参悟的力量法则刚突破，如今已经真至大成境，可无视修为上的差距，力破万法。你身上到底还藏着多少我不知道的秘密？”柳芙鸾抬头望来，声音里透着难以掩饰的惊诧。他发现自己跟凌晨走得越近，却越来越看不透他的深不可测。你只要记住一点。凌晨淡然一笑，满是宠溺地说：“为你，我连这条命都可以不要。”话音未落，两人正欲联手突围，却见殷九幽一声令下，顷刻间密密麻麻的尸魁血泪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将两人团团围住，俨然已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混沌顶内，叶灵儿和田梦琪两女惊魂未定，
他们原以为退凡境的凌晨在结丹境强者殷九幽的攻击下必死无疑，谁曾想转瞬之间，凌晨不仅毫发无伤，竟还重创殷九幽断其一臂。如此惊天逆转，令人难以置信。霎时间，两女相顾失色，眼中俱是震惊与茫然。刚才发生什么了？叶灵儿朱唇微颤，难掩震撼。我刚才也没敢看，还以为师兄他。田梦琪声音发颤，继而转惊为喜，怎料他竟能绝地反击，那可是结丹境的高手。我叶灵儿能看上的男人，岂是泛泛之辈？叶灵儿眼光流转，那颗一直悬着的心总算是落地了。然而当看到无数尸魁血泪如潮水般蜂拥而至时，两女顿时花容失色，骇然地说不出话来。且说凌晨搀扶着身受重伤的柳芙鸾正欲离开，不料四周突然涌现出密密麻麻的尸魁血泪，铺天盖地般围剿而来。一时间，两人只觉头皮发麻，不寒而栗。看来今日我们当真要命丧于此了。柳芙鸾侧手望向凌晨，眼中满是愧疚之色，都怪我连累了你。不到最后一刻，鹿死谁手真不好说，说不定还会有奇迹发生呢。我们拭目以待吧。凌晨神色淡然，目光坚毅。他已暗中下定决心，若真到了万不得已之时，就暴露混沌鼎，活人总不能被尿给憋死了。杀！给我将他们碎尸万段！不远处，失去一臂的殷九幽州身魔气滔天，面目狰狞地嘶吼着，眼中燃烧着复仇的怒火。这小子手中肯定有一保护体，不然绝无可能毁掉你的一臂。邢无极看热闹不嫌事大，一脸垂涎地说：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藏着什么了不得的宝贝。没有意外，凌晨和柳芙鸾瞬间陷入尸魁血泪的包围之中，厮杀骤起。这些行尸走肉虽实力平平，可架不住前赴后继，悍不畏死，如潮水般汹涌而至。起初二人尚能勉力抵挡，可随着数量激增，攻势愈发爆裂，不多时便双双负伤，渐显颓势。眼看着悲剧将要上演，凌晨甚至已经拉着柳芙鸾的小手准备遁入混沌鼎中时，意外突然发生了，一声震天嘶吼响彻云霄。霎时间，风云激荡，虚空崩裂，一头巍峨如山的巨象轰然降临。刹那间，那些数不清的尸魁和血泪宛如惊弓之鸟，立刻四下逃窜，很快便不见了踪影。这是师父的坐骑太古神象。劫后余生的柳芙鸾欣喜若狂，百感交集道：师父来救我了。凌晨没有说话，心底却长舒一口气。混沌鼎的秘密险些就暴露了，小陈还真被你说到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柳芙鸾紧紧挽住他的手臂，笑靥如花。你知道梅洛燕吗？一个化神大元满境的高手。凌晨突然想起了什么，略显好奇地问道：什么梅洛燕？从未听说过。柳芙鸾微微摇头。凌晨还想说些什么，但就在这时，冥王岛上空骤然雷云翻涌，天威浩荡，竟是有人引动雷劫。这莫非是师尊的三元雷劫？柳芙鸾仰首望天，神色震撼，师尊要突破炼虚境了。凌晨本就觉得梅洛燕和魔祖颜洛妹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毕竟化神期的高手屈指可数，如今连渡劫时机都如此巧合，更让他浮想联翩。尤其梅洛燕那惊为天人的容颜，恰与传闻中颜洛妹千人千面的特征不谋而合。难道梅洛燕和颜洛妹当真是一个人？凌晨喃喃自语，忍不住地猜测起来。你把梅洛燕这个名字倒过来念试试。叶灵儿突然失声惊呼，似是发现了惊天秘密。这有什么的？梅洛燕不就是燕洛梅、颜洛妹？田梦琪猛然瞪大双眼，声音都变了调。天哪，你之前救下的那个绝世美女，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的魔祖颜洛妹吧？我早就该想到了。凌晨眼中金光闪烁，心中已然确信。正说话时，一道紫衣身影破空而至，傲然悬立于翻涌的劫云之下，直面那即将降临的三元雷劫。颜洛妹。当那道绝世身影映入眼帘的刹那，凌晨、叶灵儿与田梦琪异口同声惊呼。现在他们可以肯定，梅洛燕就是传说中的魔祖颜洛妹。天哪，竟还真的是她！叶灵儿脸色动容，眼中尽是难以置信的震撼。你们说，她的千人千面，难道我们眼中所见当真各不相同？田梦琪痴痴凝望，那雪腻的脸蛋因惊叹而泛起红晕。曾有修士尝试为其画像，却无人能勾勒其真容。叶灵儿语气坚定道：据说每个见到她的人所看到的都不是同一张脸，除非……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抹神秘。他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出现，或许才能得见真容。都过去几千年了，他还没等到那个人吗？田梦琪笑着揶揄道：谁知道呢？说不定就在今日，或许就在我们这群人中间呢。叶灵儿也笑着接话，目光在人群中流转。凌晨置若罔闻，目光凝视天际。因为魔祖颜洛妹的突然降临，让殷九幽和邢无极两人不敢造次，恭恭敬敬地退到一旁，静静看着一切。
凌晨和柳芙鸾两人也因此获得了难得的喘息之机。很快，在众人的见证下，狂暴的三元雷劫裹挟着毁天灭地之威，一道接一道劈落在颜洛妹身上。起初，她尚能游刃有余地抵挡，但随着雷劫愈发猛烈，本就遭受业火反噬的她渐渐力有不逮，防御开始出现破绽。当一道水桶粗的紫金雷霆轰然劈落时，颜洛妹终究避之不及，刹那间皮开肉绽，鲜血飞溅，一口精血不可抑制地喷涌而出。糟了，师尊身负重伤，恐怕难以承受三元雷劫的威力。目睹此景的柳芙鸾大惊失色，他想要做些什么，可别说彼时的他同样重伤在身，即便是在全盛时期，恐怕也承受不住三元雷劫的威力。轰！噼里啪啦，形势斗转直下。几个回合后，颜洛妹已是强弩之末，随着一道惊雷劈下，她顿时七窍流血，再也无力招架。就在她万念俱灰，以为自己必将陨落之际，一道流光划破长空，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呼啸而至。谁能想到，在这生死攸关之际，凌晨竟不顾性命冲入雷劫核心。他并非为英雄救美而来，而是要以这毁天灭地的雷霆淬炼己身。力量法则大成之后，唯有经历天劫、天罚乃至天谴的洗礼，方能真至大圆满之境。虽然这雷劫远不及天劫之威，却也能让他的力量法则更进一步蜕变。当然，若能顺便救下这位奄奄一息的魔祖颜洛妹，倒也算是一桩功德。是你！四目相对的瞬间，原本心如死灰的颜洛妹突然浑身剧颤，连神魂都为之震荡。这种前所未有的悸动让她热泪盈眶，她痴痴地望着眼前的身影，恍若一眼万年。莫非这就是我苦等千年的真命天子？凌晨。不远处，柳芙鸾如梦初醒，她顾不得满身伤痕，状若癫狂地向前扑去，却被太古神像那如同山岳般的巨鼻无情地扫飞，重重砸落在地，口喷鲜血，混沌顶内。叶灵儿和田梦琪两女更是吓得魂飞魄散。他疯了，那可是三元雷劫啊！叶灵儿失声惊呼，脸色惨白如纸。田梦琪则紧捂心口，张口欲言又止，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恐惧。殷九幽与邢无极这两位魔道巨擘，此刻也完全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殷九幽捂着断臂处，邢无极则瞪大了眼睛，两人脸上写满了自寻死路、愚不可及的复杂神情。他们完全无法理解区区退凡境的蝼蚁何来的勇气冲向连化神后期魔祖都扛不住的恐怖天罚，简直就是找死。雷劫中心，颜洛妹看着突然挡在自己身前的挺拔背影，心神俱震。那熟悉的身影此刻在她眼中仿佛披上了万丈光芒，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悸动如同电流般贯穿全身，仿佛被尘封千年的命运之锁在此刻被猛烈撞击。凌晨目光如水般看了过来，梅姐别来无恙。颜洛妹深吸一口气，眼中疑云流转。精血既得，为什么还没走？我要是走了，这三元雷劫谁来替你抵挡？林晨宇带戏谑地说。狂妄！颜洛妹神色复杂地看向他，声音陡然变得凌厉起来。本座化神之道，体上难挡天威，而不过退凡蝼蚁，也敢妄言渡劫，不过是飞蛾扑火。天道无常，或许我这飞蛾偏能浴火重生。凌晨抬头望向虚空中不断游走的雷霆，底气十足地说。话音未落，轰隆隆，四道比之前更加狂暴，蕴含了无尽毁灭意志的紫金雷霆撕裂长空，带着灭绝万物的威势悍然劈落。生死一线，凌晨动了。他没有施展任何防御道法，也没有祭出法宝抵抗，而是以纯粹的肉身悍然向着那毁天灭地的雷霆撞去。给我破！一声怒吼，仿佛龙吟九天，盖过了雷霆的咆哮。万丈雷光瞬间将凌晨彻底吞没，恐怖的紫电如同亿万根烧红的钢针，疯狂扎进他的毛孔、经脉、骨髓，让人生不如死。可就在这毁灭的极致痛苦之中，九阴九阳功法所追求的极致力量法则被彻底点燃了。那至刚至阳、毁灭万物的雷霆之力，在他有意识的引导下，如同狂暴的洪流般被强行注入五脏六腑，使得他的筋骨、血肉乃至三魂七魄，仿佛都在经历着破而后立的重生。震惊！颜洛妹本以为那毁灭性的三元雷劫会让他灰飞烟灭，岂料凌晨不仅毫发无损，反而将毁天灭地的雷霆化作炼体之力。他的身体虽承受着无边的痛苦，却也在这个过程中被雷霆之力反复捶打、提纯、升华，在毁灭的雷光中，如同涅槃的凤凰，正经历着惊世骇俗的涅槃蜕变。远处看到这一幕的殷九幽瞠目结舌，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道：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连师尊化神大圆满的修为都扛不住的灭世雷劫，他居然拿来淬体。现在来看，你被他打爆一条手臂，真是一点都不冤枉。邢无极背脊发凉，不寒而栗。同样被震惊到的还有柳芙鸾。
从凌晨一拳轰碎殷九幽的手臂，到如今凭借血肉之躯硬扛3元天劫，再到此刻众目睽睽之下以雷霆炼体，这所有的一切无不颠覆认知。他不禁陷入深思，这个曾被采捕3年的少年，究竟是蛰伏已久的深渊潜龙，还是得遇今世机缘的凡尘蝼蚁？小师妹好眼光，没想到你身边竟藏着如此惊世骇俗的人物。殷九幽捂着断臂处，惨白的脸上挤出扭曲笑容，当真是金屋藏娇，深藏不露啊！哼，可惜他刚才那一拳，怎么没把你打死？柳芙鸾狠狠瞪了他一眼，杀气腾腾道：“你！”殷九幽惨白，却被对得说不出话来。此刻天穹之上，最后一道灭世雷霆轰然劈落，漫天劫云如潮水般退散，天威消弭。雷光散尽处，凌晨傲然而立。此刻他赤着上身，浑身肌肉虬结有力，仿佛历经千锤百炼的玄铁一般，举手抬足间都有着崩天裂地的洪荒伟力。在3元雷劫的锤炼下，九阴九阳第一式力量法则已触摸到大圆满门槛，刚突破的修为更是一举跨入退凡6重天。而在其身旁，阎罗妹周身道运流转，虚实相生的躯体隐约与天地共鸣，这正是踏入炼虚境的标志。看到这一幕时，殷九幽和邢无极率先单膝跪地，齐声高呼道：“恭喜师尊，正道炼虚！”柳芙鸾虽重伤在身，此刻也是挣扎着起身，眼中充满敬畏与希冀。“恭喜师尊，道法大成！”阎罗妹周身翻涌的狂暴气息渐趋平和，面对众弟子的朝拜，她神色淡然如古井无波，那双如星空般的眼眸扫过众人，最终却稳稳地落在凌晨身上。刚才那一眼万年的悸动是如此强烈而真实，仿佛沉寂千年的命运之弦被骤然拨动，他需要一个答案。念及此，阎罗妹朱唇轻启，语气带着一种不容抗拒的威严：“你深得本座之心，跟我走一趟。”此言一出，殷九幽、邢无极猛地抬头，眼中满是错愕与难以置信。柳芙鸾更是心头一颤，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涩瞬间席卷全身。深得师尊之心，这评价也太暧昧了。他想要干什么？凌晨倒没想太多，但在跟阎罗妹对视的刹那，他也能感觉到灵魂深处的牵绊，那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仿佛穿越了无尽轮回大殿之中，两人相对而坐。琥珀色的琉璃灯展映着烛光，将殿内照得恍若白昼。阎罗妹轻抚秀发，说出了心中的困惑：“焚心业火烧不死你，3元雷劫也无法伤你分毫。你到底是什么人？之前在魔星岛我不都已经说了吗？我是散修。”凌晨脱口而出：“那你倒是说说，什么散修能用雷霆炼体？”阎罗妹娇嗔地问：“嗨嗨，这或许跟我的体质和修炼的功法有关。”凌晨搪塞道：“是吗？可本座嗅到你藏着不得了的秘密呢。”阎罗妹忽然轻身，吐气如兰：“你靠近过来，看着本座。你这是？”凌晨怯生生地走了过去：“怕了，本座又不能吃了你。”阎罗妹脸上洋溢着勾魂摄魄的笑容，接着又道：“你已经接连2次救了我，想要本座如何报答你？这是我能想的吗？”凌晨呼吸一滞，当即目光灼灼地看着他，当真什么都可以。那你想干什么？阎罗妹忽地凑近，鼻尖几乎相触。我们凌晨挑起眉头，9世轮回的记忆如潮水般翻涌，是不是在哪见过？你真有这种感觉？阎罗妹惊喜万分，随之又一脸紧张地问：“那你看我能看到什么不同的吗？你是想确认我是否能窥见你的真容，借此验证我是不是你一直等待的真命天子？可对？”凌晨也不转弯抹角，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阎罗妹眸光如星，字字铿锵道：“我为宿命轮回而来，千年守候，只为一人，可惜要让你失望了。”凌晨深吸一口气，鼓足勇气说：“在我眼中，你的美早已超脱凡俗，没有任何缺点，比这世间任何一个女子都要明艳动人，风华绝代，却又浑然天成。你倒也算坦诚。不过……”阎罗妹黯然神伤，眼神陡然变得凌厉起来：“你就不怕本座杀了你吗？”“你不会。”凌晨斩钉截铁：“魔教行事乖张，不循常理。”阎罗妹玩味地笑了起来：“更何况我这个他们眼中的魔祖，向来随心所欲，最擅长恩将仇报，以德报怨。除非你想让我成为你的心魔。”凌晨意味深长地说：“心魔？”阎罗妹冷笑：“杀了便是。能杀死的心魔不叫心魔，杀不死的心魔才最令人忌惮。譬如你，纵然成功度过3元天劫，修为也勉强达到炼虚境，可就因为无法破除心魔，使得你终其一生修为都无法再进分毫。”凌晨一针见血：“莫非阎罗瞬间破防了？你知道我的心魔，可是跟那所谓的真命天子有关。”凌晨一语中的：“你知道的太多了。”阎罗妹双眸中杀意暴涨：“千余年都等了，又何必急于一时？”凌晨洒然一笑：“
说不定下一刻他就会踏月而来。接下来两人又聊了好一会，颜洛妹步步紧逼，处处设限，想要在凌晨身上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奈何历经9世轮回的凌晨心若明镜，岂会被他这般拙劣试探所困。3炷香后，终是无计可施的颜洛妹只得悻悻作罢，拂袖任他离去。此时大殿外廊下，柳芙鸾不顾内伤未愈，正来回踱步，焦急地等着。他忧心如焚，既害怕凌晨青云宗弟子身份败露，遭杀身之祸，又恐惧其纯阳之体被师尊觊觎，沦为采捕的炉鼎，更怕他是颜洛妹千年等候的真命天子，从此被横刀夺爱，千般思绪如乱麻缠心。柳芙鸾蓦然惊觉，自己何时敬畏的男人如此患得患失。过去那个冷傲孤绝的合欢宗主，如今竟为情所困至此。就在他惶惶不安，准备闯入大殿一探究竟时，但见凌晨龙行虎步而出，衣袂翻飞间，神采依旧。你没事吧？柳芙鸾快步上前，放心不下地问道。我这不好好的吗？凌晨淡然一笑，反手握住他那冰凉的小手。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边走边说。师父与你谈了这许久，所谓何事？柳芙鸾黛眉轻蹙，还有那3元雷劫，连师父都难以抵挡，你怎会？不过是想确认我是不是他命中之人罢了，结果让他失望了。凌晨不以为意的摆摆手，至于3元雷劫为什么劈不死我，与我修炼的独门功法有关，也是我为什么能一拳打爆殷九幽手臂的原因。什么功法这么逆天？你这3年在合欢宗，我怎从未见你施展过？柳芙鸾啧舌地问，声音里透着难掩的震惊。其实也不是什么神秘的功法，单纯是我灵光一闪，偶然参透了力量法则的皮毛。凌晨轻描淡写的摆摆手，接着又解释说，至于殷九幽那条手臂，纯粹是那老狗轻敌大意，若真刀真枪较量，我哪是他的对手。提到殷九幽，柳芙鸾脸色骤变，立刻惶惶不安地说，那厮睚眦必报，最是记仇，若他在师尊面前搬弄是非，说你青云宗弟子的身份。说到这，他突然抓紧凌晨的大手，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必须即刻离开冥王岛。你不是来找梅姐的吗？不找了。凌晨随口反问道。什么梅姐？柳芙鸾一脸困惑，就是你师父颜洛妹。凌晨回答道。那你为什么叫她梅姐？莫非你们在这之前就认识？柳芙鸾警觉地问，总感觉这事不对劲。之前在魔星岛，他被3元火劫的业火焚心，处境很危险，我顺手帮了他一把。凌晨3言2语带过，不过他那时候并没有暴露身份，而是把名字倒过来，谎称叫梅落叶。我喊他前辈，他嫌老，非要我叫他梅姐。真没想到你竟然还有这等奇遇。柳芙鸾眼中异彩连连，紧绷的娇躯却松弛下来。别说，刚才见你帮他渡3元雷劫时，我还真担心你是他等待千年的真命天子。如果我是，你会怎么办？凌晨笑着打趣道。他是我师父，又是炼虚境的超级高手，真要是横刀夺爱的话，我能怎么办？就只能认命。柳芙鸾叹了一口气，自嘲地说。正说话间，两人已顺利离开了冥王岛。可刚走没多久，柳芙鸾便一脸警觉地回头望去，紧皱着眉头，如临大敌。怎么了？见他的脸色不对，凌晨压低声音问道。有尸鬼和血泪，我就知道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柳芙鸾声音沙哑道。你有什么打算？凌晨接着又问。可惜我的伤势一直都没恢复，否则我绝对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当下就只能加快速度离开了。柳芙鸾轻咬着嘴唇，一脸不甘地说。我倒是有个不成熟的建议，你要不要听一下？凌晨眼中闪过一丝玩味。说说看。柳芙鸾侧耳倾听。敌众我寡，在这茫茫血海中想要突围，即便以我们现在的实力也难如登天，不如先去魔星岛暂避锋芒。凌晨直言道。魔星岛只会更危险。柳芙鸾峨眉轻蹙，连连摇头。若我能助你一举突破元婴呢？凌晨语出惊人道。现在。柳芙鸾顿时霞飞双颊，连耳根都染上红色。这幽冥血海危机四伏，还有殷九幽他们虎视眈眈，万一被撞见，险境之中双修，难道你不觉得刺激吗？凌晨眼中闪过一丝期待。哪刺激了？若真被人瞧见，柳芙鸾满脸通红，声如蚊呢。我这张脸往哪个？我就问你一句，这元婴境，你究竟冲还是不冲？你要是不想试试的话，就当我没说。凌晨故意板起脸道。冲，当然冲。柳芙鸾生怕他后悔，立刻抱着他的手，人家又没拒绝。那我们就去魔星岛找一僻静之地，全力冲击元婴境。凌晨顺势将他揽入怀中，嗅着他身上的小香风，蠢蠢欲动。可我这满身伤痕，柳芙鸾眼波盈盈，似春水荡漾。你连谢谢。放心，我会好好疼爱你的。凌晨炙热的吐息拂过他耳垂，大掌在腰间流连。这一次我定要让你冲破极限。魔星岛一处幽僻的山洞内，静置层层布下，
止于粗重的喘息声在黑暗中回荡。而混沌顶中，叶灵儿和田梦琪正兴致勃勃地等着看一场大战，谁知关键时刻，凌晨竟挥手封进了空间，生生断了他们的视线。什么意思啊？叶灵儿恼火地瞪眼。想吃独食呗？田梦琪撇嘴吐槽起来。哼，敢做不敢让别人看，算什么男人？叶灵儿酸溜溜的嘀咕，随后又忍不住感叹。不过说起来，柳福鸾那副娇软模样，我还真是第一次见，他算是彻底被凌晨给拿捏了。你不也一样？田梦琪笑盈盈的打趣。我可没他那么。叶灵儿刚想反驳，田梦琪就毫不留情的拆穿。是谁在喊陈哥哥？喊得整个混沌顶都快被震塌了。你无耻，竟敢偷听！被揭短的叶灵儿呼吸一滞，那雪腻的脸蛋瞬间红到耳根了。你那动静，我在10里外都听得一清二楚，还用得着偷听？田梦琪戏谑地笑了起来。别说了。叶灵儿窘迫的别过脸，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师姐，都是女人，我理解你。田梦琪咯咯笑了起来，随之又忧心忡忡道：看他们这架势，柳福鸾迟早会进来，到时候我们该怎么面对他？何欢宗都已经不在了，他还敢对我们怎么样？叶灵儿满不在乎地说。但他如果知道凌晨不仅偷了星河，救了我们，而且还炼化了周小小，你说他不会翻脸？田梦琪忧心忡忡地问道。不会。叶灵儿斩钉截铁地说，因为他是个恋爱脑。噗！田梦琪一时没忍住，笑出了声。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若说出长云雨时，二人宛如两块尚未雕琢的璞玉，在黑暗中莽撞相碰，那么此番再度修炼，显然都成了老司机。你懂我的套路，我知你的喜好，干柴烈火越烧越旺，都让对方欲罢不能。有了上次冲击元婴失败的教训在先，这一次凌晨明显要耐心许多，柳福鸾也愈发的配合，不遗余力的运行阴阳双修大法，周身泛起淡淡的绯色光晕。时间如丝，转眼间半个月过去了。这一日，只见凌晨的掌心贴着柳福鸾那光洁的玉背，炽热的灵力如天河倒灌，奔涌而入。他体内沉寂已久的金丹突然剧烈颤抖，9道灵脉齐齐共鸣，宛如9条沉睡的巨龙被骤然惊醒，在丹田内掀起滔天灵潮。轰！金丹炸裂的瞬间，万丈霞光自他的七窍迸射而出，将整个洞府映照得如同白昼。与此同时，他的神识如羽化登仙，竟清晰地看到一个元婴在胸腔中孕育成型。那是一个与他容貌一模一样的小人儿。成了！柳福鸾猛地睁眼，声音因极度喜悦而颤抖。我居然真的正到元婴！呼！再不突破，我这身子骨怕是要被你榨干了。凌晨长舒一口气，眉宇间却掩不住得意之色。小陈，多亏了你！柳福鸾藕臂轻舒，环住凌晨的颈脖，眼波流转间媚态横生。此番若非你倾力相助，我绝无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正到元婴。你这次可比上回主动多了，这点要表扬。凌晨大掌游走在那玲珑有致的娇躯上，眼底尽是志得意满的神采。等等！柳福鸾突然察觉异样，满腹狐疑地问：你之前不一直都是炼体期的修为，如今竟已真至退凡气冲天？我要说，都是最近这段时间突破的，你肯定不信。凌晨笑而不答，并不打算解释。那你的纯阳之体又是怎么回事？柳福鸾只轻抵他心口，眼中泛起诧异。以前那股纯阳之气如江河奔涌，可如今却似浩瀚星海般深不可测，生生不息。莫非这体质竟也能不断蜕变？没错，如今我的纯阳之体已经蜕变为9阳龙环体，正因这支阳质之气刚浩瀚无匹，才得以助你轻松破境。凌晨洋洋得意地笑了起来。这半个月来可把你累坏了。柳福鸾粉面含春，声音酥软的能滴出水来。我该怎么谢你呢？这种问题还需要我亲自教吗？凌晨剑眉微挑，眼底闪过一丝玩味。柳福鸾抿唇轻笑，眼中带着几分羞意，却又无比自然地俯下身去。3天后，正在没日没夜双修的两人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异动。柳福鸾神色一凛，他元婴境的修为瞬间笼罩过去，当即一副如临大敌的表情看向凌晨说：真是阴魂不散，他们终究还是找到这里来了。是殷九幽他们？凌晨狐疑地问。外面现在至少有100多个尸魁，血磊、邢无极和殷九幽2人也大概率在附近。他深吸一口气，玉指轻轻抚过凌晨的面庞。待会我出去引开他们，你找机会脱身。那你怎么办？凌晨放心不下地问。以前我元气大伤，不是他们的对手，但如今在你的助力下，不仅伤势痊愈，修为也达到元婴境，那2个跳梁就算联手，我也不放在眼里。柳福鸾傲然昂首，发丝无风自动，只管安心离开，我自有分寸。既如此，不如一起。凌晨多少还是有些不放心。不行，你的身份太敏感，万一招致师尊亲自出手，可就麻烦了，还是找机会偷偷溜走为妙。柳福鸾打断了他的话，一脸谨慎地说：那你多保重。
凌晨深以为然的点头。对了，这魔星岛你别再深入了，里面有太古凶兽九幽玄蛇，实力深不可测，万一惊动了他，再想脱身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正要转身离开时，柳芙鸾突然又回头提醒，可是传说中能瞬移的九幽玄蛇。凌晨虎躯一震，连忙追问起来。你知道他？柳芙鸾有些意外，接着说，在幽冥血海，他是极为特殊的存在，正因为他的速度堪比瞬移，所以就连师尊也对他忌惮三分，从不敢轻易招惹。话音未落，洞外丝毫渐近，他突然蛇身回来，捧住凌晨的脸，深深一吻，这才化作流光掠出洞外。目送着那抹红色身影消失在血雾中，凌晨怔然伫立，心潮久久难平。这便是御姐的魅力。洞外很快传来激烈的厮杀声，不多时，几具尸魁血泪破入洞中，可凌晨早已遁入混沌鼎内，他们徒劳地撕扯着空气，终是扑了个空。然而当叶灵儿和田梦琪得知凌晨非但不准备撤离，反而要深入魔星岛寻找九幽玄蛇时，惊得花容失色。你疯了吗？柳芙鸾刚才专门叮嘱你不要招惹他，那可是连化神期修士都要退避三舍的太古凶兽。叶灵儿急得直跺脚。你们可知道我为什么要来幽冥血海？凌晨也不急着解释，笑着反问。这个我知道，你是为了寻找太古神像的精血，借此突破力量法则大成境。田梦琪脱口出道，一语惊醒梦中人。叶灵儿闻言娇躯一颤，当即脸色动容地看向他。莫非你打算取九幽玄蛇的精血，想借此突破空间法则大成境？不知道他在这也就算了，既然知道，岂能就此错过？凌晨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但那可是连魔祖颜落妹都要退避三舍的太古凶兽，万一遭遇不测，田梦琪直言不讳道：在你眼里我就这般不堪？凌晨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等等，叶灵儿突然发现端倪，顿时一脸的匪夷所思道：这才半个月不到，你的修为又突破了。嘿嘿，帮你觉醒大周天星辰体后，我的纯阳之体吸取精华，得以进化为九阳龙环体。这次与柳芙鸾双修，阴阳调和，突破一个小境界，自然也就水到渠成。凌晨轻描淡写的解释。这么说，你现在已是退凡7重天了？叶灵儿难掩震惊。你呢？退凡3重天？凌晨大概扫了一眼，接着又鼓励道：不错，才短短半个月就连破2境，不愧是大周天星辰体，假以时日，说不定你能超越我。柳芙鸾在你的帮助下挣到元婴，你不能偏心，什么时候也帮帮我。叶灵儿红着脸，满脸羞涩地说。你是想了吧？凌晨玩味地大笑起来。说话间，山洞中的尸魁和血泪尽数离开，但凌晨并未急于离开，而是将目光投向角落中的万年玄冰魄。你该不会是想解封谢煞剑和万鬼幡吧？见他目光灼灼的凝视，田梦琪轻声问道。若有了他们，在这幽冥血海便能号令尸魁血泪，甚至能让他们为己所用。凌晨双眼金光四射，蠢蠢欲动。这万年玄冰魄坚若玄铁，克制一切火系功法，除非是异火，否则根本就不可能破开他叶灵儿一针见血。那可不见得。凌晨嘴角微扬，话音未落，只见他指尖跃动着一簇紫金火焰，正是取自颜落妹渡劫时的焚心业火。此刻在凌晨的驾驭下，那火焰如有灵性般扑向万年玄冰魄，竟开始缓缓消融这道天堑仪。这不是颜落妹渡火劫时的焚心业火吗？叶灵儿瞠目结舌，满脸惊骇。你怎会掌握这等一火？当初救他时顺手收了这团火，没想到今日倒成了破局关键。凌晨轻描淡写道。引火诀，力量法则，3元雷劫。叶灵儿如数家珍地数着，眼中疑云密布道：这些乃像是一个18岁少年该有的手段，也难怪活了1000余年的颜落妹都叹为观止。就问你一句，我这是不是18岁的身体？凌晨忽而凑近，灼热气息拂过他耳畔，你亲自体验过，应该最有发言权吧？就是这点才更奇怪，哪有人这个年纪就那般熟练？叶灵儿顿时红着脸，那些旖旎画面在脑海中翻涌，声音顿时细若蚊蝇。3炷香后，万年玄冰魄在业火焚烧下终于消融殆尽。眼看着血煞剑与万鬼幡这2件魔道至宝悬浮在半空中，森然的魔气令洞内温度骤降，凌晨当即盘膝而坐，混沌鼎暗中运转，2件魔宝顿时如受牵引般绕身飞旋。听说柳芙鸾当年窃取这2件魔道至宝后，用了3年都没能炼化，以他当时结丹境的修为都没办法做到的事情，师兄他果真能做到？田梦琪小声问道，多少有些不自信。你还没发现吗？他就是个妖孽，能人所不能，根本就不能用常理来衡量。叶灵儿感慨道，反倒认为他一定能炼化万鬼幡和血煞剑。倒也是，毕竟连颜落妹都招架不住的3元雷劫，他不仅挡下来了，甚至还拿来炼体。田梦琪将信将疑的点头，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以他的炼化速度来看，
应该不会等太久。叶灵儿神采奕奕地说。果然，3天后，在两女的见证下，万鬼幡和血煞剑竟诡异地没入凌晨体内，消失无踪。这就成功了。田梦琪呆若木鸡，声音微微发颤。柳福鸾用3年都没做到的事情，你用了短短3天就做到了。区2件魔器而已，我的混沌顶可炼化诸天，不足为道。凌晨轻描淡写的摆了摆手。柳福鸾要是听到你说这些话，他肯定会气得吐血。叶灵儿酸溜溜的撇嘴，这都3天过去，也不知道他杀出重围了没有。提到柳福鸾，凌晨忧心忡忡，一脸的放心不下。你是不是已经不可救药的爱上他了？叶灵儿眼中醋意翻涌。她是我的女人，凌晨傲睨道。可她终究是合欢宗掌门。叶灵儿正色提醒，接着又义正辞严地说：你们俩若真在一起，恕我直言，必为天下正道所不容。何为正道？凌晨轻蔑一笑，当即发出灵魂拷问：青云宗老祖赵无极乃正道魁首，他是你心中所谓的正道吗？他为了一己之私而杀人无数，当然不是正道。叶灵儿面露鄙夷。所以正邪本无绝对，皆在人心一念之间。凌晨悠悠道，接着掷地有声地说：若有一天我和柳福鸾在一起而遭天下唾弃，那便与天下为敌又何妨？没想到你竟有这般觉悟，倒让我刮目相看了。叶灵儿由衷赞叹，发自肺腑地说。凌晨撇了撇嘴，当即就准备出去。等等！叶灵儿突然抱着他的手臂。还有事？凌晨狐疑地问。刚才不是都说好了要助我修炼，正好我也帮你放松放松。叶灵儿羞涩地低下头，根本就不敢与之对视。这么快就食髓知味了？凌晨玩味地笑了起来。我只是想抓紧修炼。叶灵儿嘴硬道。那我不走。田梦琪抿嘴偷笑。不行，有多远你走多远，别打扰我们俩。叶灵儿红着脸将人往外推，生怕再次被偷听。在接下来的3天3夜中，两人沉浸于没羞没臊的修炼之中，难分难舍。期间叶灵儿被折腾得惨叫连连，娇呼声不绝于耳。然而这般忘我的修行成效同样惊人。大周天星辰体的玄妙之处此刻展露无遗。在星河之力与凌晨的全力相助下，他的修为竟连破2境，待云收雨歇之时，已然真至退返5重天。此番双修，凌晨虽然没能突破，但在叶灵儿年轻身体的滋润下，他神采奕奕，整个人如沐春风。随后他独自踏上征程，向魔星岛深处进发。正如柳福鸾所言，这片土地邪祟丛生，凶兽蛰伏。尽管他如履薄冰，一路小心谨慎，却寸步难行。才刚出山洞没多久，便被一众尸魁和血垒发现，随即被团团包围。眼看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枭雄不知道从哪里杀了过来。四目相对，看到凌晨的那一刻，他先是一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待看清凌晨面容的刹那，枭雄仰天狂笑：苍天有眼，老夫踏遍幽冥血海寻你不着，没想到竟在此地相逢。凌晨，这片凶煞之地便是你的葬身之所，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凌晨冷眼相视。尸魁听令。枭雄振臂高呼：声震九霄，今日必交此子，魂飞魄散。眼看黑压压的尸魁如潮水般涌来，凌晨不禁反喜，掌心暗扣万鬼幡，眼底闪过一丝期待。嘿嘿，难得的机会，正是检验这件魔道至宝威力的绝佳时机。然而凌晨还是放心不下柳福鸾，故而旁敲侧击的朗声问道：鸾儿如今怎么样了？鸾儿这2个字像是一柄尖刀，狠狠刺进枭雄的心窝，当即面目扭曲，眼中迸射出骇人凶光。凭你也配唤她鸾儿？她是老夫的女人，岂容你这等鼠辈亵渎？哦，凌晨轻蔑一笑，她与我两情相悦，更是心甘情愿将第一血交于我，不爽。凌晨，老夫定要将你千刀万剐，挫骨扬灰。枭雄额头上青筋暴起，一身杀气汹涌沸腾，令人窒息。送你一句话，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凌晨字字诛心，老夫对他情深似海，不惜潜伏青云宗数10载，岂是你这等宵小能妄加评判？枭雄双目赤红，声音里透着滔天恨意。既然不是舔狗，那就是暖男。凌晨嗤之以鼻，眼中鄙夷更甚，暖男排狗后面，你找死！枭雄彻底被激怒了，他本来打算让尸魁一哄而上，将他撕成碎片，可凌晨的话字字剜心，加之儿子枭龙被杀，让他再也无法遏制满腔恨意，直接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身为青云宗曾经的大长老，枭雄一身筑基大圆满的修为毋庸置疑，但此刻从他身上所散发出的森然杀意竟裹挟着结丹境的威压，才短短1个月不到，这老贼不但冲破了瓶颈，修为更是暴涨至此。来得好！眼见枭雄如风兽般扑杀而来，凌晨当即催动9阴9阳力量法则，瞬间流转全身。以他大成境的力量法则，
这一拳若击中枭雄，即便不能当场轰杀，也定叫其筋骨剧裂。然而这老贼的狡诈远超预期。冥王岛一战，凌晨一拳打爆鹰九幽半边胳膊的恐怖战力，让他噤若寒蝉。所以真正近身搏杀时，枭雄却狡猾地避开正面硬汉，转而以结丹境修为形成的绝对压制力步步紧逼。在这般压制下，凌晨空有撼山之力，却难以施展，反倒被枭雄刻意针对的攻势逼得招架不住。所幸他对时空法则的领悟以真化境，每每在千钧一发之际扭转乾坤，这才显之又显得保住性命。若换做别人，恐怕早已横尸当场。枭雄本想以风卷残云之势迅速结束战斗，以免节外生枝，可凌晨所展现出来的韧性却远超想象，尤其是他对时间法则、空间法则以及力量法则的运用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哪怕结丹境的枭雄占尽优势，却始终都无法伤其分毫。时间一分一秒流逝，眼见凌晨非但毫无惧色，反倒游刃有余时，枭雄突然意识到迟则生变，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念及此，他脸色一寒，手中陡然现出一杆玄色番旗，瞬间操纵四面八方的尸魁如潮水般向凌晨涌去。正所谓双拳难敌四手，尽管凌晨身法诡异，力量恐怖无匹，可这些尸魁足足有数千之众，绝对能让他万劫不复。对面，当凌晨意识到他竟能操纵尸魁时，顿时眉头紧锁，质问道：“你不是和欢宗的卧底吗？怎么如今又成了万鬼宗的走狗了？”哼，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柳芙鸾既然选择了你，老夫投奔万鬼宗，自然也就无可厚非。天下之大，总有我枭雄容身之地。枭雄铁骨铮铮道：“好个朝秦暮楚的三姓家奴，说的就是你。”凌晨出言讽刺道：“同为卧底，你凭什么辱骂老夫？”凌晨的一句三姓家奴骂得太脏了，枭雄瞬间破防，众尸魁听令，给老夫将他碎尸万段。他疯狂挥动番旗，万千尸魁顿时宛如行尸走肉般蜂拥而上。你有万鬼幡，我也有。凌晨处变不惊，从容地祭出万鬼幡。见枭雄满脸惊愕，他继而冷笑道：“我倒是要看看，这些尸魁究竟是听从你的号令，还是臣服我的调遣。”一声怒吼之下，万鬼幡烈烈作响，原本杀气腾腾的尸魁骤然僵立原地，茫然无措。但转瞬之间，他们眼中血光暴涨，纷纷调转方向，将森冷目光锁定枭雄。你手中那是万鬼宗至宝万鬼幡？枭雄面如土色，惊骇欲绝道：“不可能！即便持有万鬼幡，若无秘传咒诀，也绝难操控尸魁。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凌晨才懒得解释，毕竟9世轮回的他什么没见过。枭雄口中那所谓的秘传咒诀，他在第2世轮回就会，简直不值一提。吼吼！尸魁发出非人般的嘶吼，很快便将枭雄团团包围。偷鸡不成蚀把米，惨遭反噬的枭雄吓得肝胆欲裂。他深知一旦被这些尸魁缠住会是什么后果，哪怕他已突破至结丹境，也终将难逃一死。情急之下，枭雄拼命挥舞手中番旗，但遗憾的是，在万鬼幡的绝对压制之下，他手中那杆番旗实在是不够看，根本就无法号令尸魁。混沌鼎内，叶灵儿和田梦琪两女看到这一幕时面面相觑。尽管他们早就习惯了凌晨的骚操作，可亲眼目睹他竟生生从枭雄手中夺取了对尸魁的控制权时，还是目瞪口呆，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他还是人吗？这些尸魁竟然真的听从他的号令。田梦琪诚惶诚恐，彻底折服了。有万鬼幡在手，顶多只能让尸魁不攻击他，可他竟然还知晓万鬼宗的秘传咒诀，甚至还能让他们反噬其主，这简直匪夷所思。叶灵儿心潮澎湃，已无法用言语形容内心的震撼。外面枭雄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在绝对的数量压制下，他那结丹境的修为毫无用武之地。眼见尸魁龇牙咧嘴，正欲将他撕成碎片时，千钧一发之际，手持万鬼幡的凌晨杀到近前。与此同时，他迅速催动混沌鼎，打算强行将其炼化，同时也施展搜魂术，想看看他身上究竟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啊！枭雄在尸魁的围攻之下本就生不如死，如今在面对混沌鼎的恐怖吞噬力，顿时痛不欲生的惨叫起来，甚至他能真切感受到修为乃至生命力正在疯狂流逝，没有退路，濒临绝境之际。枭雄猛地喷出一口心头血，他竟以燃烧修为为代价，强行施展血遁术。凌晨，你给我等着！此仇不报，我枭雄誓不为人。随着血光消散，枭雄竟从眼皮底下逃之夭夭。凌晨怅然若失地叹了一口气，终究还是太大意了，否则他根本就没有血遁的机会。然而通过搜魂术，凌晨了解到鹰九幽和行无极在魔祖阎罗妹面前煽风点火，竟打算把他炼成人丹。好一招借刀杀人，竟妄图把我炼制成人丹，也真敢想。凌晨眼中泛过一抹凌厉的杀气，
怒气冲天。师兄，何为人丹？田梦琪狐疑地问。简单来说，就是以根骨绝佳、修为深厚的修士为顶级材料，以业火焚烧749日，逐步剥离血肉，抽离经脉，熔炼金丹，最后将那哀嚎不止的神魂封入丹中。这个过程中，期间还需服以婴孩心头血、处子骨髓等至阴之物，调和阴阳，至此人丹方可成。凌晨娓娓道来。这也太邪恶了吧！田梦琪满脸鄙夷，不由得皱起眉头。何为邪修？主打一个速度快。据说一枚人丹可让魔修直接突破一个大境界。凌晨直言不讳。所以这是颜落妹的意思。田梦琪怒不可遏，你可是接连救了他2次，我还没来得及弄清楚，那厮便以血遁的手段逃走了。凌晨微微摇头。魔教行事乖张，翻脸无情，果然名不虚传。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田梦琪忧心忡忡地问道。按原计划继续寻找九幽玄蛇。凌晨神色坚定，不为所动。说罢，他瞥了一眼四周数不清的尸魁，当即挥舞着万鬼幡，随即神念一动，竟果断将他们全都收进混沌鼎中。这么多邪祟，你留着他们干什么？田梦琪见状，不由得惊呼起来。有他们在，万鬼幡才能发挥出魔道至宝的威力。凌晨意味深长地说。魔星岛远比想象中要更危险。凌晨才击退枭雄，便接连遭遇噬心魔蛛、冥古龙鸦以及幽影梦魇兽等邪祟。好在他的力量法则大成，加之对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的领悟也真挚化境，故而每总能化险为夷。但这一日，行进中的凌晨在一处水潭旁意外遭遇一条魔蛟。那蛟龙长100丈有余，通体血红色，鳞爪狰狞，头顶鼓起2个巨大的肉冠，杀气腾腾。这是龙？叶灵儿才闭关结束，刚一睁眼便看到这条庞然大物，顿时吓得连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蛟无角而龙有角，蛟为水兽而龙可飞天。很明显，这是一条蛟。凌晨脱口出道。他好像已经注意到你了，而且极具敌意，你可小心点。叶灵儿惶惶不安地说。话音未落，那条蛟身形如电，竟风驰电掣般扑了过来。凌晨本着不惹事的心态，当即在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的双重加持下，打算溜之大吉。奈何魔蛟咄咄逼人，竟化水为剑，封死他的所有退路。同时那条巨尾裹挟着毁天灭地的杀气，竟迎面当头抽打下来。这一击之下，凌晨即便不死，也必将身负重伤。忍无可忍，便无需再忍。眼看着魔蛟的攻击即将近身，凌晨飞但没有躲避，反而暗中运转9阴9阳第一式力量法则。片刻后，当他猛地挥出右手时，一个山岳般大小的巨拳虚影凭空凝聚，并在时空法则的辅佐下狠狠朝魔蛟砸去。轰隆隆，这一拳之下，天崩地裂。直至此刻，魔蛟似乎这才意识到凌晨的可怕，顿时那血色的双眸中流露出深深的忌惮，悔之莫及。然而2股绝强力量碰撞的瞬间，凌晨在轻易化解魔蛟的残暴攻击后，不仅没有乘胜追击，反而冒着被反噬的风险踉跄后退，一口气闪身到100米开外。他都要杀你，可这么好的反击机会，你却放过了他。叶灵儿狐疑地问，满脸困惑。你还没明白吗？凌晨微微摇头，意有所指道，应该是我的出现成为不确定因素，让他察觉到危险，所以他才迫不得已要杀我。什么意思？叶灵儿一脸茫然。你看天上。凌晨直言道。虚空中，刚才还万里无云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赫然是雷劫正在迅速凝聚。不是吧？莫非这魔蛟要渡劫？叶灵儿大吃一惊，双眼中流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水灰500年化为蛟，蛟1000年化为龙，再500年化角龙，1000年化应龙。我要是没猜错的话，这条魔蛟应该是到了化龙的关键时刻，所以才会是我为敌。凌晨直言不讳道。你的意思是说他要渡劫化龙？叶灵儿的声音微微颤抖，反倒有些期待。渡劫只是第一步，想要化龙可没那么简单。凌晨悠悠地说。你展开说说，他如何才能成为真正的龙？叶灵儿饶有兴趣地问道。蛟化龙第一步便是天雷淬体，这期间他要承受9981道天雷轰击，成功者蛇鳞脱落，失败者则灰飞烟灭。若侥幸渡劫成功，则需要向人类讨口风，即获得人类对其龙身份的认可。比如他若问你看我像什么，若回答像龙，则获天道气运加持；若迟疑或答舌，则修为进退。讨封成功后，蛟则需借洪水之势沿江入海，此过程称走蛟，期间会引发暴雨山洪，古人因此在桥底悬挂斩龙剑威慑。成功者龙爪、龙角剑生，失败则被水流冲碎龙脉。入海后需接受最后一道心结，褪去蛟性方能化龙。真龙化形时会有七彩祥云托举，龙吟响彻3界。面对询问，
凌晨侃侃而谈，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全都说了出来。叶灵儿听后则是一脸感慨道：真没想到教化龙竟然这么复杂，我还以为只要渡劫就能成功，哪有那么简单。但也正因为如此，每一条龙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凌晨感慨地说：难怪你刚才突然收手了。叶灵儿恍然大悟：我也想结一份善缘。凌晨笑着说。由此及彼，他想到自己历经9世轮回只为证的长生大道，跟眼前这条魔蛟何其的相似，甚至比他还要更坎坷。轰隆隆，天上劫云汇聚，电闪雷鸣。正说话时，一条手臂粗细的雷劫携带着毁天灭地的狂暴之力，狠狠劈在魔蛟身上。你说他能成功吗？纵然隔着混沌顶，叶灵儿也感受到外面的浩瀚天威，噤若寒蝉。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能不能成功，这就要看他的造化了。当然，碰到我，这本身就已经是他的造化。凌晨负手而立，静静地看着一切。你会出手帮他吗？叶灵儿怯生生地问。我只是区区退凡境的蝼蚁而已，这次你就不怕我被劈死？凌晨玩味地问。虽然我无法身临其境的感受，但从威势上来看，3元雷劫要远远强过这次。上次都没能伤你分毫，我不认为这次能威胁到你。叶灵儿笃定地说。再看吧，我帮他的前提是他值得才行。凌晨言不尽意道。虚空中，魔蛟庞大的身躯在翻滚的劫云下显得格外渺小。最开始的几十道雷霆，他尚能以坚硬的鳞甲和澎湃的妖力硬汉，丝毫不惧。然而天道之威，岂容亵渎？随着时间的推移，劫雷的威力呈几何级数暴增，不再是单一的怒雷劈落，而是化作一片片毁灭的雷海，连绵不绝地轰击而下。魔蛟的嘶吼声也从最初的愤怒咆哮，逐渐变成了痛苦的哀鸣。第60道劫雷，他的一只巨爪被劈得血肉模糊，险些断裂。第70道劫雷，坚韧如法宝的蛟鳞成片碎裂脱落，露出下方焦糊的血肉筋骨。魔蛟挣扎着昂起头颅，血色的双眼中布满了绝望，气息已萎靡到了极点混沌顶内。叶灵儿看得心惊肉跳，满脸同情道：他快撑不住了。81道雷劫才过了70多，后面只会更恐怖。凌晨目光沉凝，却不为所动。轰隆，片刻后，第79道劫雷如期而至。这道雷光带着审判万物的意志悍然劈下，魔蛟勉强凝聚的最后一丝妖力护盾被轻易洞穿凹。一声凄厉到极致的哀嚎响彻天地。只见魔蛟那庞大的身躯剧烈抽搐，背部被炸开一个恐怖的血洞，森森龙骨隐约可见，气息瞬间跌落谷底，连昂头的力气都几乎丧失，双眼中流露出深深的绝望。第80道雷劫正在劫云中孕育，而这也将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现在。凌晨眼中金光爆射，不再犹豫，他身形一晃，瞬间出现在魔蛟上空，直面那道即将劈落的灭世雷霆。混沌顶虚影在他头顶一闪而逝，一股无形的源自9阴9阳力量法则大成境的磅礴气息轰然爆发。给我开！没有硬汉，凌晨双手接出一个玄奥的法印，竟是在尝试引导那恐怖的雷劫之力。他经历过更为狂暴的3元雷劫炼体，但此刻他并非要替魔蛟完全挡下雷劫，而是以自身为引，试图将这道毁灭雷霆中最狂暴、最致命的部分强行分流。噼啪，刺目的雷光瞬间将凌晨也吞没，狂暴的电流在他周身疯狂肆虐，试图将他撕碎。凌晨闷哼一声，9阴9阳功法疯狂运转，硬生生将大部分毁灭性雷劫导入混沌顶虚影之中炼化，只余下蕴含一丝造化生机的雷霆本源，如同甘霖般洒向下方奄奄一息的魔蛟。最后一道，第81道劫雷，一道凝练到极致，宛如天罚之剑的纯白雷光撕裂苍穹，直刺而下。这一次，魔蛟眼中再无绝望，反而燃起熊熊斗志。他不再躲闪，昂首向天，将凌晨给予的造化生机与自身不屈的意志融合，悍然迎向那最终审判。轰！白光淹没了一切，当光芒散尽，劫云开始缓缓消散，天光重新洒落。蛟已飞蛟，龙脉出城。咦，他竟然成功度过了化龙天劫！目睹此景的叶灵儿心潮澎湃，兴奋不已。这只是开始而已。凌晨古井无波地说。此刻，成功渡劫的魔蛟带着满身的疲惫与新生的力量，缓缓游移到凌晨面前数丈处停下。巨大的头颅低垂，那双已经褪去血色变得深邃威严的龙睛，此刻竟流露出人性化的忐忑、恳求，甚至一丝卑微。仙长，您看吾如今像什么？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混沌顶内，叶灵儿和田梦琪屏住呼吸，他们亲眼见证所谓的讨封。此刻只要凌晨一句象舌或稍有迟疑，他千余年苦修、九死一生换来的化龙契机便将瞬间化为泡影。凌晨负手而立，
看着眼前这头气息虚弱却已有真龙雏形的魔蛟，声音铿锵有力道：“我管你，脚运紫电，灵药玄金，其势欲腾9天，其威可慑幽冥。何须问向什么？”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股浩瀚之气，仿佛在向天地宣告：“你分明是一条亘古未有的九幽血精神龙。”轰！凌晨话音落下的刹那，一股无形的浩瀚磅礴的天地气运仿佛被引动，从天而降，瞬间灌注到魔蛟体内。讨风成功！啊！龙吟四海，响彻九幽，天道气运加深，化龙的最后一步，走蛟的时机已至。但在这之前，魔蛟深深垂下高贵的头颅，并吐出一颗流转血色灵气的蛟珠，缓缓朝凌晨飘去。若无恩公雷劫中鼎力相助，吾早已魂飞魄散。此珠诚无化龙本源，全当谢礼。沧海桑田，后会有期。话音未落，暴雨倾盆如天河倒灌，滔天洪流裹挟龙躯奔涌而去。只几个呼吸间，那庞大的血色身影便已消失在山涧中，不见了踪影。他走了，叶灵儿感慨万千。化龙劫，讨口风，走蛟，接下来他能靠的就只有自己了。凌晨悠悠地说。说话时，他看向手中那拳头大小的血色蛟珠，里面蕴含一股磅礴的血煞之气。他就这么把修炼千年的根本给你了，那他怎么办？化龙路上岂不是凶险万分？叶灵儿的声音充满了难以置信和一丝担忧。走蛟成功后，他会重新孕育一颗真正属于神龙的无瑕龙珠，而这枚蛟珠于他已是身外之物，于我却是无价之宝。一旦将其炼化，我的修为至少能提升一个大境界。凌晨双眼放光地说。可话音还没落下，一道黑色流光携裹着滔天的洪荒暴戾之气，竟闪电般从他手中夺走了蛟珠。凌晨愣在原地，一脸懵逼。叶灵儿、田梦琪两女在混沌鼎中同样面面相觑，根本就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刚才是什么一闪而过？你手中的龙珠了？怎么突然就不见了？田梦琪诚惶诚恐地问道。好快的速度！凌晨握紧拳头，双眼中流露出不忿的神色。我还没找到他，他却自己送上门来了。啊，刚才那该不会是九幽玄蛇吧？叶灵儿不禁倒吸一口凉气，顿时毛骨悚然。我的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都近乎小成境，除了他以外，也没有谁能从我的眼皮底下生生窃走蛟珠。凌晨紧皱着眉头，恼火不已。这速度简直可以杀人于无形之间。叶灵儿吓得肝胆欲裂。你确定还要取其精血吗？这可远比虎口拔牙要危险得多。你们都看到了，这可是他先招惹我的。凌晨非但不惧，反倒兴奋地咧嘴笑了起来。话音未落，他立刻运转九阴九阳。下一刻，在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的加持下，只见他整个人宛若幽灵一般消失在原地，身子化为残影，竟循着九幽玄蛇逃走的方向追了过去。你简直就是个疯子！见他根本就没有罢手的意思，叶灵儿愤愤地说：师姐，跟在他身边都这么长一段时间了，你还没看清楚吗？他从来不打没有把握的仗，连练虚期阎罗妹都无法做到的事情，他却轻易能做到。要我说，九幽玄蛇不足为惧。田梦琪咯咯笑了起来。可九幽玄蛇是连阎罗妹都忌惮3分的太古凶兽，万一……叶灵儿轻咬着嘴唇，还是放心不下。没有万一，我不认为九幽玄蛇的攻击能比3元雷劫更厉害。田梦琪笃定道，接着又戏谑地说：你这是关心则乱。哼，谁关心他了？叶灵儿傲娇地说：你现在可不仅仅只是关心那么简单，而是无可救药地爱上他了。田梦琪一针见血。且说凌晨在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的加持下，他的速度堪比瞬移，一瞬100米。几个呼吸后，正前方一条长100丈有余、通体布满黑色鳞片的巨蛇突然出现在视线中，赫然是他心心念念的九幽玄蛇。哪里走？凌晨一个猛地加速，瞬间冲到九幽玄蛇跟前。震惊！向来以速度见长的九幽玄蛇一脸的不可思议，他万万没想到，眼前这看似从容的年轻人竟能追上自己的速度，简直颠覆认知。小子，你可知本尊是谁？九幽玄蛇双目赤红，冷冷地看了过来。太古凶兽九幽玄蛇。凌晨脱口而出，接着又道：我正是为你而来。如此，那你先追上我再说。九幽玄蛇饶有兴趣道。话音未落，他再次化身为一道流光，以近乎瞬移的速度离开原地，转眼便不见了踪影。咦，这就走了？田梦琪惊叹不已。天哪，他朝哪个方向走的？我眼睛都没敢眨一下，竟然没看到。叶灵儿呆立原地，一脸的不可思议。凌晨没有回答，但下一刻，他就像是捕捉到九幽玄蛇的行动轨迹一般，风驰电掣般追了上去。但这一次，凌晨一口气奔袭数百里，
足足追了3炷香之久，来到一处幽深的峡谷中时，这才再次追到九幽玄蛇。四目相对的瞬间，九幽玄蛇双眼中写满了匪夷所思。如果说刚才是个意外的话，但这一次他全速出击，几乎将空间法则运用到极致。本以为能轻易摆脱凌晨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类，可万万没想到，不仅没能甩脱他，甚至跟他用的时间也相差无几。小子，你到底是什么人？九幽玄蛇一改之前的轻视，目光深邃地看了过来。晚辈凌晨，乃一介散修。凌晨双手抱拳，毕恭毕敬地说：散修能硬抗化龙天劫而不死，还有你的速度也远远超乎常人，即便化神期的人类修士也不一定能追上。你究竟是谁？九幽玄蛇目光灼灼，追问不休。我是谁？真有那么重要吗？凌晨处之泰然。那你此番找我所为何事？总该不会是来杀我的吧？九幽玄蛇目光阴森地看了过来。前辈也太看得起我了。凌晨连忙否认，接着说：交出可以给你，我只求你的一滴精血。就这？九幽玄蛇有些诧异，但随之又话锋一转道：等等，你要我的精血干什么？你的血液中蕴含有强大的空间法则之力，与我修炼的空间法则相辅相成，我想更深入的研究一下。凌晨搪塞道：没那么简单吧？九幽玄蛇那庞大身子迅速围成一个闭环，将凌晨困在其中，不断缩小包围的同时，他吐着猩红的蛇信子，迅速逼近道：你是青云宗的弟子，我可是听说了，若能将你炼制成人丹，则可让修为突破一个大境界。爹爹，如此，我可就笑纳了。说罢，他根本就不给凌晨反应的机会，直接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而来。距离太近，速度太快，这简直是必死之局，凌晨根本就来不及躲开。好在有混沌顶兜底，就在九幽玄蛇攻击得手的前一刻，凌晨神念一动，果断逃回了回去。咦，人了！志在必得的一击骤然失手，九幽玄蛇惊呼不已，简直不敢相信。反观凌晨，从容回到混沌顶后的他，大口大口喘息着，自觉醒混沌顶以来，他这还是第一次被逼到逃回来，挫败感满满。没事吧？叶灵儿迅速上前，下意识地抱住他的手臂，差一点就让他得手了。凌晨冷汗涔涔，心悸不已。他可是化神境的实力，你别再出去玩火了。叶灵儿忧心忡忡道：师姐说的对，他可以失败无数次，但只要有一次成功，对你来说就是灭顶之灾。你赌的可是自己的性命。田梦琪心弦紧绷，一脸的放心不下。但如果赌赢了，我或许就有跟赵无极抗衡的资本，更何况来都来了，岂有放弃之理？凌晨桀骜不驯地说。下一刻，不待两女反驳，他再次神出鬼没般来到峡谷中。敢玩我，你找死！九幽玄蛇再次看到他时，又一次扑了上来，但结果如是。在接下来半炷香的时间里，一人一蛇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凌晨仗着9世轮回的经验，将九幽玄蛇玩得团团转，游刃有余。到最后，九幽玄蛇索性不追了。凌晨也一脸戏谑地看着他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需要的不是一枚人丹突破一个大境界，更不是一枚胶丹，而是想打破诅咒，最终得以化龙。可对？九幽玄蛇的身子僵在半空中，他万万不曾料到，这个困扰自己无数年的恶毒诅咒，竟被眼前这个毛头小子一眼洞穿。你怎么会知道我身上有诅咒？九幽玄蛇先是惊慌失措，继而色厉内荏地逼问：你身上有贪、嗔、痴、怨、毒、欲、妄7道煞气，他们的存在让你根本就无法凝聚龙脉的核心妖力。你该不会以为从我手中窃走了鲛珠就能化鲛成龙吧？凌晨言辞犀利，直指要害。九幽玄蛇瞬间清醒，他突然意识到，眼前这个能以肉身硬汉化龙天劫，又能一眼洞悉自身诅咒的人类修士，绝非等闲之辈。念及此，他眼中浮现希冀之色，声音微微颤抖道：这么多年来，你是第一个能在不接触我的前提下，直接识破7煞所龙境的人类。你能破之？你夺我鲛珠在前，又屡次预置我于死地在后，我凭什么帮你？凌晨冷笑连连：你不是要本尊精血吗？本尊愿赠于你。九幽玄蛇急忙表明诚意：你不给，我自可取之。凌晨霸气回应，根本就不为所动。好大的口气，你也不见得能破解本尊身上的诅咒。九幽玄蛇进一步试探，他表面虽强作镇定，实则内心早已风起云涌。凌晨的那份淡定让他看到一线生机，或许这次真能破除千年桎梏。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脊骨要害处应该被钉着7根由幽冥玄铁所铸的诅咒之钉。可对？凌晨目光如炬，直指症结。此事本尊从未对外人言说，你我素昧平生，怎会？九幽玄蛇彻底不淡定了。一时间，他那在看向凌晨的脸色也一变再变。
七煞锁龙镜虽阴毒，也不过寻常咒术罢了，不值一提。凌晨语带戏谑，忽而话锋一转，但用在你身上，却足以让你穷其一生都无法净化，甚至连化胶都成为奢想。听闻此言，九幽玄蛇彻底破防。下一刻，在叶灵儿与田梦琪惊骇的目光中，这尊桀骜不驯的太古凶兽竟不可思议地匍匐在地，再无半点嚣张气焰。你这是要干什么？凌晨冷声质问。本尊遭奸人所害，身中七煞锁龙禁咒，不仅无法化蛟成龙，连修为也停滞不前。如今大限将至，得遇道有天神下凡，还望能出手救我一命。我愿立下血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九幽玄蛇口吐人言，姿态虔诚至极。说话间，他更是主动祭出一滴精血，以表诚意。凌晨本就是为此而来，当即收下精血，幼稚问道：还有我的鲛珠？九幽玄蛇哪里还敢迟疑，又连忙将鲛珠奉还。救你倒也不难，不过在此之前，你得先替我办件事。凌晨把玩着鲛珠，气定神闲道：道友但说无妨，只要能替我破解诅咒，别说是1件，就算是10件、100件，我也照做不误。见事情有所转机，九幽玄蛇连忙立下重誓。你现在是什么境界？凌晨突然问道。6阶妖兽，相当于你们人类的化神境。九幽玄蛇如实回答。如此，那这件事对你来说倒也不难。凌晨微微颔首，直截了当道：我要你去卧龙山混元洞，找到青云宗老祖赵无极那厮刚突破元阴境，你去取他性命，回来我便替你解咒。此话当真？九幽玄蛇眼中金光暴涨，毕竟以他化神境的修为，斩杀一个元阴修士简直易如反掌。我就在这等你。凌晨郑重承诺。我去就回。话音未落，九幽玄蛇已化作一道黑色闪电，消失在天际。凌晨则果断回到混沌鼎中，兵不血刃就得到了他的精血。叶灵儿顶礼膜拜，不胜唏嘘地说：谁能想到威震血海的太古凶兽九幽玄蛇，竟被你3言2语就震慑住了？怎么，你觉得我只是在唬他？凌晨似笑非笑地反问。难不成你真能破解那所谓的七煞锁龙镜？叶灵儿将信将疑。没有金刚钻别，揽刺气活。若没点真本事，我敢招惹化神期的太古凶兽？凌晨摇头轻笑，不再多言，当即盘膝而坐，全神贯注地研究起那滴精血。你们青云宗，难不成还涉猎禁咒之类的法术？叶灵儿一脸困惑地看向田梦琪。田梦琪微微摇头，那他怎会一眼看穿七煞锁龙镜，还敢夸口破解？这哪是18岁少年应有的手段？叶灵儿心中风起云涌，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内心的震惊。师姐，你还没看明白吗？田梦琪意味深长地说，他会的东西，恐怕连青云老祖赵无极都望尘莫及。叶灵儿也不傻，回想起凌晨那炉火纯青的修炼技术以及层出不穷的玄妙姿势，好像的确要比青云老祖赵无极要更加深不可测。时间流转，本以为凭借九幽玄蛇的速度，3日之内必能凯旋而归，可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一晃半个月过去了，凌晨甚至成功炼化了他的精血，却迟迟未见九幽玄蛇的踪影。凌晨倒也没多想，从容走出了混沌鼎。你去哪？叶灵儿见状连忙追问。这荒芜之地不宜久留，是时候离开了。凌晨语气淡然，不打算等九幽玄蛇了。叶灵儿接着又问，该着急的又不是我。凌晨不以为然地挑眉，只要七煞锁龙镜没有破除，他迟早会主动寻上门来。师兄，赵无极此人诡计多端，又执掌青云宗大权，他会不会反杀了九幽玄蛇？田梦琪忧心忡忡地问，一脸的放心不下。化神境和元婴初期之间有着无法弥补的差距，云泥之别。就算赵无极机关算尽，也绝无可能伤到九幽玄蛇分毫。凌晨掷地有声道，那为何半月过去还杳无音信？这不应该啊。叶灵儿表示无法理解，或许是遇到了什么意料之外的变故。凌晨若有所思。话音未落，数道阴冷煞气如箭矢般破空而来，瞬间将他团团围住，异变突起。任谁都没料到，才刚离开混沌鼎，万鬼宗掌门因九幽镜已布下天罗地网，将他逼入绝境，危险骤然降临。凌晨处变不惊，九阴九阳功法瞬间运转，在时间法则与空间法则的双重加持下，他脚踏天罡地煞之步，从容避过这致命一击。凌晨，阴九幽厉声大喝：你果然在这？不对，你们怎么会找到这里来？凌晨紧皱着眉头，突然有种被跟踪的感觉。很意外吗？枭雄在你身上种下魂印，只要你还活着，本座就能找到你。阴九幽狞笑道，这里可是九幽玄蛇的领地。凌晨冷声提醒，少废话，他在半个月前就已经离开了，休要拿他来唬我。阴九幽嗤之以鼻，接着话锋一转道，将我万鬼宗至宝万鬼幡交出来，否则定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哼，全盛时期的你都奈何不了我，如今就只剩下一条手臂了，确定还要跟我打？凌晨嘲讽道。上次只是一个意外，你该不会真以为有能打败我的实力吧？殷九幽面露轻蔑。我不介意再陪你玩一次。凌晨桀骜不驯道，随之祭出万鬼幡，一脸玩味地说，听说万鬼幡可以号令万鬼宗，我想看看这究竟是一句戏言，还是真有这么厉害。说话的同时，他猛地挥舞万鬼幡，企图策反万鬼宗那些爪牙。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包括殷九幽在内的众人岿然不动地站在原地，根本就不受影响。哈哈，目睹此景的殷九幽的义弟大笑起来，千万不要怀疑万鬼幡的威力，但也要看是什么人来驾驭它。显然你不行，是吗？你确定？凌晨毫不在意地笑了起来。然而殷九幽却不敢掉以轻心。一是凌晨诡异莫测，能凭借血肉之躯挡下3元雷劫便足以说明一切；二是这毕竟是在太古凶兽九幽玄蛇的领地，一旦他杀回来，等待他和万鬼宗的将是灭顶之灾。想到这，殷九幽杀伐果断，立刻厉声道：接下来让你见识一下万鬼大阵的厉害。说时迟那时快，四周数十个万鬼宗的高手像是得到命令一般，立刻行动起来。很快，原本晴朗的山谷突然血雾四起，恐怖的肃杀之气更是迅速弥漫，无数骷髅鬼影穿梭其中，张牙舞爪般朝凌晨逼近。小心！万鬼宗的万鬼大阵极其邪恶，据说能召唤阴魂，可杀人于无形之中。100年前曾与我太一门一战，就是凭借此阵杀死300余人。叶灵儿突然想起什么，立刻急声提醒道：确实有2把刷子。凌晨简单看了一眼后微微颔首，但眉宇间仍是一脸不屑。只可惜我有万鬼幡在手，他奈何不了我。说话的同时，他神念一动，果断将当初收进混沌鼎中的尸魁全都放了出来。紧接着在万鬼幡的控制下，这些犹如行尸走肉般的尸魁突然像是得到命令一般，立刻朝万鬼大阵各个阵脚袭去。不可能，你手中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尸魁？对面看到这一幕的殷九幽瞬间不淡定了，一脸的匪夷所思。这些不都是你送给我的吗？凌晨玩味地笑了起来。什么？殷九幽神色一凛，很快就反应过来了。你当真会我万鬼宗的秘法咒语？对付你们这些魔教，就应该用魔法来打败魔法。万鬼大阵之所以可怕，无非是勾魂摄魄的把戏，可我的这些尸魁本就没有魂魄，你是奈何不了他们的。凌晨一语中的，并疯狂加大攻势。果不其然，在尸魁势如破竹般的横扫之下，万鬼宗那些高手往往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被尸魁开肠破肚，惨死当场。几个呼吸后，当殷九幽察觉到不对劲，想要临时变阵时，却吃惊地发现万鬼大阵早已支离破碎，彻底消散不见。更要命的是，殷九幽随身带来的那些高手，此刻正惨遭尸魁的围攻，危在旦夕，偷鸡不成蚀把米。殷九幽万万没想到，自己堂堂万鬼宗的掌门，竟在幽冥血海的领地，被凌晨一个区区退凡境的少年给弄得如此狼狈。此刻眼看着麾下的高手在尸魁的围攻下不断惨遭围戮，他彻底怒了。凌晨，我要你死！殷九幽双眼赤红，脸色狰狞扭曲，结丹后期的修为在这一刻全面爆发。想要我死的人可就多了，你算老几？凌晨戏谑的回应。可真正面对盛怒中的殷九幽时，他可不敢大意，连忙毫无保留地施展出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几个回合下来后，凌晨虽游刃有余，却如丧家之犬，根本就不敢正面交锋。看到这一幕的叶灵儿也一脸不解，之前在冥王岛上，你不是一拳打碎他的半边身子吗？如今怎么还手下留情了？你对我的实力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凌晨悻悻道。难道他的手臂不是你打掉的？田梦琪也一脸纳闷。那是因为他当时根本就不清楚我的实力，所以才勉强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如今知根知底，贸然上前只会是死路一条。凌晨无比清醒道：你和他之间的差距真有那么大？叶灵儿发出灵魂拷问。退凡和结丹之间可是还有一个筑基大境界，我虽然能偶尔创造奇迹，却不能违背最基本的常理。凌晨心有余悸地说。此话一出，两女也瞬间清醒了不少。他们俩都被凌晨最近这段时间来的强势表现给惊艳到了，以至于下意识以为他能轻松吊打殷九幽。可冷静下来后，他们俩才意识到，如今的凌晨其修为也不过只有退凡7重天，想要他轻松打败一个结丹后期的魔道巨擘，无异于是痴人说梦。万幸的是，凌晨在炼化九幽玄蛇的精血后，历经半个月的苦修，九阴九阳第3式空间法则终于真至大成境。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殷九幽的暴击下苟延残喘，不至于惨死当场。
但如果以目前的态势继续下去，殷九幽可以失手无数次，可一旦得手一次，凌晨便必死无疑。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可如何才能反杀结丹境的殷九幽？一个大胆而凶险的计划瞬间在凌晨脑海中浮现。以自身为诱饵，他要利用殷九幽急于复仇的心态，寻找机会用混沌鼎将他吞噬其中。于是在接下来的交锋中，凌晨故意处处示弱，时而气息紊乱，时而灵力不济，甚至就连躲避的速度也不再如之前那般从容。数个回合后，一直占据绝对优势的殷九幽牢牢把握主动。眼见凌晨顶不住压力而破绽百出时，他张狂地叫嚣起来：退凡终究是退凡，给本座死来！话音未落，他将全身鬼气催动到极致。霎时，只见他那只独臂骤然膨胀，漆黑如墨的鬼气凝聚成一个巨大的，仿佛来自九幽地狱的鬼爪虚影，散发出令人窒息的阴寒与死寂，正是万鬼宗的杀招——幽冥鬼爪。这一击瞬间封死了凌晨所有的退路。就在悲剧即将上演的前一刻，凌晨眼中金光爆射，所有的疲惫和狼狈瞬间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星辰大海般的深邃与掌控一切的冷静。嗡！一声仿佛来自远古洪荒的嗡鸣声毫无征兆地响起。刹那间，以凌晨的身体为中心，四周的空间轰然坍塌，随之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不好！当殷九幽心中暗呼不妙，企图挣脱后退时，却骇然地发现自己的手臂、肩膀乃至于半边身子，全都在这一刻被那不断扩大的漩涡所吞噬。整个过程看似缓慢，实则只有一瞬。峡谷中，前一秒还是殷九幽必杀一击的滔天气势，下一秒，他整个人连同那狂暴的幽冥鬼爪就诡异地消失在了原地。随后，凌晨凭空消失不见，就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般。混沌鼎内，这是什么地方？殷九幽惊恐万状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世界，诚惶诚恐地问：“你到底是谁？万鬼宗掌门怎么样？结丹境的魔道巨擘又如何？在我的混沌鼎面前，也不过沧海一粟，弹指可杀。”凌晨神色漠然，居高临下俯视着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万鬼宗宗主。小子，老夫跟你拼了！殷九幽绝地反击。你给我跪下！凌晨的声音不大，却如9天神雷。此刻他的眼神冰冷如万载玄冰，哪里还有半分刚才在峡谷中的狼狈模样？分明就是掌握这方世界生杀予夺的天地主宰。扑通！殷九幽双膝一软，没有任何犹豫的重重砸在地上，头颅深深低下，身体控制不住地瑟瑟发抖。他这不是屈从于凌晨的绝对实力，而是屈从于这方世界的法则力量。怎么会这样？殷九幽吓得肝胆欲裂。他试图挣扎起身，调动体内澎湃的鬼元，却惊骇地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结丹境修为在这里仿佛被剥离了。一股不容置疑的天地法则之力负压而来，将他牢牢地定在原地，连一根手指都难以动弹。你不能杀我！殷九幽第一次感到绝望，他面如死灰，噤若寒蝉道：“老夫乃魔祖阎罗妹的弟子，你若敢伤我……”凌晨置若罔闻，一步上前，紧接着他右手如电，猛地按在殷九幽的天灵盖上。下一刻，一股磅礴而霸道的神念，如同最凶猛的洪流，蛮横地冲进了殷九幽的识海。啊！搜魂术！殷九幽发出凄厉的惨叫声，神魂如同被无数根烧红钢针反复穿刺、搅动，使得他所有的秘密都毫无保留地暴露在凌晨的探查之下。片刻后，凌晨猛地抽回按在殷九幽头顶的手掌，脸色阴沉的可怕。噗！被强行搜魂的殷九幽则如同烂泥般瘫软在地，神魂遭受重创，口鼻溢血，眼神涣散，只剩下本能的抽搐。你看到什么了？见凌晨满腔怒火，叶灵儿心知不妙，连忙上前急切地问道。凌晨缓缓转过头，声音里带着无尽的杀意说：“柳芙鸾被擒，他不是正道元婴成功了吗？按道理来说，凭借殷九幽和行无极两人的手段，不可能是他的对手才对。”田梦琪说出了心中的困惑。从殷九幽的记忆来看，是太古神像出手抓住了他。凌晨悠悠地说：“反正你的空间法则力量已经大成了，实在不行的话，你就再去一趟冥王岛，总能有机会救出他的。”叶灵儿轻声安慰道。他现在并不在冥王岛，甚至都不在幽冥血海。凌晨的声音一字一顿，那双深邃的眼眸此刻仿佛蕴藏着毁灭的雷霆，令人窒息。那他在哪？叶灵儿忍不住地追问。阎罗妹那个贱人，得知他与我结为道侣后，极其震怒，竟打算将卵儿许配给万寿山的化神期老狗阴阳老祖，做他突破的顶炉。凌晨握紧拳头，他如今已被送往万寿山了。万寿山阴阳老祖，难道是万寿宗的掌门？田梦琪的脸色一阵惨白。那老狗垂涎鸾儿多年，当初为了跟鸾儿结为道侣，曾数次前往极乐峰，没想到竟还被他给惦记上了。凌晨脸色铁青地说：“可是
阎罗妹为什么要这样做？叶灵儿不解地问。还不是那2个老狗在阎罗妹面前煽风点火。提及此，凌晨火冒3丈，杀意沸腾。对面被搜魂摄魄的殷九幽总算缓了一口气，悠悠地睁开双眼。自知在劫难逃的他索性豁出去了，声音凄厉而冰冷道：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别再妄想救柳芙鸾。他在半个月前就已经被送到了万寿山，说不定早就跟阴阳老祖双修了。你是不是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凌晨双目赤红，脸色狰狞道：我可以死，但魂印不可消失，师尊迟早会找到你，替我报仇。殷九幽铮铮铁骨，宁死不屈道。凌晨彻底被激怒了，求人得人。只见他脸色一寒，迅速催动混沌鼎，疯狂炼化他的修为。想死，我这就成全你。然而真正看到这一幕时，两女却慌了神。他可是万鬼宗的掌门，更是魔祖阎罗妹的得意弟子，真要动手，三思啊。叶灵儿下意识地靠近，忧心如焚地提醒道：你若杀了他，将和魔教彻底结下梁子，以他们睚眦必报的性格，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的。更何况你身上还有他们种下的魂印。田梦琪轻咬着嘴唇，生怕他一怒之下做出不可挽回的选择。凌晨不为所动，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对敌人妥协就是拿骨头喂狗，肉尽了他还要继续啃，只会让他们得寸进尺。他继续炼化，顿时在混沌鼎的疯狂吞噬之下，他的身子扭曲，生命也正在疯狂流逝。殷九幽慌了，他本以为凌晨一个毛头小子，只要搬出魔祖阎罗妹肯定会有所忌惮，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刚才的故作坚强不仅没能吓到他，反而将他彻底激怒，以至于此刻动了杀心。小子，你可想清楚了，杀了我，你走不出幽冥血海，感受到生命正在疯狂流逝。殷九幽瑟瑟发抖，这就怕了，刚才不是还无所畏惧吗？凌晨讥讽道。快停下来！殷九幽嘶吼道。凌晨无动于衷，反倒疯狂加速。只要你不杀我，我会想办法救出柳芙鸾。殷九幽瑟瑟发抖，已彻底没有刚一开始时的傲气。来不及了，你必须得死！凌晨默然道。说话的同时，他索性首先炼化了殷九幽的三魂七魄，使得他彻底魂飞魄散。紧接着他继续催动混沌鼎，试图炼化他数百年的修为，借此提升自己的境界。一旁叶灵儿和田梦琪两女目睹了殷九幽惨死的整个过程。跟在凌晨身边几个月以来，两女都是第一次见他如此愤怒，那狰狞的模样就像是要吃人一般。师姐，你怎么看？田梦琪轻声问道。柳芙鸾一定不会想到，在他看不到的地方，有个男人为了他杀死了殷九幽，甚至不惜跟整个魔教为敌，也要救他，他该知足了。叶灵儿喟叹不已。可是柳芙鸾曾经足足采捕了他3年。田梦琪小声吐槽说，人的感情就是这么的不讲道理，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叶灵儿悠悠道，那你说能救出柳芙鸾吗？田梦琪接着又问。能不能救出来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从这一刻起，万寿宗将鸡犬不宁，他们最好祈祷柳芙鸾没事，更别说把他当成炉鼎了，否则万寿宗也将跟殷九幽一样万劫不复。叶灵儿言辞铿锵地说。林师兄，他真有那么可怕吗？田梦琪俏皮地吐了吐舌头，说话时还偷偷瞥了他一眼。以退凡境的修为强杀劫丹境的高手，再联想到他帮阎罗妹渡劫，帮魔蛟化龙，只要他想做的事情，似乎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叶灵儿笃定地说。别说，好像还真是那么一回事。田梦琪一脸崇拜地点头。且说凌晨兵不血刃杀死殷九幽后，又迅速催动混沌鼎炼化了他的身体，试图提升自己的修为。然而柳芙鸾被送往万寿山，给阴阳老祖当炉鼎，成为他心中的一根刺，让他根本就无法沉下心来修炼。所以不等炼化完成，他果断出关，径直来到魔星岛。你该不会打算现在就去万寿山吧？叶灵儿见状，立刻放心不下地问道。这都已经快半个月了。凌晨深吸一口气，脸色铁青地说，希望还来得及。就你一个人去吗？叶灵儿放心不下地问。不是还有你们吗？凌晨的速度越来越快。我的意思是，你身上有魔族偷偷种下的魂印，他们能锁定你身上的气息，随时都能再找上你。叶灵儿一针见血道。既然阎罗妹恩将仇报，那就别怪我辣手无情了。凌晨的双眼中闪过一抹凌厉的杀气，来一个我杀一个，来一对我杀一双。阴阳老祖可是化神器的大能。田梦琪没忍住地提醒道。那又如何？柳芙鸾是我的女人，只要她敢染指，我不介意灭了整个万寿宗。凌晨霸气地说。话虽如此，他很快又冷静下来，毕竟有9世轮回的经历在，按道理来说不应该如此冲动才对。可他又转念一想，我他妈都轮回9次了，要是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那轮回的意义在哪？
即便把九阴九阳修炼到大成境，正道长生又有什么用？第9世轮回应该主打一个不委屈，快意恩仇才对。所以阴阳老祖得死。凌晨用了半天的时间走出了魔星岛，一路还算顺利。就在他疯狂运转九阴九阳，施展第3世空间法则，企图尽快离开这片是非之地时，让人始料未及的是，眼看着即将走出幽冥血海，血煞宗掌门行无极率领无数血垒拦在正前方。我等你很久了。才见面，行无极便张狂地叫嚣起来：好狗不挡道，我今天有事，你最好别没事找事。凌晨言辞犀利，杀气腾腾地警告道：你好大的口气。行无极冷哼一声，接着又质问道：殷九幽在哪？凌晨也不废话，当即神念一动，顿时一具干瘪的尸体凭空朝对面砸了过去。起初行无极还以为是暗器攻击，但很快当他意识到那是殷九幽的尸体后，顿时整个人瞬间气血冲顶，不寒而栗。你竟然杀了他！行无极噤若寒蝉，声音止不住地颤抖。你也想不他的后尘吗？凌晨振臂一挥，当即果断祭出血煞宗之宝血煞剑，一身杀气令人窒息。我不介意也杀了你。咦，那是血煞剑？只是一眼，行无极整个人就不淡定，一脸的不可思议。我用万鬼幡收了殷九幽的3魂7魄，再以血煞剑斩断你的7情6欲，不过分吧？凌晨杀疯了。话音未落，他竟无视双方的实力差距，直接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过去。血煞剑乃血煞宗镇宗至宝，跟万鬼幡能统御尸魁一样，血煞剑能直击神魂，斩断7情6欲，号令血垒。此刻凌晨手持血煞剑，在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的加持下，他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剑锋所指，所向披靡。有了之前算计殷九幽的经验在先，凌晨想故技重施，他先示弱，故意露出破绽，然后再以混沌顶施展致命一击，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行无极也意料之中的上钩，眼看着将要万劫不复时，一道流光突然呼啸而至，是魔祖阎罗妹。仓促间，凌晨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就在阎罗妹近身的那一刻，他立刻毫无保留地催动混沌鼎，试图将其吞噬其中。这娘们千人千面，美得不可方物，要是能跟他双修，嘿嘿，光是想想就令人兽血沸腾。但下一刻凌晨就清醒了，源自混沌鼎的吞噬力虽然不可抗拒，但炼虚境的阎罗妹能感悟天地法则，与天地同力，此刻竟岿然不动地站在原地，完全无视混沌鼎的吞噬。咦，怎么会这样？凌晨心中暗呼不妙，当即便欲施展空间法则逃离现场，不料阎罗妹更快一步，一只玉手宛若钳子般死死掐住他的颈脖，随时可杀人于无形之中。我们可又见面了。四目相对的刹那，阎罗妹一脸妩媚地笑了起来。凌晨脸色卡白，呼吸不过来。见状，阎罗妹缓缓松手，可炼虚境的威压骤然施加在凌晨身上，使得他被禁锢在原地，除了能说话外，连动动手指都成了奢望，就更别说逃回到混沌鼎中了。你想怎么样？凌晨惊慌失措，可别忘了，我接连救了你2次。听说你是极其罕见的九阳龙环体。阎罗妹眼含秋水地看了过来。是又如何？凌晨诚惶诚恐。那就对了，跟我走一趟吧。阎罗妹玉手轻挥，下一刻凌晨便不省人事，彻底没了意识。混沌鼎内，目睹整个过程的叶灵儿和田梦琪2女彻底慌了神。他们本以为凌晨能像对付殷九幽一样兵不血刃地干掉行无极可谁，也没想到魔祖阎罗妹竟在关键时刻杀了过来，而且还不费吹灰之力就擒获了凌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形势斗转直下，凌晨危在旦夕。眼见阎罗妹带走了凌晨，身在混沌鼎内的叶灵儿和田梦琪2女瞬间不淡定，这下该怎么办？阎罗妹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田梦琪急得直跳脚，却不知该如何才好。该不会是想把凌晨炼制成人丹吧？叶灵儿轻咬着嘴唇，双眼中流露出不安的神色。你的意思是说师兄会死？田梦琪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起来。叶灵儿沉默不语，毕竟如今落在阎罗妹手中，生死还真难说。可是师兄曾不计代价救过他2次。田梦琪恼火不已，他怎么能以德报怨了？我也无法接受，可事情已经这样了，还能怎么办？叶灵儿叹了一口气，满脸愁容。农夫与蛇，魔教的人果然不能相信，只希望师兄能尽快苏醒，然后逃出魔窟。田梦琪心悸不已。时间流转，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凌晨悠悠转醒。他四下环顾一周后，发现自己在一处古色生香的房间中，此刻正浸泡在一个巨大的药桶内。你可算醒了？叶灵儿大喜不已。我这是在哪？凌晨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却发现身体中布下禁制，根本就无法动弹。
这里是颜洛妹的修炼密室，她在魔形岛把你打晕后，就直接带到这里来，准备把你炼制成人丹。叶灵儿脱口出道。人丹，凌晨不由得皱起眉头，很快就弄清楚当下的处境。现在浸泡肉身，洗髓伐骨，接下来就是业火焚烧，剥离血肉，最后乃神魂封丹。他刚离开，好像是去寻找什么婴孩心头血、处子骨髓等至阴之物，用来调和阴阳，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叶灵儿心急火燎道：“师兄，你快想办法出来啊！”田梦琪惶惶不安，不禁催促道：“实在不行的话，回到混沌鼎中暂避锋芒，也不失为退路。”我倒是想回来，可他早已封印了我的身体。凌晨悻悻地说：“那怎么办？总不能坐以待毙。”叶灵儿一脸忐忑：“我试试，看能不能冲破他的禁制。”凌晨冷静道。说话的同时，他暗中催动星河，企图以无穷无尽的星辰之力强行冲破禁制，借此重获自由。万幸的是，颜洛妹随手布下的禁制为幽冥所深重，只禁锢身体，不封印元神，所以在浩瀚星辰之力的疯狂冲击下，半炷香后，凌晨如释重负地吐了一口浊气，随即竟从容地站了起来。解开了。叶莲大喜：“快回来，不能再冒险了。”田梦琪催促道：“回来。”凌晨嘴角微扬，眼中闪过一抹厉色。他既然不念及旧情，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你疯啦！颜洛妹可是炼虚境的修为，你该不会还打算对她动手吧？叶莲瞠目结舌，一脸的不可思议。炼虚期怎么了？首先，她得是个女人。凌晨撇了撇嘴，玩世不恭道：“师兄，机会只有一次，你只能成功。”田梦琪提醒道：“放心吧，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凌晨底气十足道。正说话时，颜洛妹飘然归来。她此番出去是为了寻找婴孩心头血、处子骨髓，如今双双得手，准备进行下一步。见凌晨一脸不甘地看着自己，颜洛妹先是一愣，随即戏谑地笑了起来：“你醒了？我救了你2次，你当真打算把我炼制成人丹？”凌晨阴沉着脸，满腔义愤地问道：“实在抱歉，我本不想杀你，但你也知道我的使命，我必须得不计代价的让自己强大起来，唯有如此，才能等到他。”颜洛妹耐心解释道：“那我就该死。”凌晨满腔义愤：“要怪就怪你是九阳龙环体，若把你炼制成人丹，哪怕我有心魔困扰，也足以让我步入合体境。”颜洛妹丝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但就在她靠近的瞬间，一只米粒大小的血色虫子悄无声息地钻进血脉之中。当颜洛妹意识到不对劲时，一切早已来不及了。那是什么东西？颜洛妹脸色大变，继而怒气冲顶道：“你竟敢算计我！嘿嘿，那是琴骨。”得手后的凌晨咧嘴笑了起来：“你好大的胆子！”颜洛妹勃然大怒，但几乎同一时间，凌晨毫无征兆地站了起来，双手掐诀，果断在他体内种下一道火种。“怎么可能？你竟然恢复自由了！”颜洛妹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接着又问：“你对我做什么了？”“欲火焚心境。”凌晨残酷地冷笑起来，随之洋洋得意道：“这一切可都是你自找的。”这一刻，颜洛妹的天塌了。身为堂堂的魔祖，不小心被植入情蛊也就罢了，竟还被打入欲火焚心境。以他炼虚期的修为，当然知道此禁咒发作时五脏如焚，唯有与施术者双修才能缓解。可他守身如玉数千年，只为等待命中注定的男人出现，难道千余年的守候就要毁于一旦吗？一念及此，颜洛妹那在看向凌晨的双眼中充斥着滔天的杀意。“小子，你竟敢算计我，找死！”话音未落，他那双玉手立刻凝聚森然魔气，径直朝凌晨的颈脖袭去。但这一次，凌晨处变不惊。就在颜洛妹的攻击将要近身时，凌晨骤然催动蛊虫。啊！随着颜洛妹一声惨叫响起，只见整个人仿佛被抽走了身体中的所有力气，直接瘫软在地。得势不饶人，凌晨又继续催动欲火焚心境，双管齐下，让颜洛妹瞬间坠入情网之中，无法自拔。混沌鼎内，这一系列的骚操作让两女看得心惊胆战。他们万万没想到，炼虚境的魔祖颜洛妹竟被凌晨瞬间拿捏，以至于此刻完全失去攻击性，并且在琴蛊和禁咒的攻击之下搔首弄姿，令人血脉奔张。天哪，你对他做什么了？我怎么感觉他好像已经快要……叶灵儿看得面红耳赤，忍不住的多看了2眼。毕竟颜洛妹这种尤物总是以最美的姿态出现在每个人的眼中，所以难得看到她情难自禁，甚至当着凌晨的面忍不住的伸手往下。你疯了？他洁身自好了数千年，难道你想坏了他的道心吗？如果你真对他做点什么的话，他肯定会不择手段的杀死你。田梦琪赶紧提醒，生怕他做出不可挽回的选择。凌晨才懒得理会。你既然做了初一，那就别怪我做15，毕竟你他们都要杀我了，竟还妄想我不动你的身子。
痴心妄想！两女还叽叽喳喳在耳边说个不停，一直在竭力劝说她不要触碰颜落妹。凌晨索性封印了混沌鼎，这下安静了。他们看不到外面，自然也不会再智慧。地上，颜落妹疯狂运转灵气，努力保持清醒，可血脉中的蛊虫和情火不断瓦解她的意志，让她如困兽犹斗，眼神也逐渐变得迷离起来。凌晨，我可以放你走，但你不能碰我，否则本座绝不放过你。颜落妹断断续续地说，看似是在撂狠话，可在凌晨看来，这分明是赤果果的诱惑。毕竟拥有千人千面的颜落妹实在是太动人心魄了，以至于凌晨按捺不住地走了上去，迫不及待地想要发生点什么。你这就怕了？凌晨冷笑起来，一只大手已经开始在他那滚烫的身上放肆地游走起来，瞬间让他心如死灰，身体却很诚实地颤抖起来。不要！颜落妹玩命的反抗，甚至不惜一死也要守住清白。但这次险些被炼制成人丹的凌晨彻底怒了，非但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反倒粗暴撕裂了他的衣服，让他横陈在眼前。你现在若住手，我可既往不咎，否则纵使天涯海角，本座也绝对不会放过你。颜落妹无能狂怒，底线却一点一点失守。哼，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敢嘴硬？炼虚境虽然强大，但在雌雄琴骨和浴火焚心境的联手暴击之下，你现在不是什么魔族，就是一个需要安慰的女人。你这一世的第一次是我的！凌晨张狂地叫嚣起来，我等候千年只为一人，绝不是你！你不可以碰我！颜落妹的贝齿紧咬着嘴唇，宁死不屈。凌晨才懒得废话，直接像包鸡蛋壳般褪去她身上的衣服。片刻后，一具璞玉般完美无瑕的身子出现在眼前，哪怕他历经9世轮回见过无数风月，却还是在这一刻有些失神，眼睛都直了。颜落妹双手抱在胸前，身子卷缩一团，努力护住要害，却仍是羞耻感拉满。凌晨，我恨你！颜落妹泪如泉涌说话的同时，她仅凭最后一丝意念，疯狂催动体内的灵气倒行逆施，企图自爆当前。想死！察觉到不对劲，凌晨眼疾手快，一把扼住她的手腕，阻止她继续下去。你辱我清白，我连死的资格都没有吗？颜落妹崩溃道。你该不会以为死了就能守住清白吗？凌晨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身子进一步逼近。你！颜落妹还想说些什么，突然一股难以形容的撕裂感瞬间袭遍全身，痛得她身体紧绷，委屈的泪水不受控制地流淌而下。坚守数千年的清白全都在这一刻毁于一旦。颜落妹心如死灰，可源自身体的反应却骗不了人，不仅没有愤怒，反倒疯狂地迎合。密室外，负责伺候颜落妹衣食起居的2个侍女听到里面传来魅惑的声音时，她们俩面色潮红，不知所措。姐姐今天怎么了？该不会是被那男人胁迫了吧？紫色衣袍侍女轻声问道。你仔细听这声音，激动之中明显透露着期待，哪有本分被胁迫的意思？红色衣袍侍女抿嘴轻笑。可是你我都清楚，姐姐之所以拼命苦修且不近男色，就是为了等待她的真命天子，她怎么可能会轻易委身于人？紫色衣袍侍女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你可别忘了，她也是个女人。红色衣袍侍女直言道，接着又窃窃私语，这些年3更半夜经常传来奇怪的声音，你该不会是真的没听到吧？你我都是女人，难道真不懂？嘘！紫色衣袍侍女连忙示意她安静，可千万别被姐姐听到了，她现在自顾不暇，哪还有心思理会我们？红色衣袍侍女撇了撇嘴，继续侧耳聆听密室内一波高过一波的惨叫声。颜落妹坚守底线，宁死不屈。可随着时间流逝，她从一开始的抗拒到逐渐接受，再到双手主动搂住颈脖，那享受的神情似乎在说还挺好玩的。而此刻，她竟然坐在凌晨身上，牢牢把握主动。这就是守身如玉千年的女人，不疯狂，不成魔，一旦尝到滋味，竟比凌晨这个历经9世轮回的老手还要疯狂100倍。凌晨食髓之味，同样沉溺其中不可自拔。不愧是拥有千人千面的绝世尤物，他给凌晨的感觉完全不同于柳芙鸾和叶灵儿。如果说柳芙鸾是一团炽热的地心熔浆，灼热的令人窒息，那么叶灵儿便是一汪山涧清泉，纯净得不染纤尘。而颜落妹则是一片幽邃的暗夜深海，表面风平浪静，深处却潜藏着致命的漩涡。她是高高在上的魔祖，千年守候只为一人，不容亵渎。可当秦蛊、禁咒肆虐时，她也不过是个女人，会颤抖，会哭泣，会在这宿命的纠缠中一点点褪去冰冷的外壳，露出最原始的热烈与疯狂。短暂的疯狂过后，凌晨很快便恢复冷静。他深知自己这不过是刀口舔血，一旦等颜落妹恢复清醒，他会第一时间报复，届时只有死路一条。于是趁着魔头在秦蛊和禁咒的双重制衡下，凌晨以颜落妹的身体为炉鼎，开始疯狂采捕，
炼化的同时又不择手段的提升修为。退凡8重天，退凡9重天，短短3日不到，在阎罗妹炼虚70力的加持下，凌晨的修为竟连破2境，一举达到半步筑基境。阎罗妹身体中的元婴四海，若继续修炼下去，修为还能进一步突破。但凌晨深知此乃是非之地，得尽快离开。更重要的是，柳芙鸾落入阴阳老祖手中，沦为双修炉鼎，那可是他第9世轮回的第一个女人，绝对不能有事。幽冥血海，当混沌鼎的封印解开后，叶灵儿和田梦琪两女总算是得以重见天日，又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这是呢？叶灵儿迅速打量外面的世界，接着又问：“你逃出来了？已经快走出幽冥血海了。”凌晨回答道：“阎罗妹呢？你把她怎么样了？”田梦琪下意识地问：“她可是魔祖，你不是应该问问她把我怎么样了吗？”凌晨没好气道：“她中了情蛊和欲火焚心境，不仅手无缚鸡之力，而且还意乱情迷，能把你怎么样？”田梦琪撇了撇嘴，一脸不以为然道：“等等，她坚守1000余年的清白，该不会被你给亵渎了吧？”叶灵儿突然意识到这一点，满脸惊愕地看了过去。那魔头都要杀我了，甚至还企图把我炼制成人丹，我没杀他，就已经算得上仁慈。退一步来说，我就算夺走了他的一血，也没什么过分的吧？凌晨撇了撇嘴，满不在乎道：“你还真把他给玷污了。”叶灵儿瞠目结舌，一脸的不可思议。他可比我主动。凌晨玩世不恭地笑了起来。天哪，我都能想象得到，一旦等阎罗妹恢复清醒，知道这些荒唐事，他该有多么震怒。那可是他1000余年的守候。叶灵儿诚惶诚恐，心悸不已。我倒不这么认为。田梦琪咯咯笑了起来。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柳芙鸾，他们俩有可比性吗？叶灵儿鼓着嘴巴俏皮道：“怎么没可比性？他们俩都是女人，而且都是魔道巨擘，一个守身如玉数百年，一个坚守清白数千年，最终都被师兄夺走了第一次，简直一模一样。”田梦琪玩味地说。叶灵儿被对得说不出话来。沉默片刻后，他带着询问的语气看向凌晨：“所以你把他也征服了？我又不是他等候1000年的真命天子，何谈征服？不过他肯定忘不了我。”凌晨得意地笑了起来：“哼，我要是阎罗妹，肯定会把你恨死。”叶灵儿悻悻地说：“我救了他2次，他不仅不知恩图报，反倒企图把我炼成人丹，甚至还把鸾儿送给了阴阳老祖当炉鼎。”凌晨的眼中闪过一丝厉芒，这一切都是他自找的，他活该。师兄，你为什么不把他收进混沌鼎中？这样的话，他就只能臣服于你了。”田梦琪不解地问道。“我倒是想，不过他炼虚期的修为一直在下意识的抵抗，加之有侍女守护在门外，一旦暴露的话，我很难杀出来。”凌晨直言道。“好玩吗？”叶灵儿突然发问。“那还用说，他的千人千面满足了我对女人的所有幻想，那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体验。”凌晨不加掩饰地说，甚至还明目张胆地回味起来。但说着说着，他就意识到不对劲，声音也越来越弱，到最后索性话锋一转道：“当然，你们每个人给我的感觉都不同，你胜在年轻，这是他们俩无论保养多么好都无法相提并论的。我和他谁更舒服？”叶灵儿贴脸开大，他需要一个答案。只是他问得这么大胆，别说凌晨呼吸一滞，就连田梦琪也被撩得面红耳赤，别过脸去不敢看。“嗨嗨，这个怎么比较？”凌晨戏谑地笑了起来。“我想知道你的真实感受和想法。”叶灵儿醋意十足，他更主动一些。凌晨模棱两可道：“想要主动是吧？你立刻马上给我回来，我这就主动给你看。”叶灵儿迫不及待地想要证明自己。“别闹，这里是幽冥血海，我还没有摆脱危险。以阎罗妹睚眦必报的性格，但凡摆脱禁咒和情蛊的束缚，他会第一时间追杀我，不死不休。”凌晨清醒地说，婉拒了他。然而他的话音未落，一旁的田梦琪突然呼吸急促，面红耳赤，一副情难自禁的模样。“你怎么了？”叶灵儿察觉到不对劲，连忙柔声问道。我也不知道，好像是残留在体内的阴阳合欢散余毒爆发了，现在好难受。”田梦琪喘着粗气，身上发烫。“这都你要帮他？你们俩还真是姊妹情深。”凌晨瞥了田梦琪一眼，根本就不信。“什么姊妹情深？他的情况不是不知道，上次那阴阳合欢散根本就没有清除干净，如今余毒爆发了，快回来帮帮他。”一筹莫展的叶灵儿忧心如焚，不断的大声催促道：“我一旦回来了，你便可趁机证明自己的主动了，可对？”凌晨戏谑地说，根本就没有回来的意思。“我是认真的。”叶灵儿怒了，“阴阳合欢散的余毒若不及时疏导，会让人自爆而亡，你知道后果的。”凌晨仍固执己见，可当他不经意一瞥，发现田梦琪当真是余毒爆发时，不由得皱起眉头。“合体？
是唯一的解药。眼见逃离幽冥血海在望，可田梦琪内火焚身，容不得片刻耽搁。无奈之下，他只能先回到混沌鼎中救火，其余的一切都稍后再说。这不看则已。真正仔细检查田师妹的身体后，凌晨吃惊地发现，那余毒已经伤及肺腑，已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也就是说，必须得立刻合体，否则即便田梦琪侥幸活下来了，也非吃即傻，无药可医。怎么样了？叶灵儿焦急地询问。不容乐观，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境地了。凌晨悻悻地说。那你还在等什么？快合体啊！人就在面前，你该不会是嫌弃他吧？叶灵儿发出灵魂拷问。怎么可能？我是怕耽搁他了。凌晨连忙表明态度。那你跟柳芙鸾和阎罗妹双修的时候，怎么没怕耽搁人家？叶灵儿没好气地吐槽道。这能一概而论吗？凌晨不忿道。他对你什么心思，你难道真不知道？从一开始他就喜欢你。叶灵儿一针见血地说。真的要这么做？看着呼吸愈发急促的田梦琪，凌晨隐隐有些期待。毕竟谁能拒绝一件没开封的新玩具呢？简直令人期待。哼，你少在这里装矜持。叶灵儿一脸娇媚地撇了撇嘴。我还不了解你们这些男人的心态，心里早就乐翻了吧。阴阳和欢散的余毒让田梦琪不省人事，此刻一只玉臂竟已经攀上了凌晨的颈脖，甚至还如八爪章鱼般主动贴近过来。你还不走？眼见局面将不受控制，凌晨满腹狐疑地看向叶灵儿询问道。你希望我走吗？叶灵儿风情万种地笑了起来。看你这话说的会让人误会。凌晨神色一凛，脑海中瞬间有了画面。你刚才不一直都说我不够主动吗？那今天我就主动给你看看。叶灵儿一改之前的矜持，竟主动褪去外面的长衫。别闹，人命关天。凌晨心跳加速，就连呼吸也在这一刻变得急促起来。你先救他，我就在旁边看着，如果害羞的话就当我不存在。叶灵儿彻底豁出去了。你确定要玩这么大？凌晨目光灼灼。你还是不是男人？叶灵儿伸出手指在他额头上点了一下，轻咬着嘴唇说，我都不怕，你怕什么？而且这不是你们男人的终极梦想吗？你敢说自己从未想过大被同眠？哪个男人不想？但最多也只是想想而已。可现在让凌晨怦然心动的是，叶灵儿为了证明自己主动，竟打算提前帮他实现这个愿望。不得不说，阴阳和欢散的余毒厉害。此刻的田梦琪已经被折腾得不省人事，彻底迷失自我，身子更是烫得如烈火焚烧。万幸的是，凌晨如今觉醒了九阳龙环体，较之纯阳之体厉害了无数倍，再加上星合助力，同时辅佐以时间法则和力量法则，局面很快得到控制。尤其当凌晨双手按在他背上的那一刻，无数的纯阳真元如决堤的洪水般灌入到田梦琪的身体中，迅速压制那些邪火，同时也让近乎窒息的田梦琪得以喘息。如此足足3炷香后，眼看着呼吸不畅的田梦琪逐渐平稳下来，一直守护在侧急不可耐的叶灵儿满脸羞涩地询问道。他身体中的余毒清除的怎么样了？呼呼，幸亏当初在你的助力下，我的纯阳之体蜕变为九阳龙环体，不然的话还真救不了他，至少没这么轻松。凌晨吐了一口浊气，那颗一直悬着的心总算是落地了。没事就好。叶灵儿微微颔首，接着又一脸娇媚道，我的意思是雨露均沾，你不能把所有的精力全都放在他身上，这就按捺不住了。凌晨额头上渗出汗珠，可面对主动扑上来的叶灵儿，他丝毫没有拒绝的意思，反倒张开双臂迎了上去。没羞没臊的日子总是让人沉醉，但柳芙鸾生死不明，让凌晨心不在焉，哪怕是大被同眠，他也总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于是一天过后，凌晨甚至放弃了这难得的筑基机会，执意前往万寿山。当然，叶灵儿和田梦琪两女早已精疲力竭，他们俩沉沉睡去，甚至都不知道凌晨是什么时候离开的。走出混沌顶后，凌晨在空间法则的加持下，很快就彻底离开幽冥血海，顺利来到岸边。不管怎么说，总算是摆脱了魔教的纠缠。可他还没来得及高兴，一股熟悉且可怕的气息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正后方，吓得他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哆嗦。阎罗妹，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凌晨吓得毛骨悚然，下意识地想要回到混沌顶中去。但令人窒息的是，四周的空间早已被强行封锁，他别说回去，就连想回头看看都很吃力。小东西，你果然在这里！阎罗妹的声音骤然响了起来。你怎么会来这？凌晨诚惶诚恐，这一刻哪怕他有混沌顶护体，也吓得不寒而栗。若这女人盛怒之下直接痛下杀手，以他此刻的防御和状态，只有等死的份。你可知道亵渎我的后果是什么？阎罗妹步步紧逼，声音中透露出的无尽寒意让人头皮发麻。
你我身体中有雌雄情骨，若杀了我，你也活不下去。凌晨威胁道。区区情骨而已，你该不会真以为能吓到我吧？颜洛妹嗤之以鼻地冷笑起来。你想怎么样？凌晨深吸一口气，努力保持镇定。我想知道是谁给了你胆子亵渎我的？本座坚守数千年的清白就这样被你给毁了。颜洛妹咬牙切齿，浑身杀意沸腾，令人不寒而栗。我接二连三救了你，你非但不报恩，反倒企图把我炼制成人蛋。既然你不择手段的算计我，那也就别怪我夺走你最看重的东西。凌晨深吸一口气，铮铮铁骨，根本就没有妥协的意思，可你也没必要以这种方式毁了我。颜洛妹满腔义愤的咆哮。是吗？但我怎么记得你当时比我还主动？凌晨终于努力转过身子，一脸戏谑的调侃道。哪个女人能经得起这样的调侃？饶是颜洛妹采捕过无数男人，但从未有肌肤之亲，就更别说让她主动了。此刻经凌晨这么一说，无数旖旎的画面立刻在脑海中浮现，撩得她面红耳赤，但同时也杀心，皱起这些见不得人的糗事，绝对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而只有死人才不会泄露秘密。念及此，颜洛妹一步近身，右手突然死死掐住凌晨的颈脖，厉声道：无耻之徒，你是不是真以为本座不敢杀你？你舍得吗？凌晨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我可记得有人曾在我的耳畔说过，不想做什么魔族，只想做一个不问世事的小女人。你再次被揭短的颜洛妹羞愤至极，当即便欲下杀手。但也就是这个时候，凌晨抓住她心神恍惚的瞬间，立刻全力催动琴骨。啊！立竿见影的效果，根本就不等颜洛妹出手，那潜伏在血脉中的琴骨瞬间让她意乱情迷，以至于她那死死抓着凌晨的小手根本就使不上劲，滚烫的娇躯更是瞬间瘫软在凌晨怀中。你这哪是想杀我，分明是来勾引我。凌晨主动凑近，嗅着她身上淡淡的幽兰香气，贪婪地吻了下去。你敢杀人不成反遭劫？颜洛妹万万没想到，自己堂堂炼虚境的魔祖，竟被凌晨这个区区退凡境的毛头小子给死死拿捏住了。更羞耻的是，他还沉溺其中，无法自拔。这不是千里送太阳是什么？也难怪凌晨如此放肆。不行，本座是来杀你的，你怎么敢再碰我？快滚开！颜洛妹声音呢喃，嘴上虽然在抗拒，可一双玉臂却搂得更紧了，生怕凌晨会跑开似的。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凌晨戏谑地说。你无耻！接下来3炷香的时间里，两人大战300个回合。3炷香后，凌晨功成身退，颜洛妹则吐掉口中的秽物，衣衫不整地瘫坐在幽冥血海旁。她不敢相信，向来洁身自好的自己，有一天竟追着一个男人在幽冥血海旁把自己交代出去。她不清楚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有没有人注意到自己，但一切似乎都不重要了。与此同时，她也明白了很多道理，譬如看似可以吃的东西其实不能吃，看似不能吃的东西却可以吃。膝盖可以碰到锁骨，捅你的不一定是刀子，看似疼其实不疼。原来膝盖受伤不一定是摔跤摔伤的，我堂堂颜洛妹怎么可以被一个男人接二连三的羞辱？可是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啊。混沌顶内，叶灵儿和田梦琪两女不知道何时早已苏醒，但这次他们俩学聪明了，即便苏醒了，他们也沉默不语。如此一来，便能在凌晨毫无防备的前提下观看这场大战。此刻，当凌晨再度成功征服了颜洛妹而逃走时，一直精神紧绷的两女这才敢喘口气。你们俩什么时候醒的？是不是一直在偷看？凌晨故作吃惊地问道。嘻嘻，不这样的话，怎么能看到这一场大戏了？别说，那颜洛妹还真挺可爱的。同为女人，跟她比起来，我都自惭形秽了。叶灵儿笑意十足道。好看吗？凌晨一边疾行一边朗声问道。简直不要太好看。田梦琪一副洋洋得意的表情，接着又炫耀地说：怎么样，这次没发现我们俩吧？你确定是我没发现？凌晨玩味地笑了起来。此话一出，两女面面相觑，随之恍然大悟。你该不会是早就发现我们俩，只是故意装作什么都没看到的吧？田梦琪忍不住地询问道。难得糊涂。凌晨嘴角微微扬起，这不也正是你们俩想要的吗？臭男人，我怎么发现你越来越邪恶了呢？叶灵儿忍不住地吐槽起来。是吗？但主要加入3人游戏的可是你。凌晨哈哈大笑起来。哼，得了便宜还卖乖。叶灵儿羞愤交加，立刻满脸通红地说：以后我再也不让你得逞了。对了师兄，刚才那颜洛妹明明可以杀死你的，我和师姐的心都跟着悬到嗓子眼了，可她为什么会瞬间丧失反抗力？你对她做什么了？她可是炼虚期的高手。田梦琪狐疑地问，总觉得这是来得过于玄乎。秦骨。凌晨言简意赅。
你该不会是用琴蛊控制他了吧？叶灵儿也满脸惊愕。琴蛊遍布于他的血脉之中，除非有朝一日他的修为能突破制度捷径，否则他永远都将受制于我。凌晨傲睨十足道：万一他一怒之下杀死你了，该怎么办？叶灵儿接着又问：那藏身于他血脉之中的琴蛊会瞬间啃噬他的三魂七魄，半炷香内他也会跟着我一起死去。凌晨言之凿凿地说：以他的阅历，不可能不知道琴蛊的厉害。既如此，那他为什么还自投罗网般的找到你？难道跟柳芙鸾一样，食髓知味，继而投怀送抱？叶灵儿细细分析起来。师姐，这是你最有发言权了。田梦琪抿嘴笑了起来。哼，小丫头片子，你竟然敢嘲笑我！叶灵儿满脸绯红的追打田梦琪，俨然一副其乐融融的模样。咦，等等！就在这时，凌晨似有发现，满脸吃惊的询问道：你现在是退凡九重天？不错嘛，一眼就看出来了。提及修为，叶灵儿立刻得意地笑了起来。我记得帮你觉醒大周天星辰体之前，你还只有退凡一重天的修为，这才多久，也就1个月不到，你竟然就到了退凡9重天之境。凌晨瞠目结舌道。哪怕他历经9世轮回剑，灌了大风大浪，但此刻还是被叶灵儿的天赋给惊艳到了。本来只有退凡7重天之境，但跟你们一起3修后，我的修为又在短时间内连破2境，到了如今的退凡9重天。叶灵儿眉飞色舞，接着又说：你再不努力，我可就超越你了哟！你这大周天星辰体也太可怕了。凌晨悻悻道：这不应该都在你的意料之中吗？田梦琪撇了撇嘴：我以前只听说过大周天星辰体，这还是第一次见。凌晨深吸一口气，继续回应：不过从目前来看，双修对他的突破大有裨益，甚至可以直接跨越瓶颈，所以你要多多灵信我。叶灵儿满脸羞涩地说：师姐，你变了。田梦琪满脸吃惊地看向他：我哪里变了？叶灵儿被问得一头雾水。你可是太一门高高在上的圣女，是纤尘不染的女神，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怎么现在都这么主动了？田梦琪悻悻地问道：是吗？可人都是会变的，而且我还有一句话要送给你，保证能让你受用终生。叶灵儿笑靥如花，似乎根本就不介意这些改变。什么话？田梦琪歪着头问道。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叶灵儿一字一顿道。哦。田梦琪立刻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接着又满脸玩味地说：难怪你最近一点都不矜持，看来你是学到精髓了。且说凌晨心无旁骛，一路狂奔，在空间法则和时间法则的加持下，原本至少需要3天的行程，他只用了短短1天便来到了传说中的万寿山。就是这了。凌晨抬头望去，眼神骤然变得深邃起来。那万寿宗也是出了名的魔宗，尤其是那阴阳老祖，传说他非常痴迷于采捕少女，死在他手中的无辜生命，即便没有1万也有8000，你可要小心了。叶灵儿放心不下，连忙提醒道：听说他也是化神期。凌晨接着又问：你不是以搜魂术搜过殷九幽的记忆吗？他身为魔教巨擘，所知道的东西远比我们要更详尽一些。叶灵儿回应道：如果按照殷九幽的记忆来看，他的实力足以比肩突破前的阎罗妹，也是化神境后期，差不多是半步练虚境的高手。凌晨深吸一口气，脸色深沉地说：师兄，此行可有把握？田梦琪紧咬着嘴唇，双眼中写满了担忧。你还叫我师兄？凌晨反问起来。那我该叫你什么？田梦琪吞吞吐吐道：叫声夫君听听。凌晨玩味地笑了起来。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闹着玩？叶灵儿没好气地说。然而田梦琪相当乖巧听话，立刻羞答答地喊了一声夫君，下次好好奖励你。凌晨笑着许诺道。话虽如此，他的脚步可丝毫没停下，哪怕行进的途中遭遇万寿宗的护山大阵，他也能轻松破开，并从容地进入其中。饶是如此，这毕竟是阴阳老祖的领地，危机四伏。更重要的是，此番带着任务而来，凌晨不想打草惊蛇，故而一路如履薄冰。片刻后，凌晨孤身来到万寿宗腹地，这里有无数的妖兽，都是阴阳老祖历经数千年而寻得的异兽，进而创立万寿宗。根据殷九幽的记忆，凌晨一路谨小慎微，在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的双重加持下，他几经周折后，总算是顺利抵达阴阳老祖的寝宫。偌大的寝宫以阴阳八卦鱼为阵基来布设，一阴一阳，一黑一白，泾渭分明。这里是万寿宗的禁地。凌晨仔细将殷九幽的记忆搜寻再三，也没找到半分有关这里的消息。正因为如此，此刻来到这里的凌晨犹如无头的苍蝇，一时间都不知道该去往哪里。阴阳老祖在这吗？叶灵儿看出了他的迷惘。不知道，但这里是他的道场，柳芙鸾若真落在他手中，一定会在这。凌晨斩钉截铁道：万一，我是说，万一柳芙鸾要是被阴阳老祖……
叶灵儿想要说些什么，但凌晨没等他说完，就强行打断：“没有万一，只要那厮碰了鸾儿，我一定会血洗整个万寿宗。”正说话时，来到阳雨领域内的凌晨突然听到一声痛苦的呻吟，他倒没多想，立刻循声靠近过去，想要寻得蛛丝马迹。很快，他驻足在一个泛着烛光的房间前，透过窗户向里面看去，只见一个披着乌黑秀发的女子盘坐在地，满头大汗，嘴角有鲜血溢出。靠这么近，你就不担心暴露行踪吗？叶灵儿放心不下地提醒道。我有混沌顶护体，可隐藏自身气息，别说来到窗户旁，就算站在他身边，他也不见得能发现我。凌晨自信地说。这人怎么了？田梦琪狐疑地问。我要是没看错的话，他正在冲击结丹境，不过快要失败了。凌晨一针见血。说话的同时，在叶灵儿和田梦琪两女惊愕的眼神中，他竟堂而皇之地推门而入，毫无顾忌地走了进去。疯了你！田梦琪吃惊地捂住嘴巴，那可是冲击结丹境的高手，你就不怕他反手杀了你吗？叶灵儿忧心如焚，一脸的紧张不安。凌晨懒得理会，来到那女子身后，他的手掌直接按在脑袋上，不由分说地施展搜魂术，企图借此弄清楚这里的一切。噗！且说那女子冲击结丹境本就在失败的边缘，如今再被凌晨搜魂，一口鲜血不受控制地狂喷而出。凌晨才懒得理会，毕竟能出现在这里的女人没几个好鸟。但片刻后，凌晨突然抽回手掌。你怎么停下了？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叶灵儿连忙问道。他叫陆雪琪，是阴阳老祖的道侣。凌晨诚惶诚恐道。呀，这不就巧了吗？叶灵儿满脸诧异。不过从我搜寻他的记忆来看，他曾经也是遭到胁迫才来到万寿山。不仅如此，他这些年来不仅没有滥杀无辜，反倒暗中救下不少良家。凌晨喃喃地说。所以了？叶灵儿接着问。难得的机会，我本来想直接杀了他，但现在来看，真要是杀了他，我会留下心魔的。凌晨悠悠道。说话的同时，他心里很快就有了答案。接下来他不仅没有痛下杀手，反倒暗中助力，以星辰之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强行帮助垂垂欲死的陆雪琪突破。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凌晨的鼎力相助下，3炷香后，奇迹发生了，陆雪琪竟冲破筑基境桎梏，顺利结丹成功。种善因，结善果。凌晨倒也没多想，在弄清楚万寿宗的大概情况后，准备抽身离开。可就在这时，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刚刚突破的阴阳老祖夫人竟突然反手拉住凌晨，身上的薄如蝉翼的衣衫如流水般滑落在地，好一副完美的胴体横陈眼前。你就拿这个考验干部，哪个干部能经得起这样的考验？凌晨不是没吃过细糠的登徒浪子，面对陆雪琪的投怀送抱，向来警觉的他脑海中首先蹦出来的就是有诈，不然凭什么如此良家美眷会主动倒贴？但很快，凌晨从陆雪琪那混杂的记忆中寻到了答案。他为了冲击结丹境，在这之前吃下一枚9转玄阴果，若一切顺利，他会彻底吞噬果实中蕴含的太阴精华。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此刻，突破不成的他遭到反噬，浓郁的太阴之力引发阴火暴走，让他浑身颤抖不止，身上的温度迅速下降，甚至匪夷所思的结冰了。好一个投怀送抱，你的艳夫可真不浅。眼见陆雪琪一丝不挂，叶灵儿醋意十足地调侃道：不对，你仔细看，他身上寒气逼人，似乎都结冰了。田梦琪连忙矢口否认，大为震惊道：咦，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他身上都起了冰雾。这叶灵儿这才意识到不对劲，隐隐感到担忧。他为了冲击结丹境，在这之前曾吃下一枚9转玄阴果，若结丹成功，自然无碍。但问题的关键是，他结丹失败了，进而导致太阴之力噬体，因而引发阴气暴走。凌晨耐心地解释说：那9转玄阴果这么厉害？叶灵儿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接着问：他会死吗？局面已经失控，若无人插手介入，他必死无疑。凌晨笃定道：这么说来，他之所以当着你的面褪去衣服，是想借此让你注意到他的情况，并想办法救他，可对？田梦琪顿时恍然大悟，那太阴之力在他体内冰封万物，可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得住的。凌晨悠悠道：可你不是一般人，别人或许救不了他，但你一定可以。叶灵儿斩钉截铁地说：她可是阴阳老祖的女人，我没趁机杀了她，已经够仁慈的了。凌晨轻蔑一笑，神色漠然。可刚才你也说过了，她是无辜的，这些年来她非但没杀人，反倒暗中救下不少人，算得上是出淤泥而不染。再说了，真要是出手救了她，说不定能尽快解救柳芙鸾。叶灵儿苦口婆心地劝慰道：你也是这样想的？凌晨古井无波地看向田梦琪，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田梦琪连连点头，既如此，那我就勉为其难地
出手帮他一把。凌晨玩味地笑了起来，说话的同时，他突然将那早已冻得瑟瑟发抖的陆雪琪拦腰抱起，径直走向浴床。起初，叶灵儿和田梦琪两女都以为凌晨是要替她化解那股太阴之力，然而片刻后，当凌晨在陆雪琪的主动亲吻下，竟贪婪地俯下身子，两人甚至缠绵在一起时，他们这才意识到不对劲。等等，你不是要帮他化解那股太阴之力吗？怎么还跑到床上去了？叶灵儿不忍直视，立刻紧皱着眉头吐槽起来。我这不正在帮他化解那股太阴之力吗？凌晨连忙回应道，手上的动作却丝毫不停，撩得陆雪琪忘乎所以。不是吧？莫非这就是你所谓的救人？田梦琪瞪大眼睛，若有所悟。不然了，你们以为我该怎么做？凌晨撇了撇嘴，开始冲刺起来。我以为你们不用身体接触。叶灵儿面红耳赤，都不敢抬头看，随即连忙又提醒道，她可是阴阳老祖的女人，你现在碰了她，哪怕是为了解毒救她，那也是给阴阳老祖戴了绿帽子，可要想清楚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都木已成舟了，还有什么可想的？凌晨满头大汗，喘着粗气说，我感觉你就是故意在报复阴阳老祖。叶灵儿撇了撇嘴，刚才可是你们俩求着我救他的，现在我出手救了他，你们反倒不乐意了。凌晨不忿地说，谁知道你是这样救？叶灵儿气鼓鼓地说，不是我非要这样救，而是太阴之力过于霸道，简单通过外部传输的方法无异于杯水车薪，根本就来不及，只有合体才是唯一的求生之道。凌晨掷地有声道，还别说，在他九阳龙环体的调和之下，陆雪琪身体中的太阴之力迅速被中和，原本快要被冻成冰冷的身子也有了一丝温度。半炷香后，当太阴之力差不多被吞噬殆尽时，凌晨突然虎躯一震，脑袋中嗡的一声炸响。筑基境。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之前三人游戏时没能突破的境界，此刻竟在没有筑基丹辅佐的前提下顺利筑基成功。叶灵儿假装看不见，余光千万遍。当凌晨得以筑基时，他第一时间发现并惊呼连连道，天哪，他竟然成功筑基了！筑基不是都需要筑基丹才能成功的吗？他是怎么做到的？田梦琪也一脸惊讶，双眸中也流露出愕然的神色。绝大多数人都需要在筑基丹的辅佐下才能筑基成功，也许他是那小部分不需要筑基丹的人。叶灵儿悠悠道，你说阴阳老祖要是看到这一幕，他心里会怎么想？田梦琪玩味地笑了起来，偷人妻女者，妻女必被人偷，是他想要财不柳扶鸾在先，也怪不得陆雪琪沦落到这等地步。但话说回来，凌晨可是救了陆雪琪，要我说，阴阳老祖非但不应该报复，反倒该感谢才对。叶灵儿撇了撇嘴，满脸傲娇地说，我怎么感觉你在偏袒师兄了？田梦琪抿嘴笑了起来，废话。叶灵儿不以为然地说，凌晨是我男人，我不偏袒他，难不成还偏袒那老魔头吗？谁叫他惦记柳扶鸾了？活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且说凌晨刚才单纯只是想救陆雪琪一命，压根就没想给阴阳老祖戴绿帽子，他也不屑于这么做。可命运就是这么奇妙，竟意外冲破退凡境桎梏，让修为一跃达到筑基境。此刻眼看陆雪琪身体中的太阴之力消失殆尽，基本上不会再有生命危险时，他准备功成身退。可让他意外的是，陆雪琪竟死死搂着他的颈脖，同时在他耳边呢喃说，哥哥别走，好好疼我。哥哥，哪个男人能受得了关键时刻的一声哥哥？刹那间，原本已吐降的凌晨瞬间就像是打了鸡血一般，再度精神抖擞，战斗力十足。他这是怎么了？本以为要落幕，可没想到凌晨再度龙抬头，让叶灵儿有些摸不着头脑。你还没明白吗？陆雪琪喊了他一声哥哥。田梦琪抿嘴笑了起来，就这？叶灵儿大跌眼镜，男人都好这口。田梦琪一副很懂的表情，娇笑起来。那我明白了，原来这才是打开男人的正确方式。叶灵儿醍醐灌顶，仿佛明白了什么。师姐，你身上有一个很大的优点，不知道你可清楚？田梦琪饶有兴致地说。哦，什么优点？说说看。叶灵儿兴致勃勃地看了过去。听劝，肯学。田梦琪脱口而出。这从何说起？叶灵儿一头雾水。上次师兄说你太矜持了，然后你立刻主动起来，变化之大，令人啧舌。现在我不过说了句男人都好这口，你举一反三，立刻就找到正确打开男人的方式。就凭这一点，师兄迟早会被你迷得三魂七魄。田梦琪笑着揶揄起来。真的会吗？叶灵儿满脸羞涩。我倒是很期待。且说凌晨仅用了短短半炷香不到，就成功拯救了陆雪琪，却足足用了小半天的时间才彻底停下来。此刻当他意犹未尽地从床上跳下来时，衣衫半遮的陆雪琪却娇艳欲滴的轻声询问道，你不是我万寿宗的弟子，
当然不是。凌晨一边穿衣服一边回答。如此，你深更半夜闯入万寿宗，所谓何事？陆雪琪继续问道。我的道侣柳芙鸾被你男人阴阳老祖抓走，意图把他当成采捕炉鼎，我为此事而来。凌晨也不怕暴露身份，言简意赅道。柳芙鸾。陆雪琪微微坐了起来，脸上的余韵还没褪去，一脸恍然大悟道，难怪他最近这段时间都没有精力理我，原来是被那个狐狸精给缠住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凌晨神色一凛，不由得皱起眉头。虽然事实很难让人接受，但我还是得告诉你，你来晚了。不出意外的话，你的那位道侣柳芙鸾恐怕早就被采捕了。陆雪琪轻描淡写道，但接着又话锋一转说，不过你也不亏，他采捕了你的道侣，你也双修了他的道侣，扯平了。这能一样？早知道你是这样想的，我就不救你了。凌晨没好气道，你当真只是为了救我？难道心里就没有一丝想法？陆雪琪一脸娇媚地看了过来，想知道他心中的答案。没有，若不是看你没有滥杀无辜的份上，别说救你，我早就把你杀了。凌晨贴脸开大，双眸中闪过一丝厉色。能把柳芙鸾盘了的男人果然不简单。不过陆雪琪一脸玩味地打量着，随即直言道，阴阳老祖可是化神后期的修为，以你现在的实力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还有，以他特殊癖好，或许不会杀你，但他会当着你的面跟柳芙鸾双修，你最好有心理准备。他在哪里？凌晨脸色铁青地问。这里是阴阳宫中的阳宫，他在阴殿里面，你的道侣柳芙鸾跟他在一起。我得提醒你，柳芙鸾现在的状态或许会让你崩溃。陆雪琪言不经意地说。就这？凌晨不忿道。还有，你刚才的表现很让我满意。陆雪琪一脸满足地笑了起来。这点我倒是看出来了，阴阳老祖应该是让你饿了很久。凌晨戏谑地笑了起来，当即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很快，在夜色的掩饰下，他悄然走出阳宫，径直来到阴殿。你确定陆雪琪不会暴露你的身份？她可是阴阳老祖的女人，万一她调遣万寿宗的高手围攻你该怎么办？防人之心不可无啊。田梦琪忧心忡忡地说，多少有些放心不下。她不会。凌晨笃定道，不仅如此，他对阴阳老祖也是恨之入骨。竟有这事？他们不是道侣吗？叶莲儿吃惊地问。陆雪琪是被胁迫的，而且从他的记忆来看，无时无刻不想杀死阴阳老祖，逃离魔窟。凌晨语出惊人道，看来这万寿宗也是暗流涌动，并不太平。田梦琪感慨万千道，阴殿和阳宫虽然挨着，但环境却截然不同。此刻凌晨行走其中，宛如坠入冰窟，那无处不在的阴邪之气铺天盖地般袭来，让人不寒而栗。不仅如此，阴殿远比想象中要更大一些。凌晨走了许久，竟始终都没能找到阴阳老祖和柳芙鸾。陆雪琪身为阴阳老祖的道侣，难道他的记忆中没有提示吗？见迟迟找不到柳芙鸾，叶莲狐疑地问道。有，可他记忆中的地方我几乎全都找过了，目前只剩下一个地方。凌晨回答道。在哪？两女异口同声地问道。就是正前方的阴母殿。凌晨目光如炬地向前看去，说话的同时，他不再迟疑，一步一步地走向阴母殿，脸上的神色尤为凝重。陆雪琪刚才说的话让他此刻的心情无比凝重。9世轮回的他太清楚阴阳老祖这种人的手段，柳芙鸾诀不仅仅只是遭到采捕那么简单，情况有可能更糟糕啊！正说话时，一个女人的惨叫声突然从阴母殿的方向传来。刹那间，凌晨双脚宛若灌铅了一般，精神有些迷糊，他甚至无法判断那个声音是不是柳芙鸾的。是他吗？田梦琪一脸紧张地问。从声音上来看，好像，但我也不确定。叶灵儿紧咬着嘴唇，忧心忡忡道。然而凌晨却怒了，尤其是听到那一声惨叫时，他身体中的血液仿佛瞬间沸腾了一般。他甚至来不及分辨，心里就已经默认了柳芙鸾在里面，并且在阴阳老祖的蹂躏下生不如死。念及此，凌晨不再迟疑，当即迅速加快脚步，同时愤怒地大声咆哮道：阴阳老狗，出来受死！阴母殿内，阴阳老祖疲态尽显，垂垂欲死。此刻他枯瘦的右手正按在一位白衣女子的天灵盖上，疯狂采捕，而那女子在他的蹂躏下，脸色因痛苦而扭曲，周身的精血元气迅速流失。不过转瞬间，他便化作一具空壳，神魂俱灭。恰在此时，凌晨闯入阴母殿，偏不凑巧又正好看到阴阳老祖一脚将女子踹飞的画面。他本能地以为那女子是柳芙鸾，顿时杀心暴起。说时迟那时快，凌晨在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的双重加持下，以近乎瞬移的速度来到阴阳老祖跟前，并狠狠一拳朝他胸口袭去。咦！仓促间，阴阳老祖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顿时惊呼连连。然而
他毕竟是化神后期的超级巨擘，尤其是对阴阳法则的领悟早已真挚化境。此刻在阴阳二力的辅佐下，竟显之又显得避开那势在必得的一拳。卵儿一击失手后，凌晨无心恋战，径直闪身来到那具尸体前。眼见昔日风华绝代的柳芙鸾沦落到如今这不堪入目的模样，凌晨的心在滴血，周身杀气翻涌，想要杀人的念头也在这一刻攀至巅峰。等等，叶灵儿突然发现什么，立刻怯生生地说：“这人好像并不是柳芙鸾，我瞅着也不像。先别冲动，你快仔细看看。”田梦琪也连忙轻声安慰道。凌晨有些懵逼，但听到两女这么说后，他虎躯一震，连忙迈着沉重的脚步仔细靠近尸体。万幸，这女子的身材虽然看起来大差不差，但的确不是柳芙鸾。呼呼，凌晨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我就知道他肯定不会这般轻易死去。这里可是阴母殿，你还是先想想待会该如何脱身吧。叶灵儿忧心忡忡道，脸上前所未有的凝重。对面阴阳老祖一脸诧异，他跟凌晨素昧平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闯入阴母殿，更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要杀自己。不过身为万寿宗的掌门，他对类似的复仇早已见怪不怪。此刻见凌晨目光如刀般看了过来，他直接劈头盖脸地问道：“小子，你是何人？竟敢擅闯阴母殿？柳芙鸾在哪？”凌晨开门见山地问：“怎么，莫非你是为了柳芙鸾而来？”阴阳老祖挑起眉头，双眸中寒气逼人。他是我的道侣。凌晨当面宣示主权。哦，阴阳老祖双眼中闪烁着惊愕的神色，随之嘲讽道：“胆敢喜欢他，勇气可嘉。但是谁给了你勇气来我万寿山撒野的？他人在哪？”凌晨根本就不愿废话，咄咄逼人的质问：“你来晚了。”阴阳老祖得意地笑了起来：“那尤物深得我心，老夫玩腻了后便将他采捕，如今更是将他炼制成人丹，能助我修为大涨。你找死！”凌晨勃然大怒，不管阴阳老祖的话是真是假，都成功将他激怒了。于是下一刻，他无视彼此间的实力差距，立刻暗中催动九阴九阳，并毫无保留地施展时间法则、空间法则，试图近身，同时又企图凭借力量法则让他付出代价。好快的速度！阴阳老祖被惊艳到了。饶是如此，修为已真智化神境后期的他，压根就没将凌晨放在眼里。也正因为如此，当凌晨蓄力于拳头上，直接迎面暴击而来时，他非但没有躲避，而是全力迎了上去。毕竟不过是一个筑基境的毛头小子而已，能强到哪里去？但很快，当凌晨那裹挟着开天裂地之力的拳头以摧枯拉朽之势暴击而来时，嗅到了危险气息的阴阳老祖脸色大变，这才意识到不对劲。不好，这厮竟敢扮猪吃老虎！阴阳老祖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企图抽身而退。然而凌晨等的就是这一刻。就在阴阳老祖企图避其锋芒时，他的身子在空间法则的加持下骤然爆发，瞬间抵近跟前。去死！一声怒吼犹如惊雷炸响。避无可避的阴阳老祖觉得自己被摆了一道，只能硬着头皮全力出击。砰砰，针尖对麦芒。下一刻，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轰然碰撞在一起。阴阳老祖自持化神境后期的修为，心高气傲，可真正硬碰硬时，他才意识到不对劲。凌晨的力量之恐怖，远远超乎想象。怎么可能？他只来得及一声惨叫，随即身子便倒飞回去。好在阴阳老祖有一宝护体，凌晨的这一拳虽然势大力沉，但绝大部分力量全都被一宝化解。此刻虽然看起来并无大碍，但凌晨有所不知的是，阴阳老祖那引以为傲的护身法宝，竟被凌晨这一拳打得四分五裂。能受我一拳而不死，倒是小瞧你了。凌晨啧舌不已，同样被惊艳到了。你到底是什么人？阴阳老祖一改之前的戏谑，直接劈头盖脸地质问起来。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杀了鸾儿，我要你血债血偿。凌晨杀红了眼，直接无视彼此间的实力差距，再度以风卷残云之势扑了上去。你别冲动啊，这阴阳老祖可是化神境的修为，一旦等他缓口气，你会付出代价的。叶灵儿惶惶不安，立刻出言提醒。我虽然对柳芙鸾了解不多，但以他的手段，肯定不会轻易死在阴阳老祖手中。三思啊！田梦琪同样劝说道。这里可是阴阳宫，是万寿宗的禁地。凌晨迅速回应，冷静地说：我可以不打，但你们以为阴阳老祖会轻易放过我吗？不可能的。可是这样下去，你很快就会露馅的。叶灵儿一针见血。凌晨没有回应，但事实正如他所言。当阴阳老祖摸清楚凌晨的实力后，开始稳扎稳打，牢牢把握主动。凌晨很快就招架不住。筑基境！阴阳老祖眼中闪过一丝惊疑，怎么可能？区区一个筑基境的蝼蚁，怎会有这等恐怖的力量？你是怎么做到的？凌晨嘴角挂着冷笑，却始终不发一言，心底却暗自讥讽。
若让你知道我是在你的道侣陆雪琪鼎力相助下才突破住机之故的，你会怎么想？当然，凌晨自然不会愚蠢到自寻死路，尤其是眼下身处绝对劣势，他更不会主动激怒阴阳老祖，白白送命。然而局面却愈发不受控制，哪怕他有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双重加持，此刻也举步维艰，危在旦夕。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的防御堪称无懈可击。尽管阴阳老祖那极具杀伤力的攻击屡次轰击在凌晨身上，却始终都没能构成致命威胁，但随着时间流逝，凌晨逐渐力不从心，此刻更是被阴阳老祖狠狠一拳击飞在地，连连吐血。噗嗤，你当真只有筑基境的修为？屡杀不死让阴阳老祖都开始怀疑人生，于是直截了当地问道，你无论速度、力量还是防御，都是匪夷所思的存在。小子，你究竟是什么人？柳福鸾在那凌晨伸手抹去嘴角的鲜血，双目赤红。他若是有个三长两短，我纵然是死，也绝对不会放过你。哼，不知天高地厚，都已经沦落到这等境地了，竟还敢威胁我！阴阳老祖嗤之以鼻，再度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扑了上来。凌晨浴血奋战，宁死不屈，奈何双方实力悬殊，云泥之别。三炷香后，纵然防御无敌的凌晨也到了油尽灯枯之境，形势岌岌可危。关键时刻，一道红色身影呼啸而来，是陆雪琪。让凌晨始料未及的是，他竟然挡在跟前，直面阴阳老祖。你来这干什么？阴阳老祖不由得皱起眉头，脸色阴沉地呵斥道，得饶人处且饶人，既然柳福鸾早已逃走，你又何必为难他？陆雪琪直截了当地说，这小子不过是个筑基境的蝼蚁，而我足足用了3炷香却无法杀死他。若我所料不差，他身上肯定有一保护体。阴阳老祖的眼神凌厉如刀，接着又一脸贪婪道，让他走也不是不行，但必须得把身上的宝贝留下来。我若要走，也不是你能拦下来的。凌晨霸气十足道，他不傻，陆雪琪来这是为了替自己解围。更重要的是，他间接地告诉自己有关柳福鸾的消息，人不仅没死，而且早就离开了。这也就是说，凌晨完全没必要再纠缠下去，得找机会离开。念及此，就在陆雪琪有意拦下阴阳老祖之际，他瞅准机会，当即在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的加持下，逃也似的离开阴母殿。想走，给我留下来！阴阳老祖见状，勃然大怒，冤家宜解不宜结，你这又是何必的呢？陆雪琪迅速上前，试图拦下他。你这是什么意思？阴阳老祖阴沉着脸，满腔义愤道，怎么，莫非你跟那小子认识？岂止认识，我刚才冲击结丹失败，他还救过我。陆雪琪直截了当地说，那我就更要杀了他。阴阳老祖狠辣道。话音未落，他一把推开陆雪琪，风驰电掣般追着凌晨逃跑的方向而去。真没想到陆雪琪竟然会出面帮你，他刚才肯定是故意告诉你柳福鸾早就离开了。叶灵儿感慨万千，不胜唏嘘道，会不会就是他放的？田梦琪大胆猜测起来，我看过他的记忆，没有关于柳福鸾的，除非……行进中，凌晨突然想起了什么。除非什么？叶灵儿连忙追问。除非他担心暴露行踪，故意删除了有关柳福鸾的记忆，所以我才没看到。凌晨直言道。别说，还真有可能是这么回事。叶灵儿郑重的点头。凌晨本以为能轻松逃离万寿山，然而他低估了阴阳老祖的手段，更小觑了万寿山的禁制。尽管拥有9世轮回的他能轻松破开那些禁制，可如此一来，时间却被耽搁了。很快，阴阳老祖追了上来。你走不了了。我就说嘛，就你这等货色也想亵渎鸾儿，简直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再度四目相对时，凌晨贴脸开大，肆无忌惮的嘲讽。不对，柳福鸾向来洁身自好，而且他守身如玉数百年，怎么可能会看上你这个蝼蚁？阴阳老祖狐疑的问，百思不得其解。人帅活好算不算理由？凌晨讥讽道，不是我看不起你，你家夫人虽然倾国倾城，可落在你手中就算是暴殄天物，你可不能让他一直饿着。放肆！你找死！阴阳老祖仿佛被揭短，顿时暴怒。下一刻，他化身闪电，再度以风卷残云之势杀了上来。凌晨苦苦鏖战，尽管他的防御厉害，但架不住阴阳老祖一波接一波的攻击，眼看着再次被打得吐血，甚至将要万劫不复时，陆雪琪再次现身，拼死将凌晨护在身后。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你不能杀他！陆雪琪掷地有声道。不对，他就算救了你的命，你也没必要接连2次拼死相护。阴阳老祖终于察觉到有那么一丝丝不对劲，立刻脸色铁青的质问，你们之间是不是？闭嘴！陆雪琪没给他说下去的机会。你要是敢辱我清白，我这就死给你看。哼，你最好没有。阴阳老祖松了一口气。
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守着娇妻的他有心无力，确实一直让他饿着，但凌晨必须得死。对面陆雪琪压力山大，而且他也深刻地意识到根本就护不了凌晨，于是恶战继续。凌晨早就是强弩之末，此刻在阴阳老祖的碾压下，他生死一线，毫无一战之力。事已至此，再打下去没有任何意义。就在他寻思着要不要回到混沌鼎中暂避锋芒时，一道恐怖的气息由远及近而来，是太古凶兽九幽玄蛇。他奉命去杀青云宗老祖赵无极，如今快1个月了，终于是主动找到凌晨。吼吼，嗷！一边骤起，正准备痛下杀手的阴阳老祖，因为九幽玄蛇的到来而吓得连连后退。他实在是想不明白，这身处幽冥血海魔星岛腹地的太古凶兽，为什么会突然杀到万兽宗来了？难道是来投奔自己的？但很快，阴阳老祖就懵逼了，因为他吃惊地发现，一向桀骜不驯、目空一切的九幽玄蛇，竟对凌晨这个毛头小子毕恭毕敬，简直颠覆认知。我来的不算太晚吧？九幽玄蛇口吐人言，有意将他护在身后。也不早。凌晨如释重负地吐了一口浊气，戏谑地说：“你要是再晚来片刻的话，就永远别想摆脱诅咒了。看来我的运气不错。”九幽玄蛇欣慰地笑了起来，接着又问：“你怎么会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要杀我？”凌晨言简意赅地说：“哼。”九幽玄蛇轻蔑地冷哼一声，当即目露凶光地看向阴阳老祖：“人我要带走，可有问题？”既然玄蛇真君开口了，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悉听尊便。阴阳老祖陪着笑脸：“我说了要走吗？”凌晨却不为所动。“那你的意思是？”九幽玄蛇连忙放低姿态询问。在破解诅咒前，他有求必应，但凡是凌晨提出来的要求，他都将无条件完成。“我是来救人的。”凌晨直言道，顿时眼神凌厉如刀般怒视阴阳老祖：“柳芙鸾究竟在哪？”他在半个月前就已经逃走了。阴阳老祖一阵头大，连忙如实相告。虽然凌晨不足为惧，可架不住他的靠山是九幽玄蛇，那条太古凶兽凶名赫赫，可不是自己所能招惹得起的。我凭什么相信你？凌晨嗤之以鼻，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娘们，阴阳老祖口吐芬芳，但很快就意识到不对劲，连忙改口说：“柳公主好手段，他才被送到阴阳宫中来，我都还没来得及碰他，就被他暗中施展胭脂泪给算计，得亏我命大，不然早就死了。你最好别骗我。”凌晨意味深长地看着他，又补充道：“还有，他若少了一根毫毛，我会回来血洗你这万寿山。我说的话句句属实。”阴阳老祖信誓旦旦道。凌晨也懒得理会，不过在离开前，他目光深邃地看向陆雪琪道：“多谢陆夫人接连出手相助，今晚我会牢记在心。”言罢，他不再迟疑，果断转身离开。“等等，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一腿？我怎么老感觉这小子对你居心叵测？”眼看着凌晨消失在夜幕中，阴阳老祖紧皱着眉头，愤愤不平地问道：“无聊。”陆雪琪白了他一眼：“你跟我说清楚，他之前是怎么救你的？”阴阳老祖追问不休，随之突然想到了什么：“不对，你吃了9转玄阴，裹住你冲击结丹境，可一旦失败会阴火暴走，继而让你意乱情迷，难道？”他说着说着便不敢再说下去，并开始脑补一些少儿不宜的画面。陆雪琪有些慌了，他没想到阴阳老祖的推理能力竟然这么强，竟然能猜测到发生了什么事，但于他而言，只要没捉奸在床，就不可能承认。所以当阴阳老祖绘声绘色说个不停的时候，陆雪琪突然毫无征兆地击出一柄银白色长剑，二话不说就朝颈脖上抹了过去。生死一线间，阴阳老祖闪电般出手，以2根手指死死夹住那柄剑。“你疯了？这是要干什么？”阴阳老祖紧皱着眉头，随即骤然发力，强行夺下那柄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陆雪琪立刻泪眼婆娑地说：“既然我在你心里都这样了，现在说什么都没有意义，我唯有以死来证明清白。”“嗨嗨，我也就这么一说。”阴阳老祖满脸尴尬，接着连忙又妥协道：“也许是我误会你了，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陆雪琪哭得梨花带雨：“是我误会你了，咱们回去吧。”阴阳老祖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陆雪琪的表现让他吃下定心丸，毕竟给别人戴了一辈子绿帽子的他，最忌讳让人给自己戴绿帽子。现在来看，纯纯是多想了。且说凌晨顺利走下万寿山，一路上九幽玄蛇紧随其后，不敢多言。赵无极了。片刻后，凌晨主动打破平静：“抱歉，我把卧龙山脉能找的地方全都找了个遍，始终都没找到青云宗老祖赵无极。”九幽玄蛇叹了一口气，十分无奈：“这么说来，任务没有完成。”凌晨的脚步猛地一顿，眉头也不禁皱了起来：“你放心，答应过你的事情，
我肯定会做到，他必须得死。九幽玄蛇言之凿凿道。以后的事情以后说，不过任务既然没有完成，你为什么要提前回来？凌晨满脸不爽地问。那是因为有个消息，我觉得必须得告诉你。九幽玄蛇意味深长地看向他。青云宗覆灭了。青云宗灭了。凌晨瞪大眼睛，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千真万确。九幽玄蛇肯定地点头。可是赵无极才正道原因，有他坐镇卧龙山脉，不应该有人能威胁到青云宗才对。凌晨久久不敢相信，一脸的匪夷所思。缓了一口气后，他连忙又问：快说，到底是谁灭了青云宗？天剑门。九幽玄蛇脱口而出。见凌晨神色凝重，他接着说：天剑门的剑神白长青1个月前已正道炼虚，并且将剑法炼至人剑合一之境。天剑门也算得上是人人敬仰的正道门派，他为什么会突然血洗青云宗？凌晨不解地问。不是血洗，是吞并。九幽玄蛇迅速纠缠，接着又说：据我所知，天剑宗夺取青云宗后并没有大开杀戒，只是单纯吞并了他。莫非跟赵无极有关？凌晨瞬间了然，大概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了？九幽玄蛇狐疑地问。那厮为了一己之私，为了正道元阴境而不惜吞噬人的精气，为此曾暗中杀死无数人。凌晨紧皱着眉头，脸色铁青道：所以这就是你要我杀死他的原因？九幽玄蛇恍然大悟。我当下修为有限，不是他的对手，就只能借助你的实力来杀他，但没想到天剑宗却抢先一步动手了。凌晨感慨万千道：那我的诅咒……九幽玄蛇紧张且期待。虽然你没能杀死赵无极，但至少你去做了，而且还带回来这个重要的线索，我这就帮你破解七煞锁龙镜。凌晨洒脱地说，并不打算为难他。当真？九幽玄蛇欣喜若狂。诅咒破解后，你便可化蛟成龙，甚至可以化形为人。凌晨轻描淡写地说。多谢恩人。九幽玄蛇再也无法淡定。凌晨也不废话，立刻就准备出手破解禁咒。但就在这时，一道流光呼啸而至，竟是刚分开不久的魔祖颜落妹。远远看到凌晨时，他便喜极而泣地说：凌晨，你给我站住！我等候数千年的人，就是你！该小说通过星鱼开发的开源免费新闲下载器下载。如果您通过代下载获取该小说文件，且商家未提供软件源代码或开源地址，请立即退款并举报商家。作者邮箱 sin 下划线 yv@outlook.com， 作者 QQ 2017593710，官方 QQ 交流群1490508332，官方 TG 交流群 https://t.me/fq2。我是颜落妹的真命天子。扯淡，都深入交流2次了没发现，现在发现了，煞笔才信。这娘们肯定食髓知味，想抓住我长期采捕，亦或是想杀人灭口，免得那些荒唐是为人所知。一念及此，凌晨哪里还敢迟疑，立刻瞥了九幽玄蛇一眼，说：我现在给你一个任务，拦住他，回头我就给你破解诅咒。眼瞅着诅咒将要破解，没想到因为颜落妹的出现而遭破坏，这让九幽玄蛇一腔怒火。此刻得到凌晨的命令后，他怒气冲顶，下意识地拦在颜落妹跟前，高高竖起脑袋：滚开！本座今天没时间陪你闹。颜落妹玉手轻拂，企图强行逼退他，岂料九幽玄蛇不进反退，周身灵气翻涌，视死如归般迎了上去。尽管化神境后期的修为跟炼虚期的颜落妹比起来还是有不小的差距，但九幽玄蛇是要表现自己，因为这关乎到他的未来。另一厢，因为有九幽玄蛇的纠缠，凌晨得以脱身。此刻在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的加持下，很快就来到10里开外。安全起见，他索性直接逃回到混沌鼎中，以防不测。刚才那颜落妹说什么来着？你是他的真命天子。叶灵儿神采奕奕地看了过来。那女人的话你也敢信？凌晨嗤之以鼻地笑了起来。先前我救了他，可他却恩将仇报，想把我炼成人丹。如今又说我是他的真命天子，无非是什么？田梦琪见他的话戛然而止，连忙追问起来。不过是贪图我的身子罢了。凌晨咧嘴大笑道。那可是颜落妹。叶灵儿忍不住地吐槽起来。就是，你怎么好意思说这种话？田梦琪白了他一眼，继续说，她可是3界6域的第一美女，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还贪图你的身子。凌晨笑了笑，并不打算回应，但必须得承认，颜落妹的美摄人心魄，以至于提及她时，凌晨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那些令人心猿意马的画面，不禁心惊摇荡。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田梦琪轻声问道。也不知道叶师兄和掌门怎么样了。凌晨深吸一口气，忧心忡忡地说。据我所知，天剑门野心勃勃，早有吞并9州之势，
兴许赵无极只是一个借口，实则他们早就有这个计划。叶灵儿直言不讳。真要是这样的话，掌门可就危险了，他们绝对不会让掌门有苏醒的可能。凌晨的脸色尤为凝重，随之话锋一转，不行，我得立刻回到青云宗去看看。你这个时候回，岂不是自投罗网？叶灵儿轻咬着嘴唇，我要说声是青云宗的人，死是青云宗的鬼，会不会太矫情？凌晨洒脱一笑，接着又正色道，别的人我可以不管，但掌门和叶师兄与我有恩，他们不能有事。那你的白月光该怎么办？叶灵儿笑盈盈的调侃。什么白月光？凌晨挑起眉头。苏月瑶呀。叶灵儿一针见血，你当初在极乐峰上坚守底线，不就是为了他吗？现在完全抛之不顾了。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凌晨神色漠然，正所谓好马不吃回头草，是他背叛我在先，那就别怪我翻脸无情了。他人长得挺漂亮的，你就不打算给他一个机会？叶灵儿继续试探。狗吃屎，只有0次和无数次，一旦走出那一步，他是不可能回头的。凌晨冷冰冰地说，因为颜落妹还没走远，短时间内他也不敢出去，只能在混沌鼎中闭关修炼。且说叶灵儿纵是大周天星辰体，却迟迟没能筑基。如今难得凌晨闲下来，他瞅到了机会，立刻媚眼如丝地走过去，抱着他的手臂，并娇滴滴地喊了一声，哥哥。我彻草会母。这一声哥哥让凌晨虎躯一震，怦然心动。你喊我什么？凌晨双眼放光，结结巴巴地询问。你喜欢听吗？叶灵儿反倒羞涩地低下头，一脸的不好意思。喜欢。凌晨毫不掩饰，一把搂住他那纤细的腰肌，并回味无穷地说，你再喊一声听听。哥哥。叶灵儿的脸瞬间红得像是熟透的苹果一般。说说，喊哥哥有什么事？凌晨心花怒放，满脸享受地问道。我的修为卡在退凡9重天，很久都无法突破，反正你现在也没办法出去，能不能助我冲击助激进？叶灵儿断断续续地说，根本就不敢抬头看凌晨的眼睛。助你修炼没问题，关键是你要我怎么帮你？凌晨很享受他的娇羞，乐在其中。明知故问。叶灵儿别过脸去，你讨厌。我怎么老感觉修炼不过是个借口？你真的目的只是为了和我深入的交流？凌晨伸出手指挑起他的下巴，都忍不住的想要亲过去。嗨嗨，我是不是不该出现在这里？要不我避避？田梦琪面红耳赤，浑身不自在。别走啊，又不是没在一起过。凌晨一把拉住他的小手，直接将他纳入怀中。时间流转，一晃3天过去了。待确认模组颜落妹早已离开后，凌晨这才怯生生地走出混沌鼎。不过同时他也开始意识到，必须得想办法将那些植入到血脉中的魂印彻底抹除，否则那颜落妹就是阴魂不散，迟早还会找过来的。一路前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这天傍晚，凌晨总算是回到了卧龙山脉。如今的青云宗虽然被天剑门吞并，但防守松懈，他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碍，便顺利来到腹地。你打算去哪？身为青云宗的弟子，田梦琪同样挂念这里。先找到叶师兄再说吧。凌晨不动声色道。片刻后，他悄无声息地来到叶无尘的房间，可正准备进去时，里面却传来女人挣扎的声音，而且听起来还非常熟悉，竟是白月光苏月瑶。灯火摇曳中，只见苏月瑶被死死按在床上，身上的亵衣已被粗暴地扯开大半，露出大片雪白滑腻的肌肤和一抹红色的肚兜。她剧烈地挣扎着，乌黑的长发凌乱地铺散在床上，如同一朵被暴风雨摧残的花。透过门缝看到这一幕的凌晨脸色铁青，这个曾经让他魂牵梦萦的白月光，此刻竟以如此狼狈不堪的姿态出现在他眼前，顿时一股极其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小美人儿，别白费力气了。年轻男子喘着粗气，一双大手贪婪地在他身上游走，脸上挂着得意的邪笑。这苏骨散滋味如何？越是挣扎，药力发作越快。你无耻！苏月瑶的脸上布满泪痕，心如死灰。嘿嘿，乖乖从了本少爷，只要把我伺候舒服了，保你在天剑门比在这青云宗强100倍。年轻人一只手掐着他的颈脖，当即就要亲吻下去。滚开！苏月瑶带着浓浓的哭腔，拼尽全力扭动身体，可年轻人对他的挣扎不以为意，反而平添几分兴奋，强势俯下身就欲啃咬那精致的锁骨。就在这一刹那，一柄冰冷的银白色长剑毫无征兆地贴在他的颈脖上，刺骨的寒意让他下意识地停了下来。谁？年轻人脸色微变，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他足够小心，却并没察觉到有人靠近，这份隐秘和速度让他心头骇然。放了他，然后滚出去！凌晨的声音冷得如同九幽寒冰。呵，哪来不知死活的野狗！年轻人狞笑一声，试图用身份压制对方。
我乃天剑门三长老庞不凡的嫡系孙子庞龙象，不是我看不起你，若你敢动我一根汗毛，我保证让你和整个青云宗都死无葬身之地。庞龙象的身份的确足以让绝大多数人闻风丧胆，跪地求饶，但凌晨却不为所动。此刻他那轻蔑的眼神，反倒像是看着一个跳梁小丑一般，极为不屑。庞不凡的亲孙子。凌晨的嘴角勾起一抹残酷的冷笑，那就更留你不得了。话音未落，根本不给庞龙象任何反应或求饶的机会。空间法则咫尺天涯，只见凌晨的身影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瞬间来到庞龙象跟前，同时暗中催动混沌鼎，顿时一股仿佛能吞噬星空的恐怖吸力瞬间笼罩在他身上。不，你！庞龙象只来得及发出一声绝望的嘶吼，声音便被无形的力量生生掐断，整个人瞬间化作一道光影，被强行吸入了凌晨眉心的虚空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刻房间里只剩下凌晨和瘫软在地、衣衫凌乱且惊魂未定的苏月瑶。这匪夷所思的一幕彻底颠覆了苏月瑶的认知，以至于他到现在还不敢相信，那背景身后的庞龙象竟然就这么没了。反观凌晨，甚至都没看他一眼，当即收起剑便欲离开。然而就在他即将踏出房门的瞬间，凌晨一声带着哭腔、饱含复杂情绪的娇呼响起。苏月瑶顾不上那被扯开半挂着的亵衣，挣扎着从地上爬了起来，一双冰凉而颤抖的玉臂从后面死死地环抱住了凌晨的腰身。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呜呜！苏月瑶将脸深深埋在凌晨的后背上，哭得撕心裂肺，仿佛要将所有的恐惧和委屈全都宣泄出来。只有你会在意我的死活。这熟悉的拥抱，这带着哭腔的依赖话语，若是换作曾经的凌晨，恐怕早已心软如泥。但此刻凌晨神色冰冷，没有半分暖意。他缓缓地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冰冷力道掰开了那双环抱的玉手，然后转过身，眼神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看向苏月瑶。别误会，凌晨根本就不为所动，我是来找叶师兄的，只是碰巧看到了你。碰巧？苏月瑶脸色苍白，所有的期待和委屈全都凝固在脸上，化作难以置信的苍白和难看。这个他曾经可随便拿捏的男人，如今竟对他提不起丝毫兴趣。巨大的落差和羞耻感让他浑身颤抖，几乎站立不稳。叶师兄，苏月瑶嘴唇哆嗦着，试图抓住什么。他早就被带走了。带走？凌晨的眼神终于有了一丝变化，继续追问，带去哪里？天剑门。苏月瑶不敢看凌晨的眼睛，低着头。不止叶师兄，所有在之前表现出一定天赋潜力的弟子都被强行带走了，说是要集中培养，实际上就是扣押在手中当人质，就是怕你们这些漏网之鱼回来报复。凌晨心中了然，天剑门行事果然很辣周全。他继续追问，掌门呢？张道玄掌门在哪里？提到张道玄，苏月瑶的神色更加暗淡，甚至透着一丝恐惧。说。凌晨的声音陡然转厉，掌门他重伤昏迷不醒，天剑门根本就没人管他死活，任他自生自灭。苏月瑶的声音越来越低，带着一丝不忍。我偷偷去看过2次，气息已经很微弱了，说不定早就……什么？凌晨心头剧震，一股不祥的预感瞬间笼罩全身。张玄是他重塑道基、重返仙途的关键引路人，这份恩情他必须偿还。若掌门真因此陨落，那天剑门必遭血洗。念及此，凌晨不再理会失魂落魄的苏月瑶，当即身形一晃，已如离弦之箭般冲出房间，直奔张道玄的房间而去。青云阁，这座象征着青云宗最高权力的殿宇，此刻却透着一股死寂的衰败。大门敞开，里面一片黑暗，连一盏照明的灯烛都没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药味和一丝若有若无的腐朽气息。凌晨的心沉到了谷底，他一步踏入黑暗的大殿中，很快就来到掌门张道玄的房间。只是眼前的景象却让他目眦欲裂，浑身杀意沸腾，顿时犹如火山喷发般轰然爆发。微弱的月光透过窗户洒在内室的床榻上，只见曾经先锋道的掌门张道玄行销鼓励，双眼紧闭，气息微弱的几乎感觉不到，似乎真到了油尽灯枯的境地。而一个身着深紫色长袍、气息深沉如渊的中年人，此刻正盘坐在床边，双手死死按在张道玄的头顶百会穴上，一股肉眼可见的淡青色灵力正源源不断地从张道玄的身体中被强行抽离出来，如同被掠夺的生命精华，丝丝缕缕地涌入那紫袍中年人的掌心。吞噬！这紫袍中年人竟在张道玄濒死垂危之际，趁火打劫，吞噬其残存修为。住手！一声蕴含着滔天怒火与无尽杀意的咆哮，如同惊雷般在死寂的青云阁中炸响。关键时刻，凌晨也顾不上暴露身份，一步步踏入房间，长剑已然在手，剑尖直指那紫袍中年人。恐怖的剑气瞬间打破了平静。在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的双重加持下，
凌晨身影如瞬移的鬼魅挡在床榻前，死死将掌门张道玄护在身后。仓促间，那正在吞噬修为的中年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不仅如此，他还被凌晨那蕴含时间错位感的一剑逼得倒退半步，袖袍更是被撕开一道口子。他满腔义愤，眼中惊怒交加。你是谁？青云宗弟子凌晨。凌晨正是中年人，声音铿锵且有力。哦，你就是那个潜入合欢宗当了3年卧底的凌晨。中年人双眼金光四射，立刻狰狞地笑了起来。我正愁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你，没成想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你找我送死吗？凌晨嘲讽道。哼，不知天高地厚。中年人须发怒张，身子长袍无风自动。本座乃天剑门3长老之子庞青云，区区蝼蚁也敢在本座面前狂吠，找死！他掌心一翻，一柄青色长剑凭空出现，杀气暴起。老子管你是谁！凌晨迅速运转九阴九阳，顿时3大至尊法则同时凝聚于剑锋之上。斩！一字吐出，凌晨手中长剑化作一道流光，直接突破时空禁锢。好快！庞青云心中暗呼不妙，脸色大变。这速度完全超越了筑基修士的极限，使得他不敢再拖大，手中那青色长剑立刻撑起一片光幕，正是天剑门的绝招江河剑势。只见剑光层层叠叠，如同大江东去，浩荡磅礴，欲以力破晓。当！庞青云运筹帷幄，势在必得，但很快他脸上的笑容便凝固了。一股仿佛来自远古洪荒的恐怖力量竟蛮横地透过剑身，狠狠袭入他的五脏六腑和七经八脉。更让他不寒而栗的是，咔嚓！他那柄苦心淬炼多年的上品灵剑青红，竟被震得寸寸崩裂，无数闪烁青芒的碎片被那残余的霸道力量裹挟着倒射而回。噗嗤！庞青云闷哼一声，右肩、脸颊瞬间被几枚碎片洞穿，顿时鲜血飙射。他踉跄着后退数步，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惊恐。区区筑基境的蝼蚁，竟能震碎结丹境高手的灵剑，耻辱啊！庞青云脸色因狰狞而扭曲，他彻底抛开轻视，结丹境的恐怖威压在这一刻再无保留，轰然爆发。凌晨的身体被压得不堪重负，甚至就连脚下的地面都出现裂纹。仓促间，他疯狂运转九阴九阳，以3大至尊法则艰难地撑起一片独立的空间，勉强对抗境界上的绝对碾压。但很快，汗水便浸透后背，身上仿佛压着一座大山。结丹之下皆蝼蚁，给我跪下！庞青云的声音沙哑，眼中杀意沸腾。他并未急于下杀手，而是以绝对境界带来的威压，企图碾碎凌晨的意志与筋骨，让他如同一条死狗般匍匐在地。就在凌晨咬牙苦苦支撑之际，青云阁速速包围，庞长老在里面，有敌袭。须臾间，无数道身影如潮水般汹涌而来，很快便将不大的青云阁围得水泄不通。凌晨本就是强弩之末，如今在面对诸多如狼似虎般的天剑门弟子，处境更加狼狈，危如累卵。一时间，绝望的气息弥漫心头。好汉不吃眼前亏，实在不行的话，你就先回来，再找机会救掌门。田梦琪看不下去了，紧咬着嘴唇，心在滴血。我倒是想回来。凌晨自嘲的回应，接着又说，可这老匹夫早就把四周的空间全都封死了，那让我们出来助你一臂之力。叶灵儿战意盎然道，没用的，敌众我寡，就算把你们俩全都放出来，恐怕也只有死路一条。凌晨紧咬着钢牙，心如死灰般说。正说话时，庞青云一步踏前，无形的威压再增一分。小畜生，我倒是要看看你能撑到几时。他并不甘心就这样，而是缓缓抬起剩的剑柄。霎时间，一丝青色凝练到极致的剑气在断口处吞吐，散发出令人心悸的毁灭气息。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那青色剑气在庞青云的驾驭之下，竟不断朝凌晨的丹田处逼近，俨然是想废去他一身修为。生死一线，眼见那缕青色剑芒即将破体而入，凌晨甚至能感受到丹田处传来针刺般预兆的瞬间。嗷吼！一声直击灵魂深处的嘶吼响彻夜空。突如其来的意外惊得庞青云以及天剑门众弟子面面相觑，如临大敌。还不等他们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一股暴力的死亡气息如同9天银河倒灌，轰然降临。那是九幽玄蛇。当庞青云看清那庞然大物时，他吓得肝胆欲裂。一时间，来自太古凶兽的恐怖气息弥漫开来，所有天剑门的弟子，包括庞青云在内，瞬间如坠冰窟，不寒而栗。而反观凌晨，他则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如果把上次在万寿山也算上，这是他第2次在关键时刻救了自己。恩人，九幽玄蛇俯下那巨大的蛇头，一脸关切地问道：“你没事吧？你可真会挑时候来。”凌晨抬头看去，
欣慰之余，眼中却又闪过一抹厉色。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立刻把青云宗内所有天剑门的弟子赶尽杀绝，一个不留。庞青云闻言，立刻嘶声咆哮道：“此乃天剑门辖地，白掌青宗主已正道炼虚，你敢与我天剑门为敌？速速退去，本座或可。”聒噪！九幽玄蛇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下一刻，他的巨尾裹挟着恐怖的毁灭之力，直接以横扫千军之势杀了过去。化神境的威压令人窒息。庞青云见状，哪里还敢迟疑，立刻对着四周那些吓傻的天剑门弟子发出命令：结阵，万剑诛魔！快！可惜晚了。刹那间，来自太古凶兽身上的死亡洪荒，带着湮灭一切的寂灭气息，淹没了庞青云惊骇欲绝的身影，也吞没了那仓促而杂乱的剑光。不远处看到这一幕的苏月瑶，整个人直接吓傻了。上一秒，他还在为凌晨的鲁莽而担心，认为他太不自量力了，单枪匹马对抗整个天剑门，这是匹夫之勇。但此刻，随着九幽玄蛇的到来，他对凌晨又有了全新的认知。不敢相信，这存在于传说中的太古凶兽，竟会屈服于他一个弱小的人类，简直颠覆认知。在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还妄想着凌晨能不计前嫌地原谅自己，而此刻，他深深意识到彼此间的差距。金陵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如今的凌晨早已脱胎换骨，是他高攀不起的存在。且说化神境后期的九幽玄蛇，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所向披靡。绝对的实力之下，天剑门那些所谓剑道高手，犹如土鸡瓦狗，瞬间溃不成军，毫无一战之力。短短半炷香不到，便有100余人惨死当场。长老庞青云见大势已去，立刻命令弟子拼死掩护，他则拖着伤痕累累的身子，化作一道流光仓皇遁入夜色中。很快，一切尘埃落定。此刻偌大的青云宗尸横遍野，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道，宛如人间炼狱，到处笼罩在肃杀之中。你没事吧？完成任务的九幽玄蛇迅速来到凌晨跟前。此番多亏了你。凌晨抬眸望去，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无妨，你只需要记得对我的承诺就好。九幽玄蛇目光深邃，声音沧桑无比。凌晨微微颔首，当即许诺道：目前青云宗的情况也看到了，百废待兴，到处一片混乱，给我3天的时间，我一定替你解除诅咒。说话时，他注意到九幽玄蛇身上那深可见骨的伤口，而且还不止一处，这显然不是天剑门的弟子造成的。凌晨当即皱起眉头，满脸关切地问道：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阎罗妹正道炼虚后实力突飞猛进，我已不是他的对手，之前一战险些没能脱身。九幽玄蛇叹了一口气，神色暗淡道：无妨，等你身上的诅咒解除后，以你现在的修为来看，很快便能正道炼虚，化蛟成龙不在话下，届时他未必是你的对手。凌晨底气十足道：你当真能替我解除诅咒？九幽玄蛇仍对此持怀疑的态度。怎么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怀疑我的能力？凌晨傲然一笑，云淡风轻地说：你可以去打听一下，阎罗妹的3元火劫是谁帮她化解的，那3元雷劫又是谁替她扛下来的？这个我早有耳闻，没有你，她不可能正道炼虚。九幽玄蛇眼中金光爆射，所以你尽管放心，但凡我许诺下的事情，必不让你失望。凌晨底气十足道，仿佛一切尽在掌控之中。3天。九幽玄蛇郑重的点头，我等你。言罢，他游动那遍体鳞伤的身子，径直朝混元洞的方向而去。师兄！就在这时，一道白色身影呼啸而至，是师弟张弛。在青云宗一众弟子中，跟凌晨要好的，除了大师兄叶无尘外，当属眼前的张弛。不过在凌晨的记忆里，张弛的修炼天赋在青云宗绝对是屈指可数的存在，所以他没能被带到天剑宗，很是令人诧异。张弛，你怎么还会在这？凌晨双手扶着他的肩膀，激动万分。这是说来话长，张弛叹了一口气，无比感慨地说：我之前撞破枭雄的好事，被他一掌打成重伤，昏迷了足足半年之久，前几天才刚醒过来，如今能留在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你的修为……凌晨吃惊地发现，他身上竟毫无灵气波动。我这一身修为被枭雄尽数炼化，能活着已是万幸。张弛自嘲地说：修为没有大不了再练回来，以你的天赋肯定能行，人没事就好。凌晨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内心一阵酸楚。师兄，我真以为青云宗就这样完了，没想到才几年不见，你现在竟拥有跟天剑门抗衡的实力，甚至就连那传说中的太古凶兽都能听从你的调遣，如今更是赶走了天剑门，重新夺回青云宗。张弛双眼放光地看了过来，一脸的崇拜。天剑门和白掌青不会就此作罢，他们肯定会卷土重来，所以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得让青云宗振作起来。凌晨深吸一口气，语重心长地说：虽然我现在修为全无，
但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师兄你尽管吩咐。”张弛铮铮铁骨地说：“当务之急，最重要的是让掌门苏醒。好在我已经有了解救他的手段。”凌晨老成持重道，接着继续说：“你接下来带领师兄和师弟清理战场，然后尽可能的将护山大阵重新布设出来。师兄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张弛重重地点头，顿时动力满满，迅速行动起来。凌晨也不废话，立刻将所有人都赶出青云阁，然后在四周布下禁制，确保无人打扰。之前在幽冥血海的魔星岛跟枭雄交手时，他就曾暗中取下其一滴精血，就是为了日后能帮助掌门张道玄诱出体内的蛊虫，如今终于是派上用场了。凌晨历经9世轮回而来，所谓的驱蛊对他来说算不上什么事，只是张道玄的身体太虚弱了，此刻的他气若游丝，加之刚才又被庞青云一阵摧残，眼下没死就是奇迹。于他而言，当下最重要的似乎并不是驱蛊，而是疗伤，只有活下去才有希望驱蛊。想到这，凌晨果断盘坐下来，在给张道玄喂下回元丹后，立刻又毫无保留地催动星辰之力替他疗伤。一夜风平浪静，在他不计代价的拯救下，直到第二天傍晚时分，张道玄的伤势总算稳定下来，甚至就连气息也平稳不少。随后便是驱蛊。混沌鼎内，当叶灵儿见他拿出一滴精血且念念有词时，他满脸吃惊地问道：“你当真会驱蛊？看好了。”凌晨也不解释，只见那滴精血在他的控制下迅速气化，丝丝如缕地钻进张道玄的身体中。片刻后，一只指甲盖大小、通体血红且模样极为恶心的蛊虫从张道玄的嘴里缓缓钻了出来，并径直朝那滴精血爬了过去。天哪，这就是那蛊虫，也太恶心了！田梦琪捂住嘴巴，忍不住作呕。就是他控制了掌门的三魂七魄，让他长时间昏迷不醒。如今蛊虫已除，掌门苏醒指日可待。凌晨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并果断将蛊虫收了起来。我刚才还以为你是闹着玩的，没想到你竟真的能驱蛊。叶灵儿再次被惊讶到了，当即一脸崇拜地问道：“我就想知道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机操而已，习惯就好。”凌晨宠辱不惊地说。他还不能休息，接下来该去混元洞找九幽玄蛇兑现诺言了。你该不会真打算帮九幽玄蛇破除诅咒吧？叶灵儿的脸色复杂无比，随之一针见血道：“你应该明白，如今的青云宗元气大伤，天剑宗随时都有可能反扑，若能把他留下来，或许能为青云宗求得一线生机。人无信不立，他已经接连救了我2次，我总不能言而无信吧？”凌晨眼神坚定地说：“我的意思是，他毕竟是太古凶兽，行事不循常理，万一你给他破解诅咒后，他给你来个过河拆桥的话，叶灵儿忧心忡忡到你的担心也不是没道理。”凌晨不由得对他刮目相看，小心驶得万年船，尤其是青云宗如今沦落到这等境地，不能再出错了。叶灵儿谆谆告诫道：“放心吧，当下青云宗正是用人之际，他的诅咒可以破解，但我从来都没想过要放他走。”凌晨踌躇满志地笑了起来：“一旦诅咒破解，难不成你还能约束他？”叶灵儿对此持怀疑的态度，他要是能听话肯合作，自然再好不过了，万一他一身反骨不服教化，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他。凌晨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毕竟对9世轮回的他来说，一旦有了近距离接触的机会，随便在他身上布设个禁制都能让他万劫不复，而且绝对要比什么七煞锁龙镜要更厉害。我发现对你了解的越多，反倒越来越看不透你。叶灵儿悻悻地说：“你知我长短，我知你深浅，我的秘密对你们毫无保留，至于目前你们不知道的，迟早有一天也会知道。”凌晨洒脱道。正说话时，张弛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远远地看到凌晨时，他便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师兄，可算是找你了，有事？”凌晨驻足原地，苏师妹的情况很不容乐观，要不你还是亲自去看一下吧。张弛深吸一口气，神色复杂道：“我没什么可看的，而且我跟他早就井水不犯河水，你自己看着办就行。”凌晨挑起眉头，对他根本就不上心。可这事必须得你亲自出手。张弛悻悻道：“不就是苏骨散吗？多喝热水。”凌晨没好气地说：“如果只是苏骨散，我肯定不会来麻烦。问题的关键是，那庞龙象给他吃下的是鸳鸯石骨香，中毒后五脏六腑如万蚁咬噬，唯有与另一中毒者合体才能缓解，否则3日骨消而亡。”张弛叹了一口气，显得尤为无奈。听他这么一说，凌晨突然想起那被他收进到混沌鼎中的庞龙象，此刻那小子大口大口喘着粗气，浑身不自在，在地上翻滚哀嚎不止，同样是吃了鸳鸯石骨香的症状。这鸳鸯石骨香一个人吃是毒药，但如果2人同时，会让人意乱情迷，沉醉其中不可自拔，好感度、配合度也会瞬间暴涨，能让人忘乎所有。庞龙象垂涎青云宗圣女苏月瑶许久，那晚夜色撩人，本想跟他玩把大的，
没想到凌晨的突然出现打乱了他的一切计划。如今不仅苏月瑶痛不欲生，就连庞龙象也万已逝心，生不如死，要不让他们俩破罐子破摔。那是不可能的。苏月瑶就算再怎么渣，那也是他曾经的白月光。他可以看不上，但他曾经喜欢过的女人，可不是什么人都能羞辱的。思虑再三后，他正视张弛的眼睛说：“你先回去稳住他，等我把事情交代后，会尽快赶过去。”没问题。张弛正重地点头，但仍是放心不下他。你得尽快，我怕他坚持不住。凌晨原打算去混元洞给九幽玄蛇破解诅咒，但经张弛这么一闹后，他第一时间回到混沌鼎中。你不去救苏月瑶，来这干什么？叶灵儿笑盈盈地问道。刚才你们俩也都听到了，庞龙象给他吃下的是鸳鸯石骨香，解毒的方法需要合体，你不吃醋？凌晨反问起来。他可是你的白月光，按道理来说，我还得叫他一声姐姐，有什么可吃醋的？叶灵儿傲娇地笑了笑，接着说：倒是你，难得有这么好个机会，你终于可以得愿所偿，做你早想做而始终都没能做的事情了。说什么了你？凌晨狠狠瞪了他一眼。别装了，他可是你曾经心心念念的白月光，难道你对他一点想法都没有？叶灵儿玩味地说。你也知道那是曾经。凌晨长叹一口气，满脸苦涩地说：我在合欢宗3年，无时无刻不想着回去和他一起，但结果呢？他却主动攀上骁龙那棵大树，甚至还和青云宗老祖赵无极双修，是可忍孰不可忍。凌晨就是咽不下这口恶气，更别说吃回头草了。如果说合体是唯一解救苏月瑶的方法，那么他只能去死。师兄，你打算怎么办？田梦琪感同身受，一脸同情地问道。还叫我师兄？凌晨皱起眉头，相当不满。那我该叫你什么？田梦琪皱了皱鼻子，满脸羞涩地问。这还需要我教你吗？凌晨反问起来。哥哥。田梦琪粉面含春，低眉轻唤了一声哥哥，苏的人筋骨俱软。如果不是急着救人，凌晨真想现在就将这小妮子按在怀中好好奖励，让他哥哥叫个不停。他缓了一口气后，径直来到庞龙象跟前。此刻的庞龙象匍匐如狗，身上到处抓得鲜血淋漓，见凌晨走过来时，他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一般哀嚎道：苏月瑶在哪？如果你不想他死，必须得尽快让我们合体，否则他也别想活。可有解药？凌晨神色漠然地询问。没有，鸳鸯石骨香唯一的解药就是中毒者合体，我就是他唯一的解药。庞龙象愈发张狂地笑了起来，并肆无忌惮地叫嚣道：就算你再怎么不甘心，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们合体。哈哈，煞笔，你是不是还没弄清楚什么情况？他可以死。凌晨讥讽道。不可能。庞龙象紧咬着钢牙，据我所知，他是你的白月光，你当年为了救他连命都不要，甚至不惜前往和欢宗做卧底，我不相信你不会救他，你恐怕是没机会看到了。凌晨残酷地笑了起来。话音未落，在庞龙象惊恐的眼神中，凌晨的一只大手骤然按在他的天灵盖上，同时催动混沌鼎，疯狂吞噬其修为的同时，也在搜索他的记忆啊！本就生不如死的庞龙象瞬间吓得魂不守舍。他万万没想到，凌晨不仅没有成全他跟苏月瑶的意思，反倒痛下杀手，顿时让他方寸大乱，万念俱灰。你想干什么？我可是庞不凡的孙子，你若杀了我，我爹和我爷爷都不会放过你，整个天剑门也不会放过你。庞龙象惊恐万状。聒噪！凌晨脸色一寒，在顺利得到所有记忆的他，直接抹杀了三魂七魄。但吞噬还没完成，接下来他又用了大概半炷香的时间，这才将他的修为炼化一空。筑基2重天，凌晨的修为也得以顺利突破，实力更上一层楼。都说我的大周天星辰体可怕，但跟你的九阳龙环体相比，我还是逊色不少。至少都这么久过去了，我一直都没能追上你的修为。感受到凌晨的脱胎换骨，叶灵儿大为震撼道：若非有混沌鼎辅佐，单纯比拼修炼速度，我还是差你不少。凌晨谦虚地笑了起来。哥哥，你搜索他的记忆可有收获？田梦琪甜甜地问道。双修合体的确是唯一的解药。凌晨叹息道。那你救是不救？田梦琪接着问。怎么救？他只能死了。凌晨毫不犹豫。叶灵儿和田梦琪两女一直以为他是闹着玩，面子挂不住，但直到此刻他们才意识到，如果只有合体才能救苏月瑶，凌晨是真的没打算救他饶是如此。在成功炼化庞龙象后，他还是决定去看一眼。房间中，苏月瑶被五花大绑在床上，无法动弹。可即便如此，她仍一副咬牙切齿的模样，嘴角甚至有鲜血不停地流出，跟平日里那高高在上的圣女模样判若两人。张弛守护在侧，却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来回走个不停。好不容易把凌晨给盼来了，他欣喜若狂，连忙迎了上去，脸色动容道：师兄，
你再不来的话，他可真就扛不住了。我即便来了，也不一定能救他。凌晨古井无波地说。那怎么会？师兄只要肯出手，他绝对不会有事。张弛陪着笑脸，当即便欲离开。你去哪？凌晨微微皱眉。那什么，我在这里有诸多不便，正好我也想喘口气，就在外面等你，有事喊我就行。张弛拍了拍凌晨的肩膀，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随即还不等凌晨说话，他便逃也似的溜了出去。很快，房间中便只剩下他和苏月瑶。他这是在给你创造机会里。田梦琪掩嘴轻笑道。那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他？凌晨撇了撇嘴，却并不领情。说话时，他来到床榻前，迷迷糊糊中，苏月瑶早就听到凌晨的声音。如今见他近在咫尺，他喜极而泣，百感交集地说：就我现在，就只有你才能救我。怎么救？凌晨冷冰冰地问。庞龙相逼我吃下大量的鸳鸯石骨香，现在唯有的办法就是你也吃下鸳鸯石骨香，然后和我合体。苏月瑶鼓足勇气断断续续地说，混乱的双眼中甚至有一丝乞求。他心里明白，这是唯一能求得原谅的机会。只要有神魂交流，或者待会表现好一点，更主动一些，再大的误会都不是误会，凌晨一定会原谅自己。这是他过去多年的经验。然而他有所不知的是，如今的凌晨觉醒九世轮回记忆后，早就脱胎换骨，根本就不是如今的他所能轻易拿捏的。换句话来说，凌晨对他这具身体根本就不感兴趣，就更别说合体了。怕是要让你失望了，我就不聊你。凌晨冷酷无情，他的话像是一柄锋利的尖刀，直刺苏月瑶的心脏。我都已经这样了，非要我跪下来求你？苏月瑶一脸卑微，泪水不受控制地流淌下来。他日之因铸就今日之果，当初你选择跟萧龙在一起的时候，就应该知道我和你再无可能。凌晨态度坚决，言辞犀利地说，你敢说在和欢宗3年一直坚守底线，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情吗？苏月瑶泪如泉涌，一脸不死心地问。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除了迫不得已的之外，天地可见，日月可见，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任何事情，更没有跟任何女人纠缠不清。凌晨信誓旦旦道。什么叫迫不得已？不过是你的借口罢了。苏月瑶苦笑地说，似乎并不买账。就像你跟青云宗老祖赵无极一样，那就是迫不得已。凌晨一针见血道。此话一出，苏月瑶娇躯一颤，她怔怔地看向凌晨，嘴唇微微抖动，泪水顺淌而下道，你都知道了。以诚待人者，人亦诚而应；以术于人者，人亦以术而待。凌晨感慨万千，发自肺腑地说，我对你在青云宗的遭遇深表同情，因为我在合欢宗也跟你一样受制于人。但是你主动追求萧龙这件事，恕我无法理解，更不可能原谅。你不在，我真的只是想找个靠山，但我对天发誓，我根本就不喜欢萧龙。苏月瑶双目赤红道，如果这是你背叛的理由，我只能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凌晨直言不讳，我们真的没有机会了吗？苏月瑶万念俱灰，心在滴血。抱歉，咱们都体面点，好聚好散。凌晨深吸一口气，坚守本心，不为所动。可我真的不甘心就这样。苏月瑶近乎崩溃，说话的同时，她身上的气息骤然飙升。凌晨，我后悔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他求原谅不成，竟然抱丹田，试图以死明志。突如其来的意外让凌晨猝不及防，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他万万没想到，一向懦弱的苏月瑶竟会走极端，甚至不惜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混沌顶内看到这一幕的叶灵儿吓傻了，连忙心急如焚地催促道，你快阻止他啊，这样会死人的。田梦琪同样一脸不淡定地说，他也许做错了什么，但罪不至死，最重要的是他绝对不能以这种方式死去。凌晨心乱如麻，眼见苏月瑶丹田深处的灵气如野火般熊熊燎燃时，他知道不能再担得下去了。于是他一步近身，双手死死按在苏月瑶丹田深处的同时，迅速催动混沌鼎，试图压下那股自内而外的心火。但这还远远不够，想压制鸳鸯石骨香的药效，在无法合体解毒的前提下，就必须得以燃烧自身实力为代价，强行封印。而这也是鸳鸯石骨香没有解药的真正原因，因为根本就没有人愿意牺牲自身实力替人解毒。但此刻的凌晨却是个大冤种，他拼命的想要跟苏月瑶划清界限，却屡屡将自身逼入到没有选择的绝境中。很快，叶灵儿便察觉到不对劲，尤其是当他注意到凌晨的修为正在快速流逝时，他一脸惶恐地问道：不对，你在干什么？救人。凌晨言简意赅地说，你们俩不是都让我救他吗？可你的状态很不对劲，还有你的修为好像正在快速流失。叶灵儿轻咬着嘴唇，说出了心中的困惑。丹田自爆，我能借助混沌鼎的力量强行镇压，但鸳鸯石骨香的毒必须得以燃烧自身修为为代价，
方可勉强封印。凌晨苦涩地说：啊，还要燃烧自身修为。叶灵儿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起来，满眼心疼道：你怎么不早说？早说就可以不用救他了吗？凌晨反问道。可你好不容易才突破住寂静，叶灵儿心里还是很过意不去。我只希望这次过后，我和他之间所有的恩怨能一笔勾销，从此井水不犯河水，再无瓜葛。凌晨冷冽而又决绝，随之缓缓收手。成功了。田梦琪见状急忙问道。只是暂时封印了他身体中那股邪毒，若一旦受到刺激，会再次爆发的。凌晨如释重负地吐了一口浊气。受到刺激是什么意思？叶灵儿歪着头询问。就跟你一样，有事没事总想着那些事。凌晨脱口而出。讨厌。谁想了？叶灵儿被说得面红耳赤，一脸的羞涩。谁敢信？曾经高高在上的太乙门圣女，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存在，出淤泥而不染，从不近男色，如今品尝到爱情的滋味后，一天到晚缠着凌晨要修炼，完全沉溺其中不可自拔。你现在的修为？田梦琪放心不下，连忙柔声询问道。还好，只掉了一个小境界，目前还是住寂静。凌晨轻描淡写地说。他在深深看了一眼那昏迷不醒的苏月瑶后，不再停留，径直朝外走去。张弛径直尽责，一直守在大门外。见凌晨一身疲惫地走了出来，他迅速迎了上来。师兄，苏师姐怎么样了？我暂时勉强封印了她身体中的余毒，待会她苏醒后，你告诉她千万不要动情，否则会万劫不复。凌晨再三叮嘱道。嗨，这才半炷香不到，你怎么不多玩会？张弛狡黠地笑了起来，接着又意味深长道：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我寻思着你至少也需要个3天3夜才肯罢休。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凌晨不由得皱起眉头。不是说合体是唯一的解药吗？既然苏师姐没事了，那你们刚才肯定……张弛玩味地笑了起来，脑海中已经浮现出无数旖旎的画面。我们刚才什么都没发生，合体也不是唯一的解药。凌晨打断了他的话，义正辞严地说。你的意思是？张弛一脸诧异。除了合体外，还能以燃烧自身修为为代价来强行压制鸳鸯石骨香的毒。凌晨一针见血道。难道说你燃烧了自身修为？张弛大吃一惊，似乎这才明白为什么凌晨的状态看起来那么差，但他仍是一脸不解地问：师兄，你这是何必了？明明是睡一觉就能解决的东西，你又不吃亏。我有洁癖。凌晨态度坚决。张弛一时间语塞，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在凌晨准备走时，他突然想到什么，连忙急声道：对了师兄，刚得到的消息，以剑神白掌清为首的天剑门正准备对太乙门动手，目前太乙门已发布号令，召集所有弟子回宗门共同抗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凌晨神色一凛。我是半炷香之前得到的消息，以目前的形势来看，太乙门岌岌可危。张弛悠悠地说。好了，我知道了，你去忙吧。凌晨拍了拍他的肩膀，当即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混沌鼎内，当叶灵儿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却沉默不语。他心里明白，自己知道凌晨太多秘密，他是绝无可能放自己出来。然而让他猝不及防的是，下一刻一股恐怖的力量骤然施加在他身上，竟在没打招呼的前提下直接将他放了出来。你疯了！时隔近半年，叶灵儿第一次恢复自由身，只是看到凌晨正满脸温柔地望向自己时，他没有丝毫的惊喜，反倒有些不知所措。张弛刚才说的话你应该都听到了，我猜你一定很想回去。凌晨情真意切地说。我以为进了你的混沌鼎就永远都没有机会出来。叶灵儿诚惶诚恐，但接着又一脸戏谑地调侃道：我知道有关你的那么多秘密，你现在却放我出来了，难道就不怕我泄露出去？我相信自己的眼光，万一你真的泄露出去，那也是我活该。凌晨自嘲地说。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上我了？叶灵儿甜甜地笑了起来。还不够明显吗？凌晨并不否认。我这次若是回去了，也许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你会不会觉得遗憾？叶灵儿神色复杂地问。毕竟面对强大的天剑门，谁也不清楚会遭遇到什么。如果你不想回去，也可以不回去，我愿意永远收留你。凌晨发自肺腑地说。回去还是要回去了，因为那里也有让我牵挂的人。叶灵儿言不由衷地深吸一口气，接着又说，不过我有件重要的东西遗落在混沌鼎里面，你能陪我回去一趟吗？什么东西？凌晨微微皱眉，一头雾水。你跟着我一起回去就知道了。叶灵儿挽着他的手臂，娇滴滴地说。凌晨不明所以，但还是跟着他一起回到混沌鼎内。就在他还在纳闷叶灵儿究竟有什么落在里面时，两片温软的朱唇主动贴近过来，并在他耳边轻声软语道：吻我。这就是你所谓落在里面的东西。凌晨突然恍然大悟。我以为这一辈子不会喜欢上任何一个男人，直到遇见你，
那种心动的感觉，我想控制，想忘记，却无能为力。叶灵儿真情告白，娓娓道来，我发现自己已经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你，每天都是想你，想你，想你。什么孤傲矜持，什么高高在上的圣女，什么众人眼中不可亵渎的女神，此刻的叶灵儿全然不在意。面对挚爱的男人，她毫无保留地表达爱意，一心只想在凌晨面前做个小女人，放肆地爱一次，至少不留遗憾。因为她心里明白，此番回太医门凶多吉少，她甚至都没机会再见凌晨。也正因为如此，她将主动进行到底，表现得尤为热烈，跟之前那被动淑女的模样完全判若两人。一旁田梦琪很识趣，她深知叶灵儿和凌晨此番是生离死别，难免会很激烈，所以她在两人搂抱在一起的那一刻便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不愿打扰他们。然而叶灵儿的声音极具穿透力，听得田梦琪心里痒痒的，十分挠人。甚至黄河都太医门危在旦夕，凌晨和叶灵儿两人虽然缠绵难分，但终究不敢纵情过度。三炷香后，两人意犹未尽地停了下来。我该回去了。叶灵儿小鸟依人般依偎在凌晨坚实的臂弯上，依依不舍地说，刀剑无眼，切记要小心。凌晨再三叮嘱，然后许诺说，等我把青云宗的事情安排好，我会去找你的。我们真的还能再见面吗？叶灵儿双手环着他的颈脖，泪眼汪汪地柔声问道。只要你确定还喜欢我，这世上便没有人能将你我分开。凌晨掷地有声道，若还能见面，我就再也不离开你。叶灵儿眼神坚定地说。两人一番深情的告白后，随之在凌晨不舍的目光中，叶灵儿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山风呼啸，凌晨却站在原地，迟迟都没能缓过神来。田梦琪感同身受，立刻出言轻声安慰说，叶师姐吉人自有天相，而且在你的助力下，她不仅觉醒了大周天星辰体，如今更是筑基成功，她肯定不会有事的。希望吧。凌晨长叹一口气，随之神念一动，果断将田梦琪也放了出来。啊，这我也能出来了吗？田梦琪受宠若惊，连忙看向四周，顿时欣喜若狂。你本来就是自由的，只要你愿意，以后可以永远都留在外面。凌晨平心静气地说。哥哥，你是不是不要我了？田梦琪连忙上前抱住他的手臂，一副委屈巴巴的模样，轻声询问道。怎么可能？凌晨宠溺地在他鼻尖轻轻刮了一下，毫不掩饰地说，虽然我们之前交往不多，但并不妨碍日久生情，更何况你的第一次给了我，自然就是我凌晨的女人。现在之所以让你出来，是因为我对你足够信任，想你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若你真不想出来，这个也简单，我这就把你收进去。不用。田梦琪破涕为笑，甜甜地说，我还以为你不要人家了。别想那么多，你和灵儿一样，在我心中都是不可取代的。凌晨情真意切地说。那我现在要做什么？田梦琪神采飞扬，毕竟难得回来，她隐隐有些期待。你是自由的，这里本身就是你的家，想做什么都行。凌晨洒脱地说。我喜欢你，哥哥。田梦琪心花怒放，当即踮起脚在凌晨脸上亲吻了一下，然后像蝴蝶一般开心地跑开了。凌晨看着他那青春充满活力的身影，笑着微微摇头，随即径直朝混元洞的方向走去。你终于来了。就在凌晨进入洞厅时，早就翘首以盼的九幽玄蛇无比振奋地主动招呼，让你久等了，我这就替你破解诅咒。凌晨大步流星上前，从容不迫道，需要我做些什么？九幽玄蛇的声音微微颤抖，当这一刻真的来临时，他却恍然若梦。什么都不需要，只不过这个过程会有些许痛，你配合就好。凌晨直言说。有劳了。九幽玄蛇连忙低下他那高傲的头颅，于他而言，只要不死，只要能破解诅咒，一切痛苦都是值得的。凌晨也不废话，当即他以自身灵力为媒介，迅速运转九阴九阳，试图引动九幽玄蛇体内的静止核心。七煞锁龙镜以贪、嗔、痴、怨、毒、欲、妄七情为引，需以七道对应的天地灵物化解。说话的同时，他并指如剑，突然刺入九幽玄蛇的第七节脊骨。第一钉，破贪。伴随着诅咒之钉的碎裂声响起，凌晨手中突然飞出先前在魔星岛得到的血灵芝，瞬间化为一团血色灵物裹住伤口。几乎同一时间，第二根七黑骨钉已自动浮出第二钉，破嗔。凌晨声如洪钟，说话的同时，他祭出三元雷劫残留的雷霆惊破，紫电顺着蛇纹游走，第二钉应声化为粉末。嘶嘶，哦！接连被取了两根诅咒之钉的九幽玄蛇似乎这才缓过神来，突然惨叫不止，在山洞中剧烈翻滚。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凌晨不为所动，反倒以三大至尊法则施加在九幽玄蛇身上，继续强取诅咒之钉。如此足足三炷香后，他这才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至此，七根诅咒之钉全部取出，眼见九幽玄蛇匍匐在地，浑身鲜血淋漓，甚至连气息都弱了几分时，
凌晨随手打了一道精纯的灵力到他体内后，轻描淡写地说：“没事了，七煞锁龙镜已成功破解。”不过九幽玄蛇有所不知的是，凌晨又随手在他体内布下一道血气，可杀他于无形之中。当然，以凌晨的手段，他自是发现不了。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化形为人了？九幽玄蛇颤抖着声音问道。还不等凌晨回应，下一刻，一个极端身材妖娆、浑身却片缕不挂的绝世美女，正摆出一个令人喷血的姿势，满脸妩媚地看了过来。卧槽！我彻草会母。凌晨9世轮回，算得上是阅女无数，但眼前这美女的身材完美的令人窒息，前凸后翘，大得吓人，也只有千人千面的颜洛妹才能压她一头。等等，短暂的惊慌后，凌晨很快就缓过神来，一脸不可思议地看向眼前的美女，问道：“你是九幽玄蛇？还看？”女子娇嗔一声，随即威胁道：“再看我就把你的眼睛珠子挖掉。”凌晨连忙别过头去，悻悻不已地说：“跟你认识了这么久，我一直以为你是个雄性，没想到你竟然是个娘们，有问题吗？”九幽玄蛇不知道从哪里拿出2件衣服，迅速裹上。别说韵味一下子就上来了，如果说刚才颜洛妹还能压上他一头的话，那么现在那套衣服将九幽玄蛇完美的身子勾勒得一览无余，以至于见惯了大场面的凌晨都移不开眼睛。好看吗？九幽玄蛇傲娇地挺了挺。你是有大资本的人，凌晨毫不掩饰地夸奖起来。倒是小瞧你了，我从未真正相信你能破解诅咒，却万万没想到，最终竟还真让你给破解了。九幽玄蛇自顾自地欣赏这副人类皮囊，嘴角挂着满意的笑容，似乎很享受现在这种状态。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凌晨深吸一口气，故作淡定地问道。西西，你的那点小心思该不会是想我留下来吧？九幽玄蛇风情万种地瞥了他一眼，傲气十足地说：“咱们有言在先，而且我已经接连救过你几次了，早已两不相欠。你确定不听听我的条件？也许会让你心动。”凌晨不加掩饰地说：“那你说说看，看能不能打动我？”九幽玄蛇饶有兴致地看了过来。你现在没有七煞锁龙镜的困扰，终究是要化蛟成龙的。而之前在魔星岛，我曾帮助那头魔蛟化龙，你亲眼目睹，应该知道我的实力。凌晨运筹帷幄，底气十足，所以你只要跟在我身边，我可确保你渡劫无碍。确实很让人心动。九幽玄蛇甜甜地笑了起来。除此之外，我还可以给你一条龙脉，让你从此以后都不用再为灵气匮乏而困扰。凌晨语出惊人道。龙脉？九幽玄蛇眼中金光爆射，开什么玩笑？你我认识这么久了，你可曾见我开过玩笑？凌晨意味深长地说：“如果你要真是能给我提供一条龙脉，从今以后天上地下我听从你的调遣。”九幽玄蛇怦然心动，因为他深知一条龙脉意味着什么，绝对能让他在短时间内化蛟成龙。那就一言为定。凌晨得意地笑了起来。说话的同时，他伸手凌空一招，顿时一枚鸡蛋大小的星河出现在手心中，瞬间灵气四溢，充斥着整个混元洞。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星河？九幽玄蛇大吃一惊，满脸的难以置信。不对，传言中的那枚星河很大，你的这枚很小，够吗？凌晨并不打算解释。九幽玄蛇也不废话，连忙接过来仔细掂量掂量。他本来没当回事，可真正感受到星河中那无穷浩瀚的星辰之力时，他双眼瞪得古圆，一脸匪夷所思地说：“咦，没看出来，这枚星河中的灵力的确能比肩一条龙脉。”凌晨笑而不语，静待答案。你就不怕我把你给杀了？九幽玄蛇收起星河，似笑非笑地问道：“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我若怕你杀我，就不会主动替你破解诅咒。”凌晨正视他的双眼，毫无惧色。你倒是有几分魄力，比那些臭鱼烂虾有意思多了。九幽玄蛇咯咯笑了起来，随即一脸妩媚道：“那就这么说定了。”说话的同时，他突然伸出纤纤素手，挑起凌晨的下巴，一脸玩味地看着他说：“我苦修数千年，难得如今化形为人，听说你们人类的双修能让人欲仙欲死，可以进行更深层次的灵魂交流，不如姐姐这第一次与蛇双修。”尽管眼前化形为人的九幽玄蛇风情万种，倾国倾城，尤其是那前凸后翘的身材好到爆，但人蛇有别，凌晨下不去嘴。九幽玄蛇可不管这些，他误将凌晨的尴尬当作是默许，竟主动褪去衣服，一双如玉般的藕臂迅速攀上颈脖，随之将他扑倒在地，并贪婪地亲了过去前背。凌晨慌了，连忙别过脸，并疯狂挣扎：“不能这样！你嫌弃我？”九幽玄蛇不满地皱起眉头，浑身杀气迸射。前辈国色天香，如九天仙子临世，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我高攀还来不及。凌晨极尽夸赞，但随之却话锋一转说：“可是我有道侣在先，怎可背叛他？更何况前辈这是第一次，应该交给喜欢的人才对。你们人类就是虚伪，
喜不喜欢有那么重要吗？跟谁做不是做？九幽玄蛇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那一双宛如秋水的双眸，仿佛看着猎物一般，仔细打量着凌晨。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我们只要遇到喜欢的人，便痴心不改，忠贞不渝。我已经有喜欢的道侣了，还望前辈成全。凌晨被两座大山压得直喘粗气，一副很难受的样子。真没看出来，你竟然还是个大情种。不过九幽玄蛇一脸戏谑地望着他，那盈盈一握的水蛇腰突然扭动起来。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嘴上说不要，可你的身体是诚实的。既然你这么坚守底线，那为什么？前辈，真的不行。凌晨快要绷不住了。别的女人水蛇腰是形容妖细，但九幽玄女的水蛇腰是真的蛇腰，一旦扭动起来，哪怕凌晨历经9世轮回也扛不住。不许叫我前辈。九幽玄蛇狠狠瞪了他一眼，随即娇嗔道：我有那么老吗？那我该叫你什么？凌晨一边说一边挣扎。只可惜在化神境的大能面前，他就像是待宰的羔羊，那所谓的反抗非但无法挣脱，反倒让九幽玄女更兴奋。我叫白夭夭，你以后就唤我夭夭吧。九天玄女娇滴滴地说。夭夭，这名字好听。凌晨先是一番恭维，然后又循循善诱地说，你现在既然化形为人，以后就应该以人类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们人类女子都极其看重第一次，除非遇到喜欢的人，否则宁死也不会屈从于别的男人。你再叫我做事。白夭夭伸出纤纤玉指，俏皮地在他的嘴唇上拨动，脸上挂着甜甜的笑容。做妖我不如你，但做人你就得听我的。凌晨紧咬着钢牙，故作镇定地说。哼，伪君子。白夭夭轻蔑一笑，根本就不买账。话音未落，他双手骤然用力，竟撕拉一声扯掉凌晨上身的衣服，随之俯下身子我撤。难道今天要被一条蛇给强了吗？凌晨心中千万只草泥马狂奔而过，任凭他如何挣扎，却始终都无法摆脱白夭夭的压制。就在他快要失身时，突然一声惊雷炸响，让正准备进行下去的白夭夭嗖的一下跳了起来。凌晨得以喘息，他哪里还敢迟疑，立刻起身整理好衣服，并下意识地朝一旁躲去。短暂的惊慌后，听到外面雷声阵阵的凌晨很快就明白一切不同寻常，应该是白夭夭的化蛟雷劫来了思绪至此。他立刻小心翼翼地看了过去。你要化蛟？白夭夭情绪激动，泪流满面。这在普通蛇妖看来再寻常不过的化蛟雷劫，对此刻的他来说却如获大赦。他甚至有种想要匍匐在地感谢上苍的冲动，因为他期待千余年的蜕变终于来了。这么多年了，他终于来了。白夭夭的娇躯微微颤抖，此刻的他没有恐惧，只有对渡劫的渴望，以至于当凌晨提出帮他渡劫时，直接被白夭夭一口回绝了。化蛟雷劫乃天劫，虽然不如化龙雷劫那般恐怖，但稍有不慎还是会伤及根本，甚至有可能让你形神俱灭。凌晨放心不下，直言不讳道：不用。白夭夭的眼神无比炙热，如果我真不幸死在化蛟雷劫之下，那也是我该死，跟你无关。言罢，他在大有深意地看了凌晨一眼后，直接化身为一道流光，消失在混元洞中。凌晨见状，迅速冲了出去。轰隆隆，噼里啪啦。尽管类似的雷劫凌晨已经历过数次，但此刻看到那手臂粗细的电蛇在虚空中游走时，他还是莫名的感到心悸，甚至隐隐有些恐惧。雷劫如期而至，很快那裹挟着恐怖毁灭之力的雷霆狠狠劈在白夭夭身上。令人无比啧舌的是，白夭夭非但不惧，甚至还主动迎了上去，并且在整个过程中他都没有再变成原形，而是直接以人的形态来对抗雷劫。狂暴的化蛟雷劫惊天动地，很快就吸引无数人围观。田梦琪也来了，只是看到虚空中那风姿绰约且身材好到爆的白夭夭时，他满脸惊愕，不明白宗门什么时候来了这么漂亮的美女，好像还跟凌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人是谁啊？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他来到凌晨身边，满脸困惑地问道：你再好好看。凌晨笑着回答：好大。田梦琪看见白花花一片，连忙又低头看向自己的胸口，随即满脸自卑地说：这身材长得那么妖孽，我哪看得出来？这是化蛟雷劫。凌晨脱口而出，一语惊醒梦中人。田梦琪瞬间明了，但双手捂着嘴巴，一脸匪夷所思地说：那是九幽玄蛇。天哪，他怎么能化形了？没有了诅咒困扰，以他化神境后期的修为，能化形为人不很正常吗？凌晨轻描淡写道。可是他这化形后也太变态了吧，尤其是他那身材比例根本就不对嘛，对我们这些人类女生来说是妥妥的降维打击。田梦琪揪着嘴巴，羡慕嫉妒恨。努力修炼吧，等哪天你达到元婴境了，丰胸美容瘦身什么的，可随心所欲，再也不会有这方面的困扰。凌晨瞥了他一眼，笑着调侃说。
修为达到元阴境了，当真可以丰胸？真的假的？田梦琪双眼放光，满脸震惊地问。不然的话，颜洛妹和这九幽玄蛇的身材为什么如此劲爆？还有柳芙鸾，她为什么不惜一切代价想要证得元阴境？凌晨笑着打趣说：咦，你还真别说，柳芙鸾自从证得元阴境后，她的身材的确长大了几个号，我还一直以为是因为和你双修后导致她二次发育了，没想到竟是这个原因。田梦琪恍然大悟，同时也在心中确定了要早日证得元阴境的目标。众目睽睽之下，白夭夭一直以肉身抗衡化蛟雷劫，自始至终都没变成本体。三炷香后，当最后一道雷劫轰然劈下，随之云开雾散，一轮皎月照耀下来，他成功了，竟然能在不化形的前提下成功渡劫化蛟，他的实力也太可怕了。田梦琪在目睹了整个过程后被震惊的语无伦次，估计很多人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刚才还是一条蛇，现在却变成一条蛟了，估计他的化龙天劫也要不了太久。凌晨深吸一口气，颇为欣慰地说：对了，你帮他破解诅咒了？田梦琪歪着头询问。没破解诅咒，化蛟雷劫也不会降临。凌晨微微一笑说：那他怎么没走？田梦琪有些意外，随之笑盈盈地说：他该不会是喜欢上你了吧？开什么玩笑，他是蛇，我是人。凌晨悻悻地说，似乎完全没想到他竟然还猜测到了。种族别卡得那么死吗？田梦琪咯咯笑了起来，你看他天生尤物，楚楚动人，简直风华绝代，软玉温香，不说关灯一样，开着灯也能晃瞎你的眼睛，何乐而不为了？哼，真要有这么好的事，我把你也叫上，玩个三人游戏。凌晨没好气地说。别，我怕蛇。田梦琪心悸道。正说话时，白夭夭连步款款地走了过来。成功渡劫后，他身上的妖气进一步得以消除，此刻看起来跟人类一般无二，甚至就连气质也提升了不少。怎么样，没让你失望吧？白夭夭一脸娇媚的炫耀。以你的修为来看，化龙雷劫应该也快降临了吧？凌晨微微颔首，饶有兴致地问道。确实快了，不过在这之前，三元雷劫应该会先一步降临。白夭夭轻描淡写地说。三元雷劫？田梦琪神色一凛，一脸吃惊地说，莫非你要冲击炼虚境？若非诅咒一直压制修为，我多年前就该突破了。不过那三元雷劫颇为麻烦，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提及三元雷劫，雷夭夭忧心忡忡道。有我在，你尽管放心。凌晨霸气道。你真的愿意帮我？白夭夭双眼放光地看了过来，毫不掩饰双眼中的贪婪。你想干什么？被他这么看着，凌晨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刚才渡劫让我元气大伤，我现在急需财补。你这一身纯阳刚气的肉身当炉鼎很是不错，若你真想帮我，那就给我当炉鼎吧。白夭夭垂涎地笑了起来，一只玉手已死死抓住凌晨的手臂，生怕他逃走了。我撤，怕什么来什么，没想到他还惦记这事，甚至还想用强。关键时刻，凌晨一把抓住田梦琪，当即义正辞严道：你可别乱来，我的道侣在这，你就是他的道侣。白夭夭这是第一次见田梦琪，上下扫了一眼后底气十足道：我现在想让他助我修炼，准备冲击炼虚境，你可有意见？说话的同时，他身上化神后期的威势凌空覆压而来，简直令人窒息。一时间田梦琪噤若寒蝉，他甚至有种错觉，只要自己胆敢拒绝，下一刻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可凌晨显然是在求助，这让他瞬间迷惘不已，不说话。那我可就当你默许了。白夭夭得意地笑了起来，当即连拖带拉，不由分说地把凌晨朝混元洞拽去。我不同意。田梦琪见状，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一步上前，死死抓着凌晨的大手。丫头，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白夭夭不爽地皱起眉头，顿时一身杀气令人不寒而栗。凌晨是我的道侣，我不同意让你裁捕他。田梦琪直视他的双眼，视死如归道。凌晨闻言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就在刚刚，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他都准备催动血气跟白夭夭来个鱼死网破，纵然是死也不能被一条蛇给凌辱了。万幸田梦琪在关键时刻站了出来。敢拒绝我，你就不怕我杀了你吗？白夭夭冷笑起来，随之脸色一寒，田梦琪竟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身子也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你要是敢伤他一根毫毛，我跟你没完。凌晨勃然大怒，身上混沌鼎的气息轰然外泄，顿时一股可怕的洪荒之力朝白夭夭席卷而去，惊得他连连后退。几乎同一时间，在混沌鼎的守护下，那股施加在田梦琪身上的威压瞬间消散，随之整个人也从容地站了起来。不错，倒是有点意思。白夭夭一脸惊艳地看向凌晨。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后，他深知凌晨绝非普通人，而且他身上有着令人窒息的杀气，真要把他惹恼了，绝对会得不偿失。
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更何况如今顺利渡劫化交，白夭夭也不想把彼此间的关系弄得太尴尬，故而淡然一笑说：“这就是你们人类眼中的生死相随吗？我去闭关修炼了。”话音未落，他的身影便消失在混元洞。呼呼，凌晨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那颗一直悬着的心总算是落地了。一语成谶，我刚才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但没想到他竟然真的看上你了。田梦琪脸色苍白如纸，心悸不已。人舍有别，他对我哪有什么感情？无非是看中我的九阳龙环体，想采补我身体中的纯阳之气罢了。凌晨不以为然道：“刚才他若真用强该怎么办？”田梦琪一阵后怕，我堂堂一个人还能被一条蛇给欺负了。凌晨轻蔑一笑，底气十足地说：“别忘了，他身上的诅咒是我解除的，我既然能出手救他，照样也可出手杀他。那就好，害得我还跟着担心。”田梦琪撇了撇嘴，总算是放下心来。不过你刚才倒是挺勇敢，反正鸾儿和灵儿他们俩都不在了，今晚我要好好犒劳你。凌晨不加掩饰地说，都有些怦然心动。你今晚是我一个人的吗？田梦琪受宠若惊，不仅仅只是今晚，最近这段时间我都是你一个人的。凌晨玩味地笑了起来，你要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都用在我身上，那我的修为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大的突破吗？田梦琪连忙挽着他的手臂，情不自禁地畅想起来。我是九阳龙环体，突破是肯定的。凌晨笃定地点头，但接着又满脸不解地问：你怎么突然这么着急想要突破？你不是说修为达到元婴境后可随心所欲地改变容貌吗？我也想变得更漂亮一些。田梦琪一脸羞涩地低下头，娇躯甚至微微颤抖起来。说说看，你对自己哪里不满意？凌晨饶有兴致地问道。你看九幽玄蛇那么大，跟他比起来，我就像是从来都没有发育一样。田梦琪委屈巴巴地说，一脸的自卑。你没事拿自己的短处跟他的长处比什么？别说你，就算颜落妹、灵儿和鸾儿他们跟白夭夭也讨不到任何便宜。凌晨玩味地笑了起来。白夭夭是谁？田梦琪一头雾水。九幽玄蛇也叫白夭夭，这是他给自己取的名字。凌晨耐心解释道。等等，什么叫我的短处？这事你今天必须得说清楚，怎么就成了我的短处了？田梦琪死死抱着他的手臂，十分不忿地追问起来。你现在只有退凡境的修为，元婴期对你而言太过遥远，如果你真的很介意，其实我倒是有个办法能帮到你。凌晨似笑非笑地说。快说，什么办法？田梦琪大喜，立刻来了兴致。凌晨也不解释，而是摊开手掌，5根手指灵活地动了起来。田梦琪秒懂。六润，我才不信你。他嘟着嘴巴，满脸羞涩。不看广告看疗效，只要你配合我，3个月内必有变化，1年内追上灵儿不成问题，3年左右基本上能跟鸾儿相媲美。至于想达到白夭夭这等级别，老实说我也无能为力，就只能期待着你日后修为达到元婴境，自己改造了。凌晨戏谑地笑了起来。你是认真的？田梦琪有些心动。反正你又不会损失什么。凌晨意味深长地说。说的也是，不过我倒是很期待你把精力用在我一个人身上。田梦琪说着说着便满脸通红，可别玩坏了。不远处，苏月瑶在张弛的搀扶下，远远看着他，在得知凌晨竟不惜燃烧自身修为替自己封印了那鸳鸯石骨香时，还满满的感动，还以为能旧情复燃。但此刻看到他和田梦琪竟在众目睽睽之下打情骂俏时，苏月瑶内心一阵酸楚。他开始意识到，一切真的回不去了。且说田梦琪被凌晨撩得怦然心动，加之夜色渐深，他心中泛起涟漪，迫不及待想要跟凌晨一起修炼。你接下来还有事吗？田梦琪怯生生地问。这都4更天了，我也累了，准备休息。凌晨故作疲惫地说。啊，你刚才不还说他们都不在，要好好对我的吗？怎么这就累了？田梦琪怅然若失，满脸失望道。这就迫不及待了。凌晨戏谑地笑了起来。你尽管放心，喂饱你的力气还是有的，待会可别求饶哟。哥哥有钱不一定给你花，但弟弟有劲可全都使在你身上了。说的就是凌晨。在接下来3天的时间里，为了帮助田梦琪尽快冲击元婴境，凌晨兑现了诺言，将平日里用在柳芙鸾和叶灵儿身上的那股蛮劲全都用在她身上。如果说颜落妹是顶级尤物，柳芙鸾是神级御姐，叶灵儿是傲娇仙女，那么田梦琪就是小家碧玉。她的清纯和不谙世事让凌晨跟她相处起来十分简单，能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最重要是听话。你让她坐着绝不站着，你让她趴着绝不躺着。3天下来后，在凌晨9阳龙环体的冲击之下，他的修为顺利从退凡1重天飙升至退凡3重天。这份修炼速度虽然无法跟叶灵儿那种拥有大周天星辰体的妖孽相提并论，但较之一般人的修炼速度而言，
已经是天才中的天才了。此刻他在凌晨的蹂躏下早已精疲力竭，沉沉睡去，脸上还挂着满足的笑容。凌晨则抽身来到外面，神清气爽。之前为了替苏月瑶镇压鸳鸯石骨香而不惜自损修为，如今经过3天的阴阳交合后，他的修为已顺利恢复至筑基2重天。青云阁，凌晨出来后第一时间来到这里，没有蛊虫的困扰，且经过3天的休养后，掌门张道玄恢复神速，如今不仅苏醒，甚至已能下地行走。当凌晨大步流星赶过来时，张道玄欣喜若狂，连忙起身迎接自己的救命恩人。弟子凌晨拜见掌门。凌晨双手抱拳，毕恭毕敬。四目相对的那一刻，张道玄百感交集，连忙扶起他的手臂说：你的事我都听说了，此番不仅是我的救命恩人，更挽狂澜于既倒，福大厦之江青凭借一己之力赶走了天剑门的余孽，拯救了青云宗，理应受我一拜。掌门，这可使不得。凌晨赶紧上前拉住他，宠辱不惊地说：身为青云宗弟子，我只不过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而已，没什么可值得称道的。我听说此番之所以能赶走天剑门的余孽，多亏了九幽玄蛇。张道玄欲言又止，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掌门，那九幽玄蛇乃幽冥血海的太古凶兽，我对他有恩，所以当日他才肯助我一臂之力。凌晨知道他的顾虑，连忙娓娓道来，接着又说：如今大敌当前，我试着让他留在青云宗御敌，他现在就在后山的混元洞中闭关修炼，若掌门介意他的身份，他是我青云宗的恩人，我心中只有感激。当下正是用人之际，若肯留下来，自然是再好不过了。张道玄打断了他的话，态度鲜明：你放心，他已经答应我了。凌晨郑重的点头，只是这人情，身为掌门，张道玄还是有他的顾虑。掌门无需担心，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人情我来还。凌晨运筹帷幄，底气十足，接着又道：等日后宗门熬过这一劫，若无需要，他随时让他走，不需要有任何顾虑。那就好。张道玄满意的点头，随之一脸欣慰的看着他，才几年不见，你已经从当年的弱不禁风的小树苗，长成现在众人需要仰望的参天大树，甚至如今连宗门都要仰仗你。掌门说笑了。凌晨一身洒脱，当即挑起眉头询问：对了，老祖了，这几天我一直在闭关，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他被天剑门的剑神白掌清一剑砍断一条胳膊，然后就逃之夭夭，不知所踪。提及赵无极，张道玄深吸一口气，脸上的神色也陡然变得复杂起来。有些事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我都知道了。凌晨微微颔首。你知道什么了？张道玄满腹狐疑地看了过来。你之所以被蛊虫控制，是因为发现赵无极邪修的秘密，继而在他的授意下，枭雄才偷袭得手。但你有所不知的是，枭雄本就是潜伏在青云宗的卧底，他的终极目的就是彻底掌控青云宗。凌晨直言不讳，这才是你的可贵之处。若非你，我们很难发现他这个卧底，说不定青云宗早就沦陷了。张道玄倍感欣慰地说。事已至此，再说这些都没有意义，不知道掌门接下来有何打算？凌晨朗声问道。白长青野心勃勃，虽然这次借助九幽玄蛇的力量成功赶走了天剑门的余孽，但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迟早还会杀过来。张道玄细细分析，随即深吸一口气道：当务之急得尽快恢复青云剑阵，只能用青云七剑压阵，纵然天剑门再厉害也无法杀进来，只可惜。何为青云七剑？凌晨下意识地问道。青云七剑乃我青云宗开山祖师所炼制的七柄灵器，传说这七柄剑可合而为一，是为仙器，若用来压阵，则可对付炼虚期的高手。张道玄慷慨激昂地说。既如此，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凌晨满脸不解。你有所不知，自开山祖师之后数千年，再也无人可驾驭那七柄剑。张道玄叹了一口气，边说边摇头。竟有这事？凌晨闻言不由得皱起眉头，随即又问：那七柄剑如今在哪？我青云宗有7锋，那七柄剑分别插在7座山峰的山体内，有缘者自可感应，若无缘，即便毁掉这7座山峰，也不可能得到那七柄剑。张道玄言不由衷地说。我在青云宗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事。凌晨感慨万千，这本是青云宗历任掌门口口相传的秘密，你不知道也很正常。张道玄悠悠地说。我不是掌门，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凌晨笑着打趣道。非常时期非常行事，再者你是我青云宗的功臣，只要你愿意，我现在便可将青云宗的掌门之位传给你。张道玄神采飞扬地笑了起来。掌门说笑了，我懒散惯了，而且志不在此。凌晨连忙表明态度，明确拒绝了他。你天赋异禀，魄力过人，要不你去试试看？张道玄双眼放光地盯着凌晨，隐隐有了期待。
凌晨受宠若惊，这可是拯救青云宗的唯一希望。你一旦收复了青云七剑压阵，届时就算剑神白长青来了，也不可能杀进来。张道玄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一般，把所有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凌晨身上。你既然身为掌门，为何不自己试试？凌晨不解地问。你以为我没试过？张道玄苦笑起来，随即自嘲地说，这些年来我无日无夜不想着收服青云七剑，只可惜我天资愚钝，始终都没得到开山祖师的认可。那你怎么知道我就行？凌晨撇了撇嘴，我不知道，但不去试试看，怎么就知道你不行了？张道玄直言道，接着又玩味地说，若你真能收服青云七剑，还会有一份机缘。什么机缘？凌晨下意识地问。与开山祖师一次亲密接触的机会。张道玄语出惊人道，我对男的可没兴趣。凌晨悻悻地说，开山祖师是女的，而且还是他那个时代的第一美女，无数人倾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张道玄直言不讳，莫非她还活着？凌晨接着又问，据说当年渡劫时失败了。张道玄解释说，那怎么跟她亲密接触？这不是扯淡吗？凌晨撇了撇嘴，认为这是过于玄乎，根本就是个噱头。具体怎么亲密接触我是真不知道，但这是青云宗历任掌门口口相传的秘密，应该不是假的，但也只有你得到青云七剑后才知道，没有人能跟你分享这个秘密。张道玄笑意盎然，嗨嗨，我要真是和开山祖师发生点什么，那岂不成了冲师逆徒？凌晨自嘲地笑了起来，但随之又神采奕奕道，但抛开开山祖师不说，我对那青云七剑还挺感兴趣的。如此，那就祝你好运。张道玄一脸期待，我在青云宗也算有些年头了，七峰全都去过，但从未感受到青云七剑的存在。你展开细说，我需要怎么做？凌晨饶有兴致地问，打算当个事办。他对那所谓第一美女的开山祖师并不感兴趣，亲密邂逅什么的也无所谓，但单纯知道青云七剑是不是很锋利，用来刮胡子如何？其实很简单，你去青云七峰上空大喊一声剑来，若那七柄剑回应你了，你则是有缘之人，若没有回应，那就只能作罢。张道玄直言道，就这？凌晨满脸诧异，我第一次听到时也不相信，但这就是事实，就是这么匪夷所思。张道玄一脸玩味，接着又道，说出来你或许不信，我突然冥冥之中有种感觉，这一次青云七剑极有可能出事，看来这个冲师逆徒非我不可了。凌晨心潮澎湃地笑了起来。青云宗上空，山峰呼啸，凌晨孤身至此，下方七峰环山而聚，暗合北斗星象。什么开山祖师还要来个亲密邂逅？这不过是掌门画的大饼，你该不会真信了吧？田梦琪戏谑地调侃起来。你都听到了。凌晨的嘴角微微上扬，他说的那么匪夷所思，简直不堪入耳。田梦琪粉面含春，随之娇嗔地说，不过我分明感觉到你对那开山祖师还抱有期待，可别污蔑我。凌晨迅速表明态度，我单纯是想收服青云七剑，看看那所谓的仙气究竟有多厉害。言罢，他深吸一口气，直接怒吼一声，剑来。凌晨的声音不大，却如同蕴含了某种天地律令，清晰地穿透风声，回荡在青云七峰之间。寂静，只有风声依旧。下方悄悄聚集过来不少弟子，包括青云阁上平安远眺的掌门张道玄，也不由得屏住了呼吸。然而等了许久没有回应，张道玄不禁摇头，看来还是不行。轰隆，他的话音还没落下，突然一声巨响震动整个青云宗，七座主峰同时剧烈震颤。那不是普通的异响，而是沉睡的山魂被唤醒，古老封印被触动的咆哮。几乎同一时间，七道光柱刺破苍穹，搅动漫天风云。光柱之中，七柄形态各异，却都散发出恐怖凌压的古剑，挣脱了山峦的束缚，破岩而出，化作七道惊天长虹，直射天际。剑气冲天，七柄颜色各异的长剑携裹着无上锋芒，如同找到了失落无数年的主人一般，瞬息间便飞至凌晨跟前。咦，竟然真的成了！原本并不抱希望的张道玄看到这一幕时，激动得浑身颤抖，老泪纵横。他深知仙气出世，青云宗有救了。凌晨气定神闲，眉宇间却也有着无法掩饰的激动。在这之前，他对青云七剑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并没有任何非分之想。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竟然还真的召唤出来了。一时间，他看着那一字排开的七柄剑，心潮起伏，却不知所措。就在这时，轰！后山混元洞方向，一股强横无匹的妖气冲天而起，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只见一道白影快如闪电，瞬间出现在半空，正是化蛇成蛟的白夭夭。他风华绝代，身姿妖娆绝世，此刻那双勾魂摄魄的眸子却紧紧盯着凌晨跟前的七柄剑，眼中流露出前所未有的震惊与凝重。青云七剑，白夭夭红唇微起，
一脸的难以置信。传说中青云开山祖师于玄机的佩剑，竟然真的存在，而且认主了。你知道这七柄剑？凌晨狐疑地问道。没吃过猪肉，还能没见过猪跑？白夭夭白了他一眼，同时也再次意识到凌晨的不简单。你收服他们了？是我运气好。凌晨淡然一笑。据说但凡收服青云七剑的人，便能跟第一美女于玄机共度春宵。看来你小子艳福不浅啊。白夭夭咯咯笑了起来。不对，这是青云宗历任掌门口口相传的秘密，你怎么会知道？凌晨皱起眉头，一脸警觉地问道。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还有，男人的嘴没有任何秘密可言。白夭夭戏谑地笑了起来，随即又补充道，你快将这七柄剑合体试试，我倒是要看看那传说中的第一美女于玄机究竟能有多漂亮。抱歉，你怕是没有机会看到了。凌晨傲然笑了起来。哼，想吃独食？那我今天还偏要看看。白夭夭傲娇的冷哼一声，那化神境后期的修为立刻赴约而来，企图缠住凌晨。但下一刻让他瞠目结舌的是，凌晨竟凭空消失在原地。不仅是他，不远处看到这一幕的掌门张道玄等人也瞠目结舌，连忙四下寻找。遗憾的是，凌晨早已回到混沌鼎中，又岂是他们所能找到的？独立的空间中，凌晨带着青云七剑从容归来。青云七剑是真的。被折腾3天的田梦琪正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这么说来，那开山祖师于玄机也是真。虽然还没能彻底收服他们，但我能感觉到这里面有7股强大的魂力在波动。凌晨怦然心动，也不禁期待起来。嘻嘻，他们看不到的竞技画面，我却可现场围观。你快练化试试。田梦琪抿嘴笑了起来，那幸灾乐祸的模样，仿佛唯恐天下不乱，你的男人要跟另一个女人修炼，你就不吃醋？凌晨狐疑地问。这有什么好吃醋的？反正你从来都不是我一个人的男人。真要吃醋，那也该柳芙鸾、灵儿师姐他们先吃醋，反正我也是捡了便宜。田梦琪撇了撇嘴，一脸的不以为然。你可真豁达。凌晨悻悻道。你快让他们合体，我想见见那位美女姐姐。田梦琪兴致勃勃道。凌晨也不废话，当即微微闭上双眼。刹那间，青云七剑以他为中心缓缓旋转，速度越来越快，彼此之间的距离却不断在缩小。就是现在，合体！凌晨眼中厉芒一闪，浑身的星辰之力骤然爆发。轰！七柄剑体碰撞的瞬间，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强行糅合在一起，随之一柄带着丝丝缕缕的仙灵之气亘古长剑缓缓现世成功了。凌晨狂喜万分，可就在这时，一股浩瀚的恐怖吸力突然从那柄刚融合的仙剑上爆发开来。这股力量之恐怖，以至于连混沌鼎的空间都为之凝滞了一瞬。什么？异变骤起，凌晨甚至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突然仿佛被一只无形而庞大的巨鲸吞噬，瞬间从混沌鼎内消失得无影无踪。须臾间，他来到一方陌生的空间中，眼前一片混沌，脚下是看不到边际的灰色云海，头顶是深邃无垠、不见星辰的暗紫色苍穹，没有方向，没有声音，这是呢？莫非？凌晨迅速稳住心神，9世轮回的经历让他处变不惊，这里是青云七剑的剑意空间。就在这时，前方的迷雾如同拥有生命般缓缓向两侧分开，随后一道身影从迷雾深处莲步轻移款款而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双精致的玉足，纤细玲珑，视线往上便是修长笔直的双腿，紧致而匀称。继续往上看，凌晨的呼吸不由得一滞。只见对面风华绝代的女子，肩若削成，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虬蛴，齿如护膝，禽首峨眉，却身无片缕。那女子站在凌晨身前3丈之外，凹凸有致的唯美动体沐浴在神秘空间独有的微光中，一双暗藏星河的眸子静静地注视着，身上自然散发出一种凌驾于众生之上的神圣气质。四目相对的刹那，凌晨心中瞬间如惊雷炸响。不需要任何介绍，那足以颠倒众生的绝世风华与无上威仪，再加上张道玄曾经的描述，这赤身而来的女子正是青云宗开山祖师于玄机。你终于来了。于玄机朱唇轻启，笑靥如花。你？凌晨满腹狐疑，在等我。纵然历经9世轮回阅女无数，可看到身无片缕的于玄机时，他还是一头雾水，不明白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守得云开见月明，我在等一个有缘之人，幸而终于让我等到了。于玄机身形轻盈，竟凌空围绕着他飘了起来，目睹此景的凌晨虎躯一震。直到这一次，他才发现眼前的于玄机并非肉身，而是一道元神。你的肉身在哪？凌晨下意识地询问。当年我渡劫失败后，打算冰解为散仙，可没想到我的肉身遭人垂涎，竟被窃走。关键时刻，我以七魄控制青云七剑，诛杀了那贼子，但也因此元气大伤，使得我的七魄被困在这7柄剑身之中。于玄机娓娓道来，仿佛当年的场景历历在目。
凌晨顿时恍然大悟，瞬间明了。所以，刚才当青云七剑合为一体时，七魄归位，你的元神也得以重新回归完整。但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我希望你能帮我找到肉身。于玄机突然靠近，近到两人快要融为一体。为什么是我？凌晨处变不惊。青云七剑合体后是仙气，却不是每个人都能驾驭的。青云宗历任这么多掌门，只有你在仙气的威压下心神不惊。于玄机一脸欣赏地看着他，这就是缘分。我为什么要帮你？凌晨接着又问。事成之后，我就是你的。于玄机满脸羞涩地说。你把自己当作交易的筹码。凌晨挑起眉头，总觉得这是有些不可思议，也不应该是于玄机这种渡劫期大佬该做出的妥协。我没有选择，如今我想活下去，你是我唯一的希望。于玄机轻轻叹了一口气，有些言不由衷。此话怎讲？凌晨继续追问。就算接下来能顺利找到我的肉身，并且成功让形神合一，但也必须得借助你的精气神才能让我苏醒。于玄机轻声细语，一脸娇羞道。换句话来说，我们必须得合体。不对，既然你渡劫失败选择冰解，肉身应该毁掉才对，可这都几千余年了，你的肉身却还能得以保留，这不天方夜谭吗？凌晨直言不讳，哪怕以他9世轮回的目光来看，也根本理解不了。我的肉身被封印在轮回珠中，那里面的本源之力可冻结时空，可确保肉身不腐不灭。于玄机悠悠地说。轮回珠在哪？凌晨接着又问。这个我暂时也不清楚。于玄机一脸无辜。那你这就是白嫖吗？所有的一切都等着我来帮你实现。你怎么就这么笃定我一定会帮你了？凌晨似笑非笑，根本就不买账。你是我青云宗的弟子，我乃青云宗的开山祖师，你帮我元神归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更何况我都答应你了，以身相许。于玄机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以身相许并不是奖励，而是助你苏醒的条件。凌晨直言不讳。你怎么能这样？于玄机有些崩溃。苦守千年，本以为能重见天日，可没想到玩世不恭的凌晨根本就不按套路出牌，这让他方寸大乱，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即便你是青云宗的开山祖师，我帮你是情分，不帮是本分，但你不能强求于我。凌晨玩味地笑了起来。那你就不怕我杀了你吗？于玄机的声音突然阴沉下来，双眸中闪过一抹厉色。怎么想对我用强？你最好可掂量清楚了。凌晨讥讽道，一脸的不屑。话音未落，青云七剑骤然闪现，剑尖全都直指凌晨，铮铮作响。于玄机很满意青云七剑的表现，随之一脸倨傲地说，这里是我的剑意空间，只要我愿意，青云七剑随时都可以杀了你，大不了我再等下一个有缘人。你确定要杀我？凌晨冷笑起来，眉宇间一脸的不屑。杀人并非我的本意，但若不能为我所用，那就只能去死了。于玄机紧咬着嘴唇，态度尤为强势，咄咄逼人。我就在这，你不妨试试，看这青云七剑究竟能不能杀死我。凌晨负手而立，身上气息外放，毫无惧色。对面于玄机脸色尤为复杂，他深知如今的自己不过是无根之木罢了，想仅凭一道元神来威胁凌晨，终究是痴人说梦。所以面对一脸挑衅的凌晨，他最终还是收起了青云七剑，随即直接蹲下身子，双手抱着头，委屈地哭了起来。你这是干什么？仓促间，凌晨有些手足无措。我可没欺负你。上一秒还剑拔弩张，下一秒却泪流满面，让人心疼。于玄机终于发现了凌晨的弱点，索性放肆的大声哭了起来。女人掉眼泪的那一刻，男人就错了。面对那哭得越来越伤心的于玄机，凌晨终是于心不忍，当即硬着头皮走到他跟前说，嘿嘿，那什么，我答应你，等出去后我会试着帮你找到肉身，尽可能的让你元神归位，再度重生。于玄机不为所动，哭声却更加撕心裂肺。你别哭了，有话好好说，我答应你当个事来办，马上就帮你打听轮回珠的下落。凌晨许诺道。你们男人说话，一个唾沫一个钉，可不许骗人。于玄机突然起身，甚至还伸出小手指要跟他拉钩。你没哭？凌晨突然有种被骗的感觉。那我现在就哭给你看了。于玄机立刻红着眼睛，渲然欲泣。哭对女人来说算什么？挤挤眼就行。行啦，我马上就出去替你寻找肉身。凌晨摆了摆手，但随之又一脸意味深长地说，你该庆幸刚才没有下杀手，否则你会很惨的。我也没想到曾经堂堂青云宗的开山祖师竟需要以这种方式来求得重生。于玄机自嘲道，你别觉得委屈，这就是生存之道。凌晨一针见血，所以拜托了于玄机一脸期待。凌晨也不废话，当即首先炼化青云七剑，让他们彻底臣服，
确保于玄机再也无法威胁到自己。3天后，他这才走出剑意空间，回到混沌鼎中。你可算是回来了。再度相见，田梦琪一脸感慨道：“这么想我？”凌晨笑着打趣：“这3天你去哪？似乎没有出去，可混沌鼎内根本就找不到你。”田梦琪抱着他的手臂，忧心忡忡地询问：“于玄机的剑意空间里面。”凌晨言简意赅：“啊，这么说来，你真看到曾经的第一美女了？”田梦琪一脸的不可思议，随之又恍然大悟地说：“难怪你足足3天不出来，被他伺候的可好，新鲜感真是个好东西。醉生梦死了吧？你想哪去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凌晨微微耸肩，一脸无语。男人都有不孕期，你都折腾3天了，如果还能证明自己的话，那我就相信你。田梦琪咯咯笑了起来。怎么证明？凌晨一头雾水。田梦琪一脸妩媚地笑了笑，直接蹲了下来。3炷香后，凌晨走出了混沌鼎。先前叶灵儿离开时，他曾许诺驰援太乙门，如今既已出关，自当履行承诺。不过在此之前，他先一步来到青云阁。且说掌门张道玄经过这几天的休养后，精神饱满，跟之前垂垂欲死的模样判若两人，甚至就连迟迟没能突破的修为也有了在突破的迹象。此刻注意到凌晨正大步流星地走过来时，他连忙起身上前，神采飞扬地问道：“如何？那青云七剑可曾收服？”凌晨微微颔首，算是默认了。张道玄见状大喜，顿时激动得语无伦次道：“哈哈，如此一来，青云剑阵可全力催动，届时即便剑神百掌青青灵，也不见得能撼青云宗分毫。”凌晨对这些根本就不感兴趣，一番附和后，他话锋一转问道：“可有太乙门的下落？”太乙门？张道玄挑起眉头，脸色瞬间阴沉下来。我3天前得到消息，太乙门和天剑门以和亲的方式结盟了。和亲？好小众的词。凌晨满脸错愕，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我刚听到时也觉得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如此。张道玄肯定地点头，接着又道：“听说太乙门的圣女是传说中极为罕见的大周天星辰体，若与其双修，修炼的速度能1日千里。太乙门将期许配起剑神白掌青的孙子白浩然，自此2大门派结盟，永世结好。”什么？凌晨顿时如遭雷击。太乙门与之结盟确实令人气愤，但你也不至于这么大的反应。张道玄满脸不解道：“那太乙门的道侣是不是叫叶灵儿？”凌晨紧皱着眉头，握紧双拳，浑身杀意沸腾。好像是。张道玄微微颔首，随之又补充道：“他这些年一直潜伏在合欢宗，你应该跟他认识。”他是我的道侣。凌晨脱口而出。什么？张道玄大吃一惊，似乎这才明白他刚才为什么这么大的反应。太乙门的圣女叶灵儿是你的道侣？天剑门欺人太甚。凌晨须发皆张，怒不可遏道：“如果他真是你的道侣，那可就糟糕了。”张道玄深吸一口气，脸色深沉道：“根据我目前所掌握的消息来看，白掌青和太乙门明天将在天剑门举行结盟仪式，届时叶灵儿和白浩然会在众人的见证下结为道侣。是可忍，孰不可忍？”凌晨双目赤红，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不行，我得连夜去一趟天剑门。怎么，你想去抢亲？张道玄脸色大变，一脸的不安。叶灵儿和我结为道侣在先，岂可再跟白浩然结为道侣？虽然这是一个弱肉强食、强者为尊的世界，但我凌晨的道侣也是他们能染指的。凌晨身上灵气暴涨，战意十足。我理解你此刻的心情，但剑神白掌青可是炼虚期的修为，更何况我青云宗才遭洗劫，根本就无力跟他们抗衡。张道玄满脸苦涩，甚至有些言不由衷。掌门，这是我的私事，跟青云宗无关。你放心，我绝不会拖累宗门。凌晨许诺道。怎么？难道在你心里，我张道玄是这般怕受牵连、背信弃义之人？张道玄的情绪一下子升腾起来，继续慷慨激昂道：“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更是接二连三拯救青云宗。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更是整个青云宗的事。你真是这样想的？”凌晨脸色动容地看了过来。你若决定晚上去天剑门抢亲，我这就调集青云宗所有高手随你走一趟，哪怕是死，也要让天剑门知道。张道玄红着眼睛，铮铮铁骨道：“龙有逆鳞，触之必死。有你这句话，我就彻底没后顾之忧。但此番抢亲并非比拼实力，去的人越少越好。好意我心领了，我一个人去便好。”凌晨满脸欣慰地说。那可不行，你一个人去风险太大。张道玄一脸放心不下。我有帮手。凌晨自信地说，随之话锋一转道：“掌门，我有件事，你必须得尽快帮我完成，这关系到我抢亲成功后能否活下去。”什么事？你尽管说。张道玄赶紧询问。青云剑阵，我需要你在1天之内，务必要将青云剑阵布设完成。凌晨掷地有声道。
张道玄心领神会，瞬间秒懂，当即许诺道：“这个你尽管放心，我马上就组织人手，加速布设阵法，保证不拖你的后腿。如此，那我就了无牵挂，可放心的去抢亲了。”凌晨欣慰的点头，虽然我的伤还没彻底痊愈，可好歹也是结丹后期的修为，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有我在你身边，多少能帮到你。张道玄精神抖擞道：“不行，青云宗可以没有我，但绝对不能没有你。”凌晨断然拒绝，随即又自信十足地说：“放心吧，掌门，我星夜前行，绝不会有事。更何况我也不是真的没有帮手。”再三叮嘱后，他从容离开。不过凌晨并没直接离开，而是径直前往混元洞。如有可能，他打算把白夭夭这个顶级 BOSS 带上。哟，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混元洞正在闭关修炼的白夭夭猛地睁开双眼，笑盈盈地打趣道：“住在这里可还习惯？”凌晨关切地问：“还不错。”白夭夭媚眼如丝地望了过来，一脸期待地说：“就是有些寂寞，要不你留下来陪陪我，保证不让你失望。”“嘿嘿，我今晚来找你是有事相商。”凌晨深吸一口气，准备摊牌。“哼，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白夭夭不忿地冷哼一声，随之表明态度道：“不过事先的说清楚，我只答应你留下来镇守青云宗，青云宗之外的事情，我可没义务出手。”“也对，这事于你而言的确是个不小的挑战，就算你亲自出手，也未必能成，你就当我没来过。”凌晨也不死缠烂打，而是故意使用激将法，当即转身就要离开。“等等，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白夭夭赶紧叫住他，以他千余年的阅历，自然知道这是激将法，但他更想知道凌晨所谓的挑战究竟是什么。“我打算去天剑门救人，期间有可能会遇到剑神白长青，听说那厮已经是炼虚期的修为，而你只有化神境，两者之间可是差着一个大境界。”凌晨娓娓道来，随即不抱希望地说：“算了，这事我还是找别人帮忙吧。”“什么？你要去天剑门找白长青？”白夭夭神色一凛，顿时双眼金光爆射。“主要是救人。”凌晨言简意赅：“小子，我知道你这是用激将法，不过嘛，我听说那白长青一表人才，剑法独步天下，我早就想会会他。”白夭夭从容地站了起来，那两坨雪白尤为晃眼。“这么说来，你答应了？”凌晨大喜，没想到竟会如此顺利。“我跟你走一趟也不是不行，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情。”白夭夭围绕着他走了一圈，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别说答应你一件事，只要能把人救出来，答应你10件事又何妨？”凌晨心花怒放地说：“你先别答应得太早。”白夭夭伸出纤纤玉指，在他胸口画圈圈，随即一脸垂涎地说：“事成之后，你得跟我双修，我要体验一下真正成为女人后的快乐。”啊！凌晨顿时不知所措。“就这，你要是不答应的话，这一趟天剑门我是不会去的。”白夭夭态度鲜明地说。时间紧迫，凌晨根本就没有讨价还价的底牌。再者，只要不介意白夭夭是九幽玄蛇的事实，他不能说有多漂亮，就算是千人千面的阎罗妹，也没有那么大的灯。先答应下来，救人要紧。天剑门坐落于剑脊山脉，这里群山如剑刃般锋利，山体陡峭，岩石裸露，寸草不生，唯有无尽剑气纵横其间，形成天然屏障。其主锋天剑，锋形如一柄倒插的巨剑，直指苍穹，山势险峻，终年云雾缭绕。此刻，凌晨和白夭夭两人在夜色的掩饰下，悄无声息地来到天剑峰附近。然而，就在凌晨欲继续行进时，紧随其后的白夭夭一把拉住他的手臂。再往前就是天剑门的护山大阵七杀剑阵，此剑阵由7座剑塔组成，可凝聚剑气化龙，炼虚7下皆可斩杀。白夭夭轻声提醒道：“看来你对天剑门挺了解的嘛？莫非之前来过？”凌晨笑着询问：“岂止来过？”白夭夭深吸一口气，略微感慨地说：“当年那白长青企图收我为灵宠，用来镇压天剑门的气运，只可惜他最终还是没能留下我。看来你对他怨念颇深。”凌晨看出了他眼底一闪而逝的杀气。当年被他带回天剑门时，本来我还觉得他人怪好的，帅气值得信赖，可我没想到他竟企图挖出我的蛇丹来修炼。于是当晚我一把火烧了天剑门，随后就趁机溜走了。白夭夭愤愤不平道：“他如果看到你现在这副模样，怕是肠子都悔青了。”凌晨笑着打趣起来：“你该不会以为他会沉溺于儿女情长吧？”白夭夭撇了撇嘴，随即语出惊人道：“据我所知，他的道侣被他亲手斩杀。”“竟有这事？”凌晨神色一凛，是不是觉得很匪夷所思？他是那种追求极致剑道的人，都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成就炼虚期的修为，在剑道上的造诣更是亘古烁今，无与伦比。白夭夭一脸敬畏地说：“既如此，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凌晨倍感意外地问道：“那是因为你开的条件我无法拒绝，可别忘记答应过我的事情，
等事成之后，你就得与我双修。白夭夭傲娇的双手叉腰，一脸妩媚的笑了起来。凌晨一阵头大，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你答应他什么了？就在这时，田梦琪的声音突然在脑海中响了起来。她想成为真正的女人。凌晨面露尴尬，她不已经是女人吗？还要怎么成为真正的女人？田梦琪歪着头，一脸困惑，满腹狐疑。严格意义上来说，她现在是个黄花闺女，破身之前都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女人。她想要的是想感受成为女人后的那份快乐，可懂？凌晨耐心解释道。所以你打算玩蛇？田梦琪抿嘴笑了起来。偶尔换换口味也没什么不好的。凌晨撇了撇嘴，懒得解释。一旁白夭夭正在研究如何破解七杀剑阵而不惊动天剑门的高手，他可不认为凌晨这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有能力破解。但下一刻，还没等他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凌晨竟堂而皇之地走了进去那号称炼虚期之下皆可斩杀的七杀剑阵，竟形同虚设。这你是怎么做到的？白夭夭心头巨震，顿时惊为天人。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七杀剑阵而已，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凌晨玩世不恭地笑了起来，并主动伸出右手，示意他牵着自己。白夭夭一脸懵逼，但还是下意识地牵了过去。随着凌晨用力轻轻一拉，他的身体仿佛也穿过某种透明壁障，竟也不费吹灰之力进入其中。这怎么可能？白夭夭回头望去，他数千年来的阅历在这一刻被彻底颠覆，凌晨的手段也再次刷新了他的认知。不过雕虫小技而已。凌晨头也不回，径直朝前走去。等等！白夭夭赶紧追了上去，声音急切地询问：你还没告诉我，此番夜闯天剑门所救的究竟是何人？太乙门的圣女叶灵儿。凌晨言简意赅，她是太乙门的圣女，而你是青云宗的弟子，两者八竿子打不着，没事救她干什么？白夭夭愈发困惑地问道。我既然肯来，自然有救她的道理。凌晨眼神坚定地说，随即话锋一转问道：你对这天剑门的布局可了解？别的我不知道，天剑峰上面那座阁楼叫天剑阁，通体以玄黑云铁铸成，檐角如剑锋，殿内供奉宗门至宝太虚剑印，为剑神白掌卿闭关之地。白夭夭抬头看去，眼神在这一刻变得复杂起来。我们不能像无头苍一样找下去，得抓个天剑宗的弟子来问问才行。凌晨冷静地说。这有何难？你在这等着，我去就来。白夭夭一脸傲娇地说。话音未落，他便消失在原地，不见了踪影。几个呼吸后，他便带着一个年轻的弟子如幽灵般赶了过来。刚才出手重了些，把他打晕了，不碍事吧？无妨。凌晨应了一句。下一刻，他那充斥着浓郁灵气的右手精准按照在那年轻人的脑袋上，顿时那强大的神识疯狂搜索他的狐疑。片刻后，当凌晨主动停下来时，白夭夭瞠目结舌地询问：这是搜魂术？想尽快了解天剑宗，就只能施展这等法术了。凌晨微微颔首，我想知道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白夭夭一脸敬畏，凌晨那层出不穷的手段完全超乎想象。我会的只是皮毛而已。凌晨谦虚地笑了起来，随即将那昏迷不醒的年轻人放倒在地。把他杀了吧，免得暴露行踪。白夭夭瞥了一眼年轻人，当即就要动手。他是无辜的，而且我顺手抹掉他今晚所有的记忆，不碍事。凌晨一念仁慈之下，拉着白夭夭就走。找到人了？白夭夭柔声询问。他被白掌卿关押在藏剑谷里面，四周有八荒剑阵镇守，他出不来，我们也进不去。凌晨如实相告。藏剑谷？白夭夭神色一凛，悠悠地说，那里也被称为剑冢，可是天剑门的禁地，如今又有八荒剑阵镇守，看来你今晚想把人带走没那么容易。事在人为，我凌晨要做的事，就算是白掌卿亲自出手，也不见得能拦下来。凌晨霸气地叫嚣道。那厮可是炼虚期的修为，你哪来的自信跟他叫板？白夭夭悻悻地说。不过儿，凌晨满不在乎地笑了起来。他历经9世轮回，什么样的天纵奇才没见过？诸如白掌卿这等炼虚期的剑道高手，在凌晨无数万年的阅历中，根本就不值得一提。有了明确的目标后，两人一路风驰电掣，很快就来到藏剑谷。既为禁地，守卫自然森严，但凌晨丝毫不慌。他首先让白夭夭引开众人，他则如幽灵般潜入禁地，并成功进入藏剑谷。山谷凹陷如剑鞘，终年雾气缭绕，谷底插满历代弟子器剑，形成剑冢。此方剑灵游荡，唯有剑心通明者方可入内取剑。凌晨进来后，目标明确，直奔八荒剑阵所在的方向而去。但走着走着，他便察觉到有些不对劲，总感觉在他看不到的地方，有一双阴邪的眼睛正死死盯着自己，而且杀气逼人。你怎么了？见势不妙，田梦琪赶紧询问起来。我好像被盯上了。凌晨脱口而出。不会吧？
田梦琪立刻警觉起来，言辞恳切地说：“你这一路上我都注意看着，根本就没有人发现你，会不会是你的错觉？”凌晨还想说些什么，但就在这时，无数的剑气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并瞬间形成绝对的剑雨。这一刻，凌晨深陷其中，无法脱身。与此同时，剑阵内时间流速减缓，使得他行动受限，如陷泥沼。更糟糕的是，凌晨成为众矢之的，那破空而来的剑气形成密织的剑网，正铺天盖地般横扫而来。咦，这莫非是藏剑谷中的八荒剑阵？你快回来！看到这一幕的田梦琪吓得魂不守舍，心急如焚地催促道。然而凌晨却不为所动。在过去8世的轮回中，他曾有一世将阵法修炼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地，故而根本就没将眼前的八荒剑阵放在眼里，更遑论躲避了。此刻只见他在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的加持下神级走位，几个呼吸后竟轻松摆脱了八荒剑阵的束缚，重获自由。这可是天剑门的境地，你却如入无人之境，甚至连八荒剑阵都奈何不了你。目睹整个过程的田梦琪大为震撼，却也更加困惑。我怎么发现越来越不了解你了呢？凌晨没有解释，因为他此刻已经发现了叶灵儿的气息。前方不远处是一片竹林，竹林深处则有几间小竹屋，而此刻在其中的一间小竹屋中，叶灵儿已被一个年轻男子扑倒在床上，身上的衣服扯得七零八落。虽然他咬牙拼死挣扎，誓死坚守底线，却喘着粗气，面色潮红，眼神也变得迷离起来，已然快要失去最后的信念。小竹屋内，一个气宇不凡的年轻人此刻满脸邪迷之色，正是剑神白长青的嫡系孙子白浩然。虽然明天就要正式跟太乙门圣女叶灵儿结为道侣，但他一晚上都等不了，于是他暗中让叶灵儿服下七情焚心丹，准备今晚就来尝尝鲜。嘿嘿，小美人，现在是不是浑身燥热，酸软无力，迫不及待的需要我来填满你的空虚？我这就来了。白浩然一脸垂涎的看着，那贪婪的眼神宛如看着待宰割的羔羊一般。快滚开，若敢碰我这就死给你看。叶灵儿娇喘连连，却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不仅如此，他这看似义正辞严的警告，非但没有任何威胁，反倒像是对白浩然的鼓励，让他再也按捺不住的扑了上来。你明天就是我白浩然名正言顺的妻子，现在装什么清纯？还有，可别忘了，你是太乙门联姻的礼物，我若得不到你，整个太乙门都将跟着一起遭殃。白浩然轻蔑地笑了起来。是太乙门算计了我早就有道侣。叶灵儿掷地有声道。难道？白浩然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你不是第一次，我的第一次早就交给心爱之人，你算什么东西？叶灵儿讥讽道，似乎有意刺激他。哼，老子本想好好联系你，既然你早就被人喝了头疼，那就别怪我不把你当人了。白浩然突然有种头顶一片大草原的感觉，脸色很难看。我倒是要看看，你这大周天星辰体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话音未落，他猛地撕开叶灵儿最外层的衣服，随即粗暴地俯下身子。别碰我！叶灵儿无能狂怒，近乎崩溃。他深知这里是天剑门的绝对禁地，即便喊破嗓子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既如此，为了守住清白，那便只能去死了。然而不等他来得及行动，白浩然一眼识破其想法，立刻玩味地嘲讽起来。想死？你该不会以为死了我就会放过你吧？你若真敢死，我马上就扒光你的衣服，把你吊在天剑门的大门口，让每个人都能看清你。哈哈，你无耻！叶灵儿满脸屈辱，呼吸却越来越急促。我男人是绝对不会放过你。你男人在哪？哈哈，他若见到我也不自愧不如的，只有我才能给你幸福。白浩然玩世不恭，出手愈发粗暴。但就在这时，一道凌厉的剑气突然横扫而来，竟拦腰将小竹屋的屋顶掀翻。紧接着又一道剑气锁定了白浩然身上的气息，在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的加持之下，裹挟着狂暴的杀戮戾气，闪电般刺了过去。咻咻，砰！咦，不好！异变陡起，白浩然心中暗呼不妙。嗅到死亡气息正在迅速逼近的他，哪里还敢迟疑，立刻舍弃叶灵儿狂退，生怕万劫不复。趁此机会，凌晨宛如幽灵般抵近叶灵儿跟前，迅速帮他整理好衣服，并一脸心疼地看着他说：抱歉，我来晚了。叶灵儿瞪大双眼，一脸的匪夷所思，泪水却不受控制地流淌下来，说不清是喜极而泣还是委屈，但他做梦都不敢想，关键时刻凌晨竟真的能杀到天剑门境的救下自己。我这不是在做梦吧？真的是你？你是来救我的？叶灵儿泪如泉涌，娇躯微微颤抖。不会有事了，接下来你只管安心休养，其他的一切都交给我。凌晨轻轻拭去他脸上的泪痕，心疼之余，身上的杀气疯狂飙升。身后白浩然好不容易才摆脱那道剑气的威胁，
当他意识到竟有人敢擅闯天剑门进地藏剑谷，甚至还胆敢破坏自己的好事时，他立刻双目赤红，浑身杀意沸腾。小子，你可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竟敢擅长藏剑谷！我不管你是谁，今天唯有一死！白浩然怒剑相向，张狂地叫嚣起来。凌晨也不废话，当面将叶灵儿收进到混沌鼎中，交由田梦琪照顾，然后这才转身看去。你就是见神白长青的孙子白浩然。凌晨眯着双眼，那冰冷的眼神宛如看着一具没有温度的尸体一般。是又如何？倒是你竟如此不知天高地厚，你究竟是谁？白浩然手中的剑铮铮作响，咄咄逼人地质问道：我他妈是你爷爷？凌晨满腔义愤，一心只想杀人，哪怕这里是天剑门的禁地。对面白浩然有些懵了，他实在想不明白凌晨究竟是什么身份，来到天剑门撒野也就算了，竟然还敢在禁地藏剑谷中大打出手。要知道那无处不在的八荒剑阵可杀人于无形之中，这是纯纯找死。但很快他便意识到不对劲，就在凌晨出手的瞬间，那本该激活的八荒剑阵仿佛失灵了一般，竟无动于衷。怎么会这样？八荒剑阵了！白浩然诚惶诚恐，似乎这才意识到凌晨的不简单，立刻挥剑迎了上去。我不管你是谁，只要敢在我天剑门撒野，都该死！针尖对麦芒，两人都抱着必杀的决心，不顾一切地恶战在一起。身为剑神白长青的孙子，刚刚不过5项之年的白浩然天赋异禀，一身剑法出神入化，即便在偌大的天剑门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存在。除此之外，他的修为也真至结丹境，乃年轻一辈的翘楚。也正因为如此，他从始至终都没将凌晨放在眼里，认为能轻易碾杀他。然而绝对的实力之下，白浩然很快就被惊艳到了。无论他的剑法有多么惊世骇俗，攻击有多么凌厉凶残，凌晨始终都能闲庭信步，轻易化解。更让他不寒而栗的是，当凌晨瞅准机会狠狠一剑反刺而来时，白浩然却吃惊地发现他竟无法躲避。不对，这速度，快走！千钧一发之际，他人剑合一，这才险之又险避开那致命的一剑，可胸口上的衣服还是被锋利的剑芒划破，吓得他连退数步。我想起来了，你是青云宗的弟子，这些年都在合欢宗当卧底，叫凌晨，可对？白浩然的脸色阴沉如铁，目露凶光地逼问道。现在你可以瞑目了，受死吧！凌晨早已动了杀心，眼见身份暴露，他索性不再藏着掖着，立刻毫无保留地施展九阴九阳。与此同时，为了以防不测，他还暗中催动混沌鼎，确保能立于不败之地。咻咻，高手对决，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更遑论筑基2重天和结丹境虽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单从实力上来说，白浩然不愧是白长青引以为傲的嫡系孙子，其战斗力令人惊艳。但历经9世轮回的凌晨明显更胜一筹，哪怕单纯比拼剑法，他也是稳稳地压白浩然一头。更遑论在3大至尊法则的加持下，他完全是超脱天地的存在，白浩然甚至连他的影子都捕捉不到。砰砰啊！几个回合下来后，白浩然身上千疮百孔，到处都是触目惊心的剑伤。就在凌晨瞅准机会准备痛下杀手时，不远处听到动静的天剑门弟子立刻如潮水般汹涌而来，很快就将藏剑谷围得水泄不通。不能恋战，可别忘了你是为了救灵儿姐姐才来的，如今人已成功救下，该即刻离开。田梦琪见状，立刻心急如焚地催促道。凌晨深以为然，主打一个听劝。于是下一刻，他一剑逼退白浩然，随之化为一道流光，消失在藏剑谷中。不行，灵儿姐姐已经彻底控制不住了，你快回来救火！混沌鼎内，田梦琪被叶灵儿如八爪鱼般缠住，立刻呼吸急促，连声求饶。大敌当前，我现在回不来，看你的了。凌晨回应道。我是女的。田梦琪气得无语。这是凌晨邪魅一笑，戏谑道，不是有手就行的吗？藏剑谷中，随着白浩然的一声怒吼，暴露身份的凌晨瞬间遭到追杀。与此同时，那杀人于无形的八荒剑阵也被强行激活，顿时那无孔不入的剑气在山谷中纵横肆虐，杀气滔天。凌晨从容应对，见惯了大风大浪的他，在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的加持下游刃有余，丝毫不慌，一路所向披靡。眼看着途经剑冢将要杀出藏剑谷时，本无心逗留的他突然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剑意，使得他下意识地停了下来。快走呀，后面那么多人在追你，现在可不是磨蹭的时候。田梦琪时刻关注外面的动向，此刻见驻足而立，立刻忧心如焚地催促起来。我感受到有剑灵存在。凌晨脱口而出。什么意思？田梦琪赶紧追问。这里或许有神剑与我有缘。凌晨眼中金光暴涨。你可想清楚了，前有强敌后有追兵，
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你确定还要在这里带走一柄剑？田梦琪提醒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都自己送上门来了，我岂有不取之理？凌晨傲然一笑，当即调转方向，径直朝那插满无名神剑的剑冢腹地而去。身后那一众御剑追杀的天剑门弟子顿时全都慌了神。不好，他要擅闯剑冢，快拦下他，绝对不能让这小子前往剑冢撒野。一时间杀喊声四起。不仅如此，在八荒剑阵的横扫之下，剑冢中那些竖插在地的无主剑体一柄柄仿佛都得到了召唤一般，接连冲天而起，形成横扫一切的剑光洪流，神挡杀神，佛挡杀佛。这下可闹大了，即便白长青想不知道都难。田梦琪被凌晨闹出来的动静吓得脸色惨白，心悸不已。你在害怕什么？凌晨玩世不恭地笑了起来，丝毫不惧。倘若白长青亲自出手，你再想全身而退可就难了。田梦琪直言不讳。那可不见得。凌晨傲然一笑，铮铮铁骨地说，我就是要让天下人都知道，叶灵儿是我凌晨的女人，谁要敢碰她，我就跟她玩命，不死不休。田梦琪突然愣住不说话，凌晨则又连忙补充道，不仅是鸾儿和灵儿，若有一天你也身陷此境，我照样会不惜一切代价救你，哪怕与天下人为敌也在所不惜。说话时，他已来到一处山洞前，洞口旁龙飞凤舞写着剑虚2个大字。眼见凌晨毫不犹豫地进入剑虚之中，身后尾随的那一众天剑门高手直接破大防。如果说藏剑谷是天剑门的禁地，那么眼前的剑虚则是藏剑谷的禁地，是禁地中的禁地。剑虚中藏剑无数，皆是灵气、仙气级别的存在，甚至还有传说中的神器。洞口处有禁制守护，触之必死。可令人啧舌的是，凌晨孤身如入无人之境，竟丝滑地进入其中，不见踪影。后面追上来的天剑门高手一番迟疑后也妄图杀进去，可刚触碰到禁制，下一刻便被无形的剑气斩杀当场，死伤无数。就在这时，白浩然追了上来。见状，一众弟子心急如焚道，少主，那厮进入剑虚中了，那还等什么？快进去，务必要抓住他。白浩然双目赤红，浑身杀意暴涨。可是这里有剑神亲自布设的杀阵，除非剑神和掌门亲临，我们若擅闯，当先那人面露难色，指着跟前数具尸体道，他们就是下场。既如此，那凌晨是如何进去的？白浩然手中的剑微微颤鸣，心有不甘的追问。那小子身手了得，别说眼前的禁制，就连藏剑谷中的八荒剑阵都奈何不了他。当先的中年人紧皱着眉头如临大敌，接着又说，如今那厮已闯入剑虚，事已至此，非我们所能敌，只能请掌门或是剑神亲自出手，这点小事怎可兴师动众？看我的！白浩然心高气傲，当即便欲进入剑虚。不可！蓦地，一个威严十足的声音如惊雷炸响。不等众人来得及反应，只见一道剑光自天剑锋降临，眨眼间便来到剑虚前，是天剑宗掌门白子昂。见状，藏剑谷众人立刻双手抱拳作揖，毕恭毕敬道：拜见掌门。白浩然一改之前的莽撞，迅速上前，无比虔诚地说：爹，你可算来了，到底是怎么回事？白子昂不怒自威，青云宗弟子凌晨擅闯藏剑谷，企图救出太乙门的圣女叶灵儿，被我发现后无处遁形，此番逃入到剑虚之中。白浩然言简意赅，却是牛头不对马嘴。这剑虚前的禁制乃你爷爷亲手布设的玄天剑壁，是由剑气凝结而成的无形屏障，任何攻击都会被反弹，若强行破阵，剑气会锁定破阵者，瞬间斩杀。白子昂神情傲然，随即又一脸困惑地问道：那小子是如何进去的？他就这么直接走进去了？白浩然一脸茫然地说：走进去。白子昂剑眉横挑，双眸中流露出惊愕的神色，除了我和你爷爷之外，没有人可以轻易进入其中。可事实就是这样。不仅如此，藏剑谷中的八荒剑阵似乎也奈何不了他。白浩然直言不讳，声音却越来越小：竟有这事？哼，我倒是要看看这小子究竟是何方神圣。白子昂大手一甩，当即在众人的见证下，只见他双手打着复杂的手诀，强行在禁制上撕开一道口子，随之从容进入其中。白浩然本也想跟着进去看看，但遗憾的是，老父亲根本就没这个想法，头也不回地进入其中。少主，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中年人轻声询问。还能怎么办？白浩然回头狠狠瞪了一眼，气不打一处来，等着。剑虚里，凌晨从容进入其中。相较于外面而言，这里面的剑相对较少，但随便拿出一柄，都是拥有剑灵的灵剑，亦或是仙剑，其数量之多超乎想象。但就在这时，田梦琪求救的声音再次在脑海中响起：你若再不回来救火，灵儿姐姐可真就内火焚身而死了。这里有剑灵在召唤我，你先帮她一把。凌晨笑着回应。
这不是我一个女人能做的事。田梦琪恼羞成怒，她现在需要阴阳合体，人已经快要不行了。眼见事态将要失去控制，凌晨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只能先回到混沌鼎中浇灭叶灵儿身体中的火，然后再图谋算计。不巧的是，就在凌晨刚回去，一道流光突然闯入剑虚中，赫然是白子昂。他进来后警觉地四下看了一圈，并没有人。起初他还以为凌晨是用某种方式躲起来了，可剑虚就这么大，根本就没有藏身之地，而且里面的剑异柄不少，寻找再三，可谓是掘地三尺，仍一无所获。到最后，白子昂只能悻悻离去。爹，那小子了，是不是已经杀死了？再见面，白浩然神采飞扬地朗声询问。你确定他进去了？白子昂阴沉着脸询问。千真万确。白浩然信誓旦旦，接着又补充说，可不只是我一个人看到，在场的所有人都能证明，那小子的确进入到剑虚禁地中了。里面能找的地方我全都找了个遍，没有人，他并不在里面。白子昂斩钉截铁地说。怎么可能？他会不会是躲起来了？白浩然提出质疑，但很快他又意识到自己说错话，连忙又补充说，爹，我的意思是，那小子阴险狡诈，诡计多端，他肯定还在里面。你想说什么？白子昂紧皱着眉头，一脸不爽。若可以的话，你让我们都进去看看，他肯定就无所遁形。白浩然信誓旦旦道。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是谁都能进去的吗？白子昂怒斥起来。可万一他要是窃走了里面的剑，白浩然不敢说下去。且说凌晨回到混沌鼎中，刚来到叶灵儿身边，还没弄明白是什么情况，他就如八爪章鱼般抱了过来，疯狂索取的同时不断脱衣服。而此刻的他，经过刚才跟田梦琪那么一番折腾后，早已身无片缕，呼吸变得十分急促。一旁田梦琪终于是抽开了身，此刻没有叶灵儿纠缠，他蹲在一旁大口大口喘息着，额头上香汗淋漓，像是做了一件很累的事情，手腕也酸痛不已，累死我了。田梦琪甩了甩手上的水，心潮起伏地说，既然回来了，他就交给你，我去休息了。别呀，一起玩。凌晨忙里偷闲地招呼道。你也不看看外面现在是什么情况，哪还有心情玩？还是先替灵儿姐姐解毒吧，然后再想想该怎么杀出重围。田梦琪粉面含春，媚眼如丝的娇嗔说，这种体验可不是随时都有，错过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凌晨放荡不羁道。说话的同时，那心惊摇荡的叶灵儿竟翻身将他压在身下，然后主动坐了上去。女人虽好，可不能贪杯。在凌晨的一番激烈冲刺之下，约莫半炷香后，七情焚心丹的药性基本上被化解的差不多。凌晨也不敢磨蹭，迅速回到剑虚禁地中。说来也巧，白子昂刚出去，他可不管太多，立刻寻找那道一直在主动召唤自己的剑灵，想看看究竟是什么宝贝。山洞中无主之剑，有的竖插在地，有的斜插在洞壁上，甚至还有的斜插在洞顶之上，少说也有100余柄，并且但凡能入剑虚之剑，几乎全都诞生有剑灵。此刻一路寻找下来，虽然不少无主之剑主动示好，轰鸣不止，但凌晨却无动于衷，根本就看不上眼。眼看着整个剑虚都被仔细找了一遍，也没能感受到那道剑灵，他愣在原地，整个人陷入深深的迷惘之中，不知所措。你怎么了？这么多剑，难道就没有一柄是你看得上的？一直在密切关注外面的田梦琪狐疑地问道。这里的剑都很好，但不是我主动召唤我的那柄剑。凌晨微微摇头。你确定那柄剑一定在这里？会不会是在外面？田梦琪柔声询问。就在这里，而且近在咫尺，不可能出错的。凌晨言之凿凿道。说话的同时，他的目光突然聚焦在剑虚正中央，那柄长足足10米有余且竖插在地的巨剑。在这之前，他一直以为这柄剑看起来夸张之极，应该单纯是用作装饰之用。可眼下，当他凝视这柄巨剑时，却震惊地发现，他一直寻找的剑灵，竟然就在这柄巨剑中。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没想到，我要找的剑近在咫尺。凌晨挑起眉头，开心地笑了起来。在哪？田梦琪精神抖擞，接着又一脸吃惊。你的意思，该不会是这柄巨剑吧？天哪，这柄剑少说也有10米之巨。凌晨笑着上前，没有解释。但下一刻，当他右手按在巨剑的那一刻，原本锈迹斑斑的巨剑突然猛地一颤，随即锋芒四射，无形的剑气更是涤荡了整个剑虚，乃至于藏剑谷，甚至就连那正在天剑阁闭关中的剑神白掌清也猛地睁开双眼。无声剑。凌晨脸色微变，嘴里轻轻念叨着。从接触无声剑的那一刻起，一股惊天地泣鬼神的杀气便弥漫周身。哪怕凌晨历经9世轮回而来，自认为见多识广，可真正感受到那股令人窒息的恐怖杀意时，他还是发自内心的感到惊叹，同时也明白了为什么这柄剑无人能驾驭。若没有坚定的信念、强大的意志、
非但不能驾驭此剑，甚至还有可能遭到反噬，走火入魔。好可怕的杀气！蓦地，当凌晨意识到剑虚中几乎所有的无主之剑在他接触无声剑的刹那不停颤抖时，他迅速收回右手。怎么回事？那些剑，田梦琪瞠目结舌，一脸的不可思议。恐惧，他们都害怕无声剑。凌晨解释道：“不是吧？你这所谓的无声剑，当真有那么厉害？”田梦琪满脸震惊，简直被颠覆了认知。凌晨没有解释，但下一刻，当他暗中施展力量法则，强行拔出无声剑时，地动山摇，偌大的剑虚禁地中像是发生地震一般，不停地摇晃。与此同时，那些无主之剑全都像是得到召唤一般，一个个全都臣服在无声剑前，颤抖不止。这田梦琪惊恐万状，此时此刻，他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内心的震惊。然而，更让他震惊的还在后面。收！随着凌晨的一声怒吼响起，只见那些无主之剑就像是听懂了命令般，竟在瞬息之间，匪夷所思的被混沌鼎收入其中。呀！面对那些突然冲进来的无主之剑，一向安分守己的田梦琪顿时不知所措，继而忧心忡忡道：“这些可都是天剑门的宝贝，你现在把他们全都收走了，若白长青发现了，他会放过你？我不收这些剑，难道他会放过我？”凌晨反问起来。倒也是，田梦琪轻声呢喃：“反正横竖都是死，那我为什么不死得轰轰烈烈？”凌晨玩世不恭地笑了起来，随之又话锋一转道：“再说了，你确定他能杀我？我来这是为了救人，可不是来送死的。”正说话时，一道人影来到剑虚禁地，是天剑门的掌门白子昂。他已来过一趟，把能找的地方全都找了个遍，根本就没有凌晨的影子。就在刚刚，白浩然等人还言之凿凿说凌晨在里面，他不信，因为他只相信自己的判断。可还没等他离开，剑虚禁地便剧烈摇晃起来。待他再回来时，不仅看到了神出鬼没的凌晨，就连剑虚禁地珍藏的那些无主神剑也全都不见了踪影，甚至就连那柄被剑神奉为至宝的无声剑也被凌晨拔出来，紧握在手中。你就是凌晨？四目相对的刹那，白子昂劈头盖脸地质问起来。白掌门，别来无恙。凌晨回头看了一眼，桀骜不驯地笑了起来。不对，我刚才来的时候为什么没看到你？还有，我的剑都去哪了？白子昂惶惶不安，身上的杀气如龙卷风暴般迅速凝聚。说出来你或许不信，这剑虚禁地中的所有无主之剑都跟我有缘，尤其是这柄无声剑，甚合我意。凌晨距离10米之距的无声剑傲然笑了起来。你好大的胆子！白子昂勃然大怒，当即杀意沸腾道：“这里是天剑门的禁地，岂是你撒野的地方？受死！”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双手紧握着长剑，如一道流光般破空而来。双方实力悬殊，白子昂身为天剑门的掌门，其修为早已真至元婴境，一身剑法更是惊世骇俗，斩天灭地。真打起来，哪怕凌晨有混沌鼎护体，10招之内必然惨败。凌晨深谙其理，所以他暗中运转九阴九阳的同时，双手紧握着无声剑，不由分说地劈了过去。轰隆隆，砰！这一剑之下，杀机弥漫。还不等白子昂来得及近身，在无声剑那恐怖的毁灭剑气之下，剑虚禁地竟被匪夷所思地劈成2半，瞬间坍塌。小子，你怎敢！看到这一幕的白子昂破大防，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凌晨唯恐天下不乱，对白子昂的威胁视若无睹，瞬间摧毁剑虚禁地。几乎同一时间，他在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的加持下，以近乎瞬移的速度逃离剑虚禁地，神出鬼没般来到藏剑谷中。此刻，这里早已聚集了无数的天剑门弟子，伺机待发。凌晨仓促间来到这里，无异于羊入狼群。被发现的刹那，那些天剑门的弟子犹如嗷嗷待哺的狼崽，龇牙咧嘴般围路而来。这下完大了！凌晨四周环顾一眼后，心中暗呼不妙。正所谓双拳难敌4手，就算他个人的战斗力再怎么彪悍，可同时面对数百个天剑门高手，还是感到绝望逃。念动间，就在他准备回到混沌鼎中避避风头时，一股狂暴的杀气如核弹般将那一众还没来得及近身的天剑门弟子掀翻在地，顿时死伤无数。关键时刻，九幽玄蛇白夭夭来了。此刻的他犹如天神降临般大杀四方，化神后期的战斗力所向披靡，击无敌手。怎么样，本座没让你失望吧？白夭夭闪电般将凌晨护在身后，2坨肉蛋甚为晃眼。你来的正是时候。凌晨大为宽慰，接着又急声道：不过此地不宜久留，若惊动了剑神白长青，我们再想离开可就难了。想什么了你？他已经来了。白夭夭悻悻道。话音未落，夜空中只见一道白色身影飘然而至，赫然正是传说中的剑神白长青。随着剑神白长青的出现，所有人全都目光虔诚地看了过去。
掌门白子昂更是瞬间抵近跟前，脸色阴沉至极地说：“爹，那小子不仅收服了无声剑，还把禁地中所有的无主之剑全都洗劫一空，最后就连剑须也被他一剑给毁掉了。”白长青脸色微变，双眸中流露出惊艳的神色，目光不由自主地看向凌晨。他是什么身份？青云宗弟子凌晨。白子昂脱口而出。他为何要夜闯天剑门禁地？莫非是冲着无声剑来的？白长青接着又问。我刚才好生打听了一下，他是为了太乙门的圣女叶灵儿而来。白子昂深吸一口气，娓娓道来。听说他和叶灵儿前些年都在合欢宗当卧底，一来二去之间暗生情愫，便私定终生。那叶灵儿何在？白长青古井无波。我感到时人已经不见了。白子昂灰头灰脸地说。竟敢夜闯藏剑谷，不仅能无视八荒剑阵与玄天剑壁的凌厉剑气，更将天剑门镇宗至宝无声剑收入囊中。没想到青云宗竟出了这等人物，这小子倒是有点意思。白长青赞不绝口，言辞间不由得对凌晨刮目相看。爹，明天就是浩然跟叶灵儿结为道侣的大喜日子，绝不能让他把人给带走了，否则我天剑门将沦为天下人的笑话。白子昂眼中闪过一抹厉色。放心，有我在，他们走不了。白长青淡然一笑，好似一切尽在掌控之中。对面凌晨在感受到剑神身上那惊世骇俗的恐怖剑气时，脸色也瞬间变得凝重起来。害怕了吗？白夭夭笑着打趣道。他可是炼虚期的修为，你打得过吗？凌晨戏谑地反问起来。哼，区区炼虚期而已，若当年不是被诅咒所困，我早就突破了，哪会把他放在眼里。白夭夭轻蔑一笑道。半炷香能坚持吗？凌晨开门见山地问。你看不起我？白夭夭一脸傲娇。我只需要半炷香就足够了。凌晨目光深邃地说。你想干什么？白夭夭满脸不解。看他们这阵仗，我们想杀出去几无可能。这天剑门不是以剑法而独步天下吗？既如此，那就让他们见识一下真正剑阵的厉害。凌晨字字铿锵，浑身的灵气也在这一刻疯狂暴涨。你又想玩什么花样？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白夭夭满腹狐疑。看好便是。凌晨胸有成竹。说话的同时，只见他身上的衣袍猎猎作响，手中的无声剑更是金光爆射，剑芒四起。见状，白夭夭也不废话，直接化身为一道流光，直奔剑神白长青而去。四目相对时，白长青一脸冷酷，面无表情，显然还没认出化为人形后的九幽玄蛇白夭夭。但很快，当那股似曾相识的气息油然而起时，白长青虎躯一震。这一刻，他那在看向白夭夭的双眼中流露出吃惊的神色。你是白夭夭？没想到吧？我们又见面了。白夭夭凌空而立，身上的灵气如龙卷风暴般迅速凝聚。你如今竟能化形为人，莫非那诅咒化解了？白长青吃惊地问道。当年你无法做到的事情，自是有人能做到。白夭夭贴脸开大，直接当面嘲讽。你跟那小子是什么关系？白长青接着又问。他是我男人。白夭夭得意地炫耀，随之又补刀说，可比你厉害多了。看你修行不易，如今难得化形，若肯臣服于我，留在天剑门，我可饶你不死，否则那就别怪我辣手无情了。白长青的脸色很难看，身上剑气纵横，随时准备出手。听说你多年未近女色，是不是看上我了？缠我的身子。白夭夭挺了挺身子，戏谑地笑了起来。聒噪！白长青脸色一寒，当即并指成剑，顿时一道逆天剑气冲天而起，直接以风卷残云之势朝白夭夭劈去。嘻嘻，这就恼羞成怒了。一个连自己妻子都能杀的魔头，竟还妄想要我臣服于你，痴人说梦。白夭夭脸色一寒，毫无惧色地迎了上去。这一刻，就在这藏剑谷腹地正在上演巅峰对决。上古凶兽九幽玄蛇以化神后期的修为挑战炼虚初期的剑神白长青，两人出手即杀招。当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轰然碰撞在一起，那惊世骇俗的场面犹如火星撞地球般摧枯拉朽，湮灭一切。成功化蛟后的白夭夭脱胎换骨，实力更是突飞猛进。然而面对誉满天下的剑神时，他还是颇为力不从心，连连败退。尤其是面对白长青那惊天地泣鬼神般的恐怖剑法时，他更是招架不住，身上很快就被凌厉的剑芒所伤，鲜血淋漓，到处一片血肉模糊。修为上一线之差，体现在实力上却是云泥之别。然而这远远不足半炷香的时间，虽然白夭夭并不清楚凌晨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他深知必须得咬牙坚持下去，大敌当前。如今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选择信任。你不是我的对手。一剑过后，白长青傲睨无情地说。急什么？一切不过才刚刚开始而已。白夭夭故作从容地笑了笑，但下一刻，只见他摇身一晃，
顿时一条长数10米的巨蛟横空出世，嘴里嘶鸣着，在空中游走翻滚，浑身杀意沸腾。咦，没看出来，你竟然还成功化蛟了！白掌青右手紧握着长剑，双眼中流露出惊艳的神色。只可惜时间有限，未及化龙，否则你不是我的对手。白夭夭战意十足，随即张开血盆大口，毫无惧色地扑了上去。找死！白掌青感受到压力，他眼中杀机暴涨，手中长剑骤然发出一声清越龙吟，剑身竟如活物般震颤起来，吞吐着摄人心魄的寒芒。剑锋所过之处，连空气都仿佛被割裂，发出尖锐的笑音。他不过略施手段，白夭夭即便化形为蛟，也完全招架不住，很快便再次陷入绝境中。另一厢，凌晨可没闲着。就在白夭夭拼死拖住白掌青之际，他双手紧握着无声剑，突然擎天，剑来！刹那间，藏剑谷中那无数竖插在地的无主之剑突然震颤轰鸣，铮铮作响。紧接着，他们就像是得到召唤一般，毫无征兆地挣脱大地的束缚，直刺虚空而去。刹那间，藏剑谷内无论是斜插岩壁、深埋地底，还是散落角落的无数柄无主之剑，无论品阶高低，同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嗡鸣与战栗。他们仿佛沉睡的士兵被至高无上的君王唤醒，剑身剧烈抖动，挣脱了束缚他们千百年的山石泥土。咻咻，破空之声接连响起，只见无数柄飞剑破空而起，汇聚成一条由寒光与杀气组成的钢铁洪流，盘旋在凌晨头顶上空，遮天蔽月。这是万剑沉浮！白子昂失声惊呼，不寒而栗。眼前这违背常理的一幕，彻底颠覆了他对剑道的认知。要知道，这藏剑谷里的剑桀骜不驯，非天资卓绝者不能引动，更遑论同时号令万剑。这凌晨究竟是何方神圣？虚空中，白长青亦是心头巨震。他虽在与白夭夭的搏杀中占据绝对上风，可凌晨引发的异象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那柄无声剑散发出的毁灭气息，以及那汇聚成汪洋大海般的剑意洪流，让他这位炼虚期的剑神也感到一丝心悸。以鼎为基，万剑为始，诸神剑阵起！随着凌晨一声厉喝，体内的混沌鼎光芒大盛，一股无形的力场瞬间扩散开来，将整个藏剑谷笼罩其中。那数万柄悬浮的飞剑仿佛找到了主心骨，剑尖齐刷刷调转，精准的指向以白掌青为首的天剑门众人。每一柄剑都吞吐着凌厉的剑气，彼此气机相连，构成了一张覆盖天地、密不透风的死亡剑网。不好！白掌青的脸色终于变了，那剑阵蕴含的锋芒仿佛能撕裂虚空，湮灭神魂。更令人心悸的是，剑阵竟锁定了自己。仓促间，他一脚踹飞纠缠不清的白夭夭，手中长剑突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璀璨光芒，一道横亘天地的巨大剑罡瞬间成型，带着斩断一切的决绝，狠狠朝诸神剑阵劈去。轰隆隆，剑罡与剑阵轰然对撞，刹那间，狂暴的能量冲击波如同海啸般向四面八方席卷而去。令人啧舌的是，白长青那足以开山断海的剑罡，竟被诸神剑阵轻易化解。随之那无数的剑体竟在星辰之力的加持下，冲破层层防御，铺天盖地般刺向天剑门众人。小心！白掌青惊呼起来，护体剑罡剧烈波动，身上那件白袍瞬间被撕裂出无数道口子，甚至有鲜血飞溅而出。难得的逃亡机会，凌晨哪里还敢迟疑，立刻在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的加持下来到重伤坠地的白夭夭身边，再一把将他抱起来后，凌晨化身一道流光朝藏剑谷外飞去，声音却在夜空中响起：老匹夫，叶灵儿是我的女人，若再敢惦记，我必血洗天剑门。在夜色的掩护下，两道流光顺利冲破天剑门的层层禁制，成功脱身。一口气即是100里后，在确认以白掌青为首的天剑门并没有追上来，凌晨这才松开怀中的白夭夭，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你的伤怎么样了？他放缓了前进的脚步，一脸关切地询问。伤筋动骨，5脏6腑俱损，能活着逃出来已是侥幸。白夭夭脸色苍白，却是话锋一转问道：天剑门的镇宗之宝无声剑被你收服了，你也知道无声剑？凌晨挑起眉头，9州内有9件神器，无声剑位列其中，普天之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白夭夭直言不讳，无声剑与我有缘，我进入藏剑谷中时，其剑灵与我灵魂共鸣，随后我便进入剑虚禁地寻得了它。凌晨言简意赅地说，今日一战过后，估计那白掌青会被气得吐血。据我所知，他霸占无声剑少说也有300余年，却始终无法将其炼化，而你只是出现在藏剑谷中，那无声剑便主动投怀送抱。白夭夭感慨万千，一脸欣赏地说，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命中注定，一柄剑而已，没那么夸张。凌晨微微一笑说，一剑出，万剑沉浮，你就别在这里得了便宜还卖乖。
今天若非无声剑，我们根本就没有可能杀出重围。白夭夭心有余悸地说。凌晨微微摇头，笑而不语。他哪里知道，今天之所以能杀出升天，非是无声剑有多厉害，而是诸神剑阵的功劳。行进中，白夭夭突然停了下来，满脸错愕地望向凌晨说：“人呢？你是不是光顾着收无声剑，人还没救出来？想什么了你？我有那么不靠谱吗？”凌晨没好气地说：“那人在哪？自始至终我都没看到。”白夭夭追问不休：“我有空间法宝，他正在里面闭关疗伤。”凌晨神色自若道：“原来如此。”白夭夭释然的点头，接着又突然抓住凌晨的手臂，带着拷问的语气道：“老实交代，你究竟还藏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青云宗弟子，哪有什么秘密？”凌晨自嘲地说。“好一个普普通通！你之前说要去天剑门救人，我曾一度怀疑你是找死，可直到现在我才发现，就算我不跟着去，你或许照样能杀出重围。”白夭夭心有余悸道：“这就夸张了，别怀疑自己的能力。”凌晨玩味地笑了起来。“对了，答应你的事我已办到，可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事情。”白夭夭挽着他的手臂，一脸期待地笑了起来。“什么事？”凌晨有些头大。“想耍赖是吧？你要是敢不兑现诺言，哼，我有的是办法让你求我。”白夭夭一脸傲娇地说。接下来一路顺畅无阻，两人终于赶在天亮之前回到青云宗。混沌鼎安顿好一切后，凌晨第一时间赶了回来。先前叶灵儿在他的一番冲刺之下，身上的余毒基本上消散殆尽，如今也悠悠转醒。时隔数日再见凌晨，他如隔三秋，连忙不顾一切地扑进他怀中抽泣起来。“看到你真好，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去救我的，已经没事了。”凌晨拍着玉背，轻声安慰说：“都怪我太自以为是，我视太乙门为亲人，可他们却是我为交易的工具和筹码，为了讨好天剑门，甚至不惜让我去和亲。”叶灵儿双目赤红，哪怕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一腔怒火。“我听说他们是看中了你的大周天星辰体。”凌晨饶有兴致地问。白长青想要让我给他的孙子白浩然当炉鼎，借此提升他的修炼速度。叶灵儿愤愤不平，接着又一脸后怕地说：“白浩然今晚给我下药了，幸亏你去得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以后就跟我一起，哪也别去了。”凌晨满眼心疼道：“你会不会嫌我烦？”叶灵儿可怜楚楚地问。“只要你愿意，我这里永远都有你的一席之地。”凌晨许诺道。“对了，跟你一起的那女人是谁啊？身材那么好，我怎么之前从未见过她？”叶灵儿好奇地问。“梦琪没有告诉你？”凌晨反问起来。“我苏醒后就从未见过她，她好像是在刻意地躲避我，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叶灵儿不由得反思起来。“你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凌晨意味深长地问。叶灵儿茫然摇头，却越发的困惑。“你之前弃情焚心时，我正在外面无法及时回来，他帮了你不少。”凌晨轻描淡写地说。“啊，别说了。”叶灵儿打断了他的话，瞬间秒懂。“你要理解，形势所迫，他是为了救你。”凌晨脑海中浮现出以你的画面，嘴角也情不自禁地翘了起来。“哼，都怪那白浩然，竟然敢暗中给我下药。”叶灵儿脸颊微红，眼中却闪过一抹厉色。“迟早有一天，我要亲手杀了他。以你大周天星辰体的天赋，只要努力修炼下去，即便吊打白长青也是迟早的事。”凌晨毫不掩饰地鼓励道。就在两人推心置腹聊天时，一道身影怯生生地走了过来。是田梦琪。他老早就过来了，只是不好意思单独面对叶灵儿。眼下见凌晨现身，他这才硬着头皮走上前来，想要打破尴尬。“那什么，你没事吧？”田梦琪抬头看了叶灵儿一眼，又连忙低下头。叶灵儿同样一脸的不知所措，他都不敢去想当时自己的糗态该有多狼狈。可迟疑再三后，他还是上前一步，鼓足勇气拉起田梦琪的小手说：“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还是要谢谢你。”“谢就不用了，但你能不能先松手？”田梦琪挣脱了他的小手，心悸地问道：“你该不会真喜欢女人吧？你还敢说？”叶灵儿悻悻不已。这么一闹，两女之间的芥蒂反倒解开了。但就在这时，房间外突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凌晨有些无奈，只能先出去。敲门的是张弛，只见他喘着粗气，弯下腰，忧心如焚道：“师兄，有魔教巨擘杀过来了。掌门不是早就苏醒了吗？你找他就行，找我干什么？”凌晨一脸的莫名其妙。“那魔头是冲着你来的，一直在嚷嚷着要你出去见他。”张弛回答道。“可是血煞宗的邢无极。”“哼，那老匹夫肯定是冲着血煞剑来的。你让掌门不要手下留情，直接开启青云剑阵，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凌晨不假思索道，迫不及待的想要尽快回去跟田梦琪和叶灵儿来个一龙二凤。“那魔头是个女的？”
张弛脱口而出：“女的。”凌晨虎躯一震，突然想到了什么，当即情绪激动地扶着张弛的双肩问道：“叫什么？是不是合欢宗的掌门柳芙鸾？”“对，就是柳芙鸾。”张弛肯定地点头。“我彻草会母。”“我的鸾儿。”凌晨突然运转九阴九阳，施展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不等张弛反应过来，便加速冲了出去，声音还在空中飘荡：“你们都给我住手，不要伤了我的女人！”青云宗外，一个风华绝代的红衣女子企图闯入青云宗内，嘴里一直嚷嚷着要见凌晨。然而那早已激活的青云剑阵汇聚漫天剑气，正在虚空中密织成网，铺天盖地般朝红衣女子杀去。不仅如此，青云宗掌门张道玄手持长剑，率领一众亲信弟子进入杀阵中，不择手段地围攻红衣女子，很快就让她力不从心，身上甚至还被刺了数剑。但就在这时，一道流光呼啸而至，让掌门张道玄等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关键时刻凌晨来了，但他并没有帮着诛魔，反倒站在青云宗的对立面。鸾儿，四目相对的那一刻，凌晨百感交集。你当真还认我这个魔头？柳芙鸾手持长剑，痴痴地看了过来。你是我的女人，谁要杀你，我就杀谁。当着掌门张道玄的面，凌晨声如惊雷，毫不避讳。柳芙鸾本来还以为凌晨是躲着不敢出来，可眼下听到他这句话后，立刻就绷不住了，泪如泉涌。如此，即便此刻死去，他也无怨无悔。我就知道，你从不会让我失望。这一刻，柳芙鸾放下所有的戒备，开心地笑了起来。对面，张道玄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眼见两人愈发暧昧，他忧心如焚，立刻大声提醒起来：“小陈，你是不是鬼迷心窍了？现在站在你眼前的可是合欢宗的掌门柳芙鸾，是赫赫有名的大魔头。掌门，合欢宗早已不存在了，如今的他并不是什么魔头，只是我的道侣，仅此而已。”凌晨深吸一口气，正式看着张道玄说：“你说什么？他是你的道侣？”张道玄大跌眼镜，一时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你没听错，曾经合欢宗的掌门柳芙鸾是我凌晨的道侣，她是我的女人。”凌晨声如洪钟，仿佛在向所有人宣示他的身份。“你疯了！让你去合欢宗当卧底，你竟然真的把自己给搭进去了，这是一条不归路。”张道玄声嘶力竭道，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掌门，是不是不归路？我自己难道还不清楚吗？柳芙鸾虽然曾经是合欢宗的掌门，但他从不滥杀无辜。我在合欢宗卧底3年，这点我比谁都更清楚。”凌晨据理力争，正面质疑，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这魔头是不是给你吃了什么迷魂药？不行，我得先杀了他，然后再跟你解释。”张道玄眼中闪过一抹凌厉的杀气，当即便欲痛下杀手。说话的同时，青云剑阵更是迅速运转，那如潮水般汹涌而来的剑气更是令人头皮发麻，不寒而栗。掌门若执意杀他，那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凌晨铮铮铁骨，拼死将柳芙鸾护在身后。“小子，你可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自古正邪不两立，与正道为敌，必将万劫不复。”张道玄咄咄逼人，手中那柄剑更是寒芒四射。“我只问你一句，何为正，何为邪？”凌晨贴脸开大，毫不怯色。他是合欢宗的掌门，更是魔祖阎罗妹的亲传弟子，单凭这一点，他就是邪。张道玄掷地有声，根本就不打算退缩。“照你这么说，拿青云老祖赵无极选择邪修，更是为了一己之私而屠杀数千无辜性命，这难道也是你所谓的正义？”凌晨冷笑着质问起来。此话一出，青云宗一众弟子议论纷纷。赵无极屠杀无辜性命这事早已闹得沸沸扬扬，虽然张道玄为了家丑不外扬而严令禁止谈论这件事，但现在来看，这一切都是真的。这两件事不可混为一谈，更不可同日而语。张道玄眼中闪过一丝慌乱，试图辩解：“掌门，你是赵无极邪修的受害者，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为什么还执迷不悟了？”凌晨苦口婆心，试图让他网开一面。“正因为如此，我才与魔族势不两立，他必须得死。”张道玄俨然一副被激怒的模样，欲杀之后快，这事是不是就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凌晨冷笑起来，突然有种被逼入绝境的感觉。“小陈，你一时糊涂，现在回头尚且不晚，可别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张道玄再三劝说，但杀心不改。“若我今天拼死也要守护他了。”凌晨突然深吸一口气，语出惊人的问。柳芙鸾见状，不等张道玄回答，他立刻上前抱着凌晨的手臂，满是欣慰地说：“此番来青云宗，我不过是想得到一个答案而已。你已经给了我一个满意的回答，我死而无憾，也是时候该离开了。事已至此，你该不会以为他们会放任你离开吧？”“别傻了。”凌晨笑着摇头，“我要走，也不是他们所能拦得住的。”柳芙鸾傲睨地说：“若放在以前，他们的确拦不住你，
但如今的青云宗有青云剑阵守护，那青云七剑更是镇守七锋，别说是你，就算是阎罗妹来了，也不见得能全身而退。凌晨一针见血道：青云剑阵。柳芙鸾挑起眉头，满脸不屑地说：若没有青云七剑压阵，那青云剑阵也不过尔，拦不住我。以前没有青云七剑镇守的青云剑阵的确不堪一击，但如今有了青云七剑，即便炼虚期的高手也休想独善其身。凌晨直言不讳：什么？青云七剑？有人收服了青云七剑？柳芙鸾脸色大变，似乎这才意识到事情有多严峻。我收服的。凌晨满脸苦涩道：看来这就是命中注定。柳芙鸾非但不惧，反倒一脸从容。真要死的话，我更愿死在你手里。说什么了你？我还是那句话，谁要是敢杀你，我就杀谁。这句话永远都有用。凌晨态度明确道：可我不愿意你与青云宗为敌。柳芙鸾满眼心疼，甚至一度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几乎同一时间，叶灵儿的声音也在脑海中响了起来：开弓没有回头箭，你可想清楚了，一旦跟青云宗撕破了脸皮，你可就彻底没有了回头路。师兄，三思啊！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不救柳芙鸾，而是看看有没有折中的方式。毕竟一旦跟青云宗为敌，你可就彻底没有选择了。田梦琪忧心忡忡，急得直跳脚。事关生死，你们觉得我还有选择的余地吗？凌晨冷笑起来，铁骨铮铮地说：可是你真打算跟青云宗决裂？叶灵儿顿时不知所措，非是我不仁不义，而是他们把我往绝路上逼。凌晨直言不讳，他的话音还没落下，对面只见张道玄脸色一寒，直接厉声怒吼起来：青云宗弟子听令，结阵！我是不是连累你了？身后柳芙鸾突然自责起来：做自己认为值得的事情，我只希望你能知道，为了你，我可以跟天下人为敌。凌晨宠溺一笑，毫无怨言。对面张道玄不再废话，冷酷无情地说：既然你执意如此，那就别怪我辣手无情了。杀！针尖对麦芒，双方谁也不肯妥协，大战一触即发。身为青云宗掌门，张道玄劈出第一剑，只见那锋利的剑芒如银河倾泻，径直朝柳芙鸾劈去。凌晨，柳芙鸾心里过意不去，真的没有选择了吗？不要伤到他。凌晨给出了答案。柳芙鸾心领神会，当即不再迟疑，立刻如离弦之箭般迎了上去。单论修为而言，两人同为元婴境，实力大差不差，可谓势均力敌，至少在短时间内谁也奈何不了谁。另一厢，凌晨则成为众矢之的。此刻他被一众青云宗弟子团团包围，看似处境堪忧，实则并没有人主动出击。不仅如此，眼前这一众师兄弟疯狂地游走劝说，希望他能悬崖勒马，浪子回头。师兄，他给你灌什么迷魂汤了？你当真要跟我们为敌？柳芙鸾的确有几分姿色，可他毕竟是魔头，是毒药啊！你怎么就是想不开了？你当真忘记了修炼的初衷吗？除魔卫道，匡扶正义，怎么才去青云宗卧底3年，反倒把自己的初心都弄没了？面对斥责与质疑，凌晨只觉得可笑和无聊。我他妈历经9世轮回而来，什么样的大道理不知道，还需要你们来教训我？他甚至想说，若不是老子福大煞至江青，挽狂澜于既倒，青云宗早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然而这些话到了嘴边后，还是被生生咽了回去。凌晨深吸一口气，神色漠然道：道不同不相为谋。诸位师兄师弟，既然杀我是掌门的决定，那就没什么好聊的，动手吧。师兄，你单枪匹马会死的。张弛远远观战，如今的他虽然没了修为，但在一众师弟面前威望还在，他不愿悲剧就此上演。不是我看不起你们，你们有一个算一个，能伤我一根毫毛，就算你们赢。凌晨冷哼一声，言辞间根本就没将他们放在眼里。你未免也太瞧不起人了。人群中有人小声嘀咕起来。既如此，那就先试试，让我们来领教一下林师兄的实力。突然有人低声怂恿，跃跃欲试。下一刻，四周这一众青云宗弟子像是打了鸡血一般，全都如狼似虎般扑了上来。如此，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同门相录，凌晨内心很不是滋味。然而他自始至终都没打算下杀手，但也绝对不会任由他们为所欲为。念动间，凌晨伸手一招，顿时那纵横于青云七脉之间的恐怖剑气像是得到召唤一般，竟如潮水般汹涌而来，齐刷刷锁定每一个青云宗弟子，甚至就连掌门张道玄也遭到刻意的针对。咦，怎么可能？你竟然也能控制这青云剑阵？不远处，那正在跟柳芙鸾苦苦鏖战中的张道玄惊呼起来，一脸的不可思议。小小一个青云剑阵而已，没什么值得可炫耀的。凌晨面无表情地看向张道玄，直接撂下狠话：张掌门，我希望你能明白，我既然可以凭借一己之力挽救青云宗，照样也能灭了他。
你最好别怀疑我的实力。震惊，四目相对的那一刻，张道玄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他突然有种感觉，眼前的凌晨跟之前简直判若两人，单单是此刻他身上散发出的杀气，就足以令人毛骨悚然。你想怎么样？张道玄显然有些怕了，毕竟凌晨才是青云七剑的掌控者，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操纵青云剑阵来个反杀。我不想招惹是非，只想带着柳芙鸾平平安安地离开这里。凌晨直截了当道。这一次，张道玄沉默了，不再坚持。倒不是他想通了，亦或是变得仁慈起来，而是凌晨用他听得懂的语言、看得懂的方式，让他知道坚持下去的后果。凌晨真要是痛下杀手，以青云剑阵的威力，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人都只有死路一条。鸾儿，我们走。众目睽睽之下，凌晨牵起柳芙鸾的小手，堂而皇之地朝外面走去。他真的愿意放我离开吗？柳芙鸾的手心中渗出冷汗，双眼中流露出惊愕的神色。他又不傻，知道把我逼急了会是什么后果。凌晨嗤之以鼻地说：“这是你留下来的后手吗？”柳芙鸾一脸崇拜地询问：“我倒是没想那么多。”凌晨微微摇头，无比感慨道：“说出来你或许不信，当初还是张道玄让我去收服那青云七剑。我知道一个传说，谁要是能收服青云七剑，便能跟青云宗的开山祖师于玄机来场亲密的邂逅。你既然已经得到青云七剑，是不是已经跟他？”柳芙鸾目光灼灼地看了过来，对这事很感兴趣。这是说来话长，但绝对不是外界传的那样。还有，如今的于玄机只剩下一道元神，我即便想跟他邂逅，那也要他能凝出肉身才行。凌晨玩味地笑了起来：“你竟还敢想？”柳芙鸾拉起他的耳朵，一脸娇嗔。两人打情骂俏，看得身后的众人心情复杂。尤其是掌门张道玄，在如今青云宗百废待兴的关键时刻，却将凌晨逼走了。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做错了一切，看似尘埃落定。但就在这时，一道横亘万古的恐怖剑气自虚空中劈来，那纵横千里的恐怖剑芒席卷寰宇，仿佛裹挟着毁天灭地的恐怖力量，正以摧枯拉朽之势狠狠朝青云宗劈去。几乎同一时间，一个振聋发聩的声音如九霄神雷般轰鸣而来：“青云宗，今天我必灭之！”是剑神白掌清。昨晚被凌晨洗劫了藏剑谷后，白掌清冷静再三，却还是咽不下那口恶气，最终一人一剑杀来，是要以炼虚期的修为血洗青云宗。不好！是剑神白掌清。仓促间，张道玄嗅到了死亡的气息，立刻如惊弓之鸟，并立刻召集众人共同御敌结阵。凌晨和柳芙鸾还没走太远，感受到那股逆天的剑气时，凌晨的双脚顿时宛如灌铅了一般，根本就无法移动。这老匹夫还真是有仇就报啊！凌晨抬头望去，不由得苦笑起来。怎么，你跟白掌清也有交集？柳芙鸾挽着他的手臂，一脸困惑地问道。说出来你或许不信，他此番是为了杀我而来。凌晨直言不讳。怎么？难道你们之间还有恩怨不成？我怎么不信呢？柳芙鸾狐疑地问。这柄剑，你可认识？凌晨祭出无声剑，傲然自得道。略有不同的是，原本长10米有余的无声剑，此刻在他手中竟变得3尺有余，剑身上篆刻有神秘的符文，恐怖的剑气更是缭绕剑身，令人头皮发麻。这是天剑门的镇宗之宝无声剑。柳芙鸾仔细端详一番后，一脸吃惊地询问道：“这柄剑应该在天剑门藏剑谷的剑虚禁地中才对，为什么会出现在你手中？还不够明显吗？”我收服了他。凌晨语出惊人道：“据我所知，无声剑乃九州大陆的9件神器之一，剑神白掌清曾用了300年都无法收服它，你却得到它了。”柳芙鸾瞠目结舌，简直不敢相信。很意外吗？凌晨笑着问。这事要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确很意外，但现在发生在你身上，好像也没什么不能理解的，我只是觉得不可思议。柳芙鸾惊叹不已，接着又问：“白掌清就是因为无声剑才来杀你的？多少跟无声剑有关？不过我昨晚大闹了天剑门，收走的并不止无声剑一柄剑，而是把整个剑虚禁地中的剑全都给收走了。”凌晨轻描淡写道：“啊！”柳芙鸾目瞪口呆，随即喟叹的摇头：“我总算是明白了，他为什么如此愤怒。我现在怕是还不能走。”凌晨一脸歉意地说。张道玄翻脸无情：“刚才都要杀你了，难不成你现在还想回去帮他？”柳芙鸾满脸不忿道：“他可以无情，但我不能无义，更何况此事因我而起，此番若不能让白掌清得到教训，他不会善罢甘休的。”凌晨冷静而又清醒道：“你开什么玩笑？白掌清可是炼虚期的修为，你想让他付出代价，就算我们所有人联手，恐怕也不见得能做到。”柳芙鸾悻悻地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青云剑阵在，我倒是觉得可以搏一把。”凌晨底气十足道。话音未落，他也不管柳芙鸾是否同意，
直接蛇身回去。青云宗此刻以掌门张道玄为首的众人，面对庞然大物般的剑神白掌青时，都感到绝望。更让他们万念俱灰的是，那好不容易才布设成功的青云剑阵，就因为没有青云七剑镇守，在白掌青那惊世骇俗的恐怖剑气之下，竟如纸糊的一般，瞬间破碎。形势斗转直下，青云宗岌岌可危。此刻的张道玄懊悔不已，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太冲动了。倘若凌晨还在，青云宗绝对不会落得如此境地。要不低头认个错，去把他请回来。且说剑神白掌青一剑劈碎青云剑阵，那恐怖的剑气瞬间将连同掌门张道玄在内的众人全都掀飞在地，狼狈不堪。反观白掌青，他孤身凌空而立，身上的衣袍猎猎作响，右手则紧握着一柄银白色长剑，浑身缭绕着冲天的剑气，宛如杀神降临一般，令人窒息。青云宗一群蝼蚁。白掌青目光如炬，声音冷若寒冰，就你们也配与我天剑门为敌？本座今天就血洗青云，让你们万劫不复。白掌青，你未免也太目中无人了些。张道玄硬着头皮站了出来，直面威胁。你这废物竟还活着！白掌青脸色一寒，那现在就去死吧。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手中的剑化身千万，直接铺天盖地般朝张道玄袭去。生死一线，张道玄吓得脸色苍白。身为青云宗的掌门，他张弛有度，游刃有余，可在白掌青这个炼虚期的超级巨擘面前，他生涩的像是个新兵蛋子一般。此刻面对那惊天地泣鬼神的恐怖剑气时，无处可逃的张道玄只能使出浑身解数，不遗余力的在身前撑开一道防御结界，试图挡下那致命一剑。咻咻，砰！但令人绝望的是，那看似无懈可击的防御，竟连一息都没能撑住，便被轻易破开。剑芒威势不减，势如破竹，直接以摧枯拉朽之势狠狠劈在张道玄身上，使得倒飞回去，同时一口鲜血狂喷而出。噗！你太弱了！一剑得手后，白长青眉宇间尽是不屑的神色，随之话锋一转问道：凌晨在哪？让他出来跟我打。你来晚了。他已先一步离开青云宗。张道玄挣扎着爬了起来，伸手拭去嘴角的鲜血。那就可惜了，他是你们青云宗唯一能让我看得上眼的人。既然他不在，那你们就都去死吧。白掌青极尽鄙夷地说，当即便欲大开杀戒，他那炼虚期的实力令人绝望，哪怕孤身一人也足以荡平青云宗。杀机弥漫，眼见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将要上演，而掌门张道玄更将成为第一个拿来祭剑的人时，一个傲睨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白老狗，你是在找我吗？说话的是凌晨，原本早已下山的他无法说出自己，最终携柳扶鸾归来。然而他那一声白老狗令人不寒而栗，甚至就连张道玄也敛气凝神，认为他这是在自寻死路。凌晨，白掌青回头望去，四目相对的那一刻，他咧嘴笑了起来，走了竟然还敢回来，你倒是有几分魄力。你是来送死的吗？凌晨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一刻，别说苏月瑶、张弛等人对他刮目相看，就连掌门张道玄甚至一旁的柳扶鸾都目瞪口呆着。凌晨未免也太狂妄了些，还没有人敢在我面前如此嚣张。不过念在你收服无声剑的份上，倒也值得我认真对待。白掌青也不恼，脸上的神色反倒前所未有的凝重不安。你可知道我青云宗最大的依仗是什么？凌晨从容上前，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青云剑阵。白掌青挑起眉头，随之轻蔑一笑说，只可惜没有青云七剑的青云剑阵，就是一头没有牙齿的老虎，根本就不足以为惧。你怎么就确定我没有青云七剑了？凌晨等的就是他这句话。下一刻还不待白掌青出言反驳，只见他随手一挥，顿时七柄颜色各异的长剑冲天而起，直接以北斗七星的方位排开。咦，莫非这就是青云七剑？白掌青抬头望去，顿时一脸的难以置信，怎么可能？数千年来都没有人能降服的青云七剑，怎么会在你手中？你耗尽300年没能征服的无声剑，不照样在我手中？凌晨嗤之以鼻的冷笑起来，接着又叫嚣道：接下来就让你见识一下完整青云剑阵的威力。剑起！随着他一声怒吼，只见七柄颜色各异的剑体像是得到命令一般冲向虚空，各自按照北斗七星的方位阵手一封。此情此景，掌门张道玄心潮澎湃。上一秒青云宗还深陷泥潭中危在旦夕，下一秒却在凌晨的带领下扭转乾坤，甚至让那不可一世的剑神白掌青深陷无端的恐惧之中，丝毫不敢大意。阵成！凌晨又是一声怒吼，刹那间7道黄黄剑光自7座主峰之巅冲天而起，赤、橙、黄、绿、青、蓝、紫7色光华交相辉映，瞬间勾连成一张覆盖整个青云宗的巨大剑网，顿时风云倒卷，灵气沸腾。此刻
他便是这方剑域的主宰。去！凌晨杀伐果断，当即并指如剑，遥遥指向凌空而立的剑神白掌青。剑网骤然收缩，亿万道剑气如银河倾泻，不再是分散的攻击，而是整个天地意志的碾压，瞬间便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疯狂朝白掌青刺去。青云剑阵果然有点意思。白掌青那张古井无波的脸上第一次露出凝重之色。面对这足以绞杀炼虚的恐怖剑雨，白掌青不退反进，竟从容地置身于亿万剑气之中，毫不怯色，而且还不落下风。不远处，正在观战中的掌门张道玄伸手捂着胸口，嘴角血迹未干，眼神复杂到了极点。他震撼于凌晨才收服青云七剑，竟能驾驭青云剑阵，爆发出超强的杀意，将不可一世的剑神逼到如此境地。但张道玄更感到羞愧，因为就在刚刚，他还为了所谓的正邪之分，举全宗之力围攻柳芙鸾，甚至不惜与凌晨决裂。可眼下本可从容离开的凌晨，却不计前嫌的折返驰援，此刻更是凭借一己之力大战剑神白掌青，又一次挽救青云宗于水火之中。他的这份胸襟与担当，让张道玄这个掌门无地自容。然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驾驭完整的青云剑阵需要何等庞大的神念与灵力消耗。凌晨在妖孽终究只是筑基二重天，强行催动这等逆天大阵对抗炼虚，无异于引火烧身。他能支撑多久？结局张道玄不敢深想。战场中心，白掌青眼中的厉芒一闪而逝，被动防御绝非他的风格。这青云剑阵不过尔，接下来我让你见识一下何谓真正的剑道。他一声长啸，周身气势疯狂飙升，整个人仿佛化作一柄开天辟地的神剑。万剑朝宗。此话一出，天地间游离的灵气被疯狂抽取凝练。只见以白掌青为中心，方圆千丈的虚空中凭空浮现出密密麻麻的剑气，并迅速形成了一条由纯粹剑意构成的直径超过100丈的毁灭性剑罡漩涡。不好！看到这一幕的凌晨心中暗呼不妙。青云剑阵借助北斗七星的星辰之力固然强悍，几乎无懈可击，但在绝对的力量之下终究不够看。说到底还是自己的修为太差了。破！白掌青手中的银白长剑猛然下劈，那道凝聚了万剑意志，能湮灭虚空的恐怖剑罡漩涡，如同九天星河倒灌，带着裁决万物的气势，悍然撞向青云剑阵的核心。轰隆！刺目的光芒瞬间吞噬了一切，仿佛一轮太阳在青云宗上空炸开。狂暴的能量冲击波瞬间将护山尽致撕碎，7座主峰剧烈摇晃，山体崩裂，碎石如雨，无数弟子惨遭波及，哀嚎连连。噗！凌晨避之不及，如遭万军巨锤轰击，他口吐鲜血，身体像断了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青云七剑也悲鸣着从虚空中坠落，竖插在他身边。青云剑阵被硬生生轰破。凌晨师兄。叶灵儿、田梦琪以及张弛、苏月瑶等人看到这一幕时心在滴血，柳芙鸾更是化作一道惊鸿，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哼，蚍蜉撼树，自取灭亡。白掌青凌空而立，衣袂翻飞，他居高临下看着濒死的凌晨，眼中只有冰冷和漠然。能死在本座的万剑朝宗之下，也是你的荣幸。无声剑，回来吧！他大手一抓，一股无形的巨力锁定凌晨体内的无声剑。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天地间蓦然一暗。就在这时，一个慵懒且漠视一切的声音在这片骤然死寂的虚空内淡淡响起：本座的人也是你能动的。声音不大，却足以穿云裂石。霎时，包括剑神白掌青在内，众人皆感到一阵难以言喻的恐惧，尤其当他们看清来者那张不属于凡尘的绝美容颜，以及那双不含丝毫情感的冰冷眼眸时，更是噤若寒蝉。魔气滔天，威压诸天，整个青云宗瞬间堕入寒冰地狱。这一刻，白掌青的脸色也第一次巨变，失声惊呼：魔祖颜洛妹！颜洛妹面无表情，目光温柔如水般扫过浑身是血的凌晨，最终却聚焦在白掌青身上，声音冷得令人窒息：白掌青，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动我颜洛妹的男人！什么？凌晨竟是颜洛妹的男人？或者说，堂堂的魔祖竟然是凌晨的女人？这一刻，别说掌门张道玄、剑神白掌青瞠目结舌，就连一旁的柳芙鸾也目瞪口呆。谁也没想到，凌晨和颜洛妹这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人，竟然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简直令人啧舌。颜洛妹，你刚才说什么？那小子是你的男人？白掌青手持长剑，满脸错愕地询问。很难理解吗？青云宗弟子凌晨，就是我颜洛妹等候1000余年的男人。颜洛妹扫视全场，当众宣布了凌晨的身份。这小子乳臭未干，怎么可能？白掌青提出质疑，但话还没说完，颜洛妹就打断了他。你是什么东西？
本座有必要向你解释吗？倒是你，如今伤了他，这笔账该好好清算一番了。他窃走了我的无声剑，而且还毁掉天剑门的剑虚禁地。白长青满腔义愤道：现在你该明白他为什么是我的男人了吧？颜落妹得意地笑了起来。这么说来，你此番是为了他而来？白长青隐隐感到不安，脸上的神色也愈发的凝重。你若现在滚，我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否则可就别怪我辣手无情了。颜落妹态度鲜明，丝毫不掩饰身上那浓烈的杀气。我听说你前不久刚刚挣到炼虚，难得今日有机会碰到，可别让我失望。白长青身上剑气翻腾，手中那柄剑上更是寒芒爆射，他似乎并不介意跟颜落妹一战。聒噪！眼见一场恶战无法避免，颜落妹也不废话，直接以风卷残云之势杀了上去。来得好，能与魔祖一战，这是白长青期盼已久的事。此刻他再无保留，整个人犹如打了鸡血一般，再次施展杀手锏，万剑归宗，不遗余力地杀了上去。咻咻，砰砰，巅峰对决。这一刻，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在虚空中碰撞，一阴一阳，一黑一白，一正一邪，那狂暴的能量冲击犹如星球对撞，抹杀一切。山顶一隅，凌晨在柳芙鸾的搀扶下挣扎着站立起来。这一战之下，他身上到处都是触目惊心的剑伤，深可见骨。但好在有混沌顶护体，性命无碍。不仅如此，他还因祸得福，修为在令人窒息的绝境下得到突破，如今已真至筑基三重天之境。奇怪，他怎么会追到这里来了？看着颜落妹那令人浮想联翩的绝美身影，凌晨喃喃自语：你老实交代，和我师父究竟是什么关系？柳芙鸾抱着他的手臂，劈头盖脸的询问。你可千万别听那大魔头的话，他不过是想把我炼成人丹，用来提升自己的修为罢了。先前在幽冥血海中，他处心积虑地追杀我，若非我机灵，怕是早就死在他手下了。凌晨心有余悸道，脸上满是劫后余生的庆幸。人丹？柳芙鸾神色一凛，双眸中写满了吃惊的神色。你是说，师父他打算把你炼成人丹？我本来也不信，但这话是殷九幽亲口说的，而且我还搜过他的记忆，千真万确。凌晨言之凿凿道。可即便如此，师父也没必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宣称你是他等候千年的人啊。柳芙鸾直言不讳，总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他行事乖张，不按常理出牌，谁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凌晨悻悻地说，接着又道：你说他待会若强行带我走，那该怎么办？我在想，你会不会真的是师父等候千年的人？至少我追随他这么多年，还从未见他如今天这般失态。柳芙鸾不禁反思起来，不可能，当日在冥王岛你又不是不在场，若我真是他等候的人，那时他就应该确定了才对，哪需要等到现在？凌晨一口否认。话虽如此，他还是有些底气不足。你说他待会若强行带我走的话，该怎么办？师父若真打算把你炼成人丹，我会拼命保你。柳芙鸾态度明确。如果是因为别的原因要带我走了，凌晨接着又问，若你真是他的天命之子，那我也无能为力，因为我知道他的执念有多强。柳芙鸾深吸一口气，眼神深邃地说，我可是你的男人。凌晨直言道，哼，你少在这里得了便宜还卖乖。我师父千人千面，即便是你们青云宗的开山祖师于玄机在世，恐怕也不及其一二。柳芙鸾嗔怒一声，接着又反问起来，你敢说看到我师父的第一眼你没想法？他可是魔祖，杀人如麻，我能有什么想法？凌晨一脸无辜，你就别装纯情了。柳芙鸾撇了撇嘴，见他一副娇艳欲滴的模样，凌晨突然一手揽住他那盈盈一握的小蛮腰，直接在他耳边轻声问道，算起来我们也有几个月没见面了，有没有想我？这里可是青云宗，有无数双眼睛盯着看，你还问？柳芙鸾惊慌失措地四下扫了一眼，那雪腻的脸蛋一下子红到耳根了。怕什么？你是我道侣的事，谁人不知？再说了，你不觉得这样挺刺激的吗？凌晨戏谑地笑了起来。别闹！柳芙鸾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你还没回答我。凌晨继续追问。想，柳芙鸾声如蚊呢。待这一劫过后，我们找个没人的地方隐居，再也不理会这些破事了。凌晨深吸一口气，不禁畅想起来。如今好不容易回来了，而且从你刚才的表现来看，说不定张道玄能回心转意，万一他同意你留在青云宗了。柳芙鸾目光灼灼地说，心里还是有些过意不去。人的信任一旦破碎，就不值得再信任。青云宗即便再好，我也不稀罕，更何况只要我跟你在一起，他们这些虚伪的正人君子是绝对容不下的。既如此，我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受委屈？凌晨一身洒脱，并不执念于此。可我还是觉得连累了你。柳芙鸾满脸自责道，所以是否能让我不后悔，就看你日后的表现了。凌晨勾起嘴角，
一双眼睛在他身上肆无忌惮地游走。什么表现？柳芙鸾连忙追问道。以后如果你要是能更主动一些，让我每天醉生梦死，沉溺其中无法自拔，自然不会再想回到青云宗。凌晨一脸猥琐地笑了起来。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话？没个正经。柳芙鸾粉面含春，娇躯也跟着颤抖起来。就在他们俩打情骂俏之际，虚空中颜落妹和剑神白掌青的交锋也到了白痴化的状态。两人同为炼虚期，修为不相上下，但白掌青仗着惊世骇俗的剑法，逐渐压颜落妹一头。此刻更是在众人的一声惊呼中，颜落妹一个避之不及，手臂上被划了一剑，顿时鲜血淋漓。一剑得手后，白掌青狂傲地笑了起来，言语轻佻道：修为不错，只可惜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如若你愿成为我的炉鼎，咱们强强联手。炉鼎？白掌青的狂笑尤为刺耳，炉鼎二字更是彻底点燃颜落妹心中的怒火。他很在意真命天子凌晨的感受，即便沦为炉鼎，也只能成为凌晨一人的炉鼎。所以面对白掌青的挑逗，他罕见的愤怒起来，眼中杀意暴涨。本座的血，你也配染指？话音未落，颜落妹身上的灵气翻涌不息，一团暗红色的能量骤然凝聚，并在她的驾驭下裹挟着万鬼同哭的奸笑，直扑白掌青周身要害所过之处，连天光都被吞噬，只余下绝望的幽暗。危险近身，白掌青脸上的轻佻之色瞬间敛去。他挥舞着长剑，周身爆发出层层叠叠的剑气，企图硬汉那灭魂蚀骨的血芒。但这次他明显低估了颜落妹的实力。只见那团暗红色能量竟轻易穿透剑气无懈可击的防御，狠狠轰击在他的胸口上。砰！白掌青闷哼一声，连退数步，嘴角更是溢出一缕鲜血。好，这才是魔祖该有的气象。白掌青不怒反笑，眼中战意沸腾。既如此，接下来就让你接我一剑。他猛地将长剑高举过顶，剑尖直指苍穹。刹那间，风云倒卷，整个青云山脉的灵气仿佛被无形巨口吞噬。紧接着，一道比烈日更刺目千万倍的黄黄剑光自九天陨落，瞬间让下方所有观战者神魂冻结，甚至连呼吸都几乎停滞。不好，这是白掌青的杀手简世芳寂灭斩。看到这一幕的柳芙鸾脸色大变。很厉害吗？凌晨抬头望去，向来目空一切的他，脸色此刻也不禁变得凝重起来。柳芙鸾还没来得及回答，只见那一剑轻易刺穿颜落妹在身前布下的9重玄冥魔盾。赤血光纵横间，那一剑摧枯拉朽，在众人惊恐无比的眼神下，狠狠贯穿了颜落妹的右胸。霎时，鲜血如泉水般涌出，瞬间染透了她半边素衣。颜落妹踉跄后退，那睥睨天下的眉宇间，第一次被剧烈的痛楚和震惊所笼罩。师父，柳芙鸾忧心如焚地看了过去。老匹夫，我必屠你满门。凌晨双目赤红，没来由地愤怒起来。虽然他从不承认是颜落妹的真命天子，甚至一度要被颜落妹炼成人丹，但两人毕竟有过肌肤之亲，那是他的女人。思绪至此，无声剑仿佛感应到主人滔天的杀意，10米巨剑的形态瞬间坍缩凝实，化为3尺清风。与此同时，一股令万剑俯首的毁灭剑意冲天而起，凌晨杀意如潮，提起剑便要不顾一切地冲入那片死亡风暴中心。就在这千钧一发之刻，咻！一道凝练到极致的寒光毫无征兆地从侧后方的虚空中急射而出，其速度之快堪比闪电，以至于那满脸狂傲的白掌青根本就来不及躲闪，甚至都还没反应过来，右肩处便炸开一个血洞。啊！一声惨叫骤然响起，只见白掌青的护体剑气剧烈波动，身形失控地向一侧歪斜。几乎同一时间，一道白色身影自虚空中踉跄跌出，正是脸色惨白如纸的九幽玄蛇白夭夭。昨夜一战，他元气大伤，尚未痊愈，眼下又强行催动本命玄阴之气，发动着绝命一击，使得他的气息紊乱不堪，嘴角甚至还有尚未干涸的血迹。但他看向白长青的眼神却燃烧着复仇的火焰。九幽玄蛇，白掌青又惊又怒，他万万没想到昨日重伤陶遁的孽畜竟潜伏于此，还给了自己致命一击。颜落妹何等人物，虽身受重创，但这稍纵即逝的战机岂容错过？只见他玉指凌空几点，3道玄阴入魂针无声无息地射出，直取白掌青眉心、丹田、心口3大要害。白夭夭见状，立刻强提一口妖元，双手挥舞间化为一条咆哮的冰霜巨蟒，疯狂朝白掌青袭去。无耻妖孽！白掌青惊怒交加，却力不从心。尽管他成功化解2根玄阴入魂针，第3根却诡异地刺入右臂，黑气瞬间蔓延，冰霜巨蟒的攻击也应声而至，撞得他气血翻腾，倒飞100丈，随之一口精血再也压制不住，狂喷而出。噗！败势已显，白掌青再不敢有丝毫恋战之心，
当即化身为一道血色长虹，企图逃离青云宗。哪里走？阎罗妹凤目含煞，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白夭夭见状，本不想牵涉太深的他，回头看了凌晨一眼后，最终也硬着头皮追了上去。片刻后，青云宗又恢复了应有的宁静。然而，破碎的山门、崩塌的殿宇，还有无数瘫软在的青云弟子，仿佛在无声诉说着刚才那场炼虚之战的恐怖。凌晨紧绷的神经终于松懈，踉跄一步，被柳芙鸾用力扶住。危机已化解，就在他准备携柳芙鸾离开青云宗时，只见张道玄在张弛的搀扶下，一步步艰难地走了过来。此刻的他面容枯槁，嘴角血迹未干，灰黑色的道袍上满是尘土与裂口，比凌晨还要狼狈几分。饶是如此，柳芙鸾警觉地将凌晨护在身后，冷冷地问道：“你想干什么？”张道玄没有回答，而是轻轻推开张弛。紧接着，他深吸一口气，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对着凌晨深深地弯下了腰，行了一个几乎触地的揖礼。凌晨，他的声音嘶哑干涩：“老夫愧对你，黑白之间有大道，是我糊涂了，太固执己见，有眼无珠，险些酿成大祸。”他抬起头，眼中满是浑浊的泪光与真诚的悔意。我青云宗上下欠你3条命。周围的青云弟子们，包括苏月瑶、张弛等人，全都沉默地看着这一幕，眼中也流露出羞愧与感激。刚才若非凌晨不计前嫌催动青云剑阵，若非他身边这些邪魔出手，青云道统恐怕已化为飞灰。人生如梦，造化弄人。凌晨面无表情地看着一身凌乱的张道玄，心中并无多少快意，只有一股淡淡的苍凉。他沉默片刻，才缓缓开口：“掌门言重了。这正邪2字，原就难分泾渭。正派弟子若心术不正，贪欲萌心，便是披着道袍的邪徒；邪派中人若心存良善，持守本心，未必不能是顶天立地的正人君子。皮相易改，人心难测。若执着于门户之见，不过作茧自缚罢了。”张道玄闻言心头巨震，似乎没想到凌晨年纪轻轻，竟有这般见解，瞬间让他自惭形秽。他愈发的意识到凌晨不简单，所以他眼含热泪，近乎恳求地看着凌晨：“老夫明白了，经此一劫，青云宗百废待兴，你可否留下来？”他目光扫过柳芙鸾，又艰难地补充道：“青云宗愿意接纳所有向善之心，这已是他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与承诺。”柳芙鸾感受到那目光中的复杂，下意识地握紧了凌晨的手。“掌门的好意，我心领了。”凌晨伸手自然而然地揽住柳芙鸾纤细的腰肌，声音平静而坚定：“破镜难圆，覆水难收。有些裂痕一旦产生，便再难回到当初。青云宗是你的道，是你的根，而我凌晨的道。”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一旁的柳芙鸾，随之投向那浩渺无垠的天际，语气陡然变得开阔而昂扬：“在天地之间，在长风之下，在我想守护的人身边。此间事了，告辞。”凌晨不再有丝毫留恋，当即转身就走，一路风驰电掣。半炷香后，两人顺利走出了青云宗地界。“我们去了。”此刻的柳芙鸾完全一副小女人模样，完全没有昔日合欢宗掌门的威严。“天下之大，总有我们的立足之地。自今日以后，我便无门无派，你想去啊，我便去了。”凌晨宠溺地看着他，豪气云霄：“你真不后悔离开青云宗，跟我一个大魔头一起浪迹天涯？”柳芙鸾饶有兴趣地询问，眉宇间尽是得意的神色。“我没有让你赌输吧？”凌晨笑着反问。“我真感觉像是在做梦，更没想到你竟然会为了我跟青云宗决裂。”柳芙鸾突然停了下，双手环住凌晨的颈脖，就这么含情脉脉地望着他。“所以打算怎么报答我？”凌晨笑盈盈地问道。尤其是看到他这么一副饥渴的模样时，不由得心猿意马，迫不及待地想要发生点什么。“以身相许，够吗？”柳芙鸾突然靠近，主动凑了上去。两人是久旱逢甘霖，抱在一起时便再也无法分开。凌晨历经9世轮回，虽阅女无数，但就这一世的他而言，柳芙鸾是第一个女人，有着不同的感受和意义，因而凌晨对她也是最为上心。毕竟是在山野间，诸事不宜。就在凌晨想坦白有关混沌鼎的秘密时，柳芙鸾却一脸羞涩地说：“你身为男人没让我失望，我身为你的道侣，自是不能让你扫兴。”“什么意思啊？”凌晨挑起眉头。“我希望你能永远都开心幸福。”柳芙鸾媚眼如丝，当即跪在地上。“不行！”凌晨受宠若惊，浑身的血液都不禁沸腾起来。凌晨本打算告诉他有关混沌鼎的秘密，但迟疑再三后，还是犹豫了。一是家人在侧，况且这山野之间的风景不错，别有一番韵味，主打一个新鲜刺激。二是柳芙鸾之前要杀的叶灵儿和田梦琪两女在里面，倘若一下子暴露他们的存在，尤其是他们俩现在都沦为道侣，怕柳芙鸾接受不了，还是得慢慢来。
3炷香后，累得香汗淋漓的柳芙鸾缓缓站起身子，凌晨则意犹未尽地坐在一旁，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问道：“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反正和欢宗已经覆灭了，我现在无欲无求，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去哪都行。”柳芙鸾轻轻擦拭嘴角，小鸟依人地坐在旁边。你要是没想法的话，那我们就回极乐峰，毕竟那里的风景不错，而且也在那生活了这么多年。凌晨沉默片刻后脱口出道：“如今的极乐峰已经被血煞宗给占领了，想回去哪有那么简单？”柳芙鸾眼中闪过一抹金光，但随之又暗淡下来。尽人事，听天命，不去试试看，怎么就知道不行了？凌晨傲然一笑，底气十足地说：“你是因为我才想回极乐峰的吗？”柳芙鸾目光灼灼地看了过来：“去哪不是去？如果能去一个让你开心的地方，极乐峰便是最好的选择。”凌晨宠溺地看向他。混沌鼎内，目睹了整个过程的叶灵儿和田梦琪此刻满脸羞涩，那雪腻的脸蛋红到耳根。男人都是大猪蹄子，叶灵儿娇嗔道：“他下次再让我跪着，我也让他尝尝味道。”田梦琪风情万种地笑了起来：“你说，凌晨他为什么还不告诉柳芙鸾这个秘密？我本以为这是最好的时机，可现在来看，他似乎还不打算这样做。”叶灵儿困惑不已，他有他的理由，也许是担心柳芙鸾无法接受我们还活着的秘密，更害怕他知道我们也沦为道侣的事实。田梦琪直言不讳，可纸包不住火，这个秘密迟早会被他知道的，除非凌晨打算把我们困死在这里一辈子。叶灵儿不忿道：“再给点时间他吧，他会处理好的。”田梦琪深吸一口气，且说凌晨和柳芙鸾两人一路游山玩水，好不快活。原本最多1天的行程，他们俩前前后后足足用了快半个月，终于在这天傍晚抵达极乐峰，总算是到了。柳芙鸾抬头望去，莫名的亲切感让他心潮澎湃，但随之话锋一转问道：“直接杀上去？敌强我弱，敌众我寡，傻子才直接杀上去。”凌晨邪魅一笑，并没打算跟他们硬来。“那你的意思是？”柳芙鸾歪着头询问。“青云七剑在我手中，你说我要是在这极乐峰布设青云剑阵的话？”凌晨挑起眉头，得意地笑了起来。“倒也不是不行，毕竟我们熟知极乐峰的一草一木，只要我们足够谨慎，的确可以在他们眼皮底下布设青云剑阵。”柳芙鸾双眼一亮，开心地笑了起来。“你要是没意见的话，那接下来你给我护法，我来布设青云剑阵，然后再将他们赶出去。”凌晨运筹帷幄地说，仿佛一切尽在掌控之中。“我听你的。”柳芙鸾重重地点头，两人一拍即合。于是下一刻，在凌晨的带领下，两人如幽灵般悄无声息地闯入极乐峰。以柳芙鸾元婴期的修为，再加上凌晨筑基3重天的实力，两人如入无人之境，仅仅只用了短短3炷香不到，便成功布设一个超大的剑阵，完全将偌大的极乐峰笼罩其中。布设成功了！眼见凌晨拍了拍手，如释重负地吐了一口浊气，柳芙鸾立刻上前询问：“和欢宗当初不是被生生夺走了吗？如今有仇报仇，有怨报怨，别客气。”凌晨目光诚挚地看向他，胸有成竹道：“就我们俩人，再加上一个青云剑阵，你确定可以撼动血煞宗吗？那些血雷有多可怕？你见过的？”柳芙鸾悻悻道：“多少还是有些没把握。”“你相信我吗？”凌晨朗声问道。毫无保留的信任。柳芙鸾不加掩饰地说：“那就行，从这一刻起，你可以为所欲为，想杀谁就杀谁，无需顾虑任何事情，我来给你托底。”凌晨霸气十足道：“你要真这么说的话，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柳芙鸾眼中闪过一丝厉芒，当即身如闪电般朝极乐宫的方向飞去。合欢宗的一处寝宫内，此刻灯火摇曳，远远的还没靠近，便听到里面传来此起彼伏的呻吟声。但就在这时，寝宫的大门被一脚踹飞，与此同时，一道凌厉的剑气破空而来，狠狠朝床榻劈去。生死攸关时刻，两道身影如闪电般飞起，赶在剑气近身的前一刻避开锋芒。紧接着，他们迅速套上衣服。当先一个中年人更是厉声咆哮起来：“是谁？哼，胆子不小，竟敢霸占我的寝宫！”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柳芙鸾。此刻他右手紧握着一柄明晃晃的银白色长剑，周身杀意沸腾。“柳芙鸾，你什么时候来的？”中年人则是被凌晨称为3姓家奴的枭雄。此刻看到白月光杀至跟前，甚至还捉奸在床时，他一脸惊慌失措，连忙穿好衣服。“刑无极了。”柳芙鸾劈头盖脸地质问道。“刑掌门不在这，他将合欢宗交由我来镇守。”枭雄很快冷静下来，当即目光凌厉如刀：“你不该来这的。”“哼，本宫去啊，莫非还要向你报备？”柳芙鸾轻蔑的冷哼一声，眉宇间尽是不屑的神色：“你是高高在上的柳公主，当然不需要向我报备。只不过，如今的合欢宗早已覆灭，你更是沦为孤家寡人，
如果你愿意跟我结为道侣，至少在这极乐峰，我还可以让你说了算。枭雄的嘴角微微扬起，双眼中流露出贪婪的神色。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柳芙鸾阴沉着脸，双眸中闪过一抹凌厉的杀气。你应该很清楚，我喜欢你多年，当年正是因为你，我才愿意前往青云宗当卧底。可我没想到，你自始至终都没正眼瞧我。枭雄心有不甘的娓娓道来，接着又话锋一转说，既然感动不了你，那就别怪我对你用强了。总而言之，你必须得成为我枭雄的女人。你找死！柳芙鸾突然有种遭到亵渎的感觉，杀心暴起。眼见那凌厉的剑芒直刺而来，枭雄却不恋战，而是摇身一晃，径直逃到外面去。柳芙鸾，别怪我没给你机会，这里如今是血煞宗的领地，即便你正道元婴，也休想在这里讨到便宜。来到外面的枭雄张狂的叫嚣道，似在警告，但更多的是在召集帮手。聒噪！柳芙鸾杀伐果断，再度以风卷残云杀了上去，根本就不跟他废话墨迹，咻咻！砰！枭雄退无可退，唯有硬着头皮杀了上来。然而双方实力悬殊，修为只有结丹境的枭雄纵然拼命出击，也根本挡不住柳芙鸾那摧枯拉朽般的攻击。几个回合下来后，枭雄接连被刺了3剑，身上顿时一片血肉模糊。你还真是完全不念旧情。枭雄紧咬着钢牙，满脸不甘心的自嘲道，本来我可饶你不死，但你错就错在不该惦记我，如此那你就只能去死了。柳芙鸾右手紧握着正在滴血的剑，脸色冷酷无情。哼，是时候该让你见识一下我真正的实力了。枭雄丝毫不惧，当即发出一声怪笑，赫然是在召唤血磊前来驰援。在他看来，只要血磊插手介入，以他们无畏死亡的超强战斗力，肯定能让柳芙鸾付出惨重的代价，甚至还有可能生擒了他。然而让枭雄愈发不安的是，意料之中的驰援并没有到来。他接连又发出几声召唤，均如石沉大海。你是在找他们吗？就在这时，一个玩世不恭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枭雄下意识地循声看去，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凌晨。只是让他头皮发麻的是，此刻凌晨身后跟着无数的血磊，宛如行尸走肉，仿佛全都被他控制了一般。你枭雄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踉跄后退数步后，脸色也陡然变得惨白起来。听说你想跟我的女人结为道侣，胆子不小。凌晨从容上前，一手揽住柳芙鸾那盈盈一握的腰肌，另一只手则祭出无声剑，浑身杀意暴涨。血磊是枭雄最大的依仗，尽管凌晨的出现让他隐隐感到不安，可他还是心有不甘地试图操纵那一众血磊。可令人绝望的是，当他挥舞着那能号令血磊的长剑时，对面那一众行尸走肉全都呆若木鸡地站在原地，对他的命令毫无响应。怎么会这样？你竟然控制了这些血磊！枭雄方寸大乱，双眸中流露出恐惧的神色，甚至一度感到绝望。向颜落妹谏言把我炼制成人丹，说能助他修为大涨，就是你一手策划的吧？凌晨冷冷地问道。你是难得的纯阳之体，能炼成人丹本就是事实，跟我有什么关系？枭雄矢口否认，试图撇清关系。哼，都这个时候了还嘴硬，既如此，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凌晨脸色一寒，却带着柳芙鸾朝一旁走去。霎时间，他身后的那一众血磊像是得到某种命令一般，全都如狼似虎般扑了上去。真正看到这一幕时，原本还放心不下的柳芙鸾一脸的不可思议，连忙追问起来，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血煞宗的血磊会听从你的命令？你若知道原因了，会不会生我的气？凌晨并没直接回答，而是笑着反问，莫非当初我封印在阴阳洞中的血煞剑被你得到了？柳芙鸾也不傻，瞬间便有了猜测，不仅是万鬼幡和血煞剑，难得的机会，凌晨索性坦白了。怎么？难道那凭空丢失的星河也在你手中？柳芙鸾大吃一惊，顿时双眼中流露出愕然的神色。你是更喜欢那星河在我手中，还是真的被人窃走了？凌晨反问起来。当然是在你手中。柳芙鸾不假思索道。那你会不会恨我？凌晨接着又问。若是以前，不仅恨你，还会杀你，但现在你我形如一体，你的就是我的，也就没什么可恨的。柳芙鸾人间清醒，并不想纠缠过去的恩恩怨怨，他们都在我手中。凌晨一字一顿道。啊！柳芙鸾并没抱太大的希望，可真正听说星河都在凌晨手中时，他瞬间不淡定了。不对，那星河所蕴藏的能量无穷无尽，普通的纳物界乃至于空间法宝根本就无法装下它，除非你手中有仙气级别以上的空间法宝。柳芙鸾怔怔地看了过来，似乎再次被凌晨的手段给惊讶到了。不巧，我手中的确有一件厉害的空间法宝。凌晨笑着点头。天哪，我怎么感觉你越来越不可思议？还有，
你身上是不是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否则，白长青耗尽300余年都无法收服的无声剑，你怎么可能在短短几炷香的时间内就收服了？柳芙鸾一脸崇拜地看向凌晨，虽然早就知道他不仅仅是青云宗弟子那么简单，可真正确认这一想法时，他还是发自内心的被震撼到了。很多事我现在无法告诉你，但终有一日，你一定会知道。凌晨顾左右而言他，不愿说的太多。柳芙鸾很识趣，尤其是知道凌晨并非看起来那么简单后，他便不再询问。正所谓人生在世，难得糊涂，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会更好。对面枭雄无心恋战，一心想要杀出重围，然而这些血泪前赴后继，根本就杀不绝，使得他想要逃离极乐峰难如登天。饶是如此，枭雄仍展现出结丹境后期的超强实力。纵然血泪的数量再多，他最多只是无法杀出重围，但任凭血泪的攻击如何残暴，他始终游刃有余，丝毫不落下风。久攻不下，凌晨看不下去了，当即只见他伸手一招，刹那间一道剑气自天际而来，在锁定枭雄身上的气息后，直接以摧枯拉朽之势刺来。这还没完，紧接着第2道、第3道、第4道7道剑气接连出现，其速度之快，威力之恐怖，使得枭雄在勉强接下3道剑气后，便吓得连连败退，不敢再正面交锋。哼，想躲？这可由不得你！凌晨轻蔑的冷哼一声，一脸的不屑。话音未落，7道剑气幻化万千，在虚空中密织成网，并铺天盖地般袭来。不好！枭雄嗅到了可怕的死亡气息，心中暗呼不妙。身为青云宗曾经的大长老，他太清楚青云剑阵在青云七剑的加持下有多么可怕。可令人绝望的是，此刻四周的退路早已被封死，哪怕他有心避其锋芒，也无处可逃，只能等待命运的审判。然而眼看着枭雄将要万劫不复时，凌晨却主动地停了下来。杀不杀？听你的。凌晨回头看向柳芙鸾，将生杀大权交给他。他刚才说想要把我当成炉鼎。柳芙鸾答非所问。凌晨闻言当即脸色一寒，下一刻那青云剑阵就像是得到命令一般，突然猛地加速袭去。咻咻！只是一瞬，那早已吓得肝肠寸断的枭雄根本就来不及躲避，瞬间身消道陨，灰飞烟灭。你现在是什么境界？眼见枭雄被轻易杀死，柳芙鸾一脸惊艳地看了过来，对他的实力也有了全新的认知。筑基3重天。凌晨如实相告。啊，尽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柳芙鸾还是被惊艳到了。我记得你之前不只有炼体境吗？这才短短半年不到，你的修为，那是我的来时路。凌晨搪塞道。可是你的修炼速度也太快了吧？柳芙鸾悻悻地说。我的纯阳之体已经进化为9阳龙环体，这速度不过是基操，但在当初的合欢宗里面，其实有人的修炼速度比我更快。凌晨故弄玄虚地说。谁？我怎么不知道？柳芙鸾下意识地追问。那个人其实就在极乐峰，而且就在我身边，他本该死去，但我却偷偷救下了他，我怕你看到他会生气。凌晨循循善诱道。合欢宗都已经不存在了，我还有什么可生气的？你说的那个人是谁？我想见见他。柳芙鸾撇了撇嘴，一身洒脱地说。混沌鼎中，叶灵儿和田梦琪两女一直在密切关注他们的对话，眼看着牵扯到自己时，叶灵儿莫名的紧张起来。这就要暴露身份了吗？他会不会嚷嚷着要杀我？时过境迁，早已今非昔比，凌晨若没有把握的话，应该不会轻易暴露我们的存在。田梦琪轻声安慰道。可话虽如此，他自己内心也慌得一批，忧心如焚。就在他们俩惶惶不安，甚至不停地在做心理建设时，眼前的空间突然一阵悸动，刹那间2道身影凭空出现，正是凌晨和柳芙鸾。仓促间，不仅叶灵儿和田梦琪紧张的不知所措，就连柳芙鸾也一脸懵逼。尤其是看到本该死去的2人竟好端端出现在眼前时，他更是战略性的向后退了2步，脸上流露出复杂的神色。师父。僵持片刻后，叶灵儿主动打破沉默，怯生生地喊了一声。他们柳芙鸾手足无措，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当初他们俩一个是太乙门的卧底，一个是青云宗的卧底，我并没有杀死他们，而是偷偷救下了他们。凌晨坦诚相告。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瞒着我了？柳芙鸾追问道。没有了，这就是我的所有秘密。凌晨直言不讳。所以这几个月以来，他们俩一直躲在这里面。柳芙鸾接着询问。他们俩是自由的，之前除了在极乐峰外，他们俩出入随心。凌晨直言道。等等，你们之间？柳芙鸾突然想到了什么，立刻看向凌晨，似在求证。如你心中所想，他们俩都是我的道侣。凌晨语出惊人。那我算什么？柳芙鸾立刻皱起眉头。你跟他们俩一样，
也是我的道侣。凌晨肯定地说，一个两个不够，你竟然还想着3个，没看出来你玩得挺花啊。柳福鸾含沙射影，心里多少有些不爽。他原以为自己是凌晨的唯一，可现在来看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凌晨至少有3个道侣，甚至更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他们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不得已的苦衷。凌晨有些头大，一时间百口莫辩。木已成舟，柳福鸾并不想继续追问，他深知若执拗下去只会继续伤害他和凌晨之间的感情，所以面对一脸尴尬的凌晨时，他环顾四周一眼，神采奕奕地询问道，这里就是你之前提到的仙气级别的空间法宝吗？好大呀！这件法宝叫混沌鼎，里面自成一界。还有之前你藏在阴阳洞中的星河也在这里。凌晨见状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一般，立刻回答道，你能带我到处转转吗？我想认识一下你这个神秘的世界。柳福鸾回头看来，目光灼灼地询问，乐意之至。凌晨欣赏上前，很快两人就甩开了叶灵儿和田梦琪。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柳福鸾突然回头，一柄剑猛地指向凌晨的胸口。老实交代，你心里是不是一直都幻想着让我们3个人同时伺候你？这是能说的吗？光想想我就觉得翻天条了。凌晨咧嘴笑了起来，你还真想过。柳福鸾满脸嗔怒，却罕见的主动表白，分开的这段时间我无时无刻不想你，幸好你没让我失望。你就没别的什么想对我说的吗？凌晨一脸玩味的笑了起来，好好疼我。柳福鸾主动贴近，如饥似渴。凌晨早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当即不再废话，把所有对他的爱和思念全都放在冲刺之上。接下来一连3天，两人都过上了没羞没躁的生活，倒是冷落了叶灵儿和田梦琪两女，哪怕同在混沌鼎中，他们也见不到凌晨的身影。但这一日，一条长100米有余的巨蛟突然坠落，使得原本平静的极乐峰瞬间躁动起来。当凌晨察觉到异常时，他的神念不经意扫过，却吃惊地发现那坠落的蛟龙竟是上古凶兽白夭夭，一念及此，他哪里还敢迟疑，立刻带着柳福鸾来到外面。然而此刻的白夭夭身上到处一片血肉模糊，至少有10处剑伤身可见骨。他虽未死，却气若游丝，甚至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凌晨见状，立刻催动星河，将源源不断的星辰之力疯狂注入到他身体中，帮助他疗伤。万幸，白夭夭不愧是上古凶兽，生命力极其顽强。在凌晨的全力营救之下，他的伤势很快得到稳定，并迅速痊愈中。这可是幽冥血海魔星岛腹地中的上古凶兽九幽玄蛇，你怎么会认识他？柳福鸾满脸惊愕，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感到诧异。我之前不是去过魔星岛吗？在那里，凌晨也不含糊，立刻如实相告，简单把他和白夭夭之间的恩怨说了出来。片刻后，得知事情原委的柳福鸾无比惊愕地说，真没想到就连我师父颜落妹都会没如深的九幽玄蛇，你不仅搞定了他，甚至还让他替你卖命，也太不可思议了。他背负无数年的诅咒，可是我亲手破解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他的救命恩人。凌晨撇了撇嘴，云淡风轻地说，那现在该怎么办？柳福鸾接着问，之前他和颜落妹一起去追杀白长青了。按道理来说，以他化神境后期的实力，再加上炼虚期的颜落妹，两人强强联手，对付剑神白长青应该不在话下。可他为什么受了这么重的伤？一切都等他苏醒后再说吧。凌晨老成持重地说，他化形后好像还挺漂亮的，尤其是身材，特别是那2个，你该不会对他也有想法吧？柳福鸾笑盈盈地询问，你想哪去了？他是蛇，我是人，人妖有别。凌晨没好气地吐槽，一身正气。趁白夭夭疗伤之际，凌晨迅速完善了一下极乐峰的防御，同时将遗留下来的血雷整顿，让他们为自己效力。如此大半天后，白夭夭终于苏醒了。没事吧你？凌晨第一时间来到他跟前，一脸好奇地问，以你的实力，谁能把你伤成这个样子？是白长青，他算计了我和颜落妹。白夭夭怒不可遏，眼中更是闪过一抹凌厉的杀气。那厮阴险狡诈，你们俩若不加注意，被他算计了倒也不意外。凌晨沈然笑道，他故意引诱我们进入天剑宗，然后以剑阵来对付我们，我和颜落妹都遭其重创，最后实在不敌，颜落妹拼死杀出一条血路让我逃了出来，他却被抓住了。白夭夭握紧拳头，义愤填膺道，什么？凌晨大吃一惊，眉头不由得皱了起来。这么说来，他现在还在天剑门？是。白夭夭重重的点头，接着又说，他还让我告诉你，说你是他的真命天子。扯淡！凌晨连忙起身，并矢口否认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从当时的情形来看，我不认为他会说假话。白夭夭直言道，随即又掏出半块玉佩递了上来。他还说，
让我把这个交给你。凌晨本不以为意，但只是一眼，他突然神魂俱震，甚至就连接过玉佩的手都跟着颤抖起来。你没事吧？柳芙鸾见状，立刻察觉到不对劲，连忙柔声询问。凌晨没有回答，而是小心翼翼地接过玉佩。令人惊诧的是，玉佩接触他的瞬间，竟匪夷所思地跟他的手掌融为一体，而凌晨也随之闭上眼睛，泪水竟不受控制地流淌下来。真正看到这一幕时，柳芙鸾即便不问，也大概猜测到究竟是怎么回事。不出意外的话，凌晨真有可能是阎罗妹的真命天子。可令人诧异的是，凌晨非但没有解释，而是席地而坐，甚至闭上了眼睛，只是那泪水便再也没有停过混沌鼎中。叶灵儿和田梦琪看到这一幕时，心疼之余更多的是诧异和不解。你说他这是哪出戏？不过是一块玉佩而已，怎么就让他不能自已了？叶灵儿喃喃自语，甚是不解。师姐，这还不明显吗？刚才那块玉佩肯定是他们潜意识的信物，说不定凌晨还真就是阎罗妹等候无数年的真命天子，否则他绝对不会如此。田梦琪笃定道，一语成谶。没想到竟然还真是的。叶灵儿深吸一口气，感慨万千。然而众人有所不知的是，凌晨的灵魂印记深处的确有半块玉佩，但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那残留在灵魂深处的半块玉佩究竟有什么意义。直至看到阎罗妹的这半块玉佩后，一切都明了了。尤其是当两块玉佩在灵魂深处完美的合为一体后，凌晨这才意识到，他和阎罗妹相识于9世轮回前，而这一世的相遇是他们认识的第10世，也就是说，他们足足错过了9世轮回。这也是他为什么如此激动的原因所在。须臾间，在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后，凌晨猛地睁开双眼，并嗖的一下站立起来。他看了一眼柳芙鸾，眼神无比坚定地说：“我得去一趟天剑门。”现在？你疯了？柳芙鸾满脸惊愕，接着又苦口婆心道：“你应该知道，那白掌青是炼虚期的修为，强如我师父阎罗妹都万劫不复。你若强闯天剑门，岂不是死路一条？哪怕是死，这一趟天剑门之行，我还是得去。”凌晨掷地有声道，不容置疑。莫非柳芙鸾欲言又止？没错，我就是阎罗妹等候无数年的真命天子。凌晨一字一顿道，传说竟然是真的。柳芙鸾虽然心中早有猜测，可真正听到凌晨亲口说出来时，他还是感到震撼，久久无法平复。他说的全都是真的，但有一点不详实，他等了我并不止1000年，而是10世轮回。凌晨语出惊人道，什么10世轮回？柳芙鸾倒吸一口凉气，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凌晨无心解释，因为下一刻他已经离开了极乐峰，直奔天剑门而去。你真的现在要去天剑门吗？柳芙鸾迅速追了上来。我知道会很危险，但如果我有片刻的犹豫，就是对他的不尊重，更是对他10世轮回的亵渎。我必须得去。凌晨掷地有声，不容丝毫迟疑。我没想阻止你，但是我们不能冲动，得想一个万全之策才行。柳芙鸾言辞恳切地说，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哪有什么万全之策？但如果我执意要救走阎罗妹，也是白掌青阻挡不了的。凌晨双目赤红，不容丝毫质疑。鸾儿，别的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听你的，但唯独这件事我不能妥协，我必须立刻现在马上就过去。凌晨再次强调自己的态度，额头上青筋突起，仿佛要吃人一般。我跟你一起。柳芙鸾被他激进的态度吓到了，他不再废话墨迹，既然凌晨决定疯狂一把，他选择无脑追随，九死不悔。你确定不带上我吗？就在这时，身后传来白夭夭那虚弱的声音。虽然才刚苏醒，但他仍是咬牙化形为人，并不顾一切地追了上来。你的伤？凌晨回头望去，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要是能等个2-3天再去，自然是再好不过了。但谁让你这么心急了？我也就只能跟过来了。白夭夭叹了一口气，苍白的脸上挤出一丝勉强的笑容。你我恩怨两清，你其实根本就没必要趟这趟浑水的。凌晨感慨地摇头。少废话，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办？你可别忘了，答应过要跟我双修的诺言，可还没兑现。白夭夭言不尽意地提醒道。什么？你们？柳芙鸾伸手捂着嘴巴，一脸的无语。凌晨虽然冲动，但并不鲁莽。眼见白夭夭也跟着一起来了，见他重伤未愈，凌晨当即便决定将他收进混沌鼎中，允许他用星河尽快疗伤。咦，这是啊？怎么这里面还有人？白夭夭糊里糊涂来到混沌鼎，顿时一脸茫然。尤其是看到叶灵儿和田梦琪两女时，他更是一脸懵逼，甚至有些警觉。灵儿，你们跟他解释一下，我希望赶在跟白掌青发生冲突之前，他的伤能尽可能的痊愈。凌晨叮嘱道。言罢，他不再迟疑，直奔天剑门而去。交给我们，你尽管放心。关键时刻，叶灵儿也不敢掉链子，
连忙上前向白夭夭解释究竟是怎么回事。两人一路风驰电掣，很快便抵达天剑门。时隔数日再次来到这，凌晨的心情尤为复杂，甚至有些许不安。敌强我弱，敌众我寡，我们总不能直接闯进去吧？柳芙鸾抬头看了一眼近在咫尺的天剑门，脸上的神色不禁变得凝重起来。你怕吗？凌晨笑着询问。毕竟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强大的天剑门，不怕是假的，但是能跟你在一起，就算是死我也认了。柳芙鸾坦然面对，毫无惧色。没那么糟糕，我来这是为了救人，可不是来送死的。凌晨洒脱一笑，轻声安慰道。话音未落，他当即便欲朝前走去。等等，天剑门的护山大阵可是出了名的厉害，擅闯者必死无疑，你不要命了？柳芙鸾一把抓住他，心有余悸地提醒道。这地方已经来过一次，你口中那所谓的阵法对我而言形同虚设。凌晨淡然一笑，仿佛一切尽在掌控之中。说话的同时，他一手牵着柳芙鸾，径直朝天剑门更深处走去。起初柳芙鸾还担心凌晨太过大意，可真正穿过那层透明的结界后，他这才意识到凌晨的强大，仿佛跟他根本就不在一个维度。这也太可怕了，你是怎么做到的？柳芙鸾一脸崇拜地看着他，震惊得快要说不出话来。这地方我来过一次，早就将护山大阵全都摸透了，自然也就拦不住我。凌晨傲睨地说。接下来去哪？悄无声息潜入天剑门内部后，柳芙鸾压低声音问道。我们此行只有一个目标，救颜落妹，但当前谁也不知道她在哪，甚至是生是死都不清楚，所以得先找个人弄清楚是什么情况再说。凌晨老成持重道。正说话时，一道熟悉的气息突然闯入识海，惊得他虎躯一震。片刻后，他带着柳芙鸾来到一处房间前。谁？还不等他进去，一声厉喝骤然响起，紧接着又一柄剑破门而出，直刺面门。好在凌晨早有准备，只见他伸出两根手指，竟轻松夹住那柄势如破竹的长剑。叶师兄，别来无恙。四目相对的那一刻，凌晨主动招呼道。林师兄。叶无尘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接着又问，天哪，你怎么会来这？不及回答，他突然瞥见到合欢宗掌门柳芙鸾就在身后，顿时脸色骤变。就在他准备做些什么时，凌晨一把将他推进屋内，并连忙解释，自己人，他可是合欢宗的掌门，是魔教的巨擘，乃门子自己人。叶无尘同仇敌忾，怒剑相向。先前见神白掌清玉血，洗清云宗，他和魔祖颜落妹可都是出了手的。你身在天剑门，该不会没听说吧？凌晨笑着反问，随之语出惊人，更何况他现在早已不是什么合欢宗掌门，只是我的道侣。什么？叶无尘大跌眼镜，满脸震惊。林师弟，你确定不是在跟我开玩笑？这里是天剑门，你觉得我有这么闲吗？凌晨煞有其事道。可是叶无尘还是无法接受。凌晨却没耐心听下去，而是开门见山的询问，你可知魔祖颜落妹在哪？前2天他和九幽玄蛇在天剑门联手大战剑神白掌清，结果惨遭剑阵反杀，九幽玄蛇倒是逃走了，颜落妹则因元气大伤而遭生擒，至于他现在在哪我就不清楚了。叶无尘如实回答。顿了顿，他眼神怪异地看了过来，你该不会告诉我此番是为了救魔祖颜落妹而来的吧？是。凌晨肯定的点头。难道他也是你的道侣？叶无尘目光复杂的看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凌晨丝毫不避讳地点头。林师弟，没看出来你在合欢宗3年竟玩得这么花。叶无尘没好气地吐槽起来，你这哪是去当卧底，根本就是去播种了。少废话，你就没想着回去？凌晨开门见山地问。怎么能不想？但白子昂给我们所有人身体中都植入了子母骨，只要我们擅自走出天剑门的领域，那潜伏在我们血脉之中的自骨便会蚕食3魂6魄，直至我们魂飞魄散。别看我们现在挺自由，实则是身不由己。叶无尘长叹一口气，满脸无奈。子母骨，这天剑门的手段，恐怕连魔宗都自叹不如。凌晨愤怒道，你上次大闹天剑门之后，他们已经升级了防御，戒备极其森严。林师弟，我劝你还是尽快离开，他们一旦察觉到你的行踪，是绝对不会放任你离开的。叶无尘神色凝重，苦口婆心地劝说，不救出颜落妹，我是绝不会轻易离开的。凌晨掷地有声道，我听说白长青垂涎他多年，如今好不容易生擒了他，准备把他当作修炼的炉鼎，你若真要找，就去天剑阁，或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叶无尘深吸一口气，语重心长地说。天剑阁。凌晨微微颔首，接着又叮嘱道，你多保重，我会想办法解救你们。那子骨已经在我血脉中生根发芽了，想解救
哪有那么容易？叶无尘苦笑着摇头，对逃离这里根本就不抱任何希望。凌晨也不废话，一番叮嘱后，便携手柳芙鸾从容离开了。他该不会泄露我们的行踪吧？辞别叶无尘后，柳芙鸾放心不下的轻声问道。不会，他是我为数不多能信任的人之一，是绝不会出卖我的。凌晨言之凿凿。天剑阁，两道身影如鬼魅般悄然前行，不多时便抵达此地。他们步步为营，谨小慎微，本以为天衣无缝，然而刚一现身，迎面竟有10余修士严阵以待，似乎早已等候多时。更令凌晨毛骨悚然的是，后方左右两侧又接连涌现10余人影，转瞬间便形成铁桶般的合围之势。凌晨！蓦地一声怒吼划破夜空，凌晨循声看去，只见正前方一个浑身充斥着滔天杀意的中年人正龙行虎步地走上前来，不是别人，正是天剑门三长老庞不凡的儿子庞青云。庞青云！凌晨眯着眼睛望去杀子之仇，不共戴天。庞青云双目赤红，额头上青筋暴起，上次没能杀死你，如今竟还敢再来，这次我定要将你挫骨扬灰，碎尸万段。废话真多。凌晨伸手一招，无声剑立刻出现在他的右手上，霎时间一股横亘万古的恐怖剑气以他的身子为中心，瞬间朝四周蔓延开来。救人要紧，这里不值得你浪费时间。柳芙鸾随手祭出七情六欲中，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我来拖住他们，你先走。那你小心。凌晨微微颔首，下一刻元婴境的柳芙鸾如狼入羊群，凭借超强的实力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凌晨则瞅准机会，在空间法则的加持下化身为一道流光消失不见，转眼便来到天剑门腹地。我的伤势也恢复得差不多了，随时可出来一战。白夭夭的声音突然在脑海中响起。与此同时，叶灵儿和田梦琪也毛遂自荐地说，你可不能再把我们俩当金丝雀圈养，如今正是用人之际，虽然我们修为有限，但也想出一份力，不急，会有需要你们的时候。凌晨倍感欣慰道。然而他的话音还没落下，一道可怖的剑气竟突破时空禁锢，迎面横扫而来。不好，生死一线，凌晨心中暗呼不妙。仓促间，他试图操控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避其锋芒，可那道剑气的速度快到超乎想象，根本就无法避开。眼见悲剧将要上演，叶灵儿和田梦琪甚至都已吓得失语。但就在这时，一个玄黄色巨鼎的虚影骤然显现，完美罩住他的身子。关键时刻，混沌鼎主动护主，硬生生扛下那致命一剑。当当，砰！在混沌鼎的守护之下，凌晨虽没死，可巨大的冲击力还是让他的身子倒飞回去，随之一口鲜血狂喷而出。防御不错。对面的老者手持长剑，眼中闪过一抹惊艳之色，却话锋一转道：你是来营救阎罗妹的，怕是来晚了一步。你什么意思啊？凌晨伸手拭去嘴角的鲜血，他已和剑神结为道侣，如今正在天剑阁颠龙倒凤，巫山云雨，你确定要打扰他们双修？老者挑起眉头，洋洋得意地笑了起来。龙有逆鳞，触之必死。眼前的老者狂傲不可一世，目空一切，似在有意刺激他。然而历经9世轮回的凌晨对此根本就不屑一顾，手中的无声剑铮铮作响。老匹夫，若再挡路，我必杀你。怎么，你还没认出来我是谁吗？老者厉声呵斥道。凌晨心中一沉，从老者那布满沟壑的脸上，凌晨竟看出几分庞龙像和庞青云的影子，顿时恍然大悟道：你是天剑门的三长老庞不凡。哼，你杀我孙儿在先，今天老夫誓报此仇。庞不凡怒不可遏，手中的剑陡然翻转，再度以风卷残云之势杀了上来。这老东西修为不浅，而且现在又胸怀必杀之心，你不是他的对手，还是交给我吧。白夭夭的声音再次在脑海中响了起来，战意十足。如此，那就有劳了。凌晨丝毫不拖泥带水，毫不犹豫地将白夭夭放了出来。咦，你是九幽玄蛇？庞不凡脸色大变，白夭夭的出现让他不得不审时度势，不敢贸然出动。凌晨则瞅准机会，当即在9阴9阳的加持下化身为一道流光，径直朝天剑阁腹地飞去。接下来往前每一步，他都如履薄冰，因为除了叶灵儿和田梦琪两女外，他手中已经没牌了。倘若面对剑神白长青，便只能以命相搏。叶灵儿感同身受，当即视死如归道：你别拿豆包不当干粮，我和梦琪不是摆设，哪怕面对白长青，我们也能用命给你争取个2息的时间。放心，一切还没那么糟糕。凌晨故作镇定地安慰说。一路向前，可就在他即将踏入内殿腹地时，数道剑气仿佛被激活了一般，直接以风卷残云之势刺来。凌晨身若惊鸿，轻松避开，可刚一落地，又有数道剑气分别从4面8方袭来，竟强行封死了所有退路。
让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仓促间，凌晨没有选择，只能挥舞着无声剑与之硬碰硬。咻咻，砰！一番恶战后，他使出浑身解数，好不容易才化解那些咄咄逼人的剑气。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喘口气，那铺天盖地的剑气尽密织成网，再次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袭来，完全不留任何余地。这些剑气还没完没了了，莫非有人在暗中操纵这一切？田梦琪看到外面这一幕时，心惊肉跳，脸色愈发凝重不安。他这该不会是误入到剑阵中了吧？叶灵儿则大胆猜测起来，若只是剑阵的话，倒也不足为惧。可问题的关键是，这不是剑阵，而是更可怖的剑意空间。凌晨直言不讳。什么是剑意空间？田梦琪一头雾水。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叶灵儿惶惶不安道，修为达到一定程度后，便能单凭意念构建一方独立的空间，就像你们所在的混沌鼎，我在里面是主宰生死的存在，而构建这方剑意空间的人，也能在这里面为所欲为。凌晨娓娓道来。啊！此话一出，两女瞬间不知所措。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岂不是可轻易杀你？叶灵儿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起来，一脸的无所适从。那倒也没那么夸张，毕竟这不是独立的世界。不过在这里，他可以随便操纵剑意，心随意动，无所不能。凌晨悠悠地说，既如此，那你还等什么？快想办法出去啊！田梦琪不禁催促道。说得轻巧，你以为这是菜园子门，是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凌晨苦涩地摇头。莫不成你还被困死在里面？那如何才能出来？叶灵儿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脸色也前所未有的凝重不安。这里是剑意空间，想出来其实倒也不难，必须得在剑法上胜过构建剑意空间的人。凌晨直截了当道。这还不难？叶灵儿闻言直接无语。倘若眼前的剑意空间是白长青构建的话，以他剑神的名号，放眼九州大陆，根本就不可能有人在剑法上胜过他，就更别说凌晨了。眼见两女黯然神伤，甚至心如死灰，凌晨淡然一笑，也不解释。但下一刻，只见他手持无声剑，竟人剑合一，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剑法惊世骇俗，使得正绝望的两女瞪大双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天哪，他在剑道上的造诣什么时候达到这等地步了？田梦琪伸手指向外面，激动得语无伦次。我突然在想，颜落妹等了他数千年，这也就是说他也是轮回而来，若他觉醒了轮回前的记忆，一切就不难理解了。叶灵儿脑洞大开，认真地分析起来。你别说，还真有这种可能，否则的话，他怎么会突然像是变了个人一样？尤其是现在的剑法，根本就不在我们的认知范围内。田梦琪连连点头，唏嘘不已。若真是这样，说不定还真有一线希望破开剑意空间。叶灵儿神采奕奕，不禁期待起来。外面手持无声剑的凌晨施展万藏剑典，此刻在力量法则、时间法则以及空间法则的加持下，那精妙绝伦的剑法惊世骇俗，锐不可当，完全碾压剑意空间中的剑气。数个回合后，偌大的空间突然如同气泡般破裂，那无影无形的剑意空间也瞬间消散，化为虚无。至此，剑意空间灰飞烟灭。成了！叶灵儿欣喜若狂，这所谓的剑神也不过尔。凌晨吐了一口浊气，继续朝前走去。正前方有一扇门，当他抵近时，那扇门突然自动打开。视线可及的尽头处，一个身披白袍的老者盘坐在地，周身剑气环绕，如火焰吞吐，赫然正是白长青。三界六域，九州大陆之内，能在剑法上压我一头的人屈指可数，但我没想到你竟能破开我的剑意空间，倒是小瞧你了。白长青的声音沧桑沙哑，给人一种中气不足的感觉。不难看出，之前在与颜落妹、白夭夭一战中，他虽取得最终的胜利，却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以至于时至今日伤势还没能彻底痊愈。少废话，颜落妹在哪？凌晨根本就不愿与之废话，当即上前一步，直接劈头盖脸的质问起来。什么颜落妹？白长青抬起头望来，咧嘴张狂的笑着说，从现在开始，你应该称呼她为白夫人。你把她怎么样了？凌晨神色一滞，仿佛瞬间被人捅刀子，心在滴血。他杀我不成，自当愿赌服输，沦为我白长青的道侣。不瞒你说，我和他已经双修过，而且他还把第一血交给我了。白长青近似炫耀，得意的大笑起来。凌晨本来还很揪心，可听到他说颜落妹把一血给了他时，瞬间了悟，这根本就是个谎言。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是炫耀。单从这一点来看，颜落妹应该还是安全的，至少并没有被白长青采捕。哈哈，你这老狗可真够不要脸的！如果你得到了他的一血，那我之前得到的是什么？凌晨贴脸开大，直接肆无忌惮地嘲笑起来。果不其然，被揭底的白长青怒不可遏，当即气急败坏地咆哮道：
哼，你一介蝼蚁不自量力，竟也妄想染指魔祖，可真敢说！我无需向你证明什么，你也不需要解释。但是，阎罗妹是我的女人，我此番便为她而来，不带走她，我是绝不会轻易离开的。凌晨铮铮铁骨，杀意沸腾，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你在老夫眼中就是路边一条狗，区区一个住激进的蝼蚁，竟也妄想与我叫板，简直找死！白掌青骤然站立起来，顿时那无形的威势令人窒息，而且他那冰冷的眼神，就像是看着一具没有任何温度的尸体。面对嘲讽，凌晨前所未有的冷静。他深知，如果拿不出足以震慑对方的实力，别说救人，他自身都难保。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若修为不济，便只能以命相搏，而这也是他最后的机会。念及此，凌晨彻底豁出去了，当即一声怒吼，精血献祭，血脉化龙，破！